大炎王朝，百剑山，一间修炼室内。唉，又失败了。盘膝打坐修行的俊朗青年睁开双眼，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李玄风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冲击灵窍境失败，明明只是一道灵窍的隔膜，只要冲破，他就能迈入崭新的境界。可无论如何，他也没法冲破那道屏障。天赋真是令人绝望的东西啊！李玄风满脸惆怅，他穿越到这个玄幻世界已经5年了，并且还是身穿的。18岁那年的雷雨之夜，他发誓要出人头地，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然后就被一道粗壮的惊人的闪电给劈到这个世界。初来乍到，李玄风小心翼翼，举步维艰。这个世界类似古代，但并非李玄风印象中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是以武为尊，天地伟力可以归于自身的玄幻世界。人们说的语言和他所会的语言没有太大区别。没有根脚的他融入流民，开始浪迹生活，倒也没有引起谁的注意。或许是因为有一些气运在身，虽然见过强大修士摧城开山的可怕战斗，但也算有惊无险，没受到什么伤害。穿越2年后，李玄风20岁，恰逢百剑山3年一次的收徒大典开启，他便跟着天南地北的人士前来碰运气，结果还真让他侥幸通过了入门考核，以垫底的成绩成为百剑山的一名外门弟子。可是3年时间过去，他还停留在淬体境。淬体境是修行的第一个大境界，分为9重。和李玄风同期入门的弟子，大部分已经突破到灵窍境，更有甚者突破到气玄境，成为内门弟子。还停留在淬体境的屈指可数，李玄风就是其一。3年过去，新的一届收徒大典已在今天开启。若是1个月内我还不能突破到灵窍境，就会被遣送下山。李玄风眉头微皱，暗自思忖，成功加入百剑山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如果3年的时间还没能突破到灵窍境，就说明天赋实在一般，会被宗门遣送下山。想要继续留下也可以，但只能退而求次，做一名杂役弟子。然而杂役弟子地位极低，每天都有干不完的脏活累活，连修炼时间都没有。我冲击灵窍境这么多次都失败，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恐怕也不能成功。如果被遣送下山，我又能去哪里？李玄风陷入沉思。当流民的滋味并不好受，吃了上顿没下顿，时常面临各种危险。李玄风能有惊无险的流亡2年，全靠运气好，不然早就化为一堆尸骨了。以他现在淬体境9重的修为，出去混口饭吃的话倒是不难，可终究只是底层修士，实力不足就会身不由己，说不定什么时候运气不好，被强者战斗的余波扫中，他就没了。所以如果离开百剑山，他将会陷入糟糕的窘境。当散修很勉强，做生意没那么简单。落草为寇，总有一天会被天才弟子当作历练任务给除掉参军，基本是充当炮灰的存在。任何一条路都比不上在百剑山当一名外门弟子。归根结底，还是天赋不够，背景不够。李玄风握了握拳，作为身穿到这个世界的人，背景就不说了，因为根本没有。至于天赋，他只能说普通人穿越后依旧是普通人，不管他如何努力修炼，就是比不过那些天才。一个碌碌无为的普通人，幻想穿越后便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穿越后开挂。李玄风也曾无数次幻想过所谓的金手指，可他等了5年，依旧杳无音讯。他已经对此完全不抱希望。罢了，再挣扎1个月吧，万一运气好突破了呢？李玄风心中一声长叹。叮，系统充能完毕，正在绑定。一道突如其来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让李玄风愣在原地。系统，李玄风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5年，他等这东西等了整整5年。系统绑定完毕，静心凝神，可了解详情。系统机械而空灵的声音又一次在脑海中响起。李玄风深吸一口气，又揉了揉脸，确定这不是幻觉，然后才闭眼沉下心神，开始沟通了解系统。片刻后，李玄风睁开双眼，他已明白自己绑定了一个什么系统。此系统名为天命返还系统，他可以通过此系统查看天命之人。所谓天命之人，便是受命于天，拥有大气运在身，必能做出一番成就的惊世天才。他们是某一个时代中天地间最惊艳的那一群人。天命者注定成就非凡，系统的作用就是发现天命之人，并对其进行绑定。被绑定者，任何有关修行的提升和收获，都会以10倍到100倍不等的倍数返还给李玄风，包括但不限于修为、感悟、经验、灵气。但要这系统，怎么感觉像是将天底下最出色的那批人和我绑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替我打工？李玄风心中想到，天地间最出色的那一群人为自己打工，他们所有有关修行的收获，都会以最低10倍、最高100倍的倍数返还给他。
这便注定了李玄风的成就将凌驾在所有人之上。而且绑定的天命之人越多，他的成就会越高。但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去哪里寻找天命之人？如果短时间内找不到，1个月后避免不了被遣送下山的结局，只能从外门找起了。李玄风想到，百剑山3年1次的收徒大典正好在今天召开，李玄风决定去现场看看。对于百剑山来说，今天算是一个热闹的日子，因为3年1次的收徒大典在今天召开，不知有多少人从天南地北涌来，希望能通过考核成为百剑山的一员。大多数人注定只是陪衬，参加考核的有数万人，最终通过的不过数百。想要留在百剑山，有时候需要一定运气。在考核中就有专门考察运气的，对于一个大宗门而言，就算天赋较差，如果运气很好的话，也可以收为弟子。毕竟宗门由众多成员组成，运气好的人多了，也能提升宗门的整体气运。3年前，李玄风就是靠着不错的运气侥幸进入外门。3年后的今天，李玄风再一次来到考核的现场，但是考核已经结束，失败者黯然离场，密密麻麻地朝山下走去，如同蚂蚁行军。通过考核的则留在外门广场，听长老介绍宗门，讲解相关事宜。李玄风找到一个视野良好，足以看到全场的位置，借助系统之力，双眼扫过一道道身影。在他眼中，所有人周身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芒，有灰色、白色、蓝色等各种颜色。这些不同颜色的光芒是一个修饰气运、天赋和潜力的具象化，或者说命格的具象化，寻常肉眼无法看见，只有借助系统才可窥探。黑色乃将死之象，灰色代表诸事不顺，霉运连连，白色则代表大部分人普普通通，碌碌无为，蓝色代表此人运气不错，百中无一，会小有成就，黄色代表运气很好，做大部分事都会比较顺利，将来能够名动一方，橙色这是运气极佳的表现，注定会成为一方豪强，一些大宗门势力的掌教就是这种颜色。至于红色，注定会凌驾于亿万人之上，成为一方巨擘，比如顶尖王朝的皇帝。而金色便代表天命，注定是一个时代中最为出色、最为优秀的人之一。他们有大气运加身，遇到各种困难都能逢凶化吉，外界的任何阻碍都会成为他们更进一步的阶梯，直至扶摇直上，登临绝巅。李玄风的目光从众人身上一一扫过，白色、白色、白色、灰色、白色、黑色、淡蓝色，一道道光芒在眼中掠过。成功通过考核留在外门广场上的以白色居多，偶尔有一些淡蓝色。考核失败正在朝山下走去的则以灰色居多，甚至有极少数人周身散发着黑芒，这些人在不久之后会有生命危险。果然对于大部分而言，普通才是常态啊。李玄风忍不住在心中感慨，他只发现数个笼罩蓝色光芒的人，其中有一个还是长老。发现一个黄色，李玄风心中一动，黄色代表这人将来有一定成就，可依旧不是李玄风要找的人。2个黄色了，别说金色天命，连一个橙色都没有。李玄风有些失望，他的目光已经扫过了绝大部分人。可是很快，李玄风的视线骤然一顿，脸上浮现喜色，一道璀璨的金色光芒映入眼帘。那是一个身穿黑衣，抱着残剑，面容绝美，气质清冷的少女。金色天命，李玄风心中喜道。少女周身散发着金色光芒，和旁边那些白色光芒比起来异常耀眼。系统绑定吧。李玄风在脑海中呼唤，叮，绑定成功。系统提示应在脑海中响起，一个只有李玄风能看到的属性面板随之浮现。姓名魏青年，天命剑道至尊，修为淬体境5重，体质至尊剑体，未觉醒。魏青年。李玄风看着人群中的那个清冷少女，记住了这个名字。以魏青年的天命来看，他是注定要成为剑道至尊的人，而他拥有的至尊剑体是一种极其强大的体质，能让他在修行剑道时事半功倍，远胜其他剑修。接下来我只需静静等待返还即可。李玄风心中默道。绑定目标后，李玄风可以什么也不用做，静静等待对方努力提升修为，因为这些修为最终都会以10倍到100倍不等的倍数返还给他。连和修行有关的收获也是如此，比如魏青言获得了1颗1阶丹药，10倍返还，李玄风就会得到10颗这种丹药，或者得到1颗珍贵10倍的丹药。也就是说，有数量和质量2种返还方式，到底是数量返还还是质量返还，完全随机，没有规律。不过系统返还的倍数却有规律，具体返还多少倍与李玄风自身有很大关系。魏青言在提升修为的过程中，李玄风的参与度越高，返还倍数就越高。比如
魏青岩靠自己获取修行资源，又靠自己努力修行提升了实力。这个过程中，李玄风参与度为0，系统的返还倍数就是最低倍数10倍。但是，如果李玄风送给了魏青岩修行资源，魏青岩依靠这些资源提升了修为，李玄风的参与度就有可能达到 30% 或40%，那么系统的返还就会是30倍或者40倍。如果李玄风直接对他传功灌顶提升修为，那么参与度就达到了100%，李玄风便能获得100倍返还。这种事不能着急，应徐徐图之。现在这种场合并不适合找上魏青岩给他资源。再说了，李玄风也没有修行资源，都被他消耗光了。随后，李玄风继续寻找天命之人，很显然，他并没有找到第二个。能绑定一个魏青岩，他已足够幸运。不久后，新晋弟子在接引弟子的带领下，前往各自的住处。百剑山面积极为辽阔，每个外门弟子都有单独的住所。李玄风暗中记下了魏青岩所住的地方，距离他并不算远。终于成功在百剑山落脚，可以安心修炼一段时间了。修炼室内，一身黑衣，面容绝美，气质清冷的魏青岩抱着一柄残剑，像是在自语，又像是在对看不见的人说话。入门考核第1的奖励还算不错，这些淬体灵液足够你修行一段时间了。一道女子的声音在魏青岩脑海中响起。这一届的入门考核，魏青岩成绩第1，和当初垫底的李玄风是2个极端。今晚应该能突破到淬体境6重了吧？魏青岩看着手中的残剑，那道女子的声音正是来自残剑中所谓的剑灵，你的经脉已经完全恢复，修行速度与之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至尊剑体还未觉醒，但吸收完这些淬体灵液，足够你突破到淬体境7重甚至8重了。剑灵的声音又一次在脑海中响起。至尊剑体。魏青岩深吸一口气，握了握拳，眼中闪着仇恨的光芒。开始修炼吧。呼出一口气，将杂念抛到脑后，魏青岩开始盘膝打坐修炼。夜晚，李玄风正准备休息，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叮！魏青岩修为提升，境界突破到淬体境6重，10倍返还，你成功冲开隔膜，迈入灵窍境。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李玄风感受到精纯力量凭空降临，他的实力在迅速攀升。修行的第1个大境界为淬体境。所谓淬体，就是借助从天材地宝中提炼出来的淬体灵液淬炼身体。在淬炼的过程中，肉体会得到强化，并且经脉受到刺激会诞生真气，丝丝缕缕的真气会慢慢朝丹田汇聚。当丹田被真气充满，便意味着达到了淬体境9重，可以尝试冲击下一个境界灵窍境。每个人身上都有9个灵窍，这是连接天地的通道，一共有9个，分别位于双手、双足、三焦、头顶、会阴。李玄风达到淬体境9重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尝试冲破灵窍的隔膜，可一直未能成功。直到现在，返还10倍的修为让李玄风丹田中的真气达到极限，浩荡奔腾的真气在经脉中呼啸，对着第1个灵窍隔膜冲击而去。轰！仅仅一次，隔膜便被冲开，灵窍中蕴含的先天真气开始反哺，让李玄风丹田中的真气质量提升了1个档次。终于突破了。黑夜中，李玄风握了握拳，感觉力量增强了数倍。突破到灵窍境，他也不用再担心被遣送下山。接下来的数日，魏青岩深居简出，努力修行。李玄风也只在用膳的时候见过他2次。叮！魏青岩修为提升，境界突破到淬体境7重，10倍返还，你突破到灵窍境2重。叮！魏青岩修为提升，境界突破到淬体境8重，10倍返还，你突破到灵窍境3重。10天时间过去，魏青岩连破3境，10倍返还，让李玄风也跟着连破3境。天赋果然是个让人绝望的东西啊！李玄风忍不住感慨，自己从凡人修炼到淬体境9重用了3年，和魏青岩比起来差距实在太大。而且这还是他没有觉醒至尊剑体的结果。若是觉醒至尊剑体，修炼速度不知道会有多夸张。所幸的是，李玄风已经绑定了他。魏青岩提升的越快，李玄风只会提升的更快，保底是他的10倍。境界是提升了，但攻击手段却没有，也不知他会潜修多久。我还是先自己去藏经阁找一门厉害的武技练练，提升一下攻击手段。李玄风心中如此想着，便朝藏经阁走去另一边。修炼室内，盘膝打坐的魏青岩结束修行，淬体灵液已经消耗完毕，暂时无法继续提升境界。等宗门发放俸禄，还得下个月。他入门考核第1，长老奖励了不少淬体灵液，但依旧不够他突破到淬体境9重，更别说灵窍境了。既然已经加入百剑山，想要获取资源就不难。女剑灵的声音在魏青岩脑海中响起，这10天都只顾着提升境界，也是时候去藏经阁挑选武技了。
等攻击手段有了提升，便可去狩猎园猎杀妖兽，既可以增加实战经验，又可以用妖兽尸体换取淬体灵液。剑灵声音继续响起。好，魏青言起身朝屋外走去。不久后，他的身影出现在藏经阁楼前。咦，这小小一个藏经阁，居然有大人物留下的禁制。进去后，我不能再和你传音了。你找里面的师兄师姐问一问，直接挑选难度最高、威力最大的武技。剑灵的声音响起。什么禁制这么厉害？连剑灵姐姐你传音都有暴露的风险。魏青言有些吃惊，至少是王境强者留下的，可能是百剑山掌教或者太上长老留下的手段。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剑灵的声音落下后便归于沉寂。魏青言点点头，迈步进入藏经阁。藏经阁中，李玄风正在挑选武技。武技有等级之分，分为人级、地级、天级，每一级又分下品、中品、上品、极品。外门藏经阁中的武技主要以人级下品和中品为主。李玄风天赋普通，之前只修炼过一门人级下品武技，并且在人级下品中都属于下乘，简单来说就是最低级最普通的那种。用了3年时间，他也算是将这门武技磨练到还算熟练的地步。现在境界突破到灵窍境，总不能还使用这种最低等的武技。他准备挑一门人级中品武技练一练，当然肯定也是人级中品里最下乘的那种，难度太高的他也学不会。这位师兄。就在李玄风思索选择哪一门武技时，一道好听的声音响起。循声望去，那是一个身穿外门弟子练功服，身材高挑，面容绝美的少女，正是李玄风绑定的天命之人魏青言。师妹魏青言，不知这位师兄怎么称呼？魏青言朝李玄风抱了抱拳，露出善意的微笑。我叫李玄风。李玄风也回以微笑。见过李师兄。魏青言朝李玄风拱了拱手，然后才继续道：我想请教一下，师兄可知这藏经阁中最厉害的武技是什么？魏青言本来还是想自己先寻找一番的，可这藏经阁很大，一排排架子陈列，放着太多武技卷轴，如果一份一份的翻看，必然要花费不少时间，所以他还是听从了剑灵的建议，找师兄或者师姐问一问。恰巧李玄风离他不远，而且长得也帅，魏青言便上前询问。李玄风心中一动，知道机会来了。当然知道，我直接带你过去吧。李玄风说完便朝另一边走去。他虽然天赋普通，无法修炼多门武技，但他成为百剑山弟子毕竟已有3年，藏经阁中的武技至少都被他翻过一遍，而且从平日里弟子们的交谈中也可以知道哪些武技是公认的强大。外门藏经阁中武技虽多，但等级最高的也不超过人级中品，其中有2门最为强大，其一是防守类武技3尺剑围，其二是攻伐类武技滴水穿空剑。李玄风带着魏青言走到藏经阁的一角，从架子上拿下2份卷轴。听说这2门武技都是百剑山当代掌教所创，练成之后威力不输人级上品武技。李玄风解释道，这2门武技他都翻看过，但他自知以他的天赋很难练会，就算好不容易练会，可能也会长时间停留在入门阶段。魏青言从李玄风手中接过2份卷轴，简单浏览后眼睛明显一亮，这2门武技都很适合我。魏青言说道，据说这2门武技自创始以来也没几个弟子学会，就算学会也基本停留在入门阶段，师妹可要想好了。李玄风看着魏青言，正常情况下最适合淬体境学习的武技是人级下品，强行学习人级中品难度高不说，对自身消耗也大，可能施展1-2次体内力量就会被抽干。无妨，我自有分寸。魏青言自信地笑道。李玄风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他体验过魏青言的天赋，也知道越阶学习武技对他而言没有太大难度。多谢李师兄告知，师妹就先离去了。魏青言朝李玄风抱拳。李玄风点点头。魏青言拿着2份卷轴前去登记，以他入门考核第1的成绩，同时拿走2份卷轴这种事是可以允许的。看着魏青言的背影消失，李玄风嘴角才勾起一丝微笑。不用纠结选哪门武技了，回家躺着等吧。李玄风心情不错，这算是和魏青言的第1次接触，他修炼这2门武技所带来的经验都会返还给李玄风。回到住处后不久，系统提示音果然响起。叮！魏青言研读3尺剑围，基本理解此门武技，30倍返还，你完全悟透此门武技。叮！魏青言研读滴水穿空剑，基本理解此门武技，30倍返还，你完全悟透此门武技。随着系统声音落下，李玄风脑海中便多出许多关于3尺剑围和滴水穿空剑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如何修炼2门武技，2门武技的优势在什么地方，缺点在什么地方，如何施展它们能在威力最大化的同时消耗最小化。那种感觉
就仿佛李玄风将两门武技研读了无数遍，记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并且还延伸出许多自己的感悟，这种经验返还也太值了。李玄风双眼闪烁着惊喜的光芒，返还倍数30倍，看来我在这件事中的参与度达到了30%。李玄风心中暗自思忖，这种参与度超过了他的心理预期，毕竟他只是给魏青岩解释一番，并将两门武技交到他手里而已，这期间他根本没付出任何成本。看来系统对参与度的判断有些异假。不久后，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魏青岩练习一遍3尺剑为，收获了一定经验和感悟，3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3尺剑为成功入门。熟悉的感觉再次降临，一幅幅画面在李玄风脑海中闪过，恍惚间他仿佛自己将3尺剑为练习了数十遍，每练一遍都会得到一些经验和感悟，对于3尺剑为的熟练度快速增长，直至达到入门。修炼一门武技，根据熟练度的不同，分为入门、小成、大成、圆满。熟练度越高，施展出的威力越大，同时对消耗的把控越精妙。又过了不久，系统那令人愉悦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魏青岩练习一遍滴水穿空剑，收获了一定经验和感悟，3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滴水穿空剑成功入门。大量经验和感悟涌上心头，李玄风学会了滴水穿空剑，提起自己的长剑来到一块大石旁，酝酿体内力量，下一刻对着大石直刺而出，砰！只听一声清脆的声响，将近2米厚的石头就被穿出一个透亮的孔洞。好强的威力，李玄风忍不住感叹，这还只是入门而已，等熟练度达到小成、大成、圆满，力量都会再提升一截。接下来的5天，魏青岩又开始潜修，只不过这一次不是提升修为，而是专门修炼武技。李玄风则是坐享其成，两门武技的熟练度节节攀升，并且还延伸出许多自己的感悟，这种经验返还也太值了。李玄风双眼闪烁着惊喜的光芒，返还倍数30倍，看来我在这件事中的参与度达到了30%。李玄风心中暗自思忖，这种参与度超过了他的心理预期，毕竟他只是给魏青岩解释一番，并将两门武技交到他手里而已，这期间他根本没付出任何成本。看来系统对参与度的判断有些异假。不久后，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魏青岩练习一遍3尺剑为，收获了一定经验和感悟，3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3尺剑为成功入门。熟悉的感觉再次降临，一幅幅画面在李玄风脑海中闪过，恍惚间他仿佛自己将3尺剑为练习了数十遍，每练一遍都会得到一些经验和感悟，对于3尺剑为的熟练度快速增长，直至达到入门。修炼一门武技，根据熟练度的不同，分为入门、小成、大成、圆满。熟练度越高，施展出的威力越大，同时对消耗的把控越精妙。又过了不久，系统那令人愉悦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魏青岩练习一遍滴水穿空剑，收获了一定经验和感悟，3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滴水穿空剑成功入门。大量经验和感悟涌上心头，李玄风学会了滴水穿空剑，提起自己的长剑来到一块大石旁，酝酿体内力量，下一刻对着大石直刺而出，砰！只听一声清脆的声响，将近2米厚的石头就被穿出一个透亮的孔洞。好强的威力，李玄风忍不住感叹，这还只是入门而已，等熟练度达到小成、大成、圆满，力量都会再提升一截。接下来的5天，魏青岩又开始潜修，只不过这一次不是提升修为，而是专门修炼武技。李玄风则是坐享其成，两门武技的熟练度节节攀升。叮！魏青岩修炼3尺剑为，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达到大成境界，30倍返还，你的3尺剑为真至圆满。叮！魏青岩修炼滴水穿空剑，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达到大成境界，30倍返还，你的滴水穿空剑真至圆满。5天时间，李玄风躺着就将两门号称难度最高的人级中品武技修炼到圆满境界。虽然修为暂时停滞，但实力可谓突飞猛进，天赋高就是好啊。李玄风忍不住感慨，魏青岩的天赋和他比起来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过天赋再强也强不过他开挂。两门武技达到圆满，也是时候去狩猎园实战一番，看看我如今的实力到底达到了什么地步。李玄风提起长剑朝狩猎园走去。作为大炎王朝的顶尖宗派之一，百剑山的外门也极为广阔，为了方便弟子修行磨练实战能力，宗门专门划定了一片连绵的山区，豢养妖兽，这片山区被称为狩猎园，外门弟子可进入其中猎杀妖兽。
一来可以磨练实战能力，二来斩杀的妖兽尸体可换取相应的修行资源。狩猎园大致分为外区和内区，外区活跃的全是一阶妖兽，相当于修士的淬体境；内区活跃的则是二阶妖兽，相当于修士的灵窍境。以往李玄风只敢在外区相对安全的地方狩猎，今天他直接前往内区。与此同时，魏青岩的住处现在2门武技都已修炼到大成境界，可以去狩猎园实战了，然后换取资源，一举突破到灵窍境。当魏青岩的2门武技都达到大成后，剑灵那空灵的声音又在他脑海中响起：以我现在的实力，越阶斩杀2阶妖兽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魏青岩说道。斩杀2阶初级妖兽的话肯定没问题。剑灵道，那就直接去内区吧。魏青岩一手握着残剑，一手提着宗门发放的长剑。残剑乃剑灵的容器，不到特殊时刻他不会用于战斗。宗门发放的长剑是一阶灵器，也足够现在的他使用了。盏茶的功夫，魏青岩来到狩猎园，在守山弟子再三叮嘱不要贸然进入内区的声音中，魏青岩踏入茂密的山林。轰！一道庞大的身影倒飞而出，砸断几棵大树，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便一动不动。这家伙还真是皮糙肉厚。李玄风提着带血的长剑走到庞大的尸体面前，这是一头浑身黑毛的大熊，名为黑风熊，乃是2阶中级妖兽，相当于灵窍境4重的人类修士。李玄风一开始没有使用武技，战得非常吃力，甚至差点受伤，最终使出滴水穿空剑，洞穿他的胸膛，然后补上一脚，才成功将其击杀。我的实战经验多有不足，面对这种等级比我高的对手，只能凭借滴水穿空剑的强大威力取胜。想要依靠丰富的战斗经验游斗，还是差了不少火候。在黑风熊的皮毛上擦去健身的血迹，李玄风暗自分析道：凭借强大的武技，确实可以越阶而战，但如果遇到那些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敌人，这种方式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战斗时对出招时机的把握，对敌人出招前的预判，以及面对招式的正确应对都是非常重要的。细节和经验往往会决定成败，当然那种纯粹的碾压除外。叮！魏青岩经历一场战斗，获得1场战斗经验和战斗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10场战斗经验和感悟。系统提示因突兀的在脑海中响起，一幕幕战斗画面划过，李玄风仿佛亲身经历了10场战斗，每一场战斗都给他带来了经验和感悟。关于战斗，他又多了许多全新的理解和心得。魏青岩经历了1场战斗，莫非他也进狩猎园了？李玄风略感惊讶。叮！魏青岩经历1场战斗，获得1场战斗经验和战斗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10场战斗经验和感悟。叮！魏青岩经历1场战斗，获得1场战斗经验和战斗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10场战斗经验和感悟。不久后，系统提示音阶连在脑海中响起，李玄风再次坐享其成。明明本人没有在经历新的战斗，但有关战斗的经验和感悟却不停地从脑海中冒出。若是以我现在的战斗经验，即便不使用滴水穿空剑，也可以轻松斩杀这头黑风熊。李玄风非常自信，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而是现在的他确确实实能做到。回想刚才和黑风熊的战斗，他能清楚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出在哪里。用上3尺剑围和滴水穿空剑，现在的我完全有斩杀2阶高级妖兽的实力。李玄风心道：咻咻！一道皎洁的身影在树林间飞速疾驰，正是魏青岩。在他身后有着2道同样迅速的身影快速追来，那是2只体长4米的灰狼疾风狼。不小心过于深入了。面对2只穷追不舍的疾风狼，魏青岩秀眉微蹙。他根骨好，悟性高，每经历1场战斗都能快速分析得失，提升经验，实战能力快速增强。所以他沉浸在战斗中，连续经历10多场战斗，逐渐朝狩猎园最核心的地方深入。结果就遇到了这2只疾风狼。这是2只2阶高级妖兽，相当于灵窍境7重的修士。魏青岩确实是天才无疑，但他现在的修为毕竟只有淬体境8重，即便将3尺剑围和滴水穿空剑都练到了大成，也不可能和2阶高级妖兽抗衡。淬体境修士底蕴终究没有灵窍境深厚，无法发挥出这2门武技的全部威力，更无法支撑魏青岩施展太多次。对上疾风狼的第一时间，他就差点受伤，幸亏他战斗悟性高，找准机会抽身退走。但2只疾风狼穷追不舍，似乎并不想放过他。疾风狼以速度闻名，魏青岩体力又有限，要不了几息的时间就会被追上。咻！庞大身影迅疾如风，一下子超越魏青岩，截断他的去路。巨大的狼爪拍下，魏青岩手中长剑挥舞，快出残影，周身3尺范围被剑光笼罩。正是人级中品武技
3尺剑为，砰！狼爪拍到剑光上，魏青岩的身子顿时倒飞而出。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多场战斗再加上逃亡，他体内的力量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3尺剑为虽然挡住了这一击，但他身后还有一只疾风狼。哎，罢了。剑灵的声音在魏青岩脑海中响起。这种时刻，只能他出手了。他若不出手，魏青岩必定会身受重伤。他其实之前就注意到疾风狼靠近，但他并未出言提醒，这也是对魏青岩的一种考验。忘乎所以的战斗很可能会使自己陷入困境，吸取这次教训，魏青岩才能成长。对不起，剑灵姐姐。魏青岩苍白的脸蛋浮现惭愧之色。剑灵的状态很不稳定，每出一次手都会虚弱几分，而自己现在又没办法给他带来补充。魏青岩对自己鲁莽深入内区核心的行为感到后悔。无妨，吃一堑长一智。剑灵淡然传音，就要出手。有人来了。略微犹豫，剑灵放弃了出手。咻！利剑宛如箭矢撕裂空气，以极快的速度射来，精准命中魏青岩背后亮出利爪的疾风狼。噗！长剑洞穿疾风狼的头颅，于是不减，半截剑身没入地面。咻！尸体刚刚落地，一道身影就破开树丛飞驰而来。给我剑！李玄风朝魏青岩喊了一声，后者反应也快，直接将自己的长剑用力抛出。李玄风跃至半空，精准握住剑柄，然后在空中回身斩出剑光。刚刚朝他扑来的疾风狼就这样身首分离。砰砰！疾风狼的尸体和李玄风同时落地。李师兄，魏青岩苍白的脸蛋浮现笑意，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守山弟子没有叮嘱你吗？李玄风走过来，将长剑还给魏青岩，又走到一旁拔出自己的长剑。我想猎杀妖兽换取一些修炼资源，但战斗太忘我了，所以一不小心太过深入。魏青岩叹了口气，对于这种事他也没有隐瞒，因为完全没有隐瞒的必要。多谢师兄相救，不然我恐怕凶多吉少了。魏青岩认真地看着李玄风，虽然李玄风不出手，魏青岩也不会真的有危险，但至少省去剑灵一次出手，不管怎样对他而言都是有恩的。没事，下次别这么鲁莽就行了。李玄风摆摆手，魏青岩可是他的经验宝宝，不管怎样他都不会坐视不理。走吧。在疾风狼尸体上擦干净血迹，李玄风收起长剑说道：啊，这2具尸体不要了吗？魏青岩诧异道：留给你了。李玄风头也不回，这是你杀的，而且师兄还救了我，我怎么能？魏青岩果断拒绝，那就留他们在这里，让其他妖兽啃食好了。李玄风脚步不停，逐渐远去。这……魏青岩愣愣地看着李玄风的背影，把他们带走吧，这2具尸体的价值远比你之前杀的妖兽加起来还高，多的尸体你也带不上，反正刚刚已经成了他一份人情，多这一点也没什么。等你至尊剑体觉醒，实力很快就能远远超越他，到时候还他人情也不迟。剑灵的声音在魏青岩脑海中响起，魏青岩这才点点头，一手抓着一只疾风狼的爪子，拖着他们朝山外走去。2只疾风狼加起来重量超过1000斤，但淬体境修士肉体已经十分强大，即便魏青岩力量所剩不多，拖走2具尸体也没什么问题。你这师兄其实还挺有意思，可惜就是根骨太差。拖着疾风狼尸体走在路上，剑灵对魏青岩传言道：根骨太差。魏青岩喃喃重负道，这句话勾起他一些回忆，曾经的他也被人说根骨很差，不适合修行，后来遇到残剑中的剑灵后才明白，是因为他的至尊剑体发生了自毁，导致经脉出了一些问题，无法修行。所谓自毁，就是自行隐晦，某些体质在遭遇特殊情况时，有一定概率会沉寂下去，隐晦自身，不再展示体质特性，让人无法察觉。没有特殊手段或者老辣的眼光，很难觉察到体质自毁的问题。在剑灵的帮助下，魏青岩修复了经脉暗疾，才正式踏上修行之路。即便至尊剑体还未觉醒，他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天赋。他的修为只有灵窍境3重，但刚刚他脱手飞出的那一剑是滴水穿空剑，真挚圆满的表现。而且他出手时对时机的把握非常精准，斩杀2只疾风狼没有耗费多少力量，这说明他的战斗经验十足。剑灵的声音拉回魏青岩的思绪，确实从他的出手来看，多半是身经百战之人。回想刚刚的战斗场景，魏青岩认可的点点头。他说的没错，李玄风确实是身经百战，但这都得益于他。他刚才经历了10多场战斗，所以一共返还了李玄风100多场战斗经验和感悟，是名副其实的身经百战。此人应当是属于根骨很差，但悟性很好的那一类修士。剑灵继续道：这种修士其实挺可惜的，以后你变强了，若是有机会，倒是可以提携他一下。
所谓的天赋其实分为2个部分，一部分是根骨，另一部分是悟性。根骨就是指体质的强弱和好坏，拥有一些特殊体质在身的修士，根骨都远超普通人，修炼起来事半功倍，对能量的吸收都比较充分，修行速度很快，瓶颈也较少，所以能远远将同龄人甩在身后。而悟性则是指一个人的领悟能力，悟性高的人看一遍功法就会，学一遍武技就能记住，很多别人理解不了，觉得晦涩难懂的，在他们眼中都能迎刃而解。修士的境界越高，越需要感悟天地，领悟各种天地之力，所以越到后期，悟性的重要性越能体现。可以说，悟性决定了一个修士的成就上限，而根骨决定了一个修士的下限。百剑山招徒3年一届，现在外门中应该不存在9年以上的老弟子，9年都不能突破到气玄境进入内门，早就被遣送下山了。你这个李师兄应该是上一届的外门弟子，3年时间才灵窍境3重，不得不说这种根骨太过差劲，但偏偏他能将滴水穿空剑炼至圆满，还有极强的战斗悟性。如果他的修为提不上去，这种悟性就会白白浪费。剑灵的语气听起来似乎对李玄风感到有些可惜，李师兄人很不错，以后变强了，有机会我肯定会帮他的。魏青岩点点头，2次接触下来，他对李玄风还挺有好感。魏青岩一路拖着2具疾风狼的尸体下山，引得不少惊讶的目光，不少弟子还以为是魏青岩斩杀的，上前恭喜。得知是一位师兄斩杀的后，不少弟子才松了口气。淬体境斩杀2阶高级妖兽，对他们来说有些过于夸张了。丁，魏青岩获得5瓶淬体灵液，80倍返还，你获得3颗破障丹。李玄风回到住处后不久，预料之中的系统提示音响起。之所以将自己斩杀的2只疾风狼送给魏青岩，不是他乐善好施平白救人还给战利品，而是送给魏青岩才能利益最大化。此刻系统的提示足以证明他的做法正确。魏青岩很明显是拿着2具尸体到事务殿换取了修行资源。在系统的判定中，李玄风对此事的参与度达到了 80%， 所以返还了80倍。看来这次是质量返还。李玄风心中一动，3颗洁白的丹丸凭空出现在掌心。系统返还的物品都储存在系统空间中，李玄风可以用意念拿取。返还分为数量返还和质量返还。如果是数量返还，李玄风此刻得到的就应该是400瓶淬体灵液，但现在返还的是3颗破障丹，说明他们比5瓶淬体灵液珍贵80倍。有了破障丹，我也可以自行突破境界了。李玄风自语道。破障丹是2阶丹药，可以帮助灵窍境7重以下的修士冲破灵窍壁垒，直接突破一个小境界。此丹只有第1次服用效果最好，之后服用效果就会迅速递减，越来越差。开始吧。李玄风也不啰嗦，直接服下1颗破障丹，然后开始打坐修炼，冲击更高境界。傍晚，闭眼盘坐的李玄风身上突然涌出一股强大的气势，身上的衣袍无风自动。突破了。李玄风睁开双眼，消耗完1颗破障丹的力量，他成功突破到灵窍境4重。修炼一途，法财履地，资源果然很重要。李玄风喃喃道，如果资源足够，就算根骨很差，狂砸资源也能砸出一个高手。可惜李玄风没有任何背景，没有谁会平白无故在他身上浪费资源，所以他之前迟迟未能冲破灵窍境的屏障。剩下的2颗不知道能否助我再破一境。李玄风摊开手掌，2颗丹丸浮现。这2颗丹药他没法送给魏青岩，然后等待系统返还，因为系统返还过的东西再赠送给绑定目标，无法再次返还，掐断了李玄风套娃的幻想。既然如此，还不如自己使用。不管如何，试一试吧。李玄风当即将2颗破障丹吞下。时间流逝，转眼已是明月高悬，夜空寂静。失败了，效果果然会大打折扣。那2颗破障丹并没能让李玄风成功突破到灵窍境5重，不过也让他把灵窍的屏障磨掉不少，距离成功突破到5重也不算太远了。丁，魏青岩修为提升，境界突破到淬体境9重，50倍返还，你突破到灵窍境7重。系统提示音在此刻响起，精纯的力量凭空降临，李玄风的修为开始迅速攀升。未能突破的第5道屏障在此刻被轻松冲破，接着是第6道，然后是第7道。灵窍中的先天真气反哺自身，李玄风的真气质量实现了3连跳，实力猛涨一大截。好强！李玄风握了握拳，感受暴涨的力量。系统返还的这股力量精纯而没有丝毫杂质，仿佛李玄风自行修炼而来，没有任何不适，所以他能完美掌控。果然还得是高倍数返还。黑夜中，李玄风的眼睛仿佛闪着亮光。魏青岩是用他斩杀的疾风狼换取了淬体灵液，然后又用淬体灵液修行，
突破到了淬体境9重，系统对此判定他的参与度达到了 50%， 所以给了李玄风50倍返还。等关系到位了，找个机会给他灌顶，我就能获得100倍返还了。李玄风心中想到，传功灌顶这种事情的参与度肯定是100%，李玄风将会获得100倍返还，那种提升速度肯定会极为夸张。不过传功灌顶并非易事，如果掌控不好，对两者都会造成伤害。再加上两人如今关系也还没到那个地步，这件事只能徐徐图之。只要他使用今天兑换的淬体灵液修炼，提升的修为都会以50倍的倍数返还给我。5瓶淬体灵液他应该还没有消耗完，毕竟根骨越好的修士对资源的吸收率越高。李玄风心中暗道，根骨越好的修士对资源的浪费越少。同样的修行资源，天才可以连破数个境界，废材可能突破一个境界都难，那是因为资源在吸收的过程中肯定存在能量损耗，根骨越好损耗越少，根骨越差损耗越多。李玄风自己就是一个例子，这3年他消耗的资源也不少，但很多都在吸收过程中浪费掉了，所以他进展缓慢，与根骨比他好的人差距越来越大。接下来的几天，魏青岩再次潜修，他要将换取的资源全部消耗完，然后一举突破到灵窍境。从淬体境9重到灵窍境，隔着大境界壁垒，即便魏青岩天赋很好，也不可能说突破就突破，毕竟他的至尊剑体还觉醒。转眼便是7、8天时间过去，这一日的深夜，叮，魏青岩修为提升，突破到灵窍境50倍返还，你突破到灵窍境9重巅峰。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响起，精纯能量降临，助李玄风一举冲破第8道和第9道灵窍屏障，体内的真气质量实现2连跳，变成精纯度达100%的先天真气，并且雄厚度真至圆满。李玄风达到灵窍境9重巅峰，想要实力再进一步，唯有突破到下一个境界气玄境，这就是9窍全开的感觉吗？黑夜中，李玄风睡意全无，精神抖擞。这一刻，他感觉自己仿佛融入了天地，略微感知便能觉察到天地间游离的灵气。不管是淬体境还是灵窍境，都是修己，也就是修炼自己体内的力量。当9窍齐开，修士便能连接天地，自行借助天地灵气打磨淬炼己身，一步步攀登向更高的山峰。以我如今的修为，加上战斗意识，再加上3尺剑围和滴水穿空剑，肯定是当前的外门第一人了吧？李玄风心中想到。距离收徒大典已经过去24天，那时李玄风还在苦恼无法突破到灵窍境，面临即将被遣送下山的局面。转眼24天过去，他却完全称得上外门第一人。带来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他觉醒系统，并绑定了魏青岩，必须绑定更多天命之人。李玄风暗道，一个魏青岩就给他带来如此收获，要是再绑定一个甚至更多，他的实力提升将会达到极为夸张的地步。这些天他也一直在借助系统查探各位弟子，可惜天命难寻，除了魏青岩，暂时还没有见到第2个。内门弟子众多，希望能发现天命之人，突破到气玄境就可晋升为内门弟子。只要魏青岩再来一次突破，系统返还后，李玄风就能突破到气玄境了。百剑山内门极为庞大，绝大部分弟子都聚集在内门，这是漫长时间一步步积累起来的。外门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其差距就如同繁华大城市的人口和郊区人口的区别。内门弟子都是外门弟子一点点补充进去的。翌日，咚咚咚，还未开始晨练，李玄风的房门就被敲响。敲门的是和李玄风同期的外门弟子。4天后将在真武殿检测修为，务必按时到场。若不到场，将按照弃权处理，会被遣送下山。弟子带完话后便离去。李玄风始终一脸平静，因为他已经无需为此担忧。他都快要晋升内门了，自然不用担心会被遣送下山。魏青岩刚刚破境，想要再突破，至少也需要几天时间。检测修为前，我应该没法突破到气玄境，这2天就物色一下任务吧。李玄风思索道。外门弟子每个月都必须至少完成1个任务，任务有大有小，大的诸如下山寻找药材、调查某某事件、猎杀指定妖兽，甚至是斩杀流寇土匪；小的诸如守山、押送妖兽、巡视山门、搬运物资等等。简单来说，就是有危险的，也有不危险的。危险的任务报酬一般都不错，不危险的任务报酬也足够让外门弟子修行一段时间。以往李玄风都是专门到事务殿蹲点，和其他外门弟子争夺危险系数低的任务，手快有，手慢无。他天赋一般，实力一般，也只能如此。但今时不同往日，他已没有必要提前去事务殿蹲守，和淬体境的同门争抢任务。事务殿极其庞大，仿佛一座真正的皇族宫殿，外门的大部分事务都可以在此办理。
领取任务就是其一。长老会将一个个任务整理好，再排列出来，任务详情以及报酬都写得清清楚楚。弟子凭借身份牌就可登记领取。因东药园丙区弟子有事外出，需要一名弟子帮忙照顾药园3天。要求：懂得一定药材知识，有打理药园的相关经验，无修为要求。报酬：半瓶淬体灵液。外门弟子乌九下山执行任务，超过期限7日未归，现需弟子前往调查情况。要求：2名修为灵窍境3重以上，并学会一门人级中品身法武技的弟子，拥有调查经验的弟子优先。报酬：2颗镇窍丹。李玄风简单扫了几眼任务，发现报酬都比较一般，没有他想要的东西。他也不着急领取，因为任务几乎每天都会更新，准备明天再过来瞧瞧。李师兄。刚刚转身，李玄风就听到熟悉的声音，不是魏青言还能是谁？你也来领取任务？李玄风笑道，只是随便看看。魏青言道，外门弟子每个月都必须完成一个任务，这是宗门硬性规定。不过他不准备随便领取一个完成，他对淬体灵液已没有多少需求，而是需要更好的修行资源，所以他和李玄风一样，比较看重任务报酬。扫了几眼后，他也准备明天再来看。两人有说有笑的朝店外走去。那是这次入门考核第1的魏青言吧？真美啊，像仙子一样。和他说话的是谁？感觉关系很不一般的样子，有点眼熟，但不认识。魏青言颜值出众，气质清冷，虽然仅入门不到1个月，但在一众弟子口口相传中，她已成了外门第1美女。只是她平时露面较少，看起来又很高冷，不易接近。没想到刚刚却和李玄风有说有笑，让所有人大为吃惊。我认识，他叫李玄风，和我同时进入百剑山，据说境界还未突破到灵窍境，再过几天就会被遣送下山了。一名弟子在旁淡淡道，认识李玄风的人并不多，因为他太低调了，天赋差，实力弱，没根脚，没背景，不低调也不行啊。原来是个废材啊！我记得再过3-4天会统一检测修为吧，不知道到时候他还笑不笑得出来。嘿嘿，到时候可以去看看热闹。一个修为在同期弟子中差不多排在末尾的人，却和仙子般的人物走得如此之近，很难不让人嫉妒。两人走出人物殿后不久便分开。魏青言朝藏经阁走去。剑灵姐姐，刚刚你怎么了？见李玄风身影消失后，魏青言忍不住问道。刚刚在人物殿见到李玄风时，他好像听到剑灵惊疑不定的呼声，随后就陷入沉寂。当时他正和李玄风闲谈，不方便询问，直到此刻才低声开口，你这个师兄藏拙了，他不是灵窍境3重，而是灵窍境9重巅峰。剑灵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什么？魏青言有些惊讶，他看不穿李玄风的境界，修士的境界不是游戏等级，一眼就能看穿。想要知道别人的修为境界，一般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对方主动释放全部气息，别人根据气息强弱可以大致判断修为境界。第二种则是拥有强大的神识，使用神识便可探查修为。第三种是修炼的有某种厉害的瞳术，可以看破虚妄，知晓别人的境界。当然还有借助一些特殊的灵气，也能探查别人境界。刚刚李玄风气息收敛，魏青言是不可能得知他境界的。只有剑灵，他的存在比较特殊，拥有神识之力，能觉察到李玄风的境界。这么看来，李师兄的根骨也不算特别差了。惊讶过后，魏青言反而有些高兴，毕竟他对李玄风挺有好感的。还行吧，3年达到灵窍境9重巅峰，虽然不错，但也算不上好，至少还没法和体质未觉醒的你相比。剑灵淡淡道。让我奇怪的是，我之前为何没有觉察到他的修为达到了灵窍境9重？他应该是有一些隐藏修为的手段，不过居然能瞒住我，难道是我如今太过虚弱了吗？对于剑灵而言，就算李玄风境界达到了灵窍境9重巅峰，也完全不值得他吃惊。他只是好奇为何自己之前没有发现，所以刚刚惊疑之后陷入沉寂，最终得出结论就是现在的自己状态不稳，太过虚弱，所以之前观察不仔细，没有发现李玄风的真正实力。他悟性不错，根骨看来也没有差到不能看的地步，不过你超越他是迟早的事，不用一直惦记之前那份人情。你要知道，当你强大到一定程度，随便提携他一下都是大恩，足以偿还人情。所以快点变强吧，今天去藏经阁学一门身法武技，接下来几天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任务，希望能尽快找到9星剑草的消息，借助此草觉醒至尊剑体，你才真正算得上鱼跃龙门。剑灵虽然虚弱，但他早已给魏青言安排好了修炼方向，魏青言只需要按照他的指引前行，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变强。魏青言点点头，朝藏经阁走去。一炷香后，定。魏青言研读游龙身法，基本理解此门武技，10倍返还，
你完全理解这门武技。每次系统提示音响起，都会给李玄风带来收获，同时也给他带来愉悦。游龙身法，李玄风虽然没有练过这门功法，但不代表他不知道，这是人级中品的身法类武技，并且还是其中比较上乘的那种。虽然难度和珍贵程度不如三尺剑为和滴水穿空剑，但也相差不远了。修炼身法武技可以让修士变得更加灵活，同时速度方面也会得到提升。学会一门强大的身法武技，便能游斗在诸多敌人之间，面对各种攻击也能轻易避开，大大提升了生存能力。当面对力量远超自己的敌人时，如果能凭借身法避开他的攻击，便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些身法极强的修士，面对境界比自己高、力量比自己强，但身法不如自己的敌人时，也能游刃有余，甚至能潇洒离去，事后成为别人津津乐道的谈资，什么某某天才从强者手中逃脱之类的。所以身法在战斗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定，魏青岩练习一遍游龙身法，收获了一定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收获大量经验和感悟。定，魏青岩练习一遍游龙身法，收获了一定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收获大量经验和感悟。游龙身法成功入门。随着时间流逝，魏青岩开始刻苦练习游龙身法，他悟性很高，每练习一次都会得到不少经验，然后查缺补漏，熟练度飞速精进。李玄风坐享其成，熟练度始终领先魏青岩10倍。当魏青岩练习10多遍，力量耗费大半后，李玄风的游龙身法已接近大成之境。第二天傍晚，定，魏青岩练习一遍游龙身法，收获一定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收获大量经验和感悟。游龙身法真至圆满。当魏青岩刻苦修炼，游龙身法终于达到小成时，李玄风却已真至圆满。转眼间又是2天时间一晃而过。定，魏青岩练习3尺剑为真至圆满，10倍返还，你心有明悟，对3尺剑为的理解程度堪比创始者。系统提示因给李玄风带来了新的惊喜，居然超越圆满，比肩武技的创始者。李玄风心中一喜。修炼一门武技，根据熟练度不同，分为入门、小成、大成、圆满。然而在圆满之上，还有更高境界，那就是比肩创始者。众所周知，一门武技只有在创始者手中才能发挥出最强威力。创造这门武技时的心境和感受，只有创始者自己知道，他也是天底下最适合这门武技的人。不管后来者如何练习，都不过是在他创造的框架之内，无法和创造者相比。但因为系统的存在，李玄风做到了。可以说3尺剑为这门武技，同境界同修为的情况下，只有他和创始者才能发挥出最强威力，真是意外之喜。李玄风忍不住笑道，如果这样的返还多来点，他甚至可以在原本武技的基础上延伸出全新的感悟，然后对武技进行修改，变成另一门更适合自己的武技。当然，这其中所需要的经验和感悟肯定非同小可，即便有系统返还，也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丁，魏青岩练习滴水穿空剑真至圆满，10倍返还，你心有明悟，对滴水穿空剑的理解程度堪比创始者。直至夜晚，李玄风的另一门武技也达到了比肩创始者的地步。我现在的实力能战胜气玄境几重的修士。李玄风握了握拳，感觉自己无比强大。以他对滴水穿空剑的熟练度和理解程度，释放出来的破坏力必然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级上品武技。再加上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雄厚精纯的真气底蕴，越过大境界壁垒，与气玄境修士一战根本不是难事。算算时间，明天也该去真武殿检测修为了。1个月时间过去，当初担忧被遣送下山的李玄风，已经拥有和气玄境修士战斗的实力。翌日，李玄风按时来到真武殿。真武殿是外门弟子演练武道的地方，同时也是检测修为境界的地方。此时的真武殿已经聚集了不少弟子，很多人都知道，今天宗门要专门针对上一届弟子检测修为。3年前，很多人和李玄风一起通过考核加入百剑山，一些天才早已突破到气玄境，进入内门。大部分弟子虽然还没有资格进入内门，但也突破到了灵窍境，只有少部分弟子依旧停留在淬体境。今天就是决定这些弟子命运的日子，未能突破到灵窍境的将会被遣送下山，若实在想留，只能去当一名累死累活的杂役弟子。走进大殿，李玄风看到弟子们的表情各不相同，有的神色淡然，有的愁眉苦脸，还有的一副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模样。不管怎么努力，我就是无法冲破那道屏障，天赋的差距真的会让人感到绝望。我不想下山，哪怕当一名杂役弟子，我也要留在百剑山。哈哈，我运气不错，前天晚上成功突破了。有弟子沉默不言，心事重重，自然也有弟子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李玄风的到来并未引起什么波动，毕竟他以前太过低调，没什么存在感。但还是有一些人注意到了他。李玄风来了，真不知道这种家伙怎么和魏师妹走那么近的。可能是长得比较帅吧。我也不差，为什么魏师妹都没正眼瞧过我？建议你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骗师兄可以，别把自己也骗了。无妨，今天过后他就没机会了。美人是不会喜欢弱者的。一些窃窃私语传开，李玄风神色如常地走到一旁等待。李兄，两道人影走来，朝李玄风打招呼。李玄风抬眼看去，这两人他都认识，丁显和王九。丁兄，王兄。李玄风神色平静，礼貌性地回应道：一些时日未见，李兄你气息愈发沉稳内敛，想来必定是境界有所突破吧？恭喜恭喜啊！丁显热情地笑道。在李玄风眼里，丁显的笑容很虚假，毕竟他也算是对此人有所了解，运气不错，确实有所突破。李玄风点点头，丁显脸上的笑容一僵，闪过一丝惊疑，不过很快就恢复。哈哈，看来我没恭喜错。丁显保持着职业般的假笑。那天他在事务店看到李玄风和魏青言有说有笑，说心中不嫉妒那是假的。可他想不通，李玄风天赋不行，实力不行，不过是3年时间都没能突破到灵窍境的废材，凭什么能和魏青言如此亲近？而他灵窍境2重，却为何不得美人青睐？李兄，你真的突破了？一旁的王九听闻此言，很是惊讶，惊讶的同时更多的是怀疑。他是知道李玄风天赋的，比他还差一点，怎么可能突破？王九没有听到李玄风回答，因为长老来了。肃静！外门长老拿着一份名册进来，洪亮的声音响彻大殿，所有人顿时安静下来。今天由我负责检测你们的境界，达到灵窍境的可继续留在百剑山，未达到的就回住处收拾好东西，会有弟子带你们下山。长老的话让一些弟子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念到名字的上前检测。长老扫视了众人一圈，说道：在他面前有一座1人高的黑曜石碑，这是一件灵器，专门检测境界所用。石碑上有一个手掌印，只要将手掌贴到掌印，然后朝石碑渡去丹田中的力量，碑面上就会精准显现出境界。灵伟。长老念出第一个名字，脸色有些苍白，眉头有些郁结的灵伟走上前，伸手贴于掌印。下一刻，石碑上浮现出几个大字：淬体境9重，不合格。长老无情地宣布结果。灵伟脸色更加惨白，神色也变得恍惚。想当初他成功加入百剑山外门时，多么意气风发，以为从此迈上了修行的康庄大道，哪曾想天赋上的差距让他一次次绝望。看着身边的一个个同门修为精进，迈入灵窍，突破气旋，进入内门，而自己还一直在淬体境原地踏步，始终无法冲破那道屏障。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变得越来越沉默，直到今天，长老的话仿佛宣判死刑。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淬体境9重的实力，下山之后又能干什么呢？也许死于非命，也许苟活一生不得突破，又或许寻得机缘侥幸跨入灵窍境。不管未来如何，没有人会在意这样一个弟子。长老继续念下一个名字，看着灵伟落寞的身影，李玄风沉默无言。如果没有绑定系统，他可能也是这般模样吧。灵伟或许还能回家，但他在这个世界连家都没有。不管在哪个世界，都是很现实的。李玄风心中叹道。一个个弟子上场检测，连续10多个人后，终于有一个突破到灵窍境的，可以继续留在百剑山。有不合格的弟子想留在百剑山当杂役弟子，得长老允许后返回人群等待，应该快到我了。王九看着又一个不合格的弟子满脸落寞的离去，紧张的不行。他很清楚自己的境界，淬体境9重巅峰，距离灵窍境只有1步之遥。可淬体境就是淬体境，就算距离灵窍境再近，也不能当灵窍境对待。不合格是注定的。来此检测，无非就是亲耳听长老宣判他的结果而已。他不想被遣送下山，可他一个普通弟子，长老不会因他而破例。你紧张什么？反正结果都已注定了。一旁的丁显瞥了他一眼，他是灵窍境2重，早在半年前就提前登过记，不用检测。今天来此不过是看热闹。话是这么说，但紧张的心情很难控制啊。王九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没事，你不是决定了要继续留在百剑山当杂役弟子吗？说不准哪天机缘来了，突破灵窍境，也有机会申请重归外门弟子身份。丁显安慰道，嘴上虽然在安慰，但他心中却有些幸灾乐祸。看着别人不得志，对他而言是一件很爽的事，而且还有熟人陪你呢。丁显用胳膊拐了王九一下，示意他看李玄风。他不是说有所突破吗？王九道，哼，好歹同门3年，他什么天赋你我不知道。
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丁显低声冷笑道：“也是。”王九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一个人倒霉很难受，但如果有熟人和自己一样倒霉，那就好受多了。我天赋比李玄风好一点，就算当杂役弟子，以后突破的机会也比他大。王九心中如此想到，紧张感顿时消失大半，心情好受许多。王九，很快长老的声音响起。王九深吸一口气，走到石碑前，结果很明显，淬体境9重巅峰，不合格。长老无情宣判。长老，我想留在百剑山当杂役弟子。王九说道。那下去等着吧。长老点点头，在他名字上打了个标记。王九这才走回人群，接着又是10多人上去。李玄风。终于长老念出丁显，王九一直等待的这个名字。来了来了。两人顿时提起精神，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择继续留在百剑山当杂役弟子。看着李玄风走向石碑的背影，王九心中想到，可惜魏师妹好像没来，如果能让他看到李玄风那低微的修为，肯定很有趣。丁显想到。李玄风伸手贴在石碑上的掌印，调动丹田中的力量渡过去。下一刻，在一双双目光的注视中，石碑上浮现出几个大字：灵窍境9重巅峰。全场顿时诡异一静，就连长老也是愣在原地。什么？灵窍境9重巅峰？惊呼声响起，打破了人群中的安静。看着石碑上的几个大字，众人不敢相信。灵窍境9重巅峰，这种境界就是外门天花板，因为再进一步就是内门了。如此修为，为何要来此检测？4天前，长老让人通知的都是那些记录在册、修为没有达到灵窍境的弟子。大部分弟子在突破到灵窍境后，或早或晚都会主动前来登记。历届检测时，修为达到灵窍境3重4重的也不是没有，但达到灵窍境9重巅峰的还是第一次。长老深深地看了李玄风一眼，认为他是在扮猪吃老虎。合格。长老声音洪亮，在名册上记下李玄风的修为：灵窍境9重巅峰。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他的境界怎么可能达到了这个地步？丁显和王九难以置信，感觉整个脑袋都是懵的。刚刚还想着倒霉路上有人陪伴，现在对方摇身一变，变成了外门天花板。没想到他居然一直在扮猪吃老虎。丁显缩了缩脑袋，联想自己之前的一些行为，他只能庆幸没有在明面上得罪李玄风，不然打他就跟打儿子一样。一些想看李玄风笑话的弟子也彻底噤声，不敢开口。李玄风神情平静地离开。什么扮猪吃老虎？他可从未伪装过。1个月前，他确确实实是个废材啊！刚刚走出真武殿不久，一道熟悉的倩影从不远处快步而来，似乎有些焦急的样子。正是魏青言。呼，终于找到你了，李师兄，原来你在这里。看到李玄风，魏青言仿佛突然松了一口气的样子。你怎么了？这么匆匆忙忙的？李玄风奇怪地看着魏青言。师妹有一事想请师兄帮忙。魏青言看着李玄风，你说说看。虽然魏青言长得漂亮，五官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同时还是李玄风的经验宝宝，但在不确定是帮什么忙之前，李玄风也不会贸然答应。今天事务殿更新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比较重要。任务要求3个灵窍境5重的弟子，或者1个灵窍境9重加任意1个灵窍境弟子。我前几天侥幸突破到灵窍境，3个人接任务的话，需要灵窍境5重，我不满足条件。但2个人的话，若是李师兄能帮忙，就可以接下这个任务。魏青言快速说完。你怎么确定以我的修为能帮到你？李玄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通过系统绑定魏青言，他的境界瞒不过李玄风，但是李玄风达到灵窍境9重后，并没有告诉过他，也没有在他面前释放过气息。按理来说，魏青言应该不知道他的境界，现在却笃定开口说李玄风要是帮忙就能接下这个任务，说明他确信李玄风达到了灵窍境9重。他怎么发现的？啊，我有些机缘，能够感知到其他修士的境界。魏青言明显愣了一下，随后才支吾道：需要3个灵窍境5重，或者1个灵窍境9重加任意1个灵窍境弟子。这种难度的任务可不少见啊，到底是干什么？李玄风倒没有继续在这事上深究，沉吟片刻后问道：1个月前，有一名外门弟子下山执行任务，但超过任务期限数天未归，事务殿发布了调查他下落的任务。有人接了那个任务，前去调查，结果超过任务期限数天后，同样没有归来。也就是说，他也失踪了，于是才有了今天这个任务。魏青言解释道：你不觉得这个任务很危险吗？李玄风盯着他的眼睛。执行任务的弟子失踪了，前去调查他下落的弟子也失踪了，这个任务怎么看都不会太简单。这个任务的奖励是1颗破障丹和1口2阶飞剑，但不瞒师兄，我的目标不是这次任务的奖励，
而是想调查第一个失踪的人，因为他前往执行的任务中关乎到一个我很需要的东西——九星剑草。此次若能完成任务，奖励都归师兄所有。为了表示诚意，我会赠送师兄一门百剑山没有的人级上品武技。师妹只要求，如果调查途中发现九星剑草的踪迹，师兄能将其让于我。魏青言目光没有半点躲闪，认真的和李玄风对视。他没有撒谎，坦白自己的真实目的，才能表明诚意。九星剑草是他觉醒至尊剑体的关键，有剑灵帮忙，这个任务他自己都有信心完成。但是任务店长老肯定不会让他一个灵窍境一众的弟子接下。他独来独往，深居简出，一心潜修，在百剑山没有朋友，唯有和李玄风相熟，所以他才找到了李玄风。九星剑草，李玄风心中一动，感觉这东西有点耳熟，自己好像曾在藏经阁中的某本典籍中看到过。魏青言深吸一口气，然后一脸认真地看着李玄风。等一下，这种秘密你不能告诉他。剑灵似乎猜到魏青言准备说什么，急切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然而魏青言恍若未闻，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九星剑草有一个极其特殊的作用，那就是作为影子唤醒某些特殊体质。我正好拥有一种可以被九星剑草唤醒的特殊体质，所以它对我非常重要。只要接下这个任务，寻找失踪的弟子，我就有机会获得九星剑草。这便是我为何急着想要接下这个任务。魏青言终于一口气将秘密说出，唯一没有说出的就是他这种特殊体质的名字。他的内心其实非常忐忑，告诉别人自己有隐藏体质，可以被某种天才地宝唤醒，这种行为可谓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之所以和盘托出，一是急切，怕任务被人接了；二是他冥冥中觉得李玄风可以信任。好，我帮你这次。李玄风答应下来。魏青言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多谢师兄，我们快去事务店吧。魏青言转身朝事务店快步走去。李玄风点点头跟上。当魏青言说出一切的时候，李玄风就决定帮他了，因为帮他就是帮自己。魏青言的至尊剑体自会沉睡，自己已经将其绑定，如果他的体质觉醒，李玄风觉得自己大概率会获得返还，他的参与度越高，返还的倍数肯定越大，那可是至尊剑体，李玄风根本没法忽视，所以决定帮他。这个任务或许有些危险，但魏青言是天命之人，天命之人都有大气运加身，遇到各种危险都能逢凶化吉，而李玄风作为绑定天命之人的开挂之人，气运想来也不低，所以这次任务或许有危险，但危险系数应该有限。魏青言将自己的秘密说出，也是对李玄风的一种信任。种种原因让李玄风冥冥中感觉到，这次帮忙必定能获得巨大的好处。两人来到事务店，正有几名弟子正在商讨是否接任务。长老，这个任务我们接了。魏青言眼疾手快，直接使用游龙身法冲到台前，拿出身份牌指着其中一个任务。他的动作流畅自然，一气呵成，再加上身材高挑，容貌倾城，引得众人纷纷将目光投来。你看清任务要求了吗？长老示意他修为不够。李玄风也在这时走上前来，站到魏青言身边，没有丝毫废话，浑身力量尽数释放而出，衣袍无风自动。灵窍境9重巅峰，那你们可以接了，把身份牌给我登记。长老很是惊讶地看着李玄风，然后朝他伸出手。李玄风顺势递上自己的身份牌，居然是灵窍境9重巅峰，这人是谁？怎么有些面生？应该是低调隐藏的高手吧？想不到外门还藏着这么一个高手。感受到李玄风身上的强大气息，周遭弟子皆是感到震惊。这是任务详情，长老递给两人一份兽皮卷。任务期限为7天，如果7天时间未能调查出结果，请立即返回宗门交接，切勿在外逗留。长老叮嘱道。明白。魏青言激动地接过兽皮卷，点点头道。虽然这次任务调查不一定能找到九星剑草，但至少有了不少希望。能早一天觉醒至尊剑体，他就早受益一天。魏青言和李玄风并排而行，在一众弟子羡慕、嫉妒、好奇、震惊等各色目光中走出大殿。师兄去我的住处吧，我们分析一下任务详情。魏青言说道。只有接下任务之后，长老才会给出此项任务最详细的情报。可以。李玄风点点头。在魏青言香气四溢的闺房待了一段时间，李玄风才返回自己的住处。这次任务的内容描述很简单，就是寻找2名失踪的弟子。1个月前，外门长老范阶委托事务店发布了一个任务，巡山城疑似有人传出九星剑草的消息，他正好需要这种药材炼丹，但自身有事走不开，于是发布任务，要一个灵窍境弟子前往巡山城查探消息的真假。有灵窍境弟子接了这个任务，但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超过任务期限数天时间，依旧毫无音讯。范街长老便追加任务，要一个至少灵窍境3重的弟子前去调查那个弟子的下落。岂料接下这个任务的弟子也一去不回，超过任务期限杳无音讯。范街长老才又一次追加任务，要求至少3名灵窍境5重或者1名灵窍境9重带任意1名灵窍境弟子前往巡山城调查。最终这个任务被李玄风和魏青年接下，两人经过一番分析，最终决定明日一早出发。你为何要告诉他你身具特殊体质的秘密？这简直太鲁莽了。李玄风走后，剑灵的声音在魏青年脑海中响起，想要别人帮忙必须要足够的诚意，我若隐瞒太多，他又如何信我，如何帮我呢？魏青言说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暴露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你就不怕真得到9星剑草后，他临时变卦坐地起价，或者提一些其他要求吗？剑灵始终觉得魏青言之前的行为太欠考虑。我相信他。魏青言笑道，李玄风给他的感觉一直很好，而且他还成了李玄风人情，直觉告诉他李玄风不会害他，他相信自己的直觉。看着魏青言这副模样，剑灵一时无言。青言。过了一会儿，剑灵突然传言，怎么了剑灵姐姐？魏青言疑惑地问。剑灵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顿了顿才道，你千万不要不小心喜欢上他了。你在说什么呢剑灵姐姐？魏青言的神色有些不自然。几次接触下来，他承认对李玄风感觉不错，但是否达到男女间喜欢的那种程度，魏青言也不清楚。他不知道这种好感是不是喜欢。你这个师兄或许不错，但综合天赋终究是差了一些，连现在的你都比不上。等你觉醒至尊剑体后，差距只会更大。修炼一途，法才履地，道侣固然重要，但前提是要天赋相当。天赋差距太大的两人并不适合做道侣。也许漫长岁月后，修为高深的你青春常驻，而另一半却垂垂老矣，甚至有可能都已化为一抔黄土。所以选择道侣，千万不能天赋差距过大，不然多年以后只会徒留一人长悲。剑灵说道。他知道男俊女美第2个异性结伴下山执行任务这种事是很有可能飞速拉近彼此关系的。若是再加上一些天时地利，魏青言喜欢上李玄风，或者李玄风喜欢上魏青言，也不是不可能。当然，我并不会干预你的选择，也没法左右你内心的想法，只是给你提个醒而已。说完后，剑灵不再开口。他已经说得非常直白，两人天赋相差过大，最好一开始就扼杀不应该出现的念头。魏青言没有回答，他心中如何想，只有他自己知道。翌日，李玄风和魏青言会合，结伴下山。大炎王朝疆土辽阔，天下共划分36州，各州境内又划分为多个郡。百剑山坐落于青州治下的天南郡，两人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天南郡最北边的巡山城，与百剑山相距400多里，途中还要经过一些流寇出没之地。两人脚步轻快，一路疾驰，有时候还会使用游龙身法赶路。没想到师兄的游龙身法也这么厉害，若不是照顾我的速度，恐怕我连他的背影都看不见。魏青言的游龙身法介于小城和大城之间，以他的眼力，自然也能判断出李玄风的游龙身法达到了极其高深的地步。感觉我会的武技师兄都会，真不知道他还藏着多少厉害的东西。魏青言心感惊奇。百剑山藏经阁中有不少身法类武技，其中游龙身法是最厉害，也是最难练的。魏青言仗着悟性高，普通武技根本不练，因为那只会浪费他时间，对实力加成不高。要选就选难度最高、威力最大的武技，绝大部分弟子根本不会像他这么做。当然，有人也曾这么做过，结果就是迟迟无法入门，白白浪费时间。本以为自己很特殊，但魏青言发现李玄风似乎也是和他走的相同道路，专挑那种难度高、威力强的武技修炼。滴水穿空剑和游龙身法都是如此。师兄，你会3尺剑围吗？魏青言突然问道。会。李玄风下意识点点头，看来我和师兄还挺有缘。魏青言心中冒出这个念头。剑灵越是示意他别对李玄风产生男女之情的念头，潜意识里反而越会冒出这种念头。一路上，魏青言时不时偷瞄一下李玄风的侧脸，想到自己修炼的高难度武技李玄风都会，并且还练到了更高深的境界，他就越觉得自己和李玄风投缘。李玄风倒是没有特别关注魏青言，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得找个机会去什么地方搞个坐骑。凭自己赶路，对真气的消耗可不小，游龙身法不可能一直施展，要是有坐骑代步，那就好多了。可惜坐骑这种东西不是想要就有的，要么凭实力镇压强行收服妖兽，要么花费大价钱购买。前面就是黑崖山一带，传闻有不少流寇喜欢藏身于此，待会儿我们得尽量小心。
李玄风眺望远方延绵的群山，对魏青年说道：“虽然没来过这里，但他对黑崖山这个名字却不陌生。外门事务殿经常有剿匪的任务，很多时候任务地点就是在这黑崖山一带。许多对自身实力自信的灵窍境弟子都抢着接这种任务。剿匪不但能得到任务奖励，灭掉土匪后还能将他们的东西搜刮一空，可谓一件美差事。流寇盗匪常年横行，宛如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终不是被官家派兵剿灭，就是沦为宗派弟子的磨刀石。”魏青言点点头，对于流寇他倒并未放在心上。当流寇的基本都是境界一般，天赋一般，又在各处都混不下去的小修士，只能流落各处，藏身山林，偶尔出来打家劫舍，抢劫普通人或者其他小修士为生。若是实力足够，活得不错，没有谁愿意当流寇。半炷香后，两人行至高木林立的黑崖山中，此路不通，来者止步。流寇果然没有辜负李玄风的念想，20几个人影从道路两侧的灌木中窜出，呈犄角之势锁住李玄风和魏青言的去路。他们手中持着刀、枪、棍、棒等各式武器，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李玄风和魏青言。你们是哪路人士？来往何方？去往何处？嗓门有些粗犷的声音传来。循声望去，只见一身披大氅、体型高大的中年男子，骑着一匹神骏黑马，朝李玄风和魏青言看来。此人明显就是这群流寇的头，打扮的倒是威风。他看李玄风和魏青言二人气质不同寻常，想来多半不是普通人，所以没有立即下令杀人抢劫。若对方回答不好，来路普通，那便直接杀了抢夺钱财了事。妖兽坐骑。李玄风眼睛一亮，根本没有回答中年男子的话。男子骑的那匹神骏黑马，正是可以驯服后用来逮捕的一种常见妖兽。大哥，何必和他们废话？男的直接杀了。这女的貌若天仙，是我生平所见最漂亮的女子，抓回去让兄弟们好好玩玩。一个手持阔刀，额头上有一道狰狞伤疤的男子舔了舔嘴唇，其他人也是眼神火热。这群人哪里见过魏青言这么漂亮的女子，此刻尽皆邪念大起，都不愿细想两人的来历。在他们看来，两人应该没什么背景，要是有背景，岂会走这荒郊野岭？而且连个坐骑都没有，连他们大哥都有坐骑，显然没什么来头。李玄风和魏青言要是骑着坐骑招摇过市，他们反而不敢露面抢劫。男的杀了，女的活捉。中年男子点点头，只要不是生理上有问题，没有谁不喜欢美女，何况是天仙一般的美女。这两人都不说话，看样子是吓傻了。男的杀掉，女的活捉。一群流寇兴奋地冲来，魏青言沉着一张小脸，直接拔剑迎了上去。被人如此当面评价，他很不高兴，何况还是当着李师兄的面。咻！然而有人比他更快。李玄风脚步一踏，身如游龙，刷刷，两道剑光一闪，3颗人头落地。不好！骑着神骏黑马的中年人脸色顿时就是一变。随着李玄风出手，气息也释放出来，这气息远比他强，而他只是灵窍境5重。此人也算果断，知道一时色令智昏没摸清两人实力，惹到了硬茬子，恶转马头就跑。他的坐骑乃是2阶初级妖兽黑风马，战斗力一般，但速度极快，即便是灵窍境9重的修士也不一定追得上。刷刷，魏青言2剑斩杀2个流寇，20多个流寇，大部分都是淬体境，只有3个灵窍境。灵窍境5重的男子已经第一时间勒转马头跑了，剩下2个都是灵窍境2重。要是遇到普通的灵窍境修士，他们一拥而上，能将其砍成碎块。可惜他们遇到的是李玄风和魏青言。李玄风碾压般的境界不说，魏青言也是超级天才，越阶战斗乃是家常便饭。快逃！一切不过发生在瞬息之间。两人出手瞬杀，流寇们就知道惹到了硬茬子，慌不择路，四散奔逃。他们就交给你了。李玄风留下一句话，施展游龙身法朝流寇头目追去。数息时间，李玄风就追上了差点窜得没影的中年男人。黑风马的速度确实极快，李玄风想追上他也不容易。咻！长剑宛如箭矢破空而出，比肩创始者的滴水穿空剑。噗！长剑洞穿头颅，流寇头目连惨叫都没能发出，就一命呜呼，尸体栽倒。黑风马惊恐狂奔，李玄风的力量也运转到极致，游龙身法全力施展。3息之后，终于追上黑风马。停下！一把抓住缰绳，恐怖的腕力强行让黑风马停下，但他并未停止挣扎，依旧想挣脱缰绳而去。然而缰绳是特制的，数万斤巨力也不可能挣断，再加上李玄风力量强大，黑风马的挣扎完全无用，要么乖乖臣服，要么死。李玄风喝道。黑风马这才安静下来，他不过是2阶初级妖兽，
虽然以速度闻名，却也不是眼前这人的对手。臣服谁不是臣服，只要不死就行。心中思量了一下，李玄风拉着黑风马朝之前的地方返回。仙子饶命！啊！一声惨叫传来，最后一个流寇被魏青年无情斩首。师兄！当看到李玄风牵着黑风马走来，魏青年阴沉的脸色终于展露笑颜，快步上前而来。叮！魏青年经历一场群战，收获部分战斗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战斗经验和感悟。系统提示音在此刻响起，李玄风迅速将这些感悟消化，对战斗的理解又深了一些。你会血符契约吗？李玄风问道。会。魏青言看了黑风马一眼，点点头。所谓血符契约，就是修士用指尖写在妖兽额头画下血符，施以秘法，达到控制妖兽的效果。李玄风知道这种秘法，但他不会。魏青言本来也不会，但见灵会。那这匹黑风马送你了。李玄风将缰绳递给魏青言。驯服妖兽当坐骑有3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像普通人驯服野马一样，第二种则是使用秘法进行血符契约，这是很多修士使用的一种手段，可以控制妖兽，让其乖乖听话。第3种依旧是秘法契约，但此法涉及到灵魂，会的人极少。魏青言既然会血符契约，那控制这匹黑风马就简单了。啊！魏青言明显愣了一下。不行，这是师兄你的战利品。魏青言摇摇头，哪来那么多废话。李玄风直接抓起他光滑细嫩的玉手，将缰绳放在他手中。那师兄你呢？魏青言还是有些发懵，刚刚得到的坐骑就这么送人，他自己不要吗？我随便抓一只就行了，正好刚刚在那边看到一头适合驯服后用来当坐骑的妖兽。李玄风随口道，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以免走失，赶快把他契约了，我去就回。说完也不等魏青言反应，施展游龙身法快速离开此地，眨眼间没入树林，不见踪迹。啊！魏青言呆呆地看着李玄风消失的地方。别发呆了，赶紧契约吧，接下来的路程也好走一点。剑灵的声音在这个时候响起。可师兄他去，先契约了再去帮他。李玄风的身影快速穿梭，远离魏青言的视线。说什么看到适合驯服后用来当坐骑的妖兽，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他知道送给魏青言坐骑，自己必定得到返还。返还的妖兽李玄风不可能不用，要是当面从系统空间中取出坐骑，解释起来很麻烦，所以远离他的视线，解释起来就好多了。叮！魏青言获得2阶初级妖兽黑风马，100倍返还，你获得3阶初级妖兽神形黑俊。果然，系统提示音响起。下一刻，李玄风便感知到系统空间中凭空出现一匹皮毛黑得发亮、高大神俊、威武拉风的黑马，3阶妖兽神形黑俊，堪比气玄境修士。也就是说，单论境界而言，他比李玄风还高。由于黑风马是李玄风直接赠送给魏青言的，所以李玄风的参与度算100%，系统给了他100倍返还。论珍贵程度，神形黑俊是黑风马的100倍。叮！魏青言学会血符契约，10倍返还，你学会并能熟练使用血符契约。系统提示音又一次响起。李玄风念头一动，将神形黑俊从系统空间中取出。高大神俊的马形妖兽，体长3-4米，鬃毛飘逸，威风凛凛，体型庞大，肌肉球渣，看起来充满爆炸性的力量。出现后便静静站在李玄风旁边，没有攻击，也没有逃跑。这是出自系统返还的妖兽，无需驯化，无需契约，它也会自动将李玄风当成主人。不过为了试验一下血符契约，李玄风还是指尖逼出一滴鲜血，在神形黑俊的额头上画下特殊符号。秘法施展完，李玄风感觉和神形黑俊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仿佛存在某种心灵感应。如果走丢了，在一定范围内，李玄风可以感应到他的位置。拍了拍神形黑俊坚如铁塔的肌肉，让他在原地等候。李玄风来到流寇头目尸体附近，先捡回自己的长剑，然后清理战利品流。寇头目身上值钱的东西不多，绝大部分不入李玄风法眼，但也有2样价值不错的。一柄青色长剑，这是2阶灵器，比李玄风手中只是1阶灵器的长剑要珍贵许多。另一样价值不错的东西是一颗丹药，这丹药李玄风也不陌生，正是破障丹。收获只能说不错，不过若是送给魏青言获取返还的话，我就可大赚一笔了。李玄风心中想到，之前他也有多余的破障丹，但都被使用了，因为系统返还过的东西没法再次拿来送给绑定目标获取返还，但这颗破障丹不是系统返还的，自然可以送给魏青言。过来，收好战利品，李玄风朝自己的坐骑喊了一声，后者听话地走到李玄风身旁。终于不用自己走路了，李玄风笑道，然后轻轻一跃，便跨上宽厚的马背。
走。李玄风轻轻拍了拍马背，神行黑俊四蹄迈开，体型高大强壮，却奔跑如风，轻松超越李玄风的极限速度。魏青言完成血符契约后，正考虑是听李玄风的留在这里等待，还是前去帮他，却突然觉察到前方传来动静。只见一匹异常神俊的高大黑马出现在视野中，上一刻还相距100米，下一刻就到了眼前。魏青言谈口微张，呆呆地看着神行黑俊以及马背上的李玄风，就连残剑中的剑灵见到这一幕也突然懵了一下。这就是你说的随便抓一只就行了？这是3阶初级的神行黑俊？怎么可能？剑灵吃惊的声音在魏青言脑海中响起。什么？3阶初级？师兄怎么抓住的？他是隐藏实力了吗？魏青言心里一震。神行黑俊乃是同阶妖兽中速度数1数2的存在，虽然是3阶初级，但论速度，它可以秒杀绝大部分3阶高级妖兽。神行黑俊异常珍贵，也异常稀少。高大神俊又威风，深受达官显贵的喜爱，也只有那些大家族、大势力才有能力抓到，用来奖励优秀的后辈。以神行黑俊当坐骑，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他到底怎么抓到的？剑灵百思不得其解。就算李玄风灵窍境9重，就算他将游龙身法练到了极限，也绝不会有丝毫可能追上这种妖兽。他不过离开一会儿罢了，怎就骑了这么一匹3阶骏马回来？那感觉就像去那边捡了一头坐骑似的。难道他还隐藏的有实力？可为何我看不透？真的是因为我现在太虚弱了吗？还是说他的隐藏手段很高级？剑灵震惊过后感到困惑，好像也只有李玄风隐藏了实力才说得通了。如果真是这样，他可能需要重新评价李玄风的天赋。别发呆了，战利品清理完了吗？李玄风看着红润小口微张，一脸吃惊状的魏青言说道。还没有清理。魏青言回过神来，李玄风翻身下马，和魏青言简单清理了一下战利品。唉，真穷。李玄风叹了口气，这些不过是淬体境和灵窍境的流扣，想来平日里也没抢到过什么好东西。就算抢到了，不是孝敬大哥，就是自己尽快消耗掉。搜刮出来的东西，李玄风都看不上，除了一些普通人用的金银细软和零零散散的淬体灵液，也没有其他东西了。至于那堆破铜烂铁般的武器，李玄风更看不上，大部分都是最低等的1阶下品灵器，有一定价值，但价值不大，而且还很杂。这些东西都归你了。李玄风随意道。不行，这些战利品我没资格独享。魏青言果断摇头，流寇又不是他一个人杀的，李玄风理应分一部分。就算李玄风没动手，魏青言也不会独吞。我看不上，你如果不要，就扔在这里好了。李玄风无所谓地说道。魏青言沉默了一下，这些战利品价值不怎么高，但若是打包起来，到巡山城找个宝阁店铺，也能换取一些不错的修行资源。若是丢在这里，怪可惜怪浪费的。好吧，等到了巡山城，用这些东西换取修行资源后，我再分给师兄。魏青言没再推脱，将零散的战利品打包好。叮，魏青言获得大量零散战利品，100倍返还。你获得1颗聚灵丹，居然是质量返还，不错不错。当系统提示音响起后，李玄风顿感欣喜。系统返还分数量返还和质量返还，如果是数量返还，那就是把魏青言获得的战利品乘以100份返还给李玄风，相当于李玄风获得了更多的破铜烂铁，没有什么意义。但质量返还就很赚了，系统将魏青言的所有战利品统一计算，得出价值，然后返还了一种珍贵100倍的物品——聚灵丹。聚灵丹乃是2阶极品丹药，可以让灵窍境9重的修士直接突破到气玄境。因为成功率极高，并且几乎没有副作用，而且还极难炼制，所以非常珍贵，有价无市。收获聚灵丹让李玄风心情大好，接下来该继续赠送魏青言东西，获取返还了。流寇头目身上也有一些不错的东西，这2个给你。李玄风将2阶长剑递给魏青言，又从怀中掏出破障丹。啊！刚打包好战利品的魏青言愣了一下。不，这我绝不能要，他是你杀的，战利品应当全部归你。魏青言连忙摇头摆手，果断拒绝。他从李玄风这里得到了很多好处，不管是狩猎员的妖兽尸体，还是答应帮他接任务，亦或是刚刚赠送的黑风马和战利品，都让魏青言铭记在心，发誓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可是没想到李玄风居然又要送他东西，魏青言哪里还好意思接受？我有更好的，这些东西放着也是无用。李玄风道。我不能要。魏青言坚决摇头。放心吧，好的东西我自己留着呢。李玄风看着魏青言，魏青言依旧摇头。别废话了，给你就收下，我也不需要你回报什么。李玄风故意将脸色一板，抓起魏青言的纤纤细手，将长剑和破障丹都塞给了他。他确实不需要魏青言回报什么，
因为系统自会回报，不然他也不可能这么大方。魏青言呆呆地看着手中长剑和丹药，又看了看李玄风故意板着的脸，突然鼻子一酸，眼中蒙上了一层水雾。他其实是很缺修行资源，虽有剑灵伴身，但剑灵相当于一道残魂，自身非常虚弱。剑灵见多识广，可以指导魏青言修炼，指引他前进的方向，却无法给予他修行资源。魏青言家族曾遭遇灭顶之灾，世上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他自身实力又很弱小，若是当散修，不但危险重重，想要争夺资源也相当困难。所以剑灵让他拜入百剑山，进入修行宗门，只要展现出天赋，获取资源就方便多了。可他进山时间短，还未在百剑山崭露头角，没有被长老看中收为弟子，每一份资源都要自己尽力去争取。然而他有幸遇见李玄风，一直被照拂，一直被帮助。他现在能有灵窍境修为，也和李玄风有莫大的关系。魏青言内心深处强烈的情绪在翻涌，太多酸楚在鼻尖酝酿。师兄，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眼中雾气化为泪水滑落，绝美的脸庞多了一分破碎的美感，当真是我见犹怜。李玄风一怔，他没料到这个举动居然会让魏青言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师兄看你投缘，所以就帮帮你咯，放心用吧，反正这些东西留在我这里也没多少作用。李玄风神情温和地伸出手，揉了揉魏青言的脑袋。魏青言擦去脸上的泪水。走吧。李玄风翻身上马，不再逗留。好。魏青言点点头，擦干泪水，收好东西，同样翻身上马，跟在后面。青言，剑灵的声音突然在魏青言脑海中响起。魏青言不知道他又要说什么。你师兄人很好，也许这辈子都不会遇到第二个，所以如果你真有意，记得好好珍惜。要不是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魏青言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剑灵一直不看好李玄风的天赋，平时的话语间不难听出他觉得李玄风配不上魏青言，甚至下山前示意魏青言不要对李玄风动心。但是如今却话锋急转，让他好好珍惜。魏青言默默点头，这样的师兄他怎会不珍惜？他刚刚都想扑到李玄风怀里哭一场。叮，魏青言获得一颗破障丹，100倍返还，你获得一瓶淬灵浆。叮，魏青言获得2阶中品灵气啸风剑，100倍返还，你获得3阶中品灵气清风剑。提示音刚落下，李玄风的系统空间中就出现了2个物品，他并未着急取出。清风剑不必多说，乃是3阶中品灵气，足够气玄境的修士使用，比李玄风自己的剑高上数个档次。至于淬灵浆，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天才地宝。如果说丹药是炼药师炼制出来的，那么淬灵浆就是天地伟力炼出来的。它诞生于大地深处，是地髓长期淬炼灵石而诞生的琼浆玉液，可直接供修士吸收，提升实力。这种宝贝精纯而不含丝毫杂质，对人体也相当温和，只要吸收就能稳步提升境界，可遇不可求。虽然100倍返还也只有1小瓶，但李玄风依旧感到惊喜。有了聚灵丹和淬灵浆，即便没有魏青言返还，他也能轻松突破到气玄境，甚至直接突破到气玄境2重也不是不可能。到了巡山城，今晚就可以尝试突破。李玄风心中想到。两人一人骑着一个坐骑，快速翻山越岭。不管是黑风马还是神行黑骏，速度都极快，并且在快的同时，还让骑的人感觉不到丝毫颠簸，就像李玄风穿越前座高铁一样稳稳当当。为了照顾黑风马的速度，李玄风没有让神行黑骏全力奔跑。不过神行黑骏依旧保持自己的骄傲，始终领先黑风马半个或1个身位。看了看自己的坐骑，又看了看李玄风的坐骑，魏青言得出一个结论，自己的马没有李玄风的马好看。黑风马也算得上罕见的骏马，但和神行黑骏比起来还是差了太多。难怪师兄这么随意就送给了我。魏青言心道，我已经成了他太多情，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要是以身相许的话，有了坐骑代步，魏青言便完全闲了下来，看着李玄风的身影忍不住胡思乱想。不用自己赶路，两人便在坐骑宽厚的背上调息打坐，让力量一直保持巅峰状态。一路上就算再经过一些流寇横行的地方，流寇在看到神行黑骏后也识趣的避开，不敢上前抢劫，反倒怕李玄风找他们麻烦。两人就这样顺顺利利的在傍晚前抵达巡山城。每看见一个人，李玄风都会借助系统之力查看，可惜一路走来他还是没有发现第2个天命之人。别说金色天命，就连蓝色或者黄色光芒照身都的很少。好拉风的坐骑，居然是以速度著称的黑风马，那是神行黑骏，如此神骏简直是梦中情骑啊。听说神行黑骏全力奔跑起来宛如一道黑色闪电，能日行万里。这两人什么来头？多半是哪个家族的小姐少爷吧，也可能是某个大人物的弟子。小心点，别惹到他们。
两只威风神骏的坐骑进城，自然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师兄，接下来我们去啊！无视众多议论，魏青言看向李玄风问道：“先去找一家宝阁，把东西换了，然后去客栈开2间客房，再去百事屋打探消息。”李玄风一边借助系统查看别人命格，一边回道：“放眼望去，清一色白芒、灰芒，甚至有部分人身上散发着将死之兆的黑光，偶尔有几个散发蓝光的，也比较暗淡。虽然有些失望，但李玄风也能接受。”不久后，两人找到一家可以交换出售各种修行物品的宝阁店铺。魏青言的战利品打包出售，在李玄风的劝说下，全部换取了真元液。真元液是比淬体灵液更高级的修炼资源，也是最适合灵窍境修士使用的资源。真元液对灵窍境9重巅峰的李玄风来说没有什么用处，所以相当于全是给魏青言换的。小师妹拗不过他，只能又是一阵感动。师兄的身影在小师妹心中也愈发高大起来。叮，魏青言获得2瓶真元液，80倍返还，你获得1瓶淬灵浆。系统提示音果然响起，2瓶淬灵浆了。李玄风心中暗喜，表面却不动声色。随后两人又将手中的长剑置换成一些灵石。魏青言有了2阶灵气啸风剑，原本的长剑也没什么用了。系统返还了李玄风3阶灵气清风剑，原本的长剑同样没什么用了，所以直接换成灵石。虽然淬体境和灵窍境的修士偶尔也会使用金银细软之物进行交易，但修士之间灵石才是硬通货。灵石乃天地孕育而生，灵窍境以上的修士可用于修行、布阵、补充消耗等等，总之用处多多。掌柜的，向你打听个事儿。趁着完成交易，买卖双方都比较满意的这个时机，李玄风准备向店铺老板探听点事。你请说。掌柜露出职业化的笑容。有传言说巡山城出现了9星剑草的踪迹，是不是真的？李玄风问道。连续2名百剑山弟子失踪，一切的起因都是为了寻找9星剑草，只要能顺着这条线索探寻，应该就能发现端倪。9星剑草？掌柜眉头一皱，认真思索了一番，接着摇摇头道：没听说过。哦。李玄风神色一动，宝阁店铺的老板天天和修士打交道，消息应该比较灵通才对，为何却说没有听说过？如果你想知道消息，可以去东林街的百事屋。掌柜说道。李玄风点点头，带着魏青言离去。他本来就是要去百事屋的。百事屋是巡山城较为出名的一个修士情报交易楼，主要通过信息差对修士贩卖情报赚取收入。这次任务中其实就提到了百事屋，任务内容上直接表明，到了巡山城后只需前往百事屋询问消息即可，如果百事屋都不知道，那巡山城应该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李玄风刚刚询问宝阁店铺的老板不过是一时兴起，让他没料到的是宝阁老板居然不知情，说明有关9星剑草的消息要么没传开，要么是假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宝阁店铺的老板故意说不知道，但李玄风只是询问9星剑草出现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并未问及9星剑草出现在什么地方，被谁得到之类的问题。宝阁店铺老板没有隐瞒的必要，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任务有点不对，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了。李玄风暗暗思索，按任务介绍，9星剑草这个消息是从巡山城传出的，远在数百里外的百剑山外门长老范街都知道了，于是才在事务店发布的这个任务。为何巡山城中时常和修士打交道的宝阁店铺老板反而不知道？总之的谨慎一点。李玄风心中暗道，虽然知道魏青言大气运加深，自己穿越后的运气也还不错，但谨慎点总归没有坏处。巡山城最大的酒楼和百事屋在同一条街的两端，两人先在酒店开了2间客房，然后才朝百事屋走去。期间李玄风又问了2个纯路人修士，结果修士满脸疑惑，表示没有听说过什么9星剑草。这愈发证明了李玄风的想法，这个任务有问题。百事屋位于东林街尾，此地较为安静，行人寥寥。不好意思，2位客人，本店准备打烊了，需要购买消息明天再来吧。当李玄风和魏青言还未踏进百事屋，管事的声音就从屋里传来，请问店家是否有关于9星剑草的消息？李玄风直接开口道，准备打烊？这不是还没有打烊吗？购买一份消息也要不了多少时间。你们是百剑山的弟子？管事的声音响起，不过音调比起刚才高了几分，似乎有些意外。听闻此言，李玄风的眼神却是微微一闪。管事的话让李玄风心中生出一个疑惑，他不过是询问是否有9星剑草的消息，为何对方就知道他是百剑山的弟子？2位客人请进来吧。管事的声音传出，李玄风和魏青言对视一眼，让坐骑在门口等待，然后才朝屋内走去。天色将黑，时至傍晚，屋内四处放着发光的特殊晶石，驱散了黑暗。这百事屋内有阵法，你们进屋的瞬间应该被探知到修为境界了。
剑灵的声音突然在魏青言脑海中响起。魏青言秀眉不着痕迹地蹙了一下，这百事屋居然偷偷探查客人的境界。近1个月内，前后有2名百剑山弟子来这里询问过九星剑草的消息，所以我才下意识地觉得你们是百剑山弟子。管事的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他朝2人迎面走来，笑呵呵地说道。李玄风不动声色地点点头，他可没让此人解释为何知道他们是百剑山弟子，对方就主动开口了店家可知这2人的名字。魏青言问道，管家口中的2个百剑山弟子应该就是任务时失踪的那2人了。不知。管事摇了摇头，接着又补充道，我也只是恰巧和他们多聊了几句，才知他们是百剑山弟子，至于名字就无从知晓了。那你可知他们的去向？李玄风问。此消息需要1粒碎灵石。管事笑呵呵地说道。李玄风有些无语，但还是掏出了1粒指尖大的晶石。正常的灵石有半个巴掌大，碎灵石则大小不一，就和碎银一样，都是掰碎了使用。那2人都是去了蛇崖山脉。管事收好碎灵石，然后呢？李玄风看着他，1粒碎灵石就买了这么一个消息。没了，我只知他们都去了蛇崖山脉，其他的就不知道了。管事摇摇头。那有关九星剑草的消息需要多少钱？李玄风又问。2块下品灵石。管事伸出2根手指，李玄风没有犹豫，掏出2块灵石递了过去。将灵石收好，管事才继续开口。1个月前有人在蛇崖山脉中发现一座阵法，阵法由于年久失修，部分阵基出现破损，透过薄弱的地方可以观察部分阵内景象，其中九星剑草就被人看到过。当然，除了九星剑草，还有其他天材地宝。只不过阵法虽然出现部分破损，但布置阵法的修士在阵法上的造诣很高，无法强行攻破，只能寻找合适的时机，才有可能穿过薄弱之处进入阵内。而这个合适的时机非常重要，你再加5块下品灵石，等时机出现时，我可亲自带你前往。管事一口气说完。此刻李玄风算是明白，之前的2名百剑山弟子为何会去蛇崖山脉，想来就是前去确定九星剑草消息的真假。只不过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生死不知。之前2名百剑山弟子也是你带去蛇崖山脉的？李玄风没有立即交灵石。当然不是，他们从我这里得知九星剑草的消息后，就自行前往了。蛇崖山脉妖兽横行，若是没有熟悉的人带路，可是很危险的。管事说道。怎么样，只需5块下品灵石，等时机出现后，由我这个熟人带路，还是很划算的。管事看着李玄风，李玄风沉吟了一下，才点点头。一旁的魏青言顺手递上5块下品灵石。2人的灵石都不多，不能让李玄风一个人付。2位客人现在是否住在巡山城内？管事收好灵石后问道。就在巡山酒楼。李玄风点点头。那好，时机应该就在这2-3日内出现，到时我会亲自前来接你们。管事笑道。李玄风点点头，带着魏青言朝门外走去。2人刚迈出几步，就见门外一道身影朝此走来，那是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漂亮女子。她身穿白色衣衫，衣襟处一点墨色，腰间束了条红色锦带，绣着淡金仙鹤花纹的袖口收束，银色镂空发冠将她3000青丝束成高高的马尾，露出天鹅般的洁白景象。女子眉目如画，眼神平静而坚定，英气逼人，给李玄风的第一印象就是行走江湖、英姿飒爽的侠女。李玄风习惯性地借助系统查看命格，这一看不要紧，只见那女子周身散发着金色光芒，金色天命。李玄风眼睛一亮，终于他再一次发现了天命之人。系统，把他绑了。没有丝毫犹豫，李玄风果断在脑海中呼唤系统。定，绑定成功。同时只有他能看到的属性面板浮现眼前。姓名：徐妙珍，天命：枪道魁首，修为：林海境9重巅峰，体质：大荒战体。终于绑定第2个天命了。枪道魁首，注定会成为枪道第1人吗？林海境9重巅峰倒是个惊喜，这种境界就算是最低的10倍返还，也能让我获益匪浅。李玄风心中暗道。修炼分为淬体境、灵窍境、气玄境、林海境、宁丹境。林海境9重巅峰，可是比李玄风足高了2个大境界。双方擦肩而过，徐妙珍只是随意瞥了李玄风和魏青言一眼，便收回目光，踏步走进百事屋。这位客人，本店已经打烊了。管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让你的主人出来说话。徐妙珍根本不在意管事，目光直接看向通往2楼的木梯。你退下吧。百事屋内传来脚踏木梯的声响，以及李玄风和魏青言之前从未听过的男人声音。随后一切声音消失，看来是被某种手段屏蔽了。2人不再逗留，各自跨上坐骑，朝酒楼返回。师兄，我感觉这百事屋有问题。
远离百事屋后，魏青言忍住不适意坐骑靠近李玄风，低声对他说道：“有何问题？”李玄风笑道：“感觉那人说的话不太可信。”魏青言道。李玄风点点头，他就没怎么相信过管事说的话。山脉中发现大阵，大阵中还疑似存在九星剑草之类的天材地宝，这种消息一经传出，肯定会引起不小的波动，吸引无数修士前往。况且时间至少过去了1个月，就算百事屋想捂，肯定也是捂不住的。可是身在巡山城的宝阁店铺掌柜却毫不知情。修士最需要的是什么？资源。不管是功法、武技、灵气，还是各种天材地宝，都是资源的一种。若蛇崖山脉中真的发生了这种事，以百事屋的能量肯定捂不住。也许刚开始可以靠信息差赚点钱，时间久了肯定不行。百事屋又不是什么大宗派大势力，它只是巡山城的一个情报贩卖机构而已。师兄的意思是，这些都是他编出来的？魏青言眉头微皱，可能部分真，部分假。李玄风点点头，刚才一开始我在门外提到九星剑草的时候，他就猜到我们是百剑山弟子。若真有人传出九星剑草的消息，难道只有百剑山弟子才会来问，其他修士都不感兴趣吗？很显然，有关九星剑草的消息只有百剑山弟子知道，其他修士不知情，或者更准确一点，只有接了这个任务的百剑山弟子知道。九星剑草这4个字和百剑山弟子关联到了一起，就如同某种暗号，只要有谁提起九星剑草，就能证明他来自百剑山。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百事屋管事刚才的下意识反应。然而你别忘了，有关九星剑草这个任务是范阶长老发布的。夜色中，2只坐骑靠得很近，李玄风也低声音对魏青言说道：“师兄，你的意思是？”魏青言瞳孔微微一缩，李玄风看了他一眼，然后身子一歪，嘴巴凑到魏青言耳边，像说悄悄话一样，悄声开口：“发布这个任务的范阶长老或许也有问题，他多半和这百事屋有什么联系。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证据，但不妨我们多个心眼。”感受到李玄风呼出的热气，魏青言感觉耳根发烫。夜色中，晶莹的耳朵红霞飞染，迅速蔓延到脸颊。幸好李玄风说完后便身子坐正，让魏青言松了一口气。此刻他心中更多的是震惊，只要细想，确实能觉察到范阶长老有问题。按照第1次任务的内容，范阶长老是因为自己有事要忙，才发布任务，让弟子帮忙调查九星剑草消息的真假。可是当弟子连续失踪后，难道他没有意识到问题吗？执行任务的弟子连续失踪，说明这个任务存在未知风险。作为发布这个任务的长老，他能不知道？而且他追加任务都是在弟子失联数天后，所以范阶长老要么是漠视弟子生命，要么就是和百事屋有所关联。如果真是后者，又是什么动机让他联手外人坑害百剑山弟子？魏青言一时想不出答案。既然师兄觉得有问题，那为何答应他带我们去蛇崖山脉？魏青言问道。因为九星剑草说不定真的存在。李玄风笑道。魏青言瞬间呆住了。师兄这是为了他吗？因为他需要九星剑草，所以在九星剑草大概率为假消息的情况下，也要去冒险。师兄，一时间感性的小师妹眼中又升起了水雾。看着夜色中师兄的背影，魏青言发誓将来一定要报答李玄风。如果可以，他完全不介意以身相许。此时的李玄风并不知道魏青言在想什么。之所以答应百事屋的管事带他们去蛇崖山脉，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九星剑草。只要九星剑草到手，魏青言的至尊剑体就能觉醒，李玄风就能得到返还。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玄风知道此行没有生命危险。魏青言大气运加深，遇到危险能逢凶化吉，而自己也有一些气运在身。当然，主要还是李玄风可以借助系统查看命格，他可以查看别人的，自然也能查看自己的。查看自己的很简单，直接借助系统之力看自己的双手双脚，便能看到散发的光芒。李玄风周身散发的光芒不同于其他人的任何一种，不是白色、蓝色、黄色、橙色，也不是金色，而是混沌色彩。这是一种特殊命格，会产生多种变化。如果近期会很倒霉，那么颜色就会变灰；如果有近期有生命危险，颜色会变成深灰；若是近期有必死之局，颜色会变成黑色。这是当初绑定系统时，了解系统后李玄风就知道的功能。也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观察自己身上的光芒来判断接下来做的事会不会有生命危险。他刚才身上的光芒颜色没有变化，说明近期没有危险。让他带路去蛇崖山脉瞧瞧也无妨，反正没有生命危险。若他有歹念，正好可以连本带利的将灵石讨回来。李玄风心中想到，百事屋的管家因为2个简单的问题就收他几大块灵石，李玄风心里多少有点不悦。如果有机会，他肯定要连本带利讨还。一路交谈间，
不知不觉，两人已经回到9楼。修炼一途，终究是实力最为重要，多一分实力，就多一分自保之力。你有破障丹，又有真元液，今晚就可以尝试突破。这9楼客房有隔绝声音和气息的阵法，正适合静修。我准备在今晚尝试突破，你也别懈怠。李玄风揉了揉魏青言的脑袋，便回到房间关上房门。师兄这就要突破了吗？看来他的根骨也没有剑灵姐姐说的那么差嘛。不行，我也要努力修炼，不能落后师兄太多。等至尊剑体觉醒，我的根骨资质都会暴涨一截，到时候就能迅速缩短和师兄之间的差距了。魏青言暗暗想到，随后也返回自己的房间开始修炼。李玄风盘膝而坐，从系统空间中取出聚灵丹一口服下。此丹乃2阶极品，可让灵窍境9重的修士直接突破到气玄境。不管是淬体境还是灵窍境，都是修己，修士使用的力量都是真气，差距无非就是灵窍境的真气比淬体境的要更为精纯，更为雄厚。只有9窍齐开，人体连通天地，才能逆夺天地灵力，增强自身。这个过程中，真气会被灵气替换，灵气汇聚起来，经过压缩，会在丹田中形成宛如雷暴云一样的高密度气旋，所以称为气旋境。气旋最多可以形成9个，因此气旋境分为9重。聚灵丹的力量被李玄风炼化，无数灵力呼啸而出，体内的真气开始迅速蜕变，肉体不断被灵气冲刷强化。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一道气旋在李玄风丹田中形成气旋境1重。呼！李玄风睁开双眼，呼出一口浊气，握了握拳，感觉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聚灵丹的效果有点超乎他的预期，现在的我可以御剑飞行了吧？李玄风心中一动，系统空间中的清风剑被取出，双指并剑，朝清风剑输送灵气，长剑就这么凭空悬浮。李玄风起身，轻轻抬脚，便稳稳站到清风剑上。走！心中一动，清风剑便载着李玄风在房间内飞了几圈。从真气到灵气是一种质变，足够支撑修士长时间续航，并且爆发力也更为强大。灵气附着在武器上载人飞行，便是此境的特征之一。气旋境还有另一个特征，那就是诞生神识。神识是灵魂的一种力量，它无形无色无体，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存在的力量。李玄风再次盘坐下来，闭上双眼，神识从大脑中蔓延而出，房间景象纤毫毕现，甚至能直接穿透座椅，观察桌椅内部。神识继续弥漫，很快就透过了墙壁，来到隔壁的魏青年房间。9楼的每间客房都设有简单的阵法，可以隔绝声音和气息，但无法隔绝神识。李玄风的神识就这样穿透墙壁，来到魏青年房间。此时的魏青言正在打坐修炼。旁边残剑中的剑灵突然被惊动，正准备看看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当发现是李玄风房间透过来的神识后，又按捺住了。李玄风的神识指停留了片刻便收回，他刚刚突破到气旋境了。不对，他应该是将隐藏的力量又暴露了一部分出来。剑灵陷入沉思，他不认为李玄风是刚刚突破的，因为之前李玄风能捉住并征服神形黑郡，凭灵窍境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剑灵觉得李玄风隐藏了实力。可他这种行为倒很符合刚刚诞生神识，对神识感到新奇，然后迫不及待试验的样子。剑灵皱眉，呵呵，看来他演戏还演全套，只能说演得不错。剑灵眉头舒展，突然轻笑道，他感觉自己洞悉了真相。另一边，隔壁，是错觉吗？李玄风喃喃道。刚刚进入魏青言房间的时候，他好像觉察到了一丝极其隐晦的魂力波动，虽然非常微弱，非常短暂，但他还是隐隐感觉到了。莫非魏青言身上有某种灵魂体之类的东西？李玄风暗自沉吟，难道是戒指老爷爷？联想他始终抱着的残剑，李玄风觉得很有可能。作为穿越者，这些东西他都不陌生，也很容易接受。看来以后在魏青言面前行事，还是得尽量注意一点。李玄风想到。定，魏青言修为提升，突破到灵窍境2重，50倍返还，你突破到气旋境3重。系统提示音突然在这时候响起。魏青言是使用破障丹突破的，系统判定李玄风的参与度达到 50%， 所以返还了50倍。李玄风身上的气息开始暴涨，丹田中千丝万缕的精纯灵气呼啸着汇聚而来。第2道气旋成功凝聚，紧接着是第3道。然而这还没有结束，依旧有丝丝缕缕的精纯灵气飘飞而来，隐隐有凝聚第4道气旋的迹象。不过终究后劲不足，无法凝聚成型。我还有淬灵浆，今晚说不定有机会突破到气旋境4重。李玄风现在的境界是气旋境3重，但如果说的严谨一点，
就是气玄境3重中期或者后期，距离气玄境4重已然不远。他有淬灵浆这种罕见的天地灵物，身体可以尽情吸收，即便根骨差，吸收率较低，2瓶淬灵浆也足够他破境。继续，李玄风再次盘膝修炼，神识诞生也意味着李玄风的灵魂强大了一截，就算几天几夜不睡觉也能保持充足的精神。隔壁的魏青岩突破后也没有停下，而是取出真元液继续修炼。与此同时，百事屋密室内终究还是引来了一个棘手的人物。身穿玄服，留着浓密黑胡的中年男子端坐在椅子上，食指轻轻叩击扶手。主人，那解决刚才2人的时间是延后还是提前？百事屋的管事站在一旁，半弯着腰恭敬地问道。他的主人就是百事屋的主人，名叫袁婷。袁婷乃是灵海境9重的高手，能让他感到棘手的自然便是最后进入百事屋那个阴气十足的女子。至于管事口中的2人，则是李玄风和魏青年。算算时间，上一批血石大个应该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时间就定在后天吧。袁婷沉默思索了一下，才道：那2人一个灵窍境1重，一个灵窍境9重巅峰，你解决他们没丝毫难度，但要注意他们的坐骑。黑风马可以不用在意，那匹神行黑骏却不能忽视。他战斗力在同阶妖兽中很低，可速度却是顶尖的，你拼了命也追不上他。袁婷说道。主人，这方面我还是有经验的，我会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先偷袭解决神行黑骏，剩下的就很好办了。管事笑道。他知道袁婷这是在提醒他别一时大意让人跑掉了。以神行黑骏的速度，就算载着2-3个人跑路，也不是管事能追上的。一旦让人逃掉，那就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所以管事也知道事情的轻重，注意别下手太重，如果伤到本源，血石的质量下降会影响大哥突破。袁婷说道。这件事他每次都会强调一遍。主人放心，做这种事我已经相当有经验。管事的腰又弯了几分，他气玄境4重的修为，解决2个灵窍境的修士还不是手到擒来，打伤2人不伤及根本，封锁经脉，让他们失去战斗力。这种事他干的太多，已经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好好去办吧，等大哥突破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奖赏。袁婷起身笑着拍了拍管事的肩膀。对于管事办这种勾当，他还是很放心的，只是每次提醒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假消息迷惑不了那人多久，他很快就会回来，不过到时候大哥应该已经突破了，此人便不足为惧。袁婷又想到那个阴气十足的女子，此人境界和他相当，但却隐隐给他一种威胁感，实力肯定不低，或许比他要强上一些。那女子来百事屋也是为了购买消息，消息涉及到袁婷正在突破的大哥，他只能用假消息迷惑对方，但迟早会被识破。不过只要他大哥能突破到宁丹境，一切也不足为惧了。这次终于可以收获一只好坐骑了。神行黑骏给一个灵窍境弟子，简直是暴殄天物。当袁婷在想自己大哥突破的事时，管事也在惦记李玄风的神行黑骏。在他看来，神行黑骏已是囊中之物，只待后天去取。翌日破晓时分，灵气在李玄风丹田中快速汇聚压缩，第4道气旋成功凝聚，李玄风突破到气玄境4重。定，魏青岩修为提升，突破到灵窍境3重，50倍返还，你突破到气玄境6重。系统提示音响起，刚刚突破的李玄风修为又一次暴涨，第5道、第6道气旋迅速凝聚，李玄风修为直接增长到气玄境6重。仅仅1个晚上，他便从灵窍境9重巅峰提升到气玄境6重，连跨6重境界，其中还有一个是大境界壁垒。力量越强，安全感才越高。可惜根骨有限，对淬灵浆的吸收率低，不然我能多提升一个境界。握了握拳，感受这股强大的力量，李玄风有些感慨。根骨越好的修士，对资源的吸收率越高，被浪费的就越少。李玄风根骨普通，2瓶淬灵浆大部分被浪费掉了，也不知9星剑草是否真的能得到。李玄风心里嘀咕道，若是得到9星剑草，让魏青年的至尊剑体觉醒，李玄风获得返还，根骨肯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时候他便不用苦恼吸收率低的问题了。李玄风已经确定此次任务存在问题，百事屋管事的话绝大部分不能相信，但9星剑草的消息到底是完全捏造还是真实存在，李玄风就没法确定了。当然他心中还是对其抱有一丝希望的，所以他才答应百事屋管事，愿意让他带着到蛇牙山脉瞧一瞧。又借助系统看了一下自己身上的光芒，依旧是混沌色，近期无霉运，也无生命危险。陈实师兄，李玄风的房门被敲响，打开房门，小师妹那张清秀绝伦、精致漂亮的脸蛋映入眼帘。怎么样，有突破吧？
李玄风看着魏青岩笑道：“多亏师兄送的破账单，还有帮我换的真元液，我昨晚可是连破了2重境界，现在已经是灵窍境3重了。”魏青岩开心地笑道，他很开心能缩短自己和李玄风的境界差距，自己实力越强，以后能帮助李玄风的地方越多，也更好报答他。还不错。李玄风摸了摸他的脑袋，不得不说小师妹的脑袋揉起来手感很好。师兄，你应该突破到气玄境了吧？魏青岩已经习惯了被李玄风摸头。李玄风昨晚说他要突破，在魏青岩看来，他肯定是有了把握才会这么说的。李玄风笑着点了点头。走吧，去尝尝巡山城的美食。李玄风说，完帅先走在前面。你的师兄已经是气玄境6重了。剑灵无奈的声音在魏青岩脑海中响起。神什么？魏青岩因为一时震惊，忍不住张口出声。怎么了？李玄风疑惑回头。魏青岩在自言自语什么？和戒指老爷爷对话吗？没什么。魏青岩有些结巴地说道。随后他又猛地盯着李玄风问道：师兄，你不只是突破到气玄境1重吧？李玄风点点头。那你现在气玄境几重了？6重。魏青岩顿时呆立当场。真的是6重？一晚上连破6个小境界？这怎么可能？这就是剑灵姐姐所说的根骨一般。唉，不是跟你说过吗？他这是隐藏了实力，现在不过是又主动暴露出来一部分罢了。剑灵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魏青岩这才回过神来。一晚上连破6重境界，这种事除非是某种强大的体质觉醒，不然不会这么夸张。等你至尊剑体觉醒，也有可能连破数个境界。剑灵继续道，不过这多半也是他的全部实力了。之前是我看走眼了，他的根骨其实很不错，不比现在的你差。想要超越他，还是得尽快将至尊剑体觉醒。剑灵说道。魏青岩默默点点头，跟着李玄风下楼。两人在附近逛了一圈，吃了些美食。师兄，我不是答应过你要给你人级上品武技作为报酬吗？如今你突破到气玄境6重，完全能发挥那门武技的威力，所以我现在就给你吧。魏青岩叫住李玄风，现在任务还没结束呢，你就不怕到时候没找到9星剑草？李玄风看着他。魏青岩摇了摇头，认真地看着李玄风。师兄帮了我太多，不管如何，我早就该有所回报，所以希望师兄不要推辞。李玄风点了点头。随后两人骑着坐骑来到城外，寻得一处人迹罕见的偏僻之地。就在这里吧。两人停下。魏青岩的武技没有卷轴，因为那是剑灵直接传给他的，所以他要让李玄风学会这门武技，只有自己亲自演示并传授口诀。此门武技名为庚金9剑，完整版分为上下2卷，上卷包含6剑，其威力在人级上品中亦属顶尖，下卷包含3剑，相当于人级极品武技。现在我直接将完整版的传于师兄。魏青岩说道。这门武技乃是剑灵传授，所以传给李玄风之前，魏青岩已经征得了剑灵的同意。这1个多月来，他在李玄风这里获得了诸多好处，现在回报他一门人级极品武技，就是剑灵也没有丝毫异议。魏青岩先告诉李玄风庚金9剑的修炼要诀以及力量在经脉中的运行方式。定。魏青岩回忆并复述一遍庚金9剑，加深了对此门武技的记忆和印象。25倍返还，你将庚金9剑彻底熟记。魏青岩回忆并复述庚金9剑，主要目的是为了教会李玄风和他有莫大关系，而且他也确实在一旁认真聆听学习。系统判定他的参与度达到 25%， 所以给予25倍返还。李玄风成功将这门武技牢牢记住。接下来我再为师兄演示一遍。魏青岩说完，拔出笑风剑，开始演练庚金9剑。从他略微涨红的脸蛋来看，演练这门武技比较吃力。品级越高的武技威力越大，同样的对力量的消耗也就越大。魏青岩只是灵窍境3重，最适合修炼的应该是人级中品武技。现在强行施展人级极品武技，其难度不是一般高。咻咻咻，一连9道剑芒呼啸而出，在地上离出9条2米多深、10多米长的沟壑。呼呼，魏青岩颇具规模的胸口起伏，仅仅施展一次就差不多抽干了他的全部力量，而且施展出来的威力距离庚金9剑应有的威力也差了108000里。定。魏青岩施展一次庚金9剑，收获部分经验和全新感悟，25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庚金9剑成功入门并接近小成。系统提示音响起，顿时大量经验和感悟涌入李玄风脑海。他不但一下子学会了庚金9剑，还直接入门并接近小成境界。魏青岩是天才，悟性很高，普通人需要练习10几次、数十次的武技，他练习1遍就会。所以他施展一次武技，
获得的感悟就相当于普通人施展10几次，甚至几十次、上百次才能获得的感悟。系统在此基础上乘以25倍，那份经验和感悟自然是异常庞大的。李玄风才能凭此接近小成境界。师兄，你应该学会这门武技了吧？魏青言收起长剑，转身看向李玄风。李玄风点点头，他不仅学会了，还接近小成境界。那就好。魏青言因为施展庚金九剑被抽干力量而显得苍白的脸上露出笑意。以后施展这种武技就别再勉强了。李玄风走过来摸了摸魏青言的脑袋。林峭境施展人级极品武技还是过于勉强，这种武技连当作底牌都做不到，既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威力。如果魏青言战斗消耗了过半力量再施展庚金九剑，体内的力量都不足以支撑他将九剑全部施展出来，到时候力量枯竭，只能任敌人宰割了。师兄可否演示一下？魏青言道。虽然剑灵说过李玄风悟性好，但魏青言也要亲眼见到李玄风学会他才放心。李玄风点点头，目光在四周环视，最终锁定了40-50米处的一块巨石，向前踏出2步。嘘，清风剑出鞘，丹田中气旋震动，庞大的灵力顺着经脉奔腾呼啸。咻咻咻，下一刻9道肉眼可见的实质性剑气撕裂空气飞出，那块目测3米高10多米长的巨石被9道剑气切豆腐一样切成碎块，哗啦啦，至少30吨重的巨石滚落成满地碎块。你这师兄悟性果然高，只是看你演示一遍，初次施展居然就迈过入门，接近小成境界了。剑灵吃惊的声音在魏青言脑海中响起，他之前对李玄风的悟性评估就不错，现在看来似乎还是有所小瞧。魏青言却是眼睛一亮，从李玄风施展的这次武技中，悟性很好的他得到了启发，心有所悟。定，魏青言观你施展庚金九剑，心有所悟，对此门武技有了许多全新理解，5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感悟，庚金九剑达到大成境界。系统提示音响起的同时，大量感悟也随之涌上心头。恍惚间，李玄风感觉自己孜孜不倦地修炼了庚金九剑很多次，每一次都能有所得，有所悟。师兄果然厉害。魏青言由衷称赞，他知道李玄风在庚金九剑上的造诣已经超过自己。庚金九剑不愧是人级极品武技，它有2种施展方式。李玄风决定趁热打铁，开始给魏青言灌输自己的感悟。嘘，清风剑再次出鞘，随着你境界突破，这门武技你终究要继续学习，现在就由我来为你演示2遍。第一种是9剑独立，每一剑单独展出都会造成不同种类的杀伤力，比如这一剑强在切割，可斩断一切。李玄风一边说，一边朝地上展出一剑。咻，肉眼可见的剑气撕裂大地，裂缝一直蔓延到100米开外，直观上的破坏力就比之前魏青言施展的要强上太多。这一剑强在穿透。咻，剑气凝聚成长剑模样，直刺而出，将大地穿出一个不知多深的黝黑深洞。这一剑可将敌人粉碎。咻，剑气咆哮，携带磅礴之力飞出，将一块大石头炸成粉碎。咻咻咻，又是连续6道惊人的剑气展出，每展出一剑，李玄风都会讲解。只是片刻，周遭便被破坏的一片狼藉，仿佛被炸弹地毯式轰炸过。第二种则是9剑叠加，一剑比一剑强，连续9次蓄力，最终展出最强一击。汹涌的灵力在清风剑上汇聚，每蓄力一次，剑身就发出一声脆银。1次2次3次8次9次，连续9次灵力叠加，清风剑似乎都快因为承受不住而剧烈震颤起来。咻，下一刻，承载到极限的一剑朝前方展出，剑气撕裂大地。300米外，一座山丘直接被这道恐怖的剑气斩成2半。这怎么可能？残剑中默默看着这一幕的剑灵神色巨震，这是他认识李玄风以来第一次如此震惊。以他的见识，自然能判断出李玄风的庚金九剑已经达到了大成境界。这才多久？只是看一遍就接近小成，连续施展2遍后，更是直接迈入了大成境界。这是何等的悟性！剑灵发现自己还是小瞧了李玄风的悟性。李玄风的悟性有些超乎想象，远在魏青年之上。这一刻，他再也无法保持淡定，虚弱的残魂状态剧烈波动，久久难以平息。这一波动也被李玄风察觉，不过他也并不意外，他之前就猜到魏青年的残剑中可能藏有类似戒指老爷爷的存在。2次施展也耗尽了李玄风的全部灵力，现在的他只感到一阵虚弱。再次看向魏青年，只见后者看着他展出的恐怖剑痕一阵发呆。
那红润饱满的小嘴微张，清澈干净的美目微睁，一副呆若木鸡的模样。丁，魏青言关你演示，听你讲解，心中涌出对庚金九剑的大量感悟，成功迈入小成境界，50倍返还，你的庚金九剑真挚圆满。感悟自心间狂涌而出，李玄风对庚金九剑的理解又一次突飞猛进，达到圆满。呼，李玄风这才呼出一口浊气，满脸笑意。一门真至圆满的人级极品武技，加上气玄境6重的修为，这般实力在气玄境中基本找不到对手，即便碰到灵海境也可一战。这一次可以说两人都获益匪浅。魏青言凭借极高的悟性，庚金九剑达到小成境界，若是他现在施展，就能很好控制力量，连续展出2次而保留部分体力，此招已经可以当做他的底牌了。当然论施展出的威力而言，他肯定远远比不上李玄风。走吧。两人简单调息恢复一些体力，便跨上坐骑朝城内返回。下午两人又去品尝了一些当地特色美食。入夜，魏青言没有再进行突破，李玄风也准备休息一下，但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了。叮，徐妙珍连续施展万境迷踪，收获诸多经验和全新感悟，10倍返还，你学会万境迷踪并达到入门阶段。霎时一幕幕画面在李玄风脑海中闪过，恍惚中他身如残影，一步跨出便是10-20丈，几次迈步便已翻山越岭，遥遥远去。这是地级下品的身法类武技，李玄风难掩欣喜。昨天绑定的第2个天命之女终于开始回馈了。在这之前他根本没听说过什么万境迷踪，但是他绑定的目标徐妙珍早已学会，在连续施展后，他对这门武技有了全新的感悟，这份感悟扩大10倍后返还给李玄风，让他直接将此门身法类武技练到入门。我使用万境迷踪就像魏青言使用庚金九剑一样，消耗会非常大，但不管怎么说，万境迷踪都可以让我的速度暴涨，即便只是入门，多半也已经超过我的神行黑骏了。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现在的力量不足以支撑我长久施展，不过也算是我的一个保命类底牌。李玄风心情大好，绑定多个天命之人的好处开始显现，什么也不做就学会了一门地级下品身法类武技。继续这样下去，只要绑定的天命之人越多，他的提升就会越发迅猛。别人都是越往后修炼越慢，他或许会越往后修炼越快。平复好心情后，李玄风才休息。翌日，李玄风和魏青言刚刚吃了点东西，百事屋的管事就找来，合适的时机到了，我带2位去蛇崖山脉。管事笑呵呵地说道，圆圆的脸上看起来人畜无害，只是那眼神深处似乎藏着某种迫不及待的心思。那就有劳了。李玄风不着痕迹地和魏青言交流了一下眼神，然后才朝百事屋管事笑道，拿钱办事，应该的应该的。管事笑呵呵道。3人出门，李玄风和魏青言跨上坐骑，至于管事只能靠自己的双腿走路了。不管是魏青言还是李玄风，都没有邀请他同坐的意思。力量雄厚体魄强健的修士，一天走个数百里根本不是事儿。管事虽然表面平静，心中却很不爽。他妈的，再忍你们一会儿，到时候这神行黑骏就是我的坐骑了。倒是可惜了这小娘子，如花似玉又不能碰，得留给主人的大哥当血食。管事迈步走在前面，比李玄风和魏青言提前一个身位。之前那副笑呵呵的模样早已不见，眼神仿佛毒蛇一样阴冷。只是他背对2人，李玄风和魏青言都看不见。一路上几人都很少话语，管事只有在指路改变方向的时候说2句。李玄风借助系统查看3人的命格颜色，自己还是混沌色，无霉运，无危险。再瞧瞧魏青言，周身金芒笼罩，还是那个天命之人。最后看向最前方的管事，浓郁的黑光将其笼罩，将死之象。李玄风记得第一次进百事屋时，管事周身围绕着淡淡的蓝色，如今命格却发生巨大变化，此人离死不远了。半个时辰过去，几人已走出数十里地，这里就是蛇崖山脉的外围区域。群山延绵，古木林立，树影重重，藤蔓缠绕，苔藓遍地，恰似一副原始深山的模样。穿行在深山中，速度也随之慢了下来。又过去半个时辰，终于抵达蛇崖山脉腹地。这蛇崖山脉中瘴气丛生，妖兽遍地，淬体境和灵窍境的修士进入这里都有可能迷失。要是运气再差一点，遇到2、3阶的妖兽或者庞大的族群妖兽，那就更危险了。行至某处较为宽阔的山谷，管事又恢复了那副笑呵呵的模样。他脚下的速度有意无意地慢了下来，不知不觉间缩短了和神行黑骏的位置，同时继续不停地开口说话，企图分散2人的注意力，降低警惕。我之前说来这里最好要有熟人带路，若不是我，2位说不定已经闯进了妖兽的地盘，
5块下品灵石还是花的值吧。前方4、5里处就是大阵所在的位置了，所以管事说到此处，眼神骤然变得凶狠，拳头上汹涌的灵力凝聚，对着神形黑俊的颈部就砸了过来。轰！一声惊人的轰鸣响起，地面被强大的力量直接震出一个大坑。管事躺在坑中，喷出一口鲜血。李玄风的脚将他的胸膛都踩得塌陷下去。所以什么？所以你就把自己的目的挑在这里？李玄风淡淡的俯视着他。你！管事满口鲜血，双目圆睁，不可置信地看着李玄风。在他出拳的刹那，李玄风便从神形黑俊背上跃起，然后对着他落下，一脚将他踩倒在地。狂涌的灵力直接在地上震出一个大坑。也是在那一瞬间，管事知道了李玄风的境界，气玄境6重，比他还高2重。他不是灵窍境9重吗？百世屋内稳定使用多年的阵法，查探境界还能出错？而且他的反应怎么那么快？是早就对我有提防？怎么会这样？这里群山环绕，风景秀丽，你倒是挑了个好地方。灵力在李玄风脚上凝聚，只要轻轻一跺，管事就会彻底归西。也亏得气玄境修士体魄强大，换了普通人早就死了，不应该说是早就被他那一脚踩成血雾，尸骨无存了。等一下，管事不顾口中鲜血直冒，瞪大惊恐的眼睛喊道。然而李玄风脚上凝聚的灵力并未消散。我知道很多秘密，什么都可以说，我什么都可以说。管事无法直面死亡带来的恐惧，刚刚那一脚直接将他重创，走马灯都差点踩出来，让他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说，李玄风神色淡漠，他其实等的就是这一刻。你先答应别杀我。管事满脸恐惧地看着李玄风。你没资格讲条件。李玄风淡淡道，既然都是一死，那我何必多说。管事咬了咬牙，好。李玄风最终点头，他也不能杀我。管事看向魏青言，可以。李玄风替魏青言答应了。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但凡我觉得你在撒谎，刚刚的条件就作废。若是回答的满意，我和他都保证不杀你。李玄风俯视满脸鲜血的管事。管事慌忙点头，9星剑草的消息是不是真的？这是李玄风最关心的问题。是真的，9星剑草确实就在大阵中。管事不敢隐瞒。李玄风盯着他的眼睛，仔细观察他的神情，管事不敢隐瞒。这个回答让李玄风满意。不远处的魏青言也忍不住激动起来。大阵真的存在？李玄风又问。存在，就在此去一路向西大概4、5里的地方。不过它不是1个月前被发现，而是3年前就被发现的。大阵已经被主人的大哥占据。主人就是百世屋的主人，也是我的主人。你主人什么境界？他的大哥又是谁？修为如何？占据大阵干什么？主人叫袁庭，灵海境9重，他的大哥叫袁霄，灵海境9重巅峰，占据大阵后一直闭关，想要突破到宁丹境。管事一口气说完。为何我一提到9星剑草你就知道我们是百剑山弟子？李玄风盯着管事的眼睛，说话的同时脚上的力量逐渐加重。管事顿时吓得亡魂皆冒，急忙开口道，因为我们和一些宗门长老有合作，让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提供年轻修士。百剑山的范阶就是合作的其中一人，只要他在3年内弄来30个灵窍境弟子，主人就答应助他突破境界。我们商量了多个暗号，9星剑草就是近期的暗号。管事的回答证实了李玄风的猜想。看来范阶就是发布各种任务，把百剑山弟子往死路上引，而所谓的暗号就被他放在了任务内容中。不管是哪个宗派，弟子外出执行任务时死亡或者失踪都是很正常的事。范阶要是隔一段时间操作一次，也不会引起多少注意。你们要那么多灵窍境弟子，是和元宵的突破有关。李玄风淡漠的眼神俯视管事。是的，他修炼一种诡异的功法，可以强行抽取炼化别人的气血，提升自己的实力。可能是他的功法有缺陷，最多只能吸取灵窍境修士的气血，供他吸收气血修炼的修士被他称为血石。管事答道，这保密的工作你们做得还不错啊。李玄风冷笑一声，那大阵可以隔绝气息，平时也少有修士来这蛇崖山脉，就算偶尔有人发现大阵，也会被守卫击杀或者捉拿，防止泄密。元宵无法一次性吸收太多血石，若是大阵的事传开，会吸引修士蜂拥而来，对他不利。他选择和一些宗门长老合作，定期给他输送灵窍境修士，大家利益相关会帮忙隐瞒，所以3年来一直没有暴露。管事想着，反正说了那么多，干脆将能抖的都抖了出来。而且李玄风时刻注意着他的表情变化，一旦觉得他有说谎的迹象，就开始加重奖励。疼痛加上死亡的威胁，管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大阵守卫多少？实力如何？元宵状态如何？李玄风继续问。守卫有3个，
都是灵海境异虫，元宵近期可能会突破。我送血石来都是护卫帮忙送进大阵中的，在突破前他应该无法轻易动手。管事道：你不能进大阵？我没有资格进去。管事摇摇头：那你主人呢？为何派你来，不自己亲自来？李玄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这种事一直都是我在办，从未出错，直到遇到你。主人一直在提防一个人，就是前天你们离开万事屋后最后进楼的那个女子。她有一个族妹失踪了，来百事屋想购买一些线索。不过根据她的描述，她那位族妹多半已经被元宵当作血石吸收炼化了。主人只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误导她，但她迟早会发现，返回来算账。听完管事的话，李玄风点了点头。他知道那个女子就是他绑定的第二个天命之女徐妙珍。将脚从管事凹陷的胸膛上取开，李玄风言而有信，没有杀他。管事顿时大松一口气，被死亡威胁笼罩的那种感觉实在太难受太恐怖，他不想再经历第二次。管事怕李玄风反悔，强撑着重伤的身躯起来，捂着胸口往后退。做掉他。李玄风走到神行黑俊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神行黑俊顿时领会，似踢踏的飞速冲出。你言而无信。管事愤怒狰狞，转身就跑，同时一柄长剑从他手中凭空飞出，直刺李玄风。李玄风早有提防，他知道管事手上有一枚储物戒。此刻管事终于忍不住将储物戒中的长剑取出，攻向李玄风。我确实答应了不杀你，但我的坐骑可没答应。李玄风看着他逃窜的背影，神色淡然地击落长剑，并将其踩在脚下。管事如此重伤状态，攻击根本对李玄风构不成丝毫威胁。噗！管事直接气得喷出一大口鲜血，重伤之躯的他怎么可能跑得过神行黑俊？前蹄如重锤砸下，管事被活活踩死。将管事踩死后，神行黑俊仰头，鼻孔喷出2股热气。刚才管事想要偷袭他，幸亏主人反应快，将其一脚踩到地里。此刻由他亲自终结管事，自是心中畅快。师兄，他说的话可信吗？魏青言走过来，应该不会有假，但也不可尽信，谨慎一点总没错。李玄风沉吟道。他一直注意管事的表情，虽说李玄风没学过微表情心理学，但他感觉管事撒谎的概率很小，毕竟管事也没胆子赌，害怕李玄风觉得他说谎，一脚给他踩死了。先别管其他的，这家伙前天收我那么多零食，现在终于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了。李玄风捡起长剑，然后走向管事的尸体。魏青言一时无言，明明那么大方的一个人，偏偏惦记那几块下品零食。难道师兄只对我大方吗？看着李玄风的身影，魏青言突然感觉心跳快了几拍。搜刮战利品这种事，李玄风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毕竟就算战利品不入他眼，送给魏青言返还后肯定也不赖。首先这枚储物戒就不错。李玄风从管事身上取下一枚银色戒指。所谓储物戒，就是拥有独立空间，可以储存物品的器具。这种器具一般会打造成装饰品的模样，比如戒指、腰带、手镯等等，用意念即可查探储物戒的内部空间。但如果戒指上有原主人留下的神识印记，那就无法查看。现在管事已死，他留下的印记自然也跟着消散了。李玄风轻松就能查探到内部空间。戒指空间不大，大概2-3立方，里面的东西整齐摆放着，有一堆零食、一个玉瓶、一份卷轴和一个阵盘，这就是管事的全部家当了。修士对资源的消耗量都非常庞大，一般不会留下太多东西。不过管事的这些遗产加起来价值相当不低，至少超过绝大部分气玄境修士的身家。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接下来开始分战利品。李玄风将其一一取出，和管事的长剑摆在一起。师兄，别分了，这些战利品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魏青言连忙说道。他缺资源吗？缺。他想要资源吗？肯定想要，但是他心中始终有一道坎。他从李玄风这里得到了太多好处，如果不是李玄风，他现在的修为肯定没有达到灵窍境3重。即便至尊剑体还未觉醒，魏青言的天赋也能碾压大部分百剑山弟子。但如果说靠他自己，靠他那无法在实际资源上提供帮助的剑灵姐姐，魏青言必然还停留在淬体境，说不定还在考虑如何突破灵窍境屏障呢，绝不可能拥有如今的实力。李玄风给了他那么多好处，却从未主动要求他回报什么。魏青言感觉自己受之有愧，感觉自己欠了李玄风太多，所以即便他需要资源，想要资源，也不好意思再接受。李玄风看着魏青言认真的表情，大概也能猜到他的想法。可是魏青言不要，自己又如何能获得更好的资源？李玄风决定忽悠他一下，让他以后都有理由接受自己赠送的资源。你知道师兄我哪方面最厉害吗？李玄风认真地看着魏青言。哪方面？
魏青言被李玄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看人的眼光和直觉。李玄风说道：哦。魏青言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特别是在看天才这方面。见魏青言一副懵懂的样子，李玄风继续道：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绝非池中之物，将来必定成就非凡，甚至当时我就有种直觉，你现在表现出来的远不是你的全部天赋，你还有很大的潜力，一旦得遇时机，必将天赋全开，然后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后来你说你有隐藏体质，可以被9星剑草唤醒，更是证明了我当时直觉的准确性。李玄风的话让魏青言一愣一愣的，所以我给你那些资源，其实是在投资你，投资将来的一位超级强者。况且我给你的资源都是我用不上的，与其扔掉或者换取其他可有可无的资源，不如将他们都送给需要的你。李玄风一边说，一边发现魏青言脸上的神情逐步变化，从发懵到茫然，又从茫然到恍然大悟。原来师兄是在投资我。魏青言恍然的同时，又感觉心中有点失落。所以我给你资源，你就收下，不用再推辞，足够的资源才能支撑你快速变强，等你成为真正的强者后，很多地方就可以帮到我了。李玄风继续说道：我明白了师兄。魏青言点点头，心中的那道无形之坎算是彻底消失，快点变强才是自己首先需要考虑的，等某一天成为真正的强者，回报师兄的方式就多了。等我实力变强，亲手报仇之后，若亏欠师兄太多，那余生便侍奉师兄左右。魏青言心中默默想到。见魏青言想通后，李玄风才满意的点点头。我有空间储物器，这枚空间戒指与我无用，给你了。李玄风将空间戒指递给魏青言，后者伸手接过。叮！魏青言收获一枚3立方空间储物戒，100倍返还，你获得一枚300立方储物戒。系统提示音落下后，系统空间就出现一枚全新戒指。李玄风虽有系统空间，但储存的都是系统返还的物品，储存其他物品还是单独有一件储物器具更好。300立方空间的储物戒完全足够他使用了。我不缺灵气，你的笑风剑只是2阶中品灵气，而这柄长剑是3阶中品，可以更换了。李玄风将长剑递给魏青言。叮！魏青言获得3阶中品灵气红耀剑，100倍返还，你获得100柄3阶中品长剑。这次居然是数量返还，李玄风心中多少有些无语。如果是质量返还，多半就是4阶级别的灵气了，但现在却返还了他100柄3阶级别的灵气，李玄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份卷轴记载的是一门人级上品武技，我看了一下，还算不错。李玄风将卷轴塞到魏青言手里。叮！魏青言获得人级上品武技9杀剑术，100倍返还，你获得地级下品武技99归一剑。当系统提示音响起后，一门全新的地级武技出现在系统空间中。李玄风用神识一扫，就大概知道了此门武技的使用方法。99归一剑是一门极其特殊的武技，在同阶武技中，它的杀伤力排第2，其他武技就不敢排第1。但这门武技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施展出来需要很多柄同级别的长剑，若是练到圆满，就需要同时施展99柄长剑，而刚刚系统正好返还了李玄风100柄3阶长剑。好，李玄风心中大喜，这2次返还刚好互补，能让他有足够的条件去修炼这门号称同阶杀伤力最大的武技。这堆灵石你也留着。李玄风将灵石一股脑丢给魏青言。叮！魏青言获得10颗中品灵石，300颗下品灵石，400粒碎灵石，100倍返还，你获得1000颗中品灵石，3万颗下品灵石，4万粒碎灵石，100倍返还，直接让李玄风一波发财。系统空间中，灵石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从此告别拮据的生活。李玄风心中暗喜，灵石用处极多，它可以用来购买资源，也能用于修炼，还可以为阵法提供能量，总之用处多多。还剩2样东西了。李玄风看着玉瓶和阵盘，这玉瓶里装了大概1/4的百花琼露，是最适合你吸收的资源，都给你了。还有这阵盘，名为迷踪阵盘，可以直接布置3阶阵法迷踪阵，也一并给你了。当李玄风把玉瓶和阵盘递过来时，魏青言神色已经变得有些怪异。说好的分配战利品，这是分配吗？这完全是让他一个人独享啊，根本一点也不给自己留。虽然刚刚经过李玄风的一番说辞，魏青言已经有了足够理由接受他的赠与，但是此刻难免有些犹豫。师兄，你真的一点也不留吗？魏青言忍不住问道。这次的战利品对他来说完全是一场大丰收，就算李玄风要投资他，也得象征性留一点吧。不用。李玄风随意摆摆手，系统返还的资源直接让他一波肥，哪还需要那点东西。叮！魏青言获得1/4瓶百花琼露，100倍返还，你获得25瓶百花琼露。
定，魏青岩获得3阶初级迷踪阵盘100倍返还，你获得4阶初级玄影阵盘，一个数量返还，一个质量返还，都让李玄风收获颇丰，还是直接赠送好啊，可以得最高100倍返还。李玄风忍不住在心中感慨，赠送魏青岩资源，魏青岩或许很赚，但他李玄风永远不亏。这百花琼露算是适合林窍镜使用的最顶级资源，对我来说却是用处不大了，干脆全部给他，让他用来提升境界，反正最终应该也会以50倍的倍数返还给我。李玄风默默思量着，百花琼露乃是从100种灵花中采集的精纯灵液，比起真元液都要珍贵许多。它不仅可供淬体境修士使用，同时也能供灵窍境修士快速提升修为。可以说，百花琼露就是最适合淬体境和灵窍境修士使用的最顶级的资源。不过对于九窍齐开，连通天地的气玄境修士，这种资源就没有太大用处了。所以李玄风决定将百花琼露全部给魏青岩。反正魏青岩用百花琼露提升修为后，他也能得到返还，你那点百花琼露太少了，我这里还有不少珍藏的，一并送与你了。李玄风说着，便从系统空间中将百花琼露全部取出，25个玉瓶静静悬浮在他面前，然后朝魏青岩飘去。刚刚才获得大丰收的魏青岩直接看呆了，你这师兄到底什么来头？魏青岩还来不及开口，剑灵震惊的声音再也控制不住，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百花琼露虽然对气玄境的修士没多少用，但不妨碍它的珍贵，因为修士使用后不用担心任何后遗症，也不会影响根基，只需直接吸收就可提升境界。百事屋的管事能得到1/4瓶，剑灵都想不通他是走了什么逆天狗屎运。那些顶尖势力能拿出2-3瓶都很奢侈了，何况一下子拿出25瓶。而且李玄风从什么地方拿出来的，剑灵完全感知不到，感觉李玄风身上有他没见过的特殊储物类器具。如果说剑灵以前还喜欢对李玄风评头论足，那么现在就不敢轻易开口了，因为经过一系列事情，他发现自己一直在低估李玄风，不管是悟性、根骨，还是李玄风的诡异手段，他都看不懂，甚至完全理解不了。李玄风在他眼中已经被一层完全看不透的迷雾笼罩。此番拿出25瓶百花琼露的手笔，更是让他大吃一惊，心绪难宁。师兄，这……魏青岩同样被镇住了。这些百花琼露完全够他畅通无阻地修炼到灵窍境9重巅峰，并且还是以最快的速度。他以前就听剑灵姐姐提起过这种东西，为了这种顶级资源，很多修士都可以一再突破底线，舍弃尊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夺。现在李玄风就这么送给他了，之前的话难道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李玄风淡淡道。魏青岩伸手一招，真气拖着25瓶百花琼露飞进储物界中。由于经系统返还过的东西在赠与绑定目标无法获得返还，所以系统提示音并未响起。看到魏青岩收下百花琼露，李玄风这才满意的勾起笑容。然而下一刻，魏青岩突然猛地朝他扑来，撞进他怀里，软香入怀，淡淡的幽香萦绕鼻尖。魏青岩竟是扑进他怀中，紧紧抱住了他。这一幕完全出乎李玄风的预料，他一直在关注自己的收获，体验收获的快乐，没去感受魏青岩内心的变化，所以完全没料到他会突然做出这种举动。怎么了？李玄风习惯性的摸了摸他的脑袋。师兄对我太好了，我……魏青岩把头埋在李玄风胸膛，声音有些哽咽。小时候因为至尊剑体自毁，经脉受损，魏青岩无法修炼，在家族中遭受过不少白眼，但他的父母对他很好，让他感受过温暖。可随着家族被灭，那些美好都永远离他而去。幸得一柄残剑，在剑灵的帮助下，他历经艰险，踏过诸多难关，成功走上修行之路，后来又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跋山涉水来到百剑山，期间受了多少苦，多少次险象环生，只有他自己知道。本以为这一生再也遇不到像父母一样对他好的人，没想到遇到了李玄风。李玄风不求回报地赠送他资源，一次次激起他内心的涟漪。虽然李玄风说只是为了投资他，但魏青岩依旧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其实在他看来，哪有这么投资的？真正的投资都是以小博大，以小付出博取大收获，种下芝麻希望收获西瓜。像李玄风这么大方的，魏青岩听都没听说过，所以他又怎能不感动？再坚强的女人，内心也有想被关注、想被照顾的柔弱一面。谢谢师兄。紧紧抱着李玄风，魏青岩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他突然踮起脚，在李玄风的脸上亲了一口，又迅速退到远处。那张清秀绝伦、倾国倾城的脸蛋已是飞满红霞。从未有过任何感情经历的魏青岩能做出如此举动，已是莫大的勇气。完了。残剑中目睹这一切的剑灵无奈无额，
他知道李玄风已经在魏青岩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就看什么时候被彻底填满了。现在他提醒也没什么用，而且经过这些事，他也不可能再去提醒，再去干扰。他曾见过父子为了资源兵刃相见，兄弟为了资源反目成仇，能像李玄风这样对魏青岩好的，这世界上不可能再找出第二个。别说魏青岩，就算是幻剑灵来，面对各种所需的资源砸下，他也顶不住啊。李玄风摸了摸脸颊，那种触感让人留恋。再看看退到远处的魏青岩，脸色红得发烫。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李玄风心道：是师兄。见李玄风看过来，魏青岩只觉得耳根发烫，玉手缠绕，眼神飘忽，害羞的不敢与之对视。是师兄，接下来我们还要寻找九星剑草吗？过了一会儿，魏青岩总算恢复了一些状态，脸上红霞稍退。不过想起刚刚自己一时激动鼓起勇气做的事，还是感到有些害羞。之前管事面对死亡威胁，再加上李玄风时刻关注他的神情变化，所以管事说的话几乎没有掺假。也就是说，大阵确实存在，正在突破的元宵也存在，那是随时有可能会突破到宁丹境的强者。不管是魏青岩还是李玄风，都不可能是对手。继续寻找九星剑草的话，危险极大，所以魏青岩才有此疑问。九星剑草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却又完全不值。九星剑草当然要找，但不用着急，我们先往大阵所在的地方靠近一点，然后隐藏起来等待机会，顺便提升实力。李玄风从那一吻中回过神来，笑着说道：好。魏青岩点点头，他听李玄风的安排，两人跨上坐骑，一路向西，走了大概2里路后，在一处山坳停下。李玄风让魏青岩拿出迷踪阵盘，自己也拿出玄影阵盘。所谓阵盘就是浓缩版阵法，只要投入足够的灵石，就能将其激活使用。恰好现在的李玄风灵石多的是，迷踪阵盘被激活，无形的能量照将此地掩盖，掩去了李玄风和魏青岩以及2只坐骑的身影，但周遭环境却没有丝毫变化，迷踪阵就如同与环境相融的幻境。随后玄影阵盘飞出，将迷踪阵法笼罩。2种阵法都不主攻击，而主迷惑和防御，双重阵法加持，不是阵法造诣极深的大师绝对不可能发现半点端倪。就算李玄风和魏青岩在阵法内搞得天昏地暗，外界也觉察不到异常。当然，作为阵法操控者，2人却能在阵法内观察外界的变化。接下来尽快提升实力吧，几天内机会或许就会出现。李玄风说道。他所谓的机会和他绑定的第2个天命之女徐妙珍有关。大荒战体加深，林海境9重巅峰的修为，族妹疑似被元宵当作血石吸收炼化，袁婷又用似是而非的消息将他骗走，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徐妙珍大概率会杀回来，他也拥有杀回来的实力。李玄风实力提升虽快，但现在还远不可能和林海境9重的修士交锋，所以需要徐妙珍的力量。若徐妙珍没有杀回，那再另想办法。习惯性的看了看自己的命格之光，依旧是混沌色，李玄风这才放心。你就在迷踪阵里修炼，我留在迷踪阵和玄影阵的交界处修炼。李玄风安排道。魏青岩听话照做。对了，我这里有一门特殊的武技，修炼之余你可抽空看看，如果满足条件，以后也可修炼。李玄风掏出99归一剑，很随意地塞到魏青岩手中，让他练，不知何时才能入门。不如给修炼悟性高的魏青岩，只要魏青岩研究学习这门武技，系统返还后，李玄风分分钟就能学会。这是地级下品。魏青岩一呆，这种品阶的武技，就算他知道怎么修炼，也完全没法施展出来，因为他现在的境界太低了。快速将这门武技通读一遍，魏青岩发现自己确实修炼不了，因为修炼这门武技需要足够多的长剑。叮，魏青岩通读一遍99归一剑，以了解此门武技的基本修炼方法，50倍返还。你将此门武技背得滚瓜烂熟，稍加练习几次即可直接入门。系统提示音响起，99归一剑是系统返还的物品，所以送给魏青岩李玄风不会得到返还，但魏青岩只要在这门武技上获得经验和感悟，依旧会返还给李玄风。常见的事你不用担心，以后我会给你想办法，在修炼其他武技的同时，若有闲余，提前研究一下此门武技也无妨。李玄风看着魏青岩，一副你尽管放心研究，常见有我帮你想办法的模样。魏青岩定定地看了李玄风一眼，然后才点了点头，进入迷踪阵。这99归一剑敢称同阶第一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惜修炼的门槛太高。刚进入迷踪阵，剑灵的声音就在魏青岩脑海中响起。剑多识广的剑灵对这门武技的评价很高，仅仅是入门就需要同时熟练的操控9柄长剑，圆满更是需要同时操控99柄长剑。若能练到圆满，其威力甚至可以
超越一些地级中品武技。剑灵感叹，魏青岩现在境界不够，长剑也只有2把，是无法修炼这门武技的。你接下来的任务还是以吸收百花琼露提升境界为主，期间再拿出部分时间修炼滴水穿空剑、庚金九剑以及九杀剑术。而这门九九归一剑，就按你师兄说的那样，可抽时间仔细学习研读。等将来修炼这门武技的条件满足了，你说不定能直接入门，直达小成。常见的事，你师兄已经答应了，给你想办法，你就安心修炼吧。剑灵说道。说到此处，他都有些羡慕魏青岩能拥有这么好的师兄。唉，师兄对我太好了，这样下去我一辈子都回报不完了。魏青岩看着手中卷轴，叹了一口气，回报不了就以身相许啊。剑灵有些戏谑的声音响起，其实我就是这样想的。魏青岩脸色微红的点点头，这一反应倒是给剑灵整不会了。等我亲手为父母报完仇后，余生我就留在师兄身边，侍奉左右。魏青岩收起卷轴，轻声道。残剑内，剑灵张了张嘴，却也没再说什么。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也觉得这么好的师兄不能错过。如果他站在魏青岩的位置，想法肯定也差不多吧。抛去杂念，开始修炼吧。魏青岩取出百花琼露，正式投入修炼中。剑灵虽无法给他提供修行资源，但理论指导却是没有丝毫问题。另一边，九柄长剑静静悬浮在李玄风身旁，以灵气给长剑注入力量，再附上神识精准控制长剑方向。当能同时熟练地控制九柄长剑，并结成剑阵时，便是九九归一剑入门之时。李玄风心中默默念道：此门武技他已记得滚瓜烂熟，想要入门只需多练习几次。九九归一剑威力强绝，入门需同时操控9柄长剑，小成需同时操控36柄长剑，大成81柄，圆满99柄。开始吧。9柄长剑在李玄风的操控下沿着特殊轨迹飞舞。随着时间流逝，很快夜晚来临，9柄长剑环绕李玄风，以各种难以预测的轨迹飞行，隐隐间结成了某种剑阵。磅礴的灵力微微荡漾，蓄势待发，似乎只要李玄风一个念头，9柄长剑就能呼啸而出，摧城开山城了。李玄风脸上露出笑意，经过一番练习，他的九九归一剑终于成功入门。定，魏青岩修为提升，突破到灵窍境4重，50倍返还，你突破到气玄境8重。系统提示音响起，丹田中连续凝聚2道气玄，李玄风连破2境。李玄风多种武技真至圆满，甚至还有比肩创始者的，并且刚刚九九归一剑还成功入门。身法方面也有徐妙真返还的万境迷踪，此刻境界又突破到气玄境8重，战斗经验也不差。李玄风的综合实力称一句气玄境无敌也不夸张，即便是普通的灵海境修士，若面对施展九九归一剑的李玄风，也只有被秒杀的份。还是开挂好啊！感受着体内充裕的灵力，李玄风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感慨。他知道这只是开始，他给了魏青岩25瓶百花琼露，他的修为会继续快速提升。加上系统返还，李玄风觉得2-3天内突破到灵海境应该没什么问题。与此同时，巡山城百事屋，意外果然还是发生了。袁婷端坐在椅子上，食指叩击扶手。他等了1天，不见管事归来，将灵窍境的修士骗到山里打伤，封住经脉，送到大镇给元宵当血食。这种事管事已经办过很多次，从未出过意外，但这一次终究还是出了。一切问题应该都是出在那只神形黑菌身上。大哥突破到凝丹境也就在这2-3天的内，不能让2人跑了。袁婷默默思量着。血八、血九，袁婷的声音在灵力的控制下，以实质性可见的波纹荡过整个百事屋。在2道身影如鬼魅般，不知从何处闪来，出现在袁婷面前。你们去一趟蛇崖山脉，务必找到那2个百剑山弟子，这次别再让他们逃了。袁婷双目幽深，管事如此长时间未归，基本可以断定出事。现在还能不能找到李玄风和魏青岩，他也不敢确定，但不派人去看一看，他终归不安。是。血八和血九恭敬垂首，身影又如鬼魅般消失。血八和血九都是灵海境一众，即便那神形黑菌再快，也快不过灵海境。这一次应该不会再有意外了吧？袁婷看着2人消失的地方，双目悠悠。咻咻，夜幕下，2道身影御空飞行，朝远处的山脉而去。气玄境的修士可以御气飞行，而不借助外物凌空飞渡，则是灵海境的标志。2道身影正是袁婷派出的血八和血九。管事的平时干事挺靠谱，没想到这次却出了意外。哼，这件事其实很好理解，那家伙多半是看上了神形黑菌，下手时收力了，导致意外发生。神形黑菌攻击一般，
速度却极快，也不知逃到了何地。我们怕是不好找啊。管事放跑了他们，没胆子回去复命，说不定现在还在追击神行黑俊。算了，猜这么多也没用。到了蛇牙山脉自能看出一些端倪。血八和血九一边飞行，一边传音交流。两人都是袁庭忠实的下属，他们天赋一般，本来一生无望踏入灵海境，但袁庭赐予了他们特殊丹药，强行将他们的修为提升到灵海境一重。所以两人办事尽心尽力，对袁庭也是忠心耿耿。百事屋的很多情报都是他们收集而来。一炷香后，两道身影压低身形，飞进山脉，放缓速度，四处观察。作为灵海境修士，夜幕并不影响他们事务，何况他们还有神识，高木林立，兽吼虫鸣。一番观察，两人并未发现有何特殊之处，直到血八看到前方某片树林被摧毁形成的一个宽阔之地，此地中间有一个凹陷的大坑，像是被强大的力量硬生生炸出来的。这里发生过战斗，附近没遭到什么大的破坏，应该是单方面的碾压。血八和血九落地，简单分析，如果是势均力敌，战斗造成的破坏最为惊人，因为彼此尽力对抗不敢收手，逸散的余波最多。只有一面倒的碾压性战斗造成的破坏才会很少，因为弱的一方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就会被强的一方秒杀，甚至有时候差距过大，一方秒掉另一方，对周遭环境都不会造成任何破坏。咦，那里好像有具尸体。随着血八一声轻疑，两人很快便闪至尸体前。尸体死状很凄惨，胸口凹陷，浑身像被某种妖兽的蹄子踹得血肉模糊。这是管事，怎么死了？还死得这么惨？两人皱起眉头。他胸口正中的这一击太致命了，不过看样子他最终却是死于某种妖兽蹄子的践踏之下。血八分析道，是神行黑俊。血九认得出来伤口，怎么回事？以那只神行黑俊的实力，你说从他从管事手中逃掉，我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但若说他杀了管事，根本不可能。主要是他胸口承受的这一脚让管事重伤，神行黑俊不过是补刀。那两个百剑山弟子，一个灵窍境1重，一个灵窍境9重，不具备这种力量，直接排除，应该是有其他修士卷进来了。就伤口而言，出手之人恐怕也就气玄境6、7重的样子，不足为惧。当务之急是尽快将那两个百剑山弟子找到。两人快速分析，最终得出一个大致结论，那就是有另外的修士卷入这件事中，一招把管事打成重伤，救下了李玄风和魏青年，随后又由神行黑俊将重伤的管事踢死。而那个未知的修士境界大概是气玄境6、7重的样子。接下来看你的了。血九看向血八说道，血八在追踪方面有一些心得，也许能追踪到神行黑俊的去向。若是实力强大可凌空飞行的修士，杀了管事后飞遁而去，血八或许追踪不了，但只要是在大地上行走，就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跟我走吧。血八点点头，通过细细观察周遭痕迹，一路向西，沿着李玄风和魏青言离去的方向追踪而去。不久后，两人沿着痕迹追踪到李玄风布置阵法的地方。痕迹就在这个地方消失了。什么情况？血八皱了皱眉。是阵法，他们就隐藏在这个地方。血九放出神识，感觉前方的景色有点违和，神识好像触碰到无形屏障，无法冲破。他很熟悉这种感觉，这是某种阵法之力。果然是阵法，这阵法多半只是3阶。血八也露出笑容，他们不是阵法师，对阵法理解很低，能被他们发现的阵法等级必然不高。好，真是好胆，原以为他们已经逃之夭夭了，没想到居然敢在这里布置阵法逗留。这下好办了，将两个灵窍境的打伤封印，其他人就地格杀。血九笑道，原以为李玄风和魏青言已经借助神行黑俊远离这里，他们想要追上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但现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居然在这么近的地方就发现了藏身之地。不得不说他们胆子够大，毕竟血八和血九都知道这里距离元宵闭关的大阵并不远。走吧，破阵。两人手中各自出现一柄长剑，灵海境1重的气息席卷而出。3阶阵法而已，以他们灵海境的实力可强行破之，就是不知道这阵法能抗住他们几剑。嗡！可就在这时，周遭灵气微微震动，一道无形的能量罩宛如大碗倒扣而下，将血八和血九笼罩其中。你们要破什么阵？一道声音从左前方的黑暗中响起。李玄风慢悠悠踏步而出，作为玄隐阵法的掌控者，他可以观察阵法外界一定范围内的情况。在血八和血九还没发现他时，他就已经发现对方了，所以他将玄隐阵收起，露出3阶阵法迷踪阵，故意让两人发现，等两人进入阵法范围，再将玄隐阵启动。目的很简单，先看这两人什么境界。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用阵法困住，然后带着魏青言走为上计。刚刚两人林海境一众的气息展露，李玄风觉得也不过如此。两人气息虚浮，多半是透支潜力，靠外物强行提上去的。而且他也提前看了自己的命格颜色，依旧是混沌色彩，说明这两人完全不可能威胁到他，连让他受伤都做不到。是你？血八和血九看着李玄风，他们当然认识李玄风，两人进百世屋时，他们就潜藏在楼中的阴影里。灵窍境9重巅峰的百剑山弟子而已，一根指头就能按死。重伤管事的人呢？让他出来领死吧。血八淡淡道。还是你们上来领死吧。李玄风手握清风剑，浑身灵力震荡。呵呵，要不因为你是血石，老子一剑斩了你。血九冷笑一声。不过既然你忙着送死，那就先断你一条腿吧。血九随意持剑对着李玄风一划，灵气匹练飞射而出。断一条腿并不会伤及血石的根本。咻！然而下一刻，惊人的剑气从清风剑中呼啸而出，撕裂大地，将血九斩来的灵气匹练撞击成粉碎。随后威势不减，径直对着血九斩去。真至圆满的人级极品武技庚金9剑，9次蓄力，威势无双。小心！血八眼见这一幕，神色一惊。然而剑气速度实在太快，没有极强的身法根本不可能躲开。在李玄风出剑的那一刻，气息震动，两人也知道了李玄风的境界，气玄境8重。林海境修士可以碾压气玄境修士，可前提是在正常情况下。李玄风明显不正常，那可怕的剑气，看其威势就不亚于他们的全力一击。血九脸色大变，剑盾，仓促间灵力汹涌，挥剑抵挡，无数灵力构成的小剑在他面前汇聚成一面灵力之盾。唰！然而李玄风的剑气仿佛拥有切割万物的力量，携带不可抵挡之势，直接将剑盾斩碎，然后又将血九整个人一分为二。怎？临终时，血九连一句话都没能说完。他的剑盾乃是人级极品武技，已经被他练到接近大成的地步，却完全抵挡不了李玄风的攻击。这到底是什么武技？血九注定不可能得到答案了，尸体砰的一声倒地。林海境，就这？李玄风看了一眼血九的尸体，又看向惊骇欲绝的血八。血八神色惊恐，此刻他终于明白，重伤管事的根本不是其他人，而是眼前的李玄风。可是当初百世屋通过阵法查探过，李玄风不是只有灵窍境9重巅峰吗？怎么突然就变成气玄境8重了？这其中相差了8个境界，并且还有一个是大境界壁垒。要说李玄风是突破的，血八肯定不信，因为这才过去2天时间，他从灵窍境9重巅峰突破到气玄境8重，可是用了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虽说主要原因是他天赋差，可就算天赋好，也不可能快到这个地步吧？2天堪比他20-30年，开什么玩笑？至少在血八的认知中，还没有这么恐怖的天才，或者说他没见识过这种天才。他觉得李玄风肯定是有某种掩盖真实境界的秘法，这个秘法瞒过了百世屋内阵法的查探。我原以为林海境修士多少能和我过几招，没想到这么不堪一击。李玄风提着清风剑朝血八靠近。你到底是谁？血八手持长剑，脚步后移。从刚刚李玄风那一招，他就知道自己不是李玄风的对手。这个世界存在一些能够越阶战斗的天才，明显李玄风就是其一。他和血九不过是透支潜力，服用特殊丹药强行提升到灵海境而已，实力在灵海境中是垫底的存在。欺负普通气玄境还好，他们可以轻易碾压，可欺负真正的气玄境天骄，他们没那个本事。换句不好听的话，他们这种修士就是专门拿来做天骄踏脚石的。我就是你们口中的血石啊！李玄风一步步靠近，发现血八完全没有斗志后，他也没了兴致。死吧！地级武技万境迷踪施展，李玄风的身影消失在原地。血八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看到了自己的无头尸体，随后意识快速消散流逝，一切陷入寂静。这次百世屋可能惹到什么不该惹的人了。这是意识消失前血八最后的念头。又到了搜刮战利品的环节，李玄风收起长剑。搜刮战利品是他比较喜欢干的事，就算不满意也可以拿卫青岩刷一次。怎么会有这么穷的林海境？反复搜索后，李玄风有些吃惊，因为在血八血九身上，他只找到了3样东西：储物剑、灵石、长剑。当然其余还有衣服之类的杂物，李玄风不感兴趣。2个人加起来还没有管事富有。李玄风无奈，不过好在灵石也有一些，2人的长剑都是3阶上品灵气，换算下来也有些价值。其实血八和血九并不是没有管事富有，而是2人一有资源就消耗使用掉了。他俩被强行提升到灵海境，潜力已尽，可内心多少是有些不甘的。
哪怕能提升的希望渺茫，他们也都要用在自己身上试一试。结果就是一有资源就用掉，没有什么剩余。罢了，开刷。李玄风拿着战利品走进迷踪阵，在血八血9被笼罩进阵法时，魏青岩就暂停了修炼。李玄风秒杀2个灵海境的事，他已知晓。那惊人的实力让魏青岩陷入迷茫，他这师兄到底什么情况？每当自己突破，感觉终于和他拉近了一点距离时，结果发现差距反而越来越大。现在都能秒杀灵海境1众的修士了，就连剑灵也沉默了。昨天早上他才对魏青岩说气玄境6重应该就是李玄风的全部实力，没想到转眼就变成了气玄境8重。他到底隐藏了多少力量？隐藏这么多力量的意义又在哪？而且每次的战利品都大方的送给魏青岩，他是真的拥有用不完的资源，对这些收获完全不屑一顾吗？你看，他又拿着战利品来了。用脚趾头想，剑灵都知道李玄风又要送给魏青岩，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神人啊？剑灵想不通，给李玄风懒得说太多，直接将资源全部递给魏青岩。师兄，你能不能慢一点？魏青岩感觉有些不真实，他的实力提升速度远远比不上李玄风给他资源的速度。不过他还是将东西接过，他知道自己要是不接，师兄肯定会不高兴。叮，魏青岩获得2枚实力方储物戒，100倍返还，你获得200枚实力方储物戒。看着系统空间中静静悬浮的200枚储物戒，李玄风差点以为自己变成了储物戒批发商。他不缺储物戒，但留着也好，不占多少空间，以后有机会也可将系统返还的用不上的资源找地方置换。叮，魏青岩获得30颗中品灵石，430颗下品灵石，100倍返还，你获得3000颗中品灵石，43000颗下品灵石。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李玄风的灵石小山堆得更高了。叮，魏青岩获得3阶上品灵气黑血剑，100倍返还，你获得4阶上品灵气碧水剑。4阶灵气可供任何一个气海境修士使用，甚至一些凝丹境修士使用的也不过是4阶上品灵气，这是我目前拥有的最强灵气了。李玄风心道。叮，魏青岩获得3阶上品长剑，100倍返还，你获得100柄3阶上品长剑。这次是数量返还，正好可以将之前的100柄3阶中品长剑给魏青岩练习99归一剑。李玄风想到，本来这次战利品很一般，但系统100倍返还，算下来李玄风依旧是大赚，永远不亏。我看你修为也突破了，可能要不了多久也能尝试修炼99归一剑。之前说长剑的事我会给你想办法，其实不用想，我一直都有，干脆现在就给你好了。李玄风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之前系统返还的100柄3阶中品长剑。看着面前密密麻麻悬浮的长剑，魏青岩整个人都麻了。他感觉师兄不是人，而是修行资源制造机。如果靠他自己获得1柄3阶中品灵气，都要付出不少代价，而且还没那么轻易得到。李玄风随随便便就掏出100柄，这种手笔直接震惊魏青岩一整年。残剑中的剑灵神情也显得呆滞。李玄风是灵气批发商吗？哪来的那么多3阶中品长剑？很多灵窍境修士的全部身价可能也就值1柄3阶中品长剑，对于气玄境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资产，他却一下掏出来100柄，这剑灵有些神志不清。李玄风一次又一次的操作，直接刷新了他的认知。这家伙该不会是某个超级势力的少主，卷了自家宝库，隐藏身份跑出来专门败家的吧？剑灵实在想不通李玄风的来历，只能各种脑补。好了，就不打扰你修炼了。李玄风摆摆手走出迷踪阵。魏青岩站在原地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剑灵姐姐，继续助我修炼吧，我一刻也不能松懈，我要努力再努力，尽可能的缩小和师兄之间的差距，哪怕一点点。收起李玄风送的100柄3阶中品长剑，魏青岩又投入了修炼。剑灵自有一套理论，可提升魏青岩对百花琼露的吸收速度，那就是先吸收炼化百花琼露，吸收到某个临界值后停下，开始练习各种武技，压榨体内力量。当力量被榨干，身体对百花琼露会更加渴求，吸收效率会大大提升。魏青岩的至尊剑体虽未觉醒，但毕竟有那个底子在，所以可以使用这个方法，而且不会留下隐患。剑灵的这个修炼方法确实效果显著，再加上魏青岩打定主意，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把自己变成一个无情的修炼机器，他的实力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精进。叮，魏青岩练习10遍游龙身法，新增诸多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叮，魏青岩练习10遍滴水穿空剑，新增诸多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叮，魏青岩练习10遍庚金九剑，新增诸多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
每隔一段时间，系统提示音就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即便他的游龙身法、滴水穿空剑等武技早已臻至圆满，甚至比肩创始者的地步，但依旧收获大量经验。这样下去，我感觉我能将这些武技进行一些改良了。李玄风心道。所谓推陈出新，举一反三。当李玄风对一门武技的经验和感悟一直提升，臻至圆满，比肩创始者，甚至超越创始者，那便意味着他对这门武技有了不同于创始者的全新理解，可以发现缺点进行改良，就连创造出一门新的武技也不是不可能。丁，魏青岩修为提升，突破到灵窍境5重，50倍返还，你突破到气玄境9重巅峰。深夜，努力修炼的魏青岩在顶级资源百花琼露的帮助下再次破境，李玄风获得返还，修为同样剧增，雄浑的灵力在经脉中奔腾，9道高密度气旋将丹田填满。李玄风距离灵海境只有1步之遥，如果不是隔着大境界壁垒，我可能已经突破了。气玄境的修士，丹田中是高密度气旋，想要突破到灵海境，那就需要将9道气旋强行压缩。当压缩到极致后，灵气就会发生质变，化为灵液，灵液在丹田中汇聚，宛如一片海洋，所以称为灵海境。突破到此境界，意味着灵力的一次质变，丹田中浩瀚的灵液足以支撑修士御空飞行。压缩气旋，使之质变化为灵液，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听说无数修士被这一关彻底拦住，终身不得寸进。不过，只要魏青岩破境后再来一次50倍返还，我正式突破到灵海境没什么问题。李玄风心中想到。按照魏青岩这股劲修炼下去，天亮之前再破一境也不是不可能，毕竟百花琼露乃是适合灵窍境修行的顶级资源，就算天赋差的修士吸收都能快速破境，更别提魏青岩了。又出意外了。百事屋内，袁婷脸色阴沉，此时已接近卯时，天快亮了，就算神行黑郡速度快，也绝对快不过灵海境的修士。血八血九在追踪方面有些本事，所以袁婷才派他们前去。可是现在两人一点消息都没有，或许是没能追踪到神行黑郡，但袁婷觉得更大的概率是出意外了。那2个百剑山弟子到底怎么回事？莫非是某个大家族子弟，背后有护道者不成？范阶怎么搞的，把这种弟子给招来了？袁婷神色阴晴不定。罢了，按照约定，乌木也该到了，我也可以离开此地了。袁婷留在百事屋只为了一件事，就是按照约定等一个人。这个人名叫乌木，和百剑山外门长老范阶一样，都是他的合作对象。乌木会专门帮忙抓年轻的灵窍境修士，然后送过来。只要乌木一到，便意味着最后一批血石到了。他会亲自将这最后一批血石送往蛇崖山脉的大阵中，供大哥元宵突破。袁婷心中一直提防着那天那个英气十足的女子，觉得她随时会返回来。女子看起来很年轻，拥有灵海境9重巅峰的修为，让袁婷感到威胁。毫无疑问，此女是个天才。按她当天进百事屋要购买消息时的描述，袁婷知道此人的族妹肯定是被当成血石让大哥给炼化了，所以她给出半真半假的消息，把徐妙真给骗去了其他地方。当初走上这条路的时候，袁婷就知道必然会得罪很多人，所以行事都是在暗中，丝毫不敢高调。寻找的血石要么是没有背景的散修，要么就是那些在宗门没有背景的普通弟子，就算失踪了也无人在意。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次就出现了2个意外。第一个意外就是那2个百剑山弟子，他和范阶合作时间不短，以往被范阶用任务骗来的百剑山弟子都没什么背景，失踪也就失踪了，死了也就死了。就算宗门要派人前来调查，范阶也会自告奋勇亲自调查，最后随便编个理由，说弟子死于妖兽之口，或者死于魔修之手，自己已经为他们报仇，这件事便尘埃落定，没人关注。可是这一次被范阶引来的百剑山弟子好像不同寻常，负责解决他们的管事出意外了，被他派去的血八血九多半也出意外了。再联想李玄风的神行黑郡，袁婷推断出2人必然有一定背景，不是来历普通的弟子。第2个意外则是那个英气十足、灵海境9重巅峰的女子。女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天赋不用多说，潜力肯定也大。只因炼化的血石中有一个是她的族妹，就招惹到这种人，只能说是运气不好。此女很可能会成为他们2兄弟的大敌，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元宵突破宁丹境，2人联手将其斩杀，然后毁尸灭迹，远走高飞，才能以绝后患。实力才是一切。等大哥突破，这2个难题都可以解决。袁婷握了握拳，按照2人的计划，等他大哥突破，他们就跑到很远的地方改头换面，如法炮制，让袁婷也吸收血石，突破到宁丹境。一想到自己突破的那一天，袁婷就有些激动。咚咚咚咚咚咚，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响起，打断了袁婷的幻想时间。进来。
袁婷眼神一眯，深夜来找他，并且还是约定的特殊敲门节奏，只能是那几个和他合作的人。吱嘎，木门自动打开，一个身穿宽松长袍、留着一撮雪白胡子的老者走了进来。范阶，袁婷有些意外，他本以为是押送最后一批血尸的乌木到了，没想到是百剑山外门长老范阶。范阶踏进百事屋，身后的门自动关上。你这个时候来这里做什么？袁婷看着他，出事了。范阶神色凝重，哼，是不是发现被你任务引来的2个弟子拥有你惹不起的背景？袁婷冷哼一声，范阶这次办事不力，让他有些恼火。啊，什么意思啊？范阶一愣，袁婷眉头一皱，范阶说的出事不是指这件事。当即他简单将李玄风和魏青年的事讲了一下，讲完之后发现范阶的脸色一阵变幻。不可能，百剑山外门弟子都没多大背景，有背景的都直接进内门了，背景不错的修士肯定拥有不错的修行资源，没有加入百剑山之前就有一定修为在身，那些家族会让优秀的后辈突破到气玄境后直接拜入百剑山内门，很少会让弟子拜入外门，从底层开始修行。就算有这种做法，也不会在外门停留很久，基本1-2年内就能突破境界，晋升内门。范阶也怕惹到不该惹的弟子，所以比较关注百剑山弟子的基本信息。在上一届百剑山弟子中，有身份背景的都已经成功晋升内门，留下的都是普通弟子，来历一般。这一届刚拜入百剑山外门的弟子，确实有4-5个拥有范阶惹不起的背景，但这4-5个弟子都还是淬体境。按照他的任务要求，淬体境接不了此次任务，所以接这个任务的应该都是灵窍境的老弟子。老弟子中还没有谁的身份背景能让范阶忌惮。可是普通弟子为什么有资格让神行黑俊当坐骑？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范阶说道，不管怎么说，出意外是事实，你说的出事又是什么？袁婷沉声道，我好像被执事盯上了。范阶满脸担忧，百剑山执事。袁婷脸色一变，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信号，他可以不怕一个普通的百剑山执事，可一旦执事参与到这件事中，事情迟早会败露他敢冒风险和范阶合作，坑害没有身份背景的普通弟子，但不代表他真的敢和百剑山作对啊。百剑山是大炎王朝内的顶尖宗门之一，是他惹不起的庞然大物，随便来一个内门长老就可以让他灰飞烟灭。该死，和你合作真是个错误。袁婷神色阴沉，他选择和范阶合作不过是偶然，对方信誓旦旦地表示会做得很好，不会被发现。3年失踪30个普通外门弟子，也就是1年失踪10个，不会引起多大注意。毕竟修士的世界危险重重，做任务死亡是很正常的事。当时袁婷也确实需要足够的血石，所以就答应了范阶。现在看来，那次答应合作是错误的。不过如今说什么都没用了，当务之急是解决眼下难题。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一起解决掉执事。袁婷猜出了范阶的想法。范阶点点头道，有执事出动，这件事基本不可能瞒得住，百剑山我是回不去了。若执事将情况上报百剑山，你我都难逃一死，只有杀了他才能拖延一些时间。范阶的想法就是直接杀了执事，然后离开大炎王朝。如今也确实只有杀掉执事这一条路了。袁婷点点头，他和他大哥本就四处流窜，在这个地方抓一些修士当作血石炼化变强后，就立刻远走到其他地方继续。所以这几天各种不妙的事接踵而来，他虽然恼火，但也没有惊慌。那2个百剑山弟子的意外是你搞出来的，到嘴的鸭子飞了，让人很不爽，你还是亲自去解决一下吧。袁婷深深地看了范阶一眼。好。范阶顿了顿，才点点头说道。袁婷在百事屋的隐秘角落放着晶石，晶石可以记录短暂的画面，所以范阶虽然没见过李玄风和魏青言，只要看过晶石就知道他们长什么样。范阶拥有灵海境6重的修为，听了袁婷的描述后，他觉得以自己的实力去解决李玄风和魏青言应该没什么意外。不过他还是多了个心眼，不会随便鲁莽前往，最好是先把执事解决了，再去管李玄风的事。定。魏青言练习庚金9剑，收获一些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许多经验和感悟。定。魏青言练习9杀剑术，收获一些经验和感悟，5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此门武技迈入大成境界。定。魏青言研读99归一剑，心有明悟，5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感悟，对此门武技理解更上一层楼。魏青言化作无情修炼机器，除了吸收炼化百花琼露，就是练习各种武技，丝毫不给自己休息时间。好在修士精气神饱满，连续数天劳累对身体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若是凡人之躯像他这么拼，迟早猝死。
再花点时间练习几遍，99归一剑，我就能达到小成境界。李玄风心中暗道。随着时间流逝，破晓时分，魏青岩成功踏入下一个境界。定，魏青岩修为提升，突破到灵窍境6重，50倍返还，你突破到灵海境。当系统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精纯而浩瀚的力量凭空降临。沉下心神内视丹田，即可看到一道道高密度灵力气旋，在此刻被一股可怕的无形力量压缩，气旋涌动，宛如天地间让人望而生畏的雷云风暴。气旋的密度越来越高，一滴滴灵液仿佛雨水从气旋中飘落，汇入丹田底部。无形的力量继续压缩，系统返还的精纯力量时时刻刻填补。不消片刻，李玄风的丹田中下起了暴雨。暴雨由精纯的灵力液体组成，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丹田中竟是积累起浩浩荡荡宛如海浪般的灵力之潮。气旋消失殆尽，肉体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冲刷洗礼，力量大增。至此，李玄风成功迈入灵海境，这才是真正的灵海境。感受体内磅礴而精纯的力量，李玄风心中感慨，他的气息雄浑无匹，根本不是血巴和血酒那种虚浮的气息可以相提并论的。心中一动，磅礴的灵力托起李玄风的身体，静静悬空。咻！李玄风直接在大阵中飞着转了几圈。离开百剑山之前，他只是灵窍境9重巅峰；离开百剑山3天后，他已是灵海境修士。如果没有系统，以他的天赋，想要达到如此境界，可能走完一生都不见得有希望。当然，作为他的经验宝宝，魏青岩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感受一会儿力量暴增的快乐后，李玄风开始练习99归一剑。魏青岩研读此门武技，给他提供了不少感悟，现在只需实操几遍就能达到小成境界。破晓时分，李玄风成功做到同时操控36柄长剑，99归一剑，踏入小成境界。时间无情流逝，魏青岩依旧沉浸在修行中。不过，即便他天赋高，又有百花穷路，也未能继续完成突破。毕竟时间太短，境界越往后，突破所需的能量越多，所以修士突破都是越来越慢。时至正午，系统提示音响起，但这次不是魏青岩带来的，而是徐妙真。定，徐妙真连续施展万境迷踪，收获诸多经验和全新感悟，10倍返还，你收获大量经验和感悟，此门武技接近小成。恍惚间，一幅幅勤恳练习身法的画面闪过，李玄风脑海中凭空多出不少感悟。之前我施展庚金9剑都有些勉强，2、3次就会抽干我的力量，更别提99归一剑和万境迷踪，施展一次都有些吃不消。现在我已突破到灵海境，力量雄浑，完全能连续施展，并且释放应有的威力。李玄风心中默默思量着，99归一剑和万境迷踪都是地级下品武技，而大部分灵海境的修士修炼的都不过是人级极品武技，李玄风的综合实力在同阶中绝对不算弱。像之前血巴血酒那种，他能一个打10个。普通的灵海境3重，他对上应该也没多大问题。可以去那所谓的大阵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李玄风心道，同时操控阵盘打开玄隐阵的一角。可是突然他心有所感，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命格之色，发现原本的混沌色彩居然在朝灰色转变，这是要倒霉的迹象。怎么回事？李玄风感觉不妙，重新关闭玄隐阵，正在朝灰色转变的命格之光又恢复了原本的混沌色彩。不能出阵。李玄风知道问题所在，他这次要是出阵可能会倒霉。关闭阵法，待在阵中就没有问题。看来得时刻注意了。李玄风微微皱眉，时常关注命格之色的变化，可以让他趋利避害。不久后，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定，徐妙真使用秘术敛息术，增长少许经验，10倍返还，你获得诸多经验，学会敛息术。一门全新的秘法涌入李玄风脑海，直接让他凭空学会一门秘术。敛息术顾名思义就是收敛气息的一种秘术，此秘术可自由控制气息，掩盖真实境界。对于李玄风而言，这一招可有可无，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过于低调，毕竟他实力提升实在太快。就算敌人知道他今天是灵海境，说不定过2天他就是宁丹境了。所以这门秘术可有可无。不过这门秘术也有一个好处，如果能熟练掌握，甚至可以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凡人，很适合刺客。他是在跟踪什么人吗？还是伪装气息在调查什么？李玄风陷入思索。通过系统返还，李玄风就能知道他绑定目标当前的状态。比如现在的徐妙真，肯定就是施展敛息术掩盖自己修为。至于他到底在干什么，李玄风就不得而知了。一炷香的时间过后，咻咻咻，3道身影低空飞行，从玄隐阵上空掠过。
其中一人李玄风很面熟，因为他在百剑山见过，那是百剑山的一名外门长老。他是谁？李玄风心中一动，有阵法做掩盖，对方没发现他，但他将3人的容貌都看得清清楚楚。百剑山外门长老就像李玄风穿越前的学校老师有很多，大部分老师他会觉得眼熟，但他不可能叫出所有老师的名字。这名百剑山长老正是如此，李玄风见过，但叫不出名字。莫非是范阶？李玄风猜测道，他觉得是范阶的概率很大，毕竟他和百世屋有合作，而袁庭的大哥就在蛇崖山脉中的大阵里闭关突破。范阶来这里的话也好解释。3人中，另外2人李玄风很陌生，其中一人用一条特制绳子绑住5个人，这5人陷入昏迷状态，被绳子捆着飞在半空。莫非是百世屋主人袁庭？那几人是血石？李玄风默默猜测，他终于知道为何刚刚打开阵法的举动会让命格之色转向灰色了。如果他出阵，多半会和这些人碰上。以他如今的实力，凶多吉少。3道身影从高空快速飞过，很快就落入远处的森林中。就在李玄风准备再次看看命格之色要不要跟上去时，却发现不远处有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朝这里走来。那是一个消瘦的中年男子，他行走无声，但每跨出一步都是20-30米。他从距离玄隐阵数十米的地方走过，没有发现异常，朝刚刚那3人所飞的方向而去。此人是谁？李玄风还在疑惑，突然远处的大树阴影下又出现一道身影。这道身影他就一点都不陌生了。来者是一名女子，一身白色衣衫，腰系红色锦带，眉目如画，英气十足，正是他绑定的第2个天命之女徐妙珍。原来如此，李玄风恍然，他终于知道徐妙珍为何使用敛息术了。这分明是在跟踪刚才那几个人啊！徐妙珍脚步轻起，没有释放气息波动，身影却如鬼魅般消失，再次出现已是在100米开外。定，徐妙珍施展万境迷踪，获得少许经验，10倍返还，你获得部分经验。就算没有系统提示音响起，李玄风也看得出徐妙珍施展的是万境迷踪。前行的徐妙珍突然停下脚步，朝李玄风所在的地方看来，他好看的眉头微蹙，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感知这么敏锐，李玄风知道徐妙珍已经发现了玄隐阵法，要么他神识强大，要么他在阵法上造诣不错。徐妙珍朝李玄风所在的方向深深看了一眼，并未继续停留，而是再次踏步悄无声息地远去。看来我所等的机会来了。李玄风露出笑意。轰！一盏茶的功夫，西方2公里处传出惊天响动。轰！轰！轰！接连响起巨大轰鸣，凌厉肆虐，很明显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并且战斗双方实力都颇为惊人。看来那就是大阵所在的位置了，不过比管事说的距离要远一点。李玄风眺望远方，打开阵法前去看看。李玄风心中冒出这个念头，然后打开玄隐阵，接着观察自己命格之光的变化。这一次依旧保持着混沌色彩，没有转向灰色。很好，李玄风露出笑意。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查看命格颜色是最好的，可以让李玄风做出准确选择，不让自身陷入危险境地。他现在已是灵海境修士，但面对灵海境9重，李玄风可不敢说能够胜过。不过既然命格颜色没有变化，就说明此行没有危险。发生什么事了，师兄？巨大的动静也惊动了正在修炼的魏青年，他从迷踪阵里走出。我们等的机会来了。李玄风看向魏青年，借助系统之力可以看到魏青年周身依旧笼罩着金色，而且这金色似乎比以前要浓郁那么一点。李玄风心中一动，这是否意味着魏青年这次会走大运？什么能称得上大运？多半也只有觉醒至尊剑梯了。走吧，让我们去看看到底有没有9星剑草。李玄风收起阵盘，去吧，这次机会不能错过，不管有没有，先去看一遭。到时候若真遇危险，我也能救你们一次。剑灵的声音在魏青年脑海中响起。从接任务开始，他们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9星剑草。即便前方动静很大，危险系数很高，他们也不会害怕退却。风险和机遇往往是并存的，而且有剑灵在，就是魏青年最大的底气。师兄，如果我遇到危险，你不用管我，其实我也有一些底牌在身的。魏青年说道。李玄风点点头，魏青年说的底牌应该就是戒指老爷爷之类的吧。2人朝着巨大动静传来的方向走去。定，徐妙珍施展武技枪火燎原，获得少许经验，10倍返还，你学会武技枪火燎原。半路上，系统提示音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让他又学会一门全新武技。很明显，徐妙珍刚刚就是在使用这门武技攻击。轰！又是一声巨响传来，可怕的力量朝4面8方席卷，宛如一场大风刮过，飞沙走石，
万木折腰。两人翻过一座山顶，终于看清前方景象。只见在群山环绕处有一块盆地，巨大透明的阵法能量屏障将整个盆地笼罩。半空中，一道惊艳的身姿凌空而立，一袭白衣，腰系红色锦带，银色长枪斜指地面，高高竖起的马尾在风中飘动，正是徐妙真。全是他，好飒！魏青言看着徐妙真，眼睛发亮，他认出了此人正是当时最后进百事屋的那名女子。在大阵的另一边，同样凌空悬浮着一道身影，那是李玄风之前看到的那名消瘦中年男子。男子穿着一身黑衣，手持一柄长剑。别白费力气了，这大阵你打不破的。大阵内，袁婷看着高空的徐妙真喊道。一个时辰前，乌木带着5名灵窍境修士抵达百事屋，袁婷要亲自护送这最后一批关键的血石，便带着乌木、范阶以及那5个灵窍境修士前往蛇牙山脉。只要这5个灵窍境修士被元宵吸收炼化，他就能突破到宁丹境。到时候，眼下的危险都不是危险了。不过袁婷万万没想到，有2个人暗中跟来，一个是他提防的徐妙真，另一个就是那个消瘦的黑衣中年男子。此人袁婷不认识，但范阶认识。此人正是百剑山的一名执事。执事的实力袁婷没有放在心上，但徐妙真的实力让他心惊。要不是他刚才反应快，肯定已经被徐妙真一击打伤了。但是跟着他一起的乌木就没那么幸运了，直接被徐妙真一枪秒杀。大阵内，范阶看着徐妙真，一阵后怕。他反应比乌木快一点，成功在阵法开启小缺口的瞬间钻了进来，不然他的下场就和乌木一样，当场横死了。嗡！恐怖的能量在银色长枪上凝聚。对于袁婷的话，徐妙真不做任何回答，他眼中尽是冰冷的杀意。他看到了大阵内那无数干尸和累累白骨，粗略一看便有上千具尸体。造成这一切的都是大阵最中心那道浑身被血气笼罩的人影。在大阵中心还有一座小型阵法，就如同李玄风用玄隐阵笼罩的迷踪阵一样。小型阵法上血气如蛛网一样弥漫延伸，血气的尽头连接的是一个又一个灵窍境的修士。刚刚被带来的5个灵窍境修士也在其中，他们陷入昏迷无法醒来，但脸上却露出极其痛苦的表情。他们的气血，他们的生命本源正在被强行抽离，化为别人变强的养料。邪魔外道，都该死！徐妙真冷喝一声，银色长枪上恐怖的能量终于凝聚完毕。他这一击能破掉外阵，快进来！小型阵法中，一道阴冷嘶哑的声音传出，同时阵法也开启一道小缺口。袁婷和范阶急忙钻了进去。徐妙真持枪朝阵法猛然投掷，嗡！长枪如流星划过，亦如陨石坠落，携带毁灭大地之势，轰然砸下。轰！长枪撞击透明能量罩，恐怖的能量自撞击点扩散而出，肉眼可见的实质性波纹朝四面八方冲击。一座座山头的巨石被震得滚落，无数树木直接折断。李玄风随手抛出玄隐阵，把他和魏青言以及2只坐骑笼罩在里面。咔嚓！长枪与阵法僵持，阵法并未支撑多久，便听咔嚓一声，裂缝遍布，下一刻直接碎成漫天碎片。大阵被徐妙真这一招以蛮力强行破碎。叮！徐妙真施展一次星陨流星枪，获得一些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学会此门武技。系统提示因适时响起，李玄风又一次白嫖一门新的武技。原来这一招叫星陨流星枪。李玄风心中默道，他亲眼见证了这门武技的强大。此招若是直接落到山头，可以轻松移平一座大山。那是9星剑草。随着大阵被破，魏青言的惊呼声控制不住的响起。听着耳边突然急促的呼吸，李玄风知道魏青言此刻心情定是异常激动。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在距离小型阵法不远处长着一株非常特殊的晶莹绿草。此草有半尺高，9片叶子形似长剑，正散发着莹莹绿光，释放淡淡剑气，非常显眼。正是9星剑草。很好，李玄风眼睛一亮。9星剑草没有被小型阵法笼罩，那就好办。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将它取来。李玄风说道。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他观看自己的命格颜色，依旧是混沌色彩。也就是说，去摘9星剑草对他而言，别说生命危险，连倒霉都不会沾上。不行！魏青言一把拉住李玄风，师兄，你为我做的太多了，此事风险太大，让我自己去吧，我也有底牌的。乖，听话。李玄风摸了摸他的头，然后掰开他的手，不由分说腾空而起，直接朝9星剑草飞去。他的一切行为都为了3个字：参与度。参与度越高，返还的倍数就越高。这关乎他的体质，再加上此举不会有危险，他自然要自行前去。师兄，看着李玄风飞出阵法的身影，
魏青言美目泛着泪光。剑灵姐姐，我宁愿不要九星剑草，不要至尊剑体觉醒，也绝不想师兄出现任何意外。魏青言眼帘微垂，2滴泪水落下，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很强的决心。放心吧，你这个师兄肯定有把握才敢这么做。就算真的发生意外，我会出手的，大不了再沉睡几十年。剑灵安慰道。这样的师兄谁能不爱呢？就算魏青言不开口，李玄风真遇到危险，剑灵也会主动出手。他承认一开始确实小看了李玄风，但是经历一系列事情，剑灵态度早已改变。咻！李玄风的身影划破长空，直接朝九星剑草飞驰而去。徐妙真目光一凝。其实李玄风和魏青言抵达山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不过他却没怎么在意。直到此刻，李玄风突然冲出，倒是让他惊了一下，这人胆子怎么这么大？而且这种举动也太心急了吧，就不怕袁婷等人从小型阵法杀出吗？徐妙真能感受到那小型阵法的强度绝对远超大型阵法，关键是此人居然是林海境。当时在百事屋，徐妙真觉察到屋内有阵法，所以放出神识扫了一下，自然看出李玄风只是灵窍境9重巅峰，怎么2-3天不见变成林海境了？是用某种手段隐藏实力了吗？此地危险，你不要靠近。徐妙真劝说道。然而李玄风不为所动。徐妙真眉头一皱，凌空跨出一步，也朝小型阵法靠近。此人真是胆大。远处的黑衣执事也是一惊，从李玄风的气息波动来看，不过是林海境1重。是你？阵法中袁婷和范阶都是一愣，随后眼中闪着浓浓的杀意。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居然瞒过了阵法查探，不是灵窍境9重，而是林海境。袁婷眼中杀意涌动。你不是百剑山弟子，你是谁？范阶也是神色危险地看着李玄风。百剑山哪里有气海境的外门弟子？百剑山弟子。听到这话的黑衣执事倒是一愣。咻！然而李玄风谁也没有理会，径直飞向九星剑草。袁婷很想冲出阵罚斩了李玄风，毕竟此人让他接连损失3个下属。可是当看到随后凌空踏步而来的徐妙真后，他又止住了冲动。长剑出现在手中，李玄风对着地面一削，将九星剑草连根不对，连着泥巴一锅端。原来是为了九星剑草。袁婷的脸色阴沉，九星剑草是一种珍贵的天才地宝，虽然对他来说并不是非要不可，但在他眼里，大阵内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他兄弟2人。李玄风这是在抢劫？无妨，我正值突破关头，要不了多久，这些人全都要死。被浓郁血气包裹的人影发出阴冷嘶哑的声音，此人正是袁婷的大哥袁潇。你们先为我护持阵法，别让那个女人影响到我。袁潇说道。明白了，大哥。袁潇点点头，然后招呼范阶以及原本就在阵法内的3个守卫一同维持阵法。徐妙真看了李玄风一眼，倒没有叫他把九星剑草留下。九星剑草确实稀缺难寻，但对他而言用处不大。况且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破阵，斩杀阵中几人，为族妹报仇。在那众多干尸中，徐妙真神识扫过，凭借一些装饰品已经认出了族妹的身份，这让他内心的怒火翻腾到极致，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什么天才地宝。轰！长枪在手，直接对着阵法砸下，能量疯狂肆虐，阵法却不动如山。我来助你！黑衣执事持剑飞来，惊人的剑气斩下，可那血气遍布的阵法依旧只是微微震动，毫无破损的迹象。他境界不如徐妙真，徐妙真都无法撼动的阵法，他又怎么可能撼动？两人连续出击，阵法依旧不为所动。别白费力气了，这一次你们是真的破不了阵法。袁婷冷笑道。看到阵法不动如山，他便心中大定。袁潇马上就要突破了，一旦凝丹，这些人全都要死。百剑山又如何？林海境9重巅峰的天才又如何？到时候统统杀掉，再远走高飞，到其他地方如法炮制。那个时候该突破凝丹境的就是他袁婷了。哼，孙执事，你就放弃吧，这阵法不是你一个林海境7重的修士可以破开的。范阶一边朝阵法输送力量，一边朝黑衣执事呵呵笑道。范阶，你枉为我百剑山长老，居然胆敢勾结邪修，坑害弟子性命。孙执事怒道。哼，那又如何？百剑山嫌我潜力已尽，不给我突破的资源，我只能找其他人合作。范阶冷笑道。你确实潜力已尽，给你再多资源都是浪费。孙执事喝道。谁说潜力已尽就不能突破？只要有足够的血石，炼制足够的血丹，依旧可以强行破境。范阶满脸冷笑。这就是你坑害弟子的理由吗？那你真该死。孙执事脸色阴沉。所谓的血石，所谓的血丹，就是强行掠夺其他修士的气血。
就如同这遍地的干尸和白骨。孙执事，这次死的不会是我，而是你们。范阶满脸讥讽之色，连阵法都破不开，等元宵突破后，在场还有谁是他对手？孙执事眉头大皱，无法破阵，确实是大问题。如果等元宵突破到宁丹境，他将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他不过是气海境7重，面对气海境9重的袁庭都不是对手，更别提宁丹境之所以敢留在此地，是因为见识了徐妙真的实力。破不了阵又如何？突破到宁丹境又如何？我就在此地等你们突破再战。徐妙真长枪一指，浑身气息疯狂席卷，眼中杀意凛然，丝毫不怕正在冲击宁丹境的元宵。狂妄的女人！袁庭冷笑一声，他承认徐妙真很强，同处一个境界，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此人是货真价实的天骄，说不定真有越阶战斗的实力。可那又如何？他的大哥在此蛰伏3年，一刻不停地吸收炼化血石，疯狂累积力量。所谓的不仅仅是突破到宁丹境1重那么简单，整整3年的积累足以让他连续破境。到时候即便是天骄也不可能抵挡。枪！银色长枪落地，徐妙真就站在原地等待元宵突破。他确实无法破开这座小型阵法，这阵法防御极强，并非元宵布置，而是出自某位阵法大师的手笔。元宵不过侥幸占据而已，只要他出了阵法，即便突破到宁丹境，徐妙真也有自信将他毙于长枪之下。孙执事立于原地不动，他刚刚亲眼见证徐妙真出手，知道他的实力如何。孙执事出自百剑山，见识过也接触过很多宁丹境强者，同时也见过能够越阶而战的超级天骄。经过比对，他就知道徐妙真拥有和宁丹境一战的实力，所以他也不急着离开。只要元宵突破后敢出阵，徐妙真至少也能拖住。而他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捉拿范阶。此人坑害百剑山弟子，应当带回百剑山审判，如果敢反抗，他也有权就地格杀。另一边，李玄风带着9星剑草返回山头，很顺利。李玄风朝魏青岩展示收获，通过观察自己的命格颜色采取行动确实很方便。他采摘9星剑草完全没遭到丝毫阻拦，过程顺利的不可思议。这个结果同样让魏青岩和剑灵大感惊奇，本以为多少会遭遇点阻拦，甚至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没曾想却顺利的如此梦幻。香气扑鼻，魏青岩又一次主动投入李玄风的怀抱，紧紧抱住了他。谢谢师兄。魏青岩踮起脚尖，在李玄风的脸颊上亲了一口。要如何唤醒你的体质？李玄风揉了揉他的脑袋，问道。9星剑草只是一个引子，只要将它的精纯部分提炼出来吞下，然后炼化到4肢百骸，就能将沉睡的体质唤醒。魏青岩说道。他的至尊剑体一直存在，只不过是剑体自会陷入沉睡，只需要一个合适的引子便能唤醒。到时候魏青岩会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实力也会迎来一次惊人的增长。那好，我来助你提炼。李玄风说道。魏青岩点点头，倒是没有拒绝。李玄风实力比他强，提炼精华的速度肯定比他要快。当两人提炼9星剑草精华时，阵法所在之地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浓郁的血气彻底将整个阵法覆盖。天地间灵力汹涌澎湃，呼啸着朝元宵汇聚而去。他要开始突破了。孙执事神色凝重，一股庞大的气息正在迅速攀升。天地间灵力狂涌，但凡有点修为在身，都能感受到漫天的灵力此刻正如同狂风一样呼啸。呼啸的灵力形成漩涡，漩涡的中心就是小型阵法。蛰伏3年，时刻不停地炼化血石，吸收1000多修士的气血和生命本源，元宵终于厚积薄发，朝宁丹境迈步而去。好恐怖的力量！他的宁丹动静为何如此惊人？莫非不只是突破到宁丹境1重？感受天地间如风暴狂涌的灵力，孙执事脸色一变。修行之道，正常而言，修士都是1重境界1重境界的突破。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某些修士天赋绝伦，底子雄厚，在资源足够的前提下，连破数个境界也并非不可能。还有些修士用漫长时间不断的积蓄力量，当力量积蓄到进无可进的临界点时，再全部释放，冲击大境界壁垒，从而连续突破2、3个境界。眼下元宵的突破就给孙执事一种不安的感觉。徐妙真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握住长枪的玉手也不由紧了一些。他身具大荒战体，是毫无争议的天骄，越阶战斗也是家常便饭。正常的灵海境9重修士面对宁丹境修士，必然会被绝对碾压，没有还手的可能。但徐妙真不是正常的灵海境9重修士，大荒战体加深的他不但可以还手，还能反过来占据上风。之前他就曾和一位宁丹境1重的强者交手，凭借强大的天赋底蕴，成功将其斩杀。跨越大境界壁垒，
实现逆法。可眼下看着汹涌澎湃的灵力，元宵恐怕不只是突破到凝丹境一重那么简单，关键这阵法也相当强悍，无法用蛮力攻破。要么现在退走，要么等元宵突破后主动出来一战。为了寻找族妹的下落，徐妙真跑了很多地方，最终在这里找到她的干尸。要徐妙真就此退去，不报此仇，她心难安。而且此时退走，元宵等人必然不会继续傻傻留在此地。天大地大，将来他又去哪里寻找这些敌人？凝丹境2重又如何？凝丹境3重又如何？我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徐妙真握紧长枪，神色坚定。山头玄隐阵内，在李玄风的帮助下，9星剑草的精华终于被提炼出来。那是一团翡翠般的液体，奇异的能量缓缓流淌，若有若无的剑意释放而出。师兄，我们先离开这里吧。魏青言感受到天地间汹涌的灵力，知道阵法中的人正在进行突破，一旦突破到凝丹境，所有人都将面临巨大危险。吾皇，你赶紧将其吸收炼化，我来为你护法。李玄风背负双手，淡淡的看着血气弥漫、灵力汹涌的盆地命格颜色，就是他行事的参考。他和魏青言都不会有危险，徐妙真同样不会有危险。倒是那孙执事，原本命格之色蓝中带黄，然而此刻逐渐朝灰色转变，说明此人接下来会倒霉，不过依旧没有性命危险。好，魏青言完全信任李玄风，既然他已做出决定，魏青言就不会反驳，按照他的话做就是。9星剑草的精华只是影子，不需要太久的时间就能将沉睡的至尊剑体唤醒，到时候他实力暴涨，再加上剑灵帮忙，面对凝丹境即便无法一战，带着师兄一起逃掉却是没有问题的。旋即他不再关注外界变化，就地盘坐下来，一口吸进精华，开始炼化。汹涌的灵力越来越庞大，阵法内的气息也越来越恐怖。不好，他这是要直接突破到凝丹境2重还是3重？孙执事脸色一阵变幻，这可怕的气息让他产生一种无力的窒息感，就如蝼蚁仰望巨人，深感自身渺小。现在才发现吗？袁婷嘴角掀起讥讽的冷笑，孙执事眼中闪过的恐惧让他心里畅快。走吧，此地不能再逗留，等他突破就晚了。孙执事神色极其凝重，偏头看了一眼徐妙真。如果只是凝丹境1重，他觉得徐妙真应该能应对，但凝丹境2、3重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凝丹境每相差1重，实力差距都会非常大。你先离开吧，对你来说确实太危险。徐妙真并未看孙执事，他神色不变，眼神坚定，注视着阵中汹涌的血气。你实力虽强，但面对凝丹境2、3重的修士，恐怕也……孙执事和徐妙真素不相识，只不过两人有共同的敌人，才暂时站在同一个阵营。我意已决，不必多言。徐妙真打断了孙执事的话。唉，孙执事叹了口气，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范阶。单打独斗，范阶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原本他很看好徐妙真的实力，觉得就算元宵突破，徐妙真也能拖住。自己看找机会，能不能在袁婷出手前拿下范阶？但现在看来是没有机会了。虽然捉拿范阶是他的责任，但也没必要把命丢在这里。你自己保重吧。孙执事朝徐妙真抱了抱拳，他佩服这个女子的勇气。孙执事，你这就害怕的要跑路了吗？阵法内传来范阶阴阳怪气的声音。哼，范阶你别得意，回到百剑山，我自会请金牌执事出手。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你也逃不过百剑山的追杀。孙执事冷哼一声，然后咻的一声破空而出。谁允许你走了？就在孙执事刚刚飞到半空时，阴冷嘶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与声音同时降临的还有一股极其庞大的气息。什么？孙执事大惊失色。庞大的凝丹境威压降临，周遭空气似乎都变得极度粘稠起来，让孙执事的飞行速度骤然下降。阵法打开，一道身影不急不缓地踏出。男人身材壮硕，宛如一座铁塔，黑色胡须垂至胸前，满头长发虚张，浑身上下散发着肉眼可见的血色气息。凝丹境的恐怖威压弥漫这片天空。此人正是元宵，他已经完成突破，达到凝丹境3重。孙执事面沉如水，作为百剑山执事，他见识过太多强者，可正是因为见过，才知道凝丹境3重意味着什么。这绝不是他能抗衡的力量，也绝不是徐妙真能抵挡的力量。一开始不走，现在又何必着急？留下来吧。元宵对着半空中仿佛陷入泥潭一样挪不动身子的孙执事一招手，轰！孙执事顿时感觉身上多了一座大山，身体朝地面轰然坠落，砸出一道深坑。百剑山的执事还是范阶，你自己解决吧。元宵淡淡的看了范阶一眼，范阶有些犹豫，他知道自己不是孙执事的对手。你们3个帮他。
元宵又看了3个守卫一眼，这3个守卫3年来一直帮他护持阵法，实力也不低，都是林海境3、4重，并非百世武管事说的林海境1重。3人联手加上范阶，对上孙执事肯定是占据上风了，斩杀他没什么问题。大哥，刚刚偷9星剑草的那小子也别放过了。袁廷在一旁说道。自己3个忠实的手下死于李玄风之手，袁廷一直记恨着，而且还在他眼皮底下抢走了9星剑草，他不可能放过李玄风。放心，他们一个都跑不了。元宵语气淡然，完全没将李玄风放在心上，唯有面前林海境9重巅峰的徐妙珍能让他提起一点兴趣。请大哥出手打破阵法。袁廷大喜道。元宵点点头，一步跨出，便是来到玄隐阵上空，伸手对着山头虚拍而下，一道灵力幻化的巨手凭空出现，落向玄隐阵。咻！可就在这时，一道携带漫天火焰的枪影袭来，直接将灵力大手击碎。是徐妙珍出手了，拿了东西就应该快点离开这里，何必逗留？徐妙珍的声音在玄隐阵内响起。再不走，我可没有多余的精力救你们。徐妙珍看了玄隐阵一眼，仿佛能看到里面的李玄风和魏青年。李玄风仰头看着这一幕，没有回答。他没想到徐妙珍居然会出手帮自己。也是了，如果他不会出手，我的命格颜色在之前就会转变成灰色。李玄风想到。定，徐妙珍施展武技枪火燎原，获得少许经验，10倍返还，你获得部分经验。系统提示音响起。既然还有闲心救别人，那就先把你解决了吧。元宵淡淡的看着徐妙珍，手中多了一柄血色长剑。下一刻，2人的身影同时消失。轰！天空传来巨响，恐怖的撞击直接将一片区域变成真空。徐妙珍和元宵开始交手了。轰！轰！轰！每一次交手都有大量灵力朝4面8方席卷。有趣有趣，林海境9重巅峰的修士居然能强到这个地步，那就更不能留你了。元宵的声音在高空传开，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女子真的能和自己直接抗衡，不过也仅此而已了。她是占据绝对上风的，而且她还在熟悉自己这股强大的力量，战斗的时间越久，对徐妙珍越不利，斩杀她只是时间问题。孙执事，你不是要抓我吗？来吧。另一边，范阶带着3名守卫和受伤的孙执事交手。孙执事在4人的围攻下节节败退，险象环生。看来还是得我亲自出手。袁廷看了看两方战场，又看了看山头的玄隐阵，咻！身影划破长空，飞到阵法前。该死的小子，你以为躲在阵法里就有用吗？袁廷手持一把阔刀，冷冷地看着玄隐阵。轰！阔刀积蓄力量，朝玄隐阵猛然斩下。大阵颤动，却无丝毫损坏的迹象。李玄风神情淡然地看着这一幕，命格之色预示着凶吉，混沌色彩不变，他就绝不会有危险。袁廷现在的实力确实在他之上，但不代表他能杀自己，也不代表他能伤到自己。我看你这阵法能撑住几时？阔刀携带强大的力量，一刀刀劈下，周遭树木被逸散的余波连根拔起，搅成粉碎。整个山头都在袁廷的连续劈砍下变得光秃秃。然而玄隐阵依旧坚挺，袁廷孜孜不倦，继续破阵。连续数十次攻击后，终于透明能量罩出现了一丝裂痕。哈哈哈哈！好好好，你这阵法终于快扛不住了。袁廷放声狂笑。轰！轰！天空传来阵阵轰鸣。徐妙珍和元宵交手激烈，逸散的余波都足以将任何一个气玄境修士爆成血雾。一般的林海境绝不敢靠近2人的战场。战场若是从空中转至地面，不知有多少山头会被夷为平地。从战况来看，徐妙珍处于下风，并且随着元宵对自身力量掌控的越来越熟悉，徐妙珍的劣势就愈发明显。本来宁丹境和气海境的差距就极为庞大，徐妙珍能越阶主要依靠大荒战体，他没被宁丹境3重的元宵斩杀，传出去都足以震动天下了。没想到我这一生还真能遇到你这样的绝世天骄，若不夭折，你将来的成就我或许无法想象。不过既已为敌，那你就必须死，你越妖孽就越该死。元宵的声音在高空回荡。徐妙珍的实力不是让他忌惮，而是让他感到惊悚，感到恐惧。现在就能和他打成这样，若是让他突破到宁丹境，自己岂不是会被轻松秒杀？一想到那幅画面，杀死徐妙珍的想法就愈发强烈。砰砰砰，长剑和长枪相击，澎湃的能量肆虐。徐妙珍开始节节败退，再这样下去，他恐怕真要受伤了。果然还是不够强吗？徐妙珍心有不甘，他自修行以来天赋卓绝，从未有过一败。
很多比他高一个境界、2个境界，甚至3个境界的敌人也被他毙于枪下。别人口中所谓的天才，与他同阶时也只有被秒杀的份。他深知自己的天赋，深知自身的强大，他也坚信自己会扶摇直上，一飞冲天，成为天地间真正的绝顶强者。可是现在，他将要面临第一次落败。尽管这个敌人比他高一个大境界和2个小境界，传出去足以震惊世人，但他不满意，他想要的是将元宵毙于长枪之下，为死去的族妹报仇。然而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没有突破到宁丹境之前，他并不具备斩杀宁丹境3重修士的实力。难道只能逃吗？应接元宵的一招剑气劈炼，徐妙真身影朝远处倒飞而去，目光一扫，他看到了浑身浴血，随时有可能被杀死的孙执事，也看到了被袁庭劈出裂痕的阵法。徐妙真心有不甘，却又感到无力。他打不过元宵，更救不了其他人，终究还是怪我不够强大。徐妙真咬紧牙关，紧握长枪，不能为族妹报仇，让他深感自责。嗡！然而就在这时，一股磅礴的气息冲天而起，仿佛有什么沉睡的东西正在一点点苏醒。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吸引，朝山头上玄隐阵所在的地方望去。那是元宵瞳孔一缩，只见一道可怕的剑意从山头上冲天而起，直贯云霄，仿佛有一位在此沉睡多年的剑道绝巅高手苏醒。这剑意并没有伤害，但却磅礴凌厉到让人望而生畏。这是体质觉醒吗？徐妙真想起了一些传说。玄隐阵内，魏青岩成功炼化9星剑草精华，唤醒了沉睡的至尊剑体。也就在剑体觉醒的那一刻，他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潜藏的力量尽数涌出，以极快的速度强化洗礼他的肉身。同时他的境界也在节节攀升，灵窍境7重，灵窍境8重，灵窍境9重，然后是气玄境1重，气玄境2重，气玄境3重，气玄境8重。修为一直攀升到气玄境8重才停了下来。一次觉醒直接让他脱胎换骨。作为天命之人，强大体质的可怕之处终于在此刻展现。成功了！感受自身脱胎换骨带来的巨大变化，魏青岩难掩激动。我终于可以缩小和师兄之间的差距了。魏青岩俏脸涨红。很好很好，以你现在的体质强度，可以承受我更多力量，带你和你师兄逃离这里完全没问题了。剑灵的声音在魏青岩脑海中响起，他也为魏青岩感到高兴。你师兄来历神秘，拥有至尊剑体后，你倒是可以追赶他的脚步了。剑灵欣慰道。嗡！然而就在他的话音刚刚落下，一股更加磅礴、更加浩瀚的气息冲天而起，直贯苍穹，撕裂云霄。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仿佛来自远古洪荒无尽混沌中的可怕气息。恍惚间，似有一柄原始古剑在世界诞生之前的无尽混沌中释放无边剑意。所有人，包括徐妙真和魏青岩，都有一种折服下跪顶礼膜拜的冲动。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魏青岩和剑灵都傻了，因为这可怕气息的来源正是李玄风。此刻的李玄风双眼紧闭，正在经历一场至高无上的洗礼。叮！魏青岩觉醒至尊剑体，100倍返还，你获得并觉醒混沌剑体。这是李玄风脑海中还在回荡的余音。系统判定他在魏青岩至尊剑体觉醒的事件中参与度达到了100%。在李玄风看来，系统对参与度的评价是有些溢价的，但这正合他意。能100倍返还，他也不希望是99倍。混沌剑体仿佛蕴含某种原始之力，对李玄风的身体进行快速升华洗礼。那种快速蜕变升华的过程，李玄风能清晰感知。和魏青岩一样，他的境界也在此刻攀升。灵海境2重，灵海境3重，灵海境4重，灵海境8重，灵海境9重。修为一直攀升到灵海境9重巅峰，李玄风的提升才停了下来。灵海境9重，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不管是范阶，还是袁庭和元宵，亦或是徐妙真、魏青岩和剑灵，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李玄风，感知着那货真价实、浩浩荡荡的灵海境9重气息。假的，你别想迷惑我，你以为这样装神弄鬼我就怕了你，然后任由你逃掉吗？袁庭在近距离感受恐怖气息，差点伏跪后强行挺起腰杆，手中阔刀就要举起。然而李玄风的气息又开始发生变化了。叮！魏青岩修为大幅度提升，突破到气玄境8重，100倍返还，你突破到宁丹境3重。系统提示音又一次响起，精纯而磅礴的能量又一次凭空降临，李玄风的境界又一次开始攀升。李玄风丹田中早已是浩浩荡荡的灵力海洋，想要突破到宁丹境，就需要将浩荡的灵力之海压缩再压缩，
直至最终凝聚成固体，变成一颗灵力之丹。如此才意味着踏入了凝丹境。灵力之丹被称为内丹，内丹会随着修为的提升产生丹纹，丹纹最多有9道，所以凝丹境一共有9重小境界，每突破一个小境界就会多出1道丹纹。无形的伟力将李玄风丹田中的灵海压缩，仅仅片刻功夫，一个圆溜溜的内丹形成。紧接着精纯力量继续朝内丹汇聚，内丹体积增大1圈，并多出1道丹纹，内丹体积再增大1圈，又多出1道丹纹，一共3道丹纹。凝丹境3重，终究还是由于魏青岩的境界和李玄风相差过大，他的提升即便100倍返还，也不能让李玄风连破太多境界。不过这也足够了，这是混沌剑体的凝丹境3重，不是在场任何一个人能够相比的。即便是徐妙真的大荒战体和魏青岩的至尊剑体，同境界也远远无法和李玄风相比，更别说袁庭、元宵这些凡体了。唰，李玄风睁开双眼，发现这个世界一片寂静，之前激烈的战斗早已停止，所有人都将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的眼神投向他。你不可能有如此境界，必然是搞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手段，在这里装神弄鬼。袁庭强行压下内心的恐惧，朝李玄风举起阔刀。他没有办法，在那恐怖的气息面前，他都差点跪下了。此刻只能不去相信，强行给自己打气。他不可能是凝丹境，若真是凝丹境，何必伪装这么久？若真是凝丹境，我们早就死了。现在不过是用了某种迷惑人的手段，制造出了假气息，想让我们害怕的落荒而逃，他们才好保住性命。袁庭心中努力说服自己，汹涌的能量在阔刀上凝聚，这是他的亲力一击。他自信现在已经能斩破阵法，顺便连同李玄风一起斩杀。咻！阔刀猛然劈下，然而李玄风只是很随意的一抬脚，便如瞬一般来到袁庭面前。此时两人之间只隔着一道玄隐阵的透明能量罩，袁庭的大刀已经劈下，可是在李玄风眼中，一切显得那么缓慢。他轻轻一伸手，咔嚓，玄隐阵如同玻璃一般碎裂。李玄风甚至连灵力都没有使用，单纯的只用了肉体之力。袁庭瞳孔一缩，但是他的攻击已经无法收回。你还没劈够吗？李玄风轻轻一握手，便牢牢抓住了刀刃。袁庭再难寸进丝毫，原本蓄力的强大一击直接偃旗息鼓。五指用力，咔嚓，阔刀竟被生生捏碎。这怎么可能？竟然是真的！袁庭惊骇欲绝，亲眼看着自己的灵气被徒手捏碎，他哪里还不明白，李玄风的境界是货真价实的，并且其实力之强，比表面上的境界不知要高多少倍。徒手捏碎4阶灵气，他大哥元宵也做不到。不好意思，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其实我隐藏了一点点修为。李玄风淡淡的声音响起，然后一巴掌把袁庭拍成了血雾。逃！这是远处高空上目睹一切的元宵脑海中本能产生的念头。可李玄风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朝虚空踏步而出，转眼便拦在元宵面前。饶我一命！元宵嘴上喊着要李玄风饶命，可手中的血色长剑却朝他直刺而去。砰！李玄风一个侧身，轻松避开长剑，然后一记鞭腿狠狠甩在元宵身上，后者顿时如炮弹击射，轰然坠落，直接砸他一座大山。噗！深陷乱石大坑中的元宵喷出一口鲜血，浑身骨头全部散架。你！血液模糊了他的双眼，他看着凌空而立的李玄风，内心深处无尽的悲哀席卷而出。本来今天是他突破的大喜日子，没想到最终成了忌日。李玄风的实力之强，完全超出元宵的理解。明明身处同一境界，但给元宵的感觉却比大境界差距还要离谱。他这一生只听闻过绝世天骄，还从未亲眼见过绝世天骄，但今天他见到了，不但见到，还一下子见到2个。见到2个就算了，还都是敌人，并且他很清楚，李玄风甚至比徐妙真更为妖孽。可惜说什么都没用了，意识快速远去，随后归于沉寂。李玄风踏空而立，伸出手朝3个早已吓傻的守卫遥遥一握。砰砰砰，3人尸骨无存。再对着范阶遥遥一勾，磅礴灵力汇聚成一只大手，将他握住，飞向李玄风。范阶长老，你发布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那么任务的奖励呢？李玄风噙着一丝淡淡的笑意，看着范阶。范阶一脸痴呆状，他早已被事情的急剧转变吓懵了，脑袋一片空白。明明形势一片大好，优势在我。徐妙真敌不过元宵，孙直是敌不过他和3个守卫的围攻。袁庭也即将攻破阵法，怎么突然之间2道气息直贯苍穹？然后李玄风摇身一变，就变成凝丹境3重了。同为凝丹境3重的元宵直接被他秒杀。李玄风甚至连武器都没用，灵力也没用，
单纯肉身一个鞭腿便将元宵踢死，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范阶不能理解，情况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这特么是百剑山外门弟子，内门弟子也没这么妖孽的。以他的实力，屠了整个外门都没压力吧？看来任务奖励只能我自己取了。眼见范阶已经被吓懵，李玄风也没了兴致。等一，范阶猛然惊醒，想要求饶，可惜下一刻就变成了红色烟花砰的一声绽放。至此，敌人肃清，天地再次回归寂静。浑身浴血的孙直是过于震惊而忘了疼痛，他也和范阶一样，大脑发懵。这特么是百剑山弟子，这么猛的弟子，我怎么不知道？长老们知道吗？掌教他知道吗？一个个念头在孙直是脑海中此起彼伏地翻涌，久久无法平息。魏青言和徐妙珍也好不到哪里去，两女脸上的震惊之色还未退却。魏青言红润小嘴微张，脸上还残留着震惊之色。他呆呆地看着谈笑间将所有敌人秒杀，如同天神降临的李玄风。剑灵姐姐，我记得你刚才说觉醒至尊剑体后可以追赶师兄的脚步了。剑灵，你不也说终于缩小和师兄之间的差距了吗？剑灵反击道。魏青言一人一剑灵顿时陷入沉默。唉，良久，一人一剑灵同时叹息一声，他们已经完全看不懂李玄风了。每次觉得他展现的实力就是全部时，过不了多久就会给你来个惊喜。这一次次下来，他们已经逐渐有些麻木，感觉不管怎么努力都追不上师兄的脚步，差距反而越来越大。魏青言叹了口气，这个世界存在一些无法理解的怪物及天才也是正常的，今后也没有必要和你师兄比较了。觉醒至尊剑体的你，将来的成就同样不会低。剑灵安慰道。从刚刚李玄风身上散发的气息来看，必然拥有某种极为恐怖的体质，这种体质的强悍程度远在至尊剑体之上。至于到底是什么体质，剑灵目前还分辨不出来。不过他可以确定的是，魏青言真的没有机会比肩他这个师兄了。天空中，李玄风又开始了他最喜欢的环节——清点战利品。被他斩杀的都是灵海境修士，都拥有储物戒在身。以李玄风如今的强大程度，也不用去一个个翻找，神识一扫，手指一勾，一枚枚空间戒指就朝他飞来。不出所料，都没剩下多少。李玄风有些无奈，元宵为了突破，蛰伏3年，这期间除了吸收炼化血石，其他方面的消耗肯定也不低。百事屋赚来的资源基本都用在他身上了。至于范阶，潜力已尽，为寻求突破，都已经和百事屋同流合污坑害弟子了，又能有多少好东西？所以李玄风早有预料，不会有多少收获，或者说这些资源以他现在的实力已经看不上了。若是留给其他灵海境或者气玄境修士，依旧是一大笔财富。不过李玄风真正的收获从来都不是从敌人身上搜刮，而是在魏青言身上刷一次。李玄风看了徐妙珍一眼，自己没有合适的理由给他战利品，还是先全部给魏青言吧。将所有战利品打包，屈指一弹，几枚储物戒便飞向魏青言。魏青言很自然地伸手接下，他就知道每次斩灭敌人的时候，师兄都很享受搜刮战利品的那个过程，对于具体到手的资源却从来不感兴趣。叮，魏青言获得大量修行资源，100倍返还，你获得1万块上品灵石，1柄5阶上品灵气赤霄剑。系统对这些资源的价值进行计算，然后100倍返还给了李玄风灵石和灵气，还算不错。李玄风心道，他现在已是凝丹境修士，以前的长剑已经完全承受不住他的力量，甚至他徒手都能捏碎，也只有5阶灵气才可承载他如今的力量。单这1柄5阶上品的赤霄剑，价值就超过一些凝丹境修士的全部身家。徐妙珍看了看李玄风，又看了看魏青言，这么多资源随手就送，一点都不给自己留，看来两人关系不一般啊。在下徐妙珍，多谢道友出手相助。见李玄风收完战利品后，徐妙珍才身形一动，上前朝李玄风抱了抱拳。不用在意。李玄风摆了摆手，还未请教道友名讳。李玄风，此次多亏李兄出手，让此辽伏诛，替我族妹报了仇，徐某欠李兄一个人情。徐妙珍抱拳感谢道。刚刚你不也出手护住大阵了吗？我们算是扯平了吧。李玄风没想到徐妙珍如此客气，元宵对玄隐阵出手时，若不是徐妙珍拦下攻击，李玄风和魏青言都会有危险。以李兄的实力，何须我出手相帮？之前的行为倒是我多此一举了。徐妙珍笑了笑，一袭白衣，眉目如画，明眸皓齿，徐妙珍霎时绽放的笑颜让李玄风都忍不住惊艳了一下。为感谢李兄，我有一情报相赠。徐妙珍说道。哦。李玄风神色一动，此处不是久留之地，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说吧。徐妙珍看了看李玄风，李玄风点点头，他知道徐妙珍的意思。之前此地动静太大，
特别是魏青岩觉醒至尊剑体和他获得混沌剑体时，那冲天而起的惊人气息，恐怕已经引起一些强者的关注。所以这里确实不能久留。李玄风凌空踏步，几个闪烁间便落到山头，来到魏青岩旁边。徐妙真也紧随其后。咻！浑身浴血，有着几道狰狞伤口的孙执事也飞了过来。他服下几颗丹药，伤势得到缓解，暂无生命危险。你们2位真的是百剑山弟子？刚刚落到山头，孙执事的目光就在魏青岩和李玄风身上来回切换了几次。面对2个晚辈，他的神态竟是有些拘谨，主要是之前李玄风那可怕气息给他带来的压迫感太强了。面对元宵，他都有一种蝼蚁仰望巨人的感觉，何况是李玄风。我和师妹都是百剑山外门弟子。李玄风笑着点了点头。孙执事的嘴角抽了一下，就连旁边的徐妙真也是一时失笑。外门弟子？哪个宗门有这么强大、这么夸张的外门弟子？还不知2位的名字？孙执事调整了一下心态，问道。李玄风、魏青岩。对此2人也没有隐瞒。我观几位还有要事相商，那我就先行一步，范阶长老的事我会如实上报。2位若是不想暴露。孙执事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玄风打断。这里发生的所有事你都如实上报吧，没有必要隐瞒。在李玄风看来，这件事确实没有隐瞒的必要。每个宗门势力都是优待天才的，一个不优待天才的宗门也不可能长远发展，所以表现的妖孽一些，得到的好处往往会更多。不管是资源还是宗门各方的橄榄枝，都会主动朝天才抛出。有些宗门为了门内天才弟子的安全，还会专派护道者暗中保护。所以对于李玄风和魏青岩来说，展现自己的妖孽天资并不是坏事。好，那我就先到此了。孙执事点点头，然后腾空而去。李玄风看了看他的命格之光，之前的灰色消失，现已恢复正常，说明接下来他不会有危险。孙执事很识趣，刚才听到徐妙真要告诉李玄风一个情报，所以他没打算在这里逗留。我们也走吧。李玄风随手一挥，磅礴的灵力就托起魏青岩以及2只坐骑，咻的一声腾空离去。徐妙真也破空和他们并肩飞行。也就在几人离开后，大约1炷香的时间，数道身影从远处破空而来。之前的气息应该就是出自这里了。这里应该发生过宁丹境的战斗，之前的气息属实惊人，不知是有宝物出世，还是其他原因。可惜来晚了一步。几道身影一番探查后，只发现了元宵的尸体，最终一无所获的离去。李玄风并没有返回巡山城，而是朝另一个方向飞行数十里，来到一个名叫黑石城的城市歇脚。3人来到一间酒楼包厢，徐妙真随手布置一个小阵法，以防别人窥探。定，徐妙真布置隔绝阵，获得1点经验，10倍返还。你获得部分经验，勉强掌握隔绝阵的布置方法。系统提示应适时响起。隔绝阵是最基础的一类阵法，可以隔绝声音和视线探查，本身难度不高。但李玄风以前从未接触过阵法，对阵法算是一窍不通。先前布置迷踪阵和玄影阵全靠阵盘，此刻有了系统返还，才算是正式接触此道。李兄，我之前提及的情报和一个即将开启的秘境有关。这秘境名为紫月秘境，来历未知，传闻数十年前就开启过一次。布置好阵法后，徐妙真也没有卖关子，直接说道：紫月秘境是一个独立空间，与世隔绝，里面长满了各种天才地宝，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一些可以提升悟性的奇物。徐妙真说完后就看着李玄风，果然他在李玄风脸上看到了感兴趣的神色。修行之路，天赋非常重要，而天赋又分为根骨和悟性，这2样东西都是先天而生，很难通过后天改变。但很难不代表不能。在这浩瀚无垠的世界中，总是充满各种奇异之物，能提升根骨和悟性的宝贝也不是没有，只是太过稀少，太过难寻，而且一旦现世，必定会引起腥风血雨般的争夺。李玄风的根骨和悟性都很一般，不然也不会3年时间还停留在淬体境9重。不过就在不久前，他获得系统返还的混沌剑体，根骨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是魏青岩的至尊剑体，还是徐妙真的大荒战体，都远不如他。以后即便没有2人返还，李玄风自行修炼也可修为突飞猛进。然而体质能让根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无法给悟性带来多大提升。若真能让自己的悟性也像根骨一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玄风自然是求之不得。所以当徐妙真提到紫月秘境中存在能提升悟性的宝物后，李玄风就已经有些异动了。紫月秘境位于云州上川郡，大概会在半月后开启，想要进入其中必须手持特殊的御简信物，而我这里恰好有一枚御简信物能同时带2个人进去，所以为了表示感谢，我愿带李兄一同前往，不知李兄意下如何？
徐妙珍说完后，静静地看着李玄风，等待他答复。秘境往往意味着机缘，在这个世界，进入秘境得到宝物，从而改变命运的修士不在少数，但是机缘又往往伴随着危险。李玄风会不会答应？徐妙珍其实没有太大把握。在他看来，李玄风这样的绝世妖孽，悟性方面肯定是不用怀疑的。仅仅是一些能提升悟性的宝物，或许能让他产生感兴趣的念头，但能不能吸引他前去，还是两说。既然如此，那就约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见面吧。李玄风沉吟了一下，才看着徐妙珍说道。徐妙珍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欣喜，告诉李玄风紫渊秘境的消息，并答应带他前往。除了感谢报答他外，徐妙珍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拉一个帮手。李玄风的实力他是见识过的，若是一起进入秘境联手，肯定能捞到更多好处。好，徐妙珍高兴答应。一番商谈，两人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接下来的时间，三人都没有着急离去，也没有忙着修炼，而是一起闲逛黑石城，体验当地生活，享受当地美食。三人间的关系也由此亲近不少。直到第二天一早，三人才意犹未尽的分别。徐妙珍返回云州，李玄风和魏青岩则是返回百剑山。两人骑着黑风马和神行黑骏，乘风轻快前行。黑石城距离百剑山并不远，以李玄风如今的实力，很快就能返回百剑山，但他一点也不急。下山时，李玄风不过灵窍境9重巅峰，归来时却已是凝丹境3重，并身具混沌剑体，前后不过5天时间，差距之大，宛如云泥。在两人朝百剑山赶回时，外门也有些热闹。这2天，不管是外门还是内门，都发生了一些事情。昨天有人看到浑身浴血的执事返回，不久后有内门长老震怒，传令带走了几名外门长老。隐隐有消息传出，说是什么监督不力、坑害弟子之类的。具体发生了什么，大部分弟子都不知情。到了今天上午，更是出现了让所有外门弟子无比激动的一幕，因为百剑山各位峰主降临外门。在百剑山，地位最低的无疑是杂役弟子，再往上便是外门弟子、普通内门弟子、外门长老、精英弟子、核心弟子、执事、真传弟子、内门长老等等。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无疑是掌教，而在掌教之下，内门长老之上的则是各位峰主。峰主实力强大，权力同样很大，在很多大事上能够影响掌教的决定。他们都是神龙不见首尾的大人物，很多弟子从入门到下山都不一定能见峰主一面。今日这些峰主却纷纷现身外门，尽管全都收敛了气息，但那无形中的气势依旧让人窒息，仿佛这片天地都要陷入凝滞。外门弟子只是遥遥一望，就有些喘不过气。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峰主们都突然来外门了？他们所在的那片山头是一些外门弟子的住所吧？莫非是哪个外门弟子惊动了他们？什么弟子能惊动峰主？外门弟子们不敢靠近，只是站在远处遥望。杂役弟子王九沿着山路走下，他刚刚去药园手动翻土、手动除虫，弯着腰弓着身，感觉比修炼累多了。以他淬体境9重的修为，做这点事其实身体根本感觉不到累，主要是心累。自从6天前被检测出修为不达灵窍境，即将被遣送下山时，他便主动留在百剑山当了一名杂役弟子。现在想来还有些难受，不仅没了修行资源，修炼的时间还被大把挤压，想要突破到灵窍境，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要是突然被哪位峰主看上收为徒弟的话就好了。峰主不行，来个内门长老也很好，实在不行，被外门长老看中我也很开心了。遥望远方那几道渊庭月至的身影，王九忍不住陷入幻想，被大人物看中收为徒弟或者义子，赐予各种修行资源，从此走上修行的康庄大道，这是很多底层修士的幻想。王九兄，一道熟悉的声音打破了王九的幻想时间。王九定睛一看，正是丁显。丁显兄。王九忙走上前去。几天前两人都是外门弟子，几天后身份上却有了差距，有好几天没见了，没想到能在这里偶遇王九兄。丁显露出招牌似的很热情但很虚假的笑意。是啊，挺巧的。丁兄知道几位峰主突然降临外门是干什么吗？王九问道。不知道啊，以我的身份完全听不到风声啊。丁显摇了摇头。不过我记得李玄风和魏师妹就住在那片山头吧。昨天有长老出事，李玄风和魏师妹好像下山做任务去了，也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丁显遥望那几道身影，想了想说道。长老出事？王九一脸疑惑。成为杂役弟子后，他的圈子也变了，消息方面肯定不如丁显灵通。不过李玄风和魏青岩下山执行任务的事他倒是知道，毕竟魏青岩长得太漂亮，关注他的人不少，和李玄风一起下山的事不可能瞒住有心人。听说是范阶长老发布的任务有问题，范阶长老本人也有大问题，而恰巧
当时在事务殿时，有人看到李玄风和魏师妹接了范阶长老发布的任务。丁贤解释道：“啊，这难道封主降临此地真的和他们有关？他们不会出事了吧？能把各位封主都惊动，肯定是了不得的大事。”王九心中猛地一凝，同时也难免升起熊熊的八卦之火。李玄风出事倒没什么，要是魏师妹也出事的话，就太可惜了。丁显摇头叹息道：“是啊，魏师妹那么漂亮，可不能出事。”王九很认同地点点头。对于李玄风能和魏青年走得那么近，很多弟子都是非常嫉妒的。不过李玄风在真武殿检测出灵窍境9重巅峰的修为后，即便有人嫉妒，也不敢在明面上说什么。话说回来，我觉得封主们降临多半与魏师妹有关，和李玄风肯定没什么关系。丁显说道。李玄风虽然6天前展现灵窍境9重巅峰的修为让他大感震惊，但这种天赋也算不上顶尖，真正天赋顶尖的早就突破到气玄境，晋升成内门弟子了。而魏青言不一样，他是这届新晋弟子中的考核第1名，每一届的第1名进了内门后依旧能保持天骄的风采。魏青言的天赋肯定是在李玄风之上，属于顶尖的那一批，所以丁显觉得就算封主们是为人而来，也绝不可能是李玄风，多半是魏青言。魏师妹天赋高，可能还有什么惊人的来历吧，所以才惊动了封主。王九想了想说道：“他们不知真相，只能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进行脑补猜测。李玄风和魏青言的住处相隔并不远，翻过一座山头就是。加上掌教在内，百剑山共有7位封主。现在除了掌教以外的6位封主都降临此地，他们凌空而立，神识随意一扫，便知李玄风和魏青言都没有归来。看来我们还是来早了。”一位身材高大、体型壮硕、满脸胡渣，看起来就极具力量爆发感的男子说道：“此人乃7封之一，铸剑锋的封主。觉得来早了，你可以回去，正好少个竞争对手。”时时刻刻把玩着长剑的男子说道：“此人乃7封之一，劫剑锋的封主。哎，要不是掌教发话，我们哪会来这里等？早就跑到路上拦截他们了。”喜剑锋的封主是一名女子，说起此事就忍不住叹了口气。昨天孙执事返回宗门后，就立刻上报了范阶的事。本来这种事还不至于惊动封主，执法长老处理就行了，但孙执事特别强调了李玄风和魏青言的事，意识到2人可能是绝世天骄，执法长老便将此事上报给了各位封主和掌教。作为百剑山真正站在最顶尖的那几个人，封主们立马意识到2人拥有某种强大体质，体质自会后突然觉醒，境界会突飞猛进，这种事以各位封主的见识都是知道的。再加上一番会议商讨，各方分析补充，以及了解李玄风和魏青言加入百剑山的基本信息后，最终推断出李玄风和魏青言都不是普通天骄，而是足以影响宗门兴衰的超级妖孽。于是大家都很激动，都起了收徒的心思。弱者想要拜强者为师，强者自然也想收天才当徒弟。李玄风和魏青言虽然还没有归来，但封主们的想法都出奇的一致，直接到半路截住2人，然后收徒。所谓先到先得，手快有，手慢无。大家都是封主，谁先找到2人提出收徒之事，恐怕李玄风和魏青言都不好意思拒绝，他们就能轻松捡俩绝世天才当徒弟，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可惜他们的想法被掌教洞穿，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说大家要公平竞争，他们想收李玄风和魏青言当徒弟，2人却不一定想选他们当师傅。等李玄风和魏青言回来之后再商讨收徒之事，于是才有了几位封主降临外门这件事。他们来此都是等待李玄风和魏青言归来。什么公平竞争？我看掌教就是想自己收他们为徒。袖剑锋封主冷冷一笑，呵呵，这还用说吗？掌教此次闭长关，一时半会儿走不开身，和我们开会议事都是用化身，跑到百剑山外和我们抢徒弟，他那化身怕是占不到太大优势，所以才美其名曰等他们归来再公平收徒。喜剑锋封主也跟着冷笑，哎，那能怎么办？你要和掌教为敌吗？身材高大，看起来就力量十足的铸剑锋封主忍不住悠悠一叹。他这句话一出，所有封主都是一致，谁若敢跑到半路拦截2人强行收徒，就是与他为敌。这种话可是掌教亲口说的，深知掌教可怕的几位封主可没当他开玩笑。他们要是真那么做了，等掌教出关后，恐怕免不了挨上几剑。也许很多弟子不知道自家掌教的可怕，但几位封主却是清楚得很。掌教实力深不可测，或许是百剑山有史以来最强之人，他若真动手，其余6位封主加起来恐怕也不够他打。几位封主就此陷入沉寂，不提此事。咻！一道流光突然从远处飞来，来者一袭黑装，身段婀娜，满头银发根根晶莹，在风中轻舞飞扬。琼鼻红唇，柳叶黛眉，双眼清澈明亮，如黑宝石琉璃生辉。随着他的出现，
这片天地的光彩似乎都变得明亮几分。哇，失落仙子，居然是洛真传，那就是洛真传吗？好美啊！没想到我也有机会一睹洛真传的仙颜，值了值了，得见洛仙子，即便被将来被遣送下山也值了。我不一样，见了洛真传后，我更想留在百剑山了。先是各位封主，现在又是洛真传，我们外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管他什么事，仙子临尘，还不赶紧多看几眼，以后说不定就没机会见到了。真漂亮啊！我们外门也只有魏青言能在容貌上和她一较高下吧。不管是洛真传还是魏师妹，都极其漂亮，只不过各有各的风格。人群中，王九和丁显看得眼睛发亮，此女刚刚现身，便引起无数外门弟子惊呼。洛离见过几位封主，在无数外门弟子激动狂热目光的注视中，银发黑妆的少女飞至几位封主所在的地方，简单行礼，洛真传客气了。几位封主顿时笑道：眼前这位银发美女，乃是掌教唯一亲传弟子，百剑山第二天交尖第二美人洛离。很多百剑山弟子或许未见其人，但必闻其名。不知有多少男弟子在见到洛离的第一眼后，便终身难忘，感叹世间竟有如此貌美的女子。洛离也由此多了一个外号，洛仙子。洛离天赋妖孽，身份高贵，容貌更是无可挑剔，一现身就能引起外门弟子激动狂热，也是很正常的。他在内门公开现身时，也常常引来一群狂热的粉丝。洛真传来此事，喜剑锋的封主看向洛离问道，其余封主也纷纷投来目光。代师收徒。洛离浅笑道：哦。几位封主顿时松了口气，纷纷露出笑意。掌教抽不开身，于是派自己的弟子代师收徒，在竞争上先天就弱了几位封主一头。只要掌教不亲自参与竞争，他们的希望就大了。片刻后，外门弟子人群中又传来一阵骚动。洛离和几位封主即便相隔遥远，但以他们的实力，第一时间就感知到动静，纷纷将目光投来。只见一对俊男靓女骑着两只坐骑，坐骑仿佛脚下御风，载着他们轻快前行，很快便来到聚集了不少外门弟子的区域。这么热闹，李玄风看着这个山头聚着一群，那个山头聚着一片的外门弟子，诧异道：居然还有坐骑，那是黑风马，另一个是神行黑骏，这坐骑挺拉风啊，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居然有神行黑骏当坐骑。两只高大神骏的坐骑一入视线，就引得众弟子议论纷纷。以外门弟子的实力和身份，基本是不可能拥有坐骑的，非要给自己弄一个的话，大概率也不比凡俗世界的马匹好多少。像黑风马这种坐骑，他们就没资格拥有，更别说神行黑骏了。是位师妹，还有李玄风，原来他们都没事，怎么突然坐上坐骑了？人群中，王九和丁显有些发愣。这神行黑骏乃3阶妖兽，相当于气玄境修士，即便他不擅长攻击，但好歹也是3阶，一蹄子踢不死他们，都算他们命大。可是这种妖兽居然乖乖当李玄风的坐骑，他到底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两人大感震惊。然而他们更震惊的还在后面。洛离和几位封主的身影宛如瞬移，原本还在那边的山头，转眼却已降临此地。李玄风、魏青言，我们已经等候多时了。喜剑锋的封主笑呵呵道：我是祝剑锋封主，我是袖剑锋封主，我是……几位封主同时开口介绍。这一幕看得所有外门弟子一愣一愣的。高高在上的封主们原来这么平易近人吗？怎么和印象中的高人形象不一样？师弟师妹果然乃人中龙凤，气势不凡。初次见面，我是掌教亲传洛离。洛离脸上带着浅浅笑意，看得无数弟子脸红心跳，感觉自己恋爱了。见过各位封主，见过洛真传。李玄风和魏青言抱了抱拳。见过各位封主，见过洛真传。其他外门弟子也赶紧纷纷行礼。嗨嗨，我们也不卖关子，你们的事我们已经听说了，在此等候就是想要收你们俩为徒。高大壮硕的祝剑锋封主开门见山地说道。什么？收徒？封主们降临外门就是为了收李玄风和魏青言为徒？这怎么可能？所有弟子心底大惊，一阵愕然。百剑山封主什么身份地位？平日里一些大家族或者皇亲国戚想要自己的后辈拜在封主门下当个记名弟子都没有机会，何况还是封主主动现身请求收徒。更别说在两人还没返回宗门时，6位封主就已经提前在这里等待了。这一幕给弟子们造成的冲击不可谓不强。王九和丁显更是脑袋发懵。李玄风是谁？3年前和他们一起拜入百剑山的同门啊，并且还是入门考核成绩垫底的那种。虽然之前检测时他的修为已达灵窍境9重巅峰，但也不至于让封主们亲自出面收徒吧。这种天赋进入内门很快就会泯然众人，怎会被封主看上？该不会他还隐瞒了更多实力吧？
思及此处，两人心里都是一惊。收徒。李玄风沉吟了一下，其实这一幕他是提前有所预料的。不管在哪个世界，拥有强大的背景都是件好事，办事方便，少走弯路，获取资源也更加容易。拜封主为师，便意味着拥有了强大的背景。没有觉醒系统之前，李玄风肯定乐意至极。有了系统之后，拜不拜师对他来说影响不大。即便要拜，肯定也要拜实力极强、天赋气运极高的修士才行。百剑山封主在大炎王朝肯定算得上顶层修士，但李玄风觉得当他师傅的话还是差了点。想到这里，他习惯性地借助系统之力查看众人的命格颜色，一眼望去，几位封主周身都是极其浓郁的黄色光芒，有几位浓郁黄光中还带着一点点橙色。目光一移，一抹璀璨的金色映入眼帘，金色天命。李玄风目光一顿，浑身散发金色光芒的正是洛离。系统，快把他绑了！李玄风立即在脑海中呼唤系统。拜不拜师的问题可以先放在一边，绑定天命之女却是万万不能拖。定，绑定成功。系统提示音响起，洛离的属性面板也随之浮现眼前。姓名：洛离，天命：单道妖孽，修为：神退境一重，体质：丹神体。单道妖孽，看来他在炼丹之道上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天赋，是注定要登临炼丹绝巅的存在。李玄风心里暗道。继魏青言、徐妙真之后，洛离是他绑定的第3个天命之女，并且还是神退境的强者。在凝丹境之后是碎丹境，碎丹境之后才是神退境，也就是说洛离比李玄风高了2个大境界。如此境界，只要有所突破，随便来个10倍返还都能让李玄风获益匪浅。怎么样，来我铸剑锋吧。我铸剑锋别的不多，就是宝剑多，只要你们来我铸剑锋，灵气随便挑随便选。铸剑锋见李玄风和魏青言都没回答，以为他们拿不定主意拜谁为师。铸剑锋都是一群练气的糙汉，打造的长剑品质一般，我藏剑锋已经替他们埋葬了数千柄，孰强孰弱不用我多说了吧。藏剑锋锋主目光灼灼地看着李玄风。铸剑锋和藏剑锋都不行，来我结剑锋，本作为你们量身定做最适合你们的武技。结剑锋锋主把玩着长剑说道，修炼一道讲究法财履地，我藏剑锋或许在其他方面有所欠缺，但最不缺的就是修行资源。你俩若入我门下，资源管够。藏剑锋锋主大气地说道，我洗剑锋同样不缺资源，而且本作还有强化灵气的特殊秘术，入我门下，此门秘术即刻便可传于你们。洗剑锋锋主也开口道，我绣剑锋乃7锋之中女弟子最多的一脉，不管是功法、武技都极其适合女修，魏青言你可有意？绣剑锋锋主不贪心，当其他锋主想将2个人都收入门下时，绣剑锋锋主盯准了魏青言。他觉得自己很机智，2个都想要，很可能到头来1个都捞不到。既然如此，不如一开始就坚定目标，他只需要魏青言就足矣。我听师兄的，师兄选谁我就选谁。魏青言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李玄风是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吗？连选师傅这种事都听他的意见。众锋主都是一脸惊奇，绣剑锋锋主更是神色一滞，本以为自己专注选一个很机智，没想到这丫头居然要和李玄风选同一个师傅。失算了，拜师之事不可儿戏，你应当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师傅。绣剑锋锋主说道。然而魏青言固执地摇了摇头，拜谁为师对他来说都不是特别重要，理论方面有剑灵指导，至于资源方面，几位锋主就算有差距，恐怕差距也不大。最关键的是，魏青言想和李玄风在一起，拜同一个师尊的话，就能经常见到师兄了。看到魏青言如此坚定的模样，众人都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李玄风。李玄风将1个人决定2个人的去留，快选我，快选我！几位锋主默默地看着李玄风，眼神和心里却是在不停地催促。李玄风陷入沉吟，别的修士都是求着拜强者为师，他却是一众强者排着队让他挑，这种待遇不可谓不高。但说实话，李玄风心里都不是特别想选。看着李玄风沉吟的模样，所有外门弟子都替他着急，恨不得取而代之。他们连拜个外门长老为师都没人要，现在锋主们排着队任李玄风挑，他却还在纠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各位锋主，我看大家就不要争了。就在李玄风还没有做出选择的时候，洛离的声音响起，师弟师妹这等天骄，只有在师尊手里才能绽放出真正的光彩，所以还是把机会让给师尊吧。洛离手中出现了一枚玉简，然后淡淡一笑，将其捏碎。嗡！天地间灵力骤然汹涌，难以形容的威压弥漫天地，像是有铺天盖地的伟力朝此地迅速汇聚而来。一道令天地黯然失色的绝色女子身影缓缓成型。当李玄风看到那道高高在上、
威严庄重，不可亵渎，宛如女皇般的身影时，眼眸却是猛地一亮。女子姿容无双，穿着一身华贵的紫色宫裙，头戴精致优美的雕凤发冠，金色步摇垂落的珠玉微微晃动，雍容华贵端庄，高高在上，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是李玄风见到她后脑海中冒出的第一印象。久居高位让他拥有一种上位者的气息，浑身充满威严。特别是那双淡漠的凤目，居高临下俯视众人，再配上绝色无双的容颜，会让男人从心里生出一种强烈的想要征服她的冲动。不过没有几个人敢生出这样的念头，因为他是百剑山当代掌教，也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掌教。出现在这里的仅仅是他的一道化身，那可怕的威压就令所有外门弟子一片俯首，不敢直视。如果说洛离是百剑山第二天交尖第二美人，那么百剑山掌教就是第一天交尖第一美人。见过师尊，洛离行了一个简单的弟子礼，嘴上还噙着笑意。见过掌教，几位峰主交流了一下眼神，神色都有些无奈。什么洛离带师收徒，最终还不是本人亲自下场。虽然只是一道化身降临，但他们也知道争不过掌教了。见过掌教，地面上难扛浩大威压的外门弟子尽皆垂首。不必多礼。掌教淡漠的声音响起，这句话直接让刚刚抱拳准备行礼的李玄风和魏青言动作僵了一下。不管是魏青言还是李玄风，都还是第一次见到百剑山掌教的模样。两人当初学的三尺剑围和滴水穿空剑，听说都是当代掌教所创。李玄风、魏青言，你们两人的试本作已经听说过了。掌教那双淡漠的凤目扫来，在他看过来的时候，李玄风也在看他。此时此刻，李玄风的内心多少是有些震惊的，因为借助系统之力，他看到掌教周身笼罩着金色光芒，这是天命之人，而且这只是他的一道化身而已。系统，快将掌教绑了！李玄风在脑海中呼唤系统。定。化身虽可绑定，但化身消失后，绑定就作废，是否继续绑定？系统提示音响起。当然绑定。李玄风没有犹豫，虽然只是一道化身，但绑定之后，他肯定也能看到掌教的一些基础属性吧。定。绑定成功，临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后，李玄风看到了掌教这个化身的基础模板。姓名：连月舟。天命：天命之师。境界：神退境九重。化身：体质：九天玄体，伪星号化身。光是一道化身都有神退境九重的修为吗？也不知他凝聚这化身用了多少成力量。不过他这个天命有点特殊啊。李玄风暗暗思忖。沟通系统后，李玄风很容易就能理解，所谓的天命之师就是天命之人的师尊。简单而言，这种人本身也有大气运加身，天赋潜力样样不缺，同时他收的徒弟基本都是天命加身之人，也就是说他如果继续收徒，收到的大概率会是天命之子。李玄风心中一动，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靠近他，以后也有机会能多绑定几个天命之人。你二人天赋卓绝，身具顶尖体质，此乃百剑山大兴之兆，亦乃百剑山之幸。本座欲收你二人为徒，亲自教导，你们可愿意？掌教高高在上，雍容华贵，一双凤目明明绝美，却平静而淡漠。他声如天言，扩散四方。所有人都在等待李玄风回答。魏青言也看着李玄风，师兄怎么决定他就怎么做。至于剑灵，早就没声了，想来是怕被发现。一众垂首的弟子心里干着急，羡慕嫉妒的快要抓狂，恨不得立马代替李玄风答应。别说做掌教的徒弟，让他们为掌教端茶倒水、沐浴更衣，他们也愿意啊。哪怕以一个凡人的身份，只要能靠近掌教这种高高在上的绝世美人一点，他们就算少活20年也值了。李玄风觉得当掌教的徒弟其实也不错，掌教乃天命之师，将来的成就也难以想象。拜这样一个潜力巨大、实力超强的极品美人当师傅，就相当于有了整个百剑山做后台，怕是在整个大炎王朝都可横着走了。而且李玄风还不用损失什么，说不定还有和绝美师尊一清方泽，哦不，一同论道的机会。关键是寻常很难见到掌教真身，若是成为他的徒弟，见到真人的机会就大多了，到时候也方便李玄风将其绑定。想来以掌教的实力，即便最低的10倍返还也相当惊人，至少比洛里还要划算很多。不过就在李玄风一番思索后准备开口时，掌教的声音却突然在他和魏青言的脑海中响起。两个小家伙还不赶紧答应，给我点面子。放心吧，跟着本座混修炼，不会亏待你们的。有本座替你们撑腰，就算你们在大炎王朝捅出了天大的篓子，本座也能替你们摆平。掌教的突然传音让李玄风和魏青言一阵愕然，感觉画风突变。可定睛望去，掌教依旧是那个高贵端庄、俯瞰天下的淡漠神情。
要不是李玄风如今已是宁丹境修士，他都要以为刚刚掌教的传音是幻觉了。掌教端庄高贵，高高在上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这么反差吗？李玄风大为震撼。就刚刚的传音来说，真正的掌教绝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端庄高贵、威严淡漠。看来掌教也只是人前端庄，为了维持掌教的威严形象，故意装出这番模样。李玄风心中如此判断道：本座不喜繁文缛节，你二人若有意，只需行一简单弟子礼，称我一声师尊即可。掌教那宏大威严又淡漠的声音再次响起。李玄风抬眼望去，似乎从那双淡漠的凤目中看到了一丝幽怨的味道。果然啊！李玄风偏头看了魏青年一眼，轻轻点了点头，然后两人默契的同时抱拳拱手，朝掌教行了一个简单的弟子礼。弟子李玄风，魏青年见过师尊。两人的声音在这片天地回荡，正式任掌教连月州为师。连月州微微颔首，端庄高贵又淡漠的神情始终如一。只有悄悄注意着他的李玄风，才发现他微微勾起嘴角的画面一闪而逝。下一刻，身穿华丽紫色宫裙的连月州微微抬脚，露出晶莹如玉的脚踝，玉足踏下，仿佛跨越了空间，直接出现在李玄风和魏青年面前。感受掌教可怕的威压临近，所有外门弟子将头埋得更低了。很多人想近距离看看绝美掌教，却没有抬头的胆子，只能找机会偷偷看一眼。李玄风倒是近距离感受了师尊的美貌，这是一张挑不出任何毛病，仿佛天道杰作般完美的脸庞，再配上他淡漠的神情和上位者的威严，这种独特气质美到让人窒息。凤目红唇，近在咫尺。连月州伸出纤细玉手，一手搭在魏青年肩膀，一手搭在李玄风肩膀，确实是顶尖体质。连月州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哀乐，但那双看向李玄风的凤目深处明显藏着惊讶。虽然都是顶尖体质，但李玄风的体质明显比魏青年要强大很多倍，强大到让他都有些捉摸不透。在他的感知中，如果魏青年像一轮明亮的圆月，那么李玄风就像一轮炽烈的太阳。一个气玄境8重，一个宁丹境3重，比为师预料的要好。连月州的声音继续响起：气玄境8重，宁丹境3重。一群垂首的外门听到这话直接傻了，趁机偷偷看了掌教一眼的王九和丁显更是头皮发麻，喉咙发紧。宁丹境3重，这特么是外门弟子，李玄风居然这么能藏。原来高人一直就在他们身边，而他们还天真的以为李玄风是天赋垫底的外门弟子。两人一时间冷汗涔涔，庆幸没有找过李玄风麻烦，就算总是表现出虚假的热情，至少也没有在明面上得罪过他。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两人彻底掐灭了对李玄风嫉妒的念头。连月州伸出玉指，分别点在魏青年和李玄风的额头上，他的声音也同时在两人脑海中响起：这是为师修炼的功法，名为圣剑诀，现在直接传于你们。圣剑诀是百剑山最为强大的功法，修炼门槛很高，不仅要求极佳的根骨，还要求极高的悟性。目前也只有连月州和洛离学会。李玄风之前修炼的是外门统一发放的功法，本来不可能修炼到宁丹境，但他这一身修为也不是靠自己修炼而来的，而是靠觉醒混沌剑体带来的自动增长，以及魏青年的返还。所以如果他还想继续修炼的话，确实需要一门强大的功法。圣剑诀能修炼到圣境，完全足够李玄风使用了。连月州通过神识，直接将这门功法的修炼内容传到了两人脑海中，省去了学习的过程。定，魏青年学会圣剑诀，10倍返还，你熟练掌控这门功法。系统提示因适时响起。定，魏青年获得圣剑诀，10倍返还，你获得大圣剑诀。系统声音又一次响起。李玄风心中一动，消化了一下大圣剑诀的信息，发现此门功法就是圣剑诀的升级版，可以修炼到更高境界。这份收获对他来说也还算不错。为师给你们准备了见面礼，到时候洛离会给你们。连月州的声音继续在李玄风和魏青年脑海中响起，外表上他依旧是那副高贵威严的掌教形象。师尊，我们不能见你真身吗？李玄风看出连月州可能要消散这句话深了，忍不住对他传音道：乖徒弟，才刚刚拜我为师就迫不及待了。连月州表面不动声色，维持着掌教威严，然而充满诧异和戏谑的声音却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李玄风表情一滞，他就料到连月州没有表面上那么正经，才敢直接传音，但也没想到开口就是这么不正经。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确实有些迫不及待想绑定连月州，如果可以，他恨不得现在就将师尊绑定。虽不知连月州真身什么境界，但想来必然不低，肯定是远在洛离之上的。最低10倍返还也会给他带来巨大收益。为师此次闭长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关，若是遇到危险，
大部分情况洛离就可以帮你们搞定。再不济还有几位封主，他们实力虽然不怎么样，但也还算有点用。真遇到他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为师肯定会出关，毕竟为师可不忍心看到我的乖徒儿受伤害啊。传音到最后，李玄风甚至听到了连月舟淡淡的坏笑声，再看看面前一脸端庄威严十足的绝色大美人，李玄风不得不在心里感叹一声，师尊果然是反差。此间事了，诸位都散了吧。连月舟高高在上，随意扫了扶手的外门弟子们一眼，随后身影碎成漫天光点，消失不见。弥漫这片天地的威压也随之消散。恭送掌教！外门弟子们齐声恭敬道。定，绑定目标连月舟，化身消散，绑定失效。系统的声音也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我们也走吧。几位封主踏空而起，瞬息消失在原地。师弟师妹随我来，我带你们去新的住处。洛离笑看着李玄风和魏青言，然后腾空而起，飞向内门。李玄风大手一挥，磅礴的灵力将魏青言以及2只坐骑卷上天空，跟着洛离而去。呼，真没想到今天能见到那么多大人物。是啊，不但封主和洛仙子来了，连掌教都亲身而至。那不是掌教真身，那是化身啊！化身就这么真实吗？化身都这么美，真身肯定更甚。传闻果然是真的。第一次见洛仙子时，有人称她为百剑山第2美人，我还不服，现在我是彻底服了。其实洛仙子和掌教都拥有绝世神颜，可惜掌教多了一份无与伦比的高位者气质。是啊，如此高贵端庄，气质与美貌并存的，整个大炎王朝恐怕也只有掌教了吧。你是不知道，掌教那种俯视我们的淡漠眼神太有感觉了。是啊是啊，好想被掌教用脚踩，好想掌教用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看我，让我折寿10年也愿意啊。当李玄风等人离开，彻底消失在视野里后，外门弟子们才敢挺胸抬头，确定没有掌教等人的踪迹后，他们才敢悄声议论。不过当有弟子一不小心说出内心的奇怪想法时，周围弟子顿时神色诡异地看着他。不难看出，不管是男弟子还是女弟子，都被掌教表面那股无与伦比的高位者气质折服。王九兄，在默默偷听其他弟子讨论时，王九突然听到丁显叫自己，循声看过去，只见丁显神色时而纠结，时而凝重，最后还是忍不住看着王九，认真问道：王九兄，你和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想要低调才去当杂役弟子的？你是不是也隐藏了一点点修为啊？王九被问得一脸发懵，随即他便是脸色一黑，他怕是脑子有问题才会隐藏修为去当杂役弟子。他和李玄风不一样，他是真的没能突破到灵窍境啊。咻，洛离凌空飞行，速度不快不慢，他有一头好看的银发，此刻在风中轻舞飞扬，宛如月色下起起伏伏的银色波浪。呼呼的风浪迎面而来，吹得他一袭黑装贴紧娇躯，勾勒出曼妙曲线。李玄风带着魏青言和他并肩飞行，2只坐骑则掉在后面，微微偏头即可看到洛离那完美的侧脸。洛离在百剑山有着洛仙子的称号，可见其颜值和气质在女修中也绝对是顶级。穿越到这个世界，李玄风遇到最漂亮的女人，无疑就是他绑定的3个天命之女和百剑山掌教。4个女人单论颜值都是1顶1，只是气质有所不同。如果说魏青言属于清冷美女，偶尔也洋溢着青春少女的气息，那么洛离就是气质超然，空灵出尘，宛如挂在夜空中的一轮明月，美丽却带着淡淡的疏远，让人望而却步。在巡山城遇到的徐妙珍则属于极其少见的英气女子，若是女扮男装，必定会是迷倒万千少女的翩翩公子。至于刚刚拜为师尊的掌教连月舟，李玄风的印象可谓最为深刻。初见时宛如女皇高高在上，高贵端庄，威严不可冒犯。可经历几次传音后，李玄风就知道自己这个师尊没有表面上那么正经。或许在外人眼里他高高在上不可亵渎，但私下里说不定又是另一副模样。是不是觉得师尊很严厉？呼呼的风声中，洛离突然偏过头来，朝李玄风和魏青言看了一眼。严厉？李玄风和魏青言相视一眼，一时无言。表面上师尊确实极具威严，外人看来他可能会是一名严师，但从之前的传音来看，或许并非如此。其实师尊私下里是一个很随和很好说话的人。也不等2人回答，洛离又将头偏了回去，看着前方的高峰，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师尊不会要求他的徒弟一定要完成什么目标，一定要在什么时候突破到什么境界。对于弟子修炼一事，他大部分时间不会过问，偶尔兴致来了才会亲手指导你。若是修行资源上有什么需要，尽管向他开口就行。而且师尊很护短。说话间，几人已是飞越重重山脉，进入内门。外门只占了百剑山很小一部分面积，内门才是百剑山的根本，也是最为广袤之地。群峰并起，
云蒸霞蔚，白鹤展翅，瑞兽啼鸣，更有流泉飞瀑，悠悠钟鸣。一座座大峰高耸入云，巨行阵法，聚拢天地灵气，尽显大宗门之气派。内门共有7座大峰，最高的那座便是师尊所在的主峰，其余6座分别为铸剑峰、藏剑峰、藏剑峰、结剑峰、喜剑峰、秀剑峰。除了大峰，还有上百座中小型山峰，以及上千座普通山头。每个内门长老和真传弟子都能独占一峰。你们的山峰师尊已经提前安排好，现在我就带你们过去吧。洛离一边飞行，一边为李玄风和魏青岩讲解内门相关事宜。不久后，洛离带着2人来到2座相邻的1000丈高峰之间。这座山峰名为小玄峰，属于师弟；这座山峰名为小琼峰，属于师妹。2座山峰皆属于主峰的附属，也就是说，我们和师尊隔得并不远。前面那座山峰名为灵药峰，是我的住处。听着洛离的介绍，李玄风朝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看不到顶端的大峰望去。那是一座万丈高峰，比穿越前李玄风所知的任何一座山峰都要高。此峰正是百剑山主峰，掌教所在之处。以人类之躯，在这些高大山峰面前，就如蚍蜉仰望大树。师弟师妹都有储物戒吧？洛离看着魏青岩说道。2人点点头。魏青岩的几枚储物戒都是李玄风送的，李玄风得到过100倍返还，已经可以称为储物戒批发商了。那就好，这是师尊给你们准备的见面礼。洛离伸出好看的玉指，一道道光团从储物戒上飘飞而出，那是堆积如山的灵石。从散发的波动来看，最次都是中品。灵石是修行必不可缺的资源，这是师尊给你们分好的。洛离一边说着，一边将灵石分成2份。由于李玄风和魏青岩境界差距很大，对灵石的需求也不同，所以给李玄风的要多一些，给魏青岩的要少一些。李玄风神识一扫，便分清了这些灵石到底有多少。50万块中品灵石，5万块上品灵石，即便对他而言，也绝对是一笔极其可观的财富。有个财大气粗的师尊就是好啊。李玄风心中暗暗感慨，这些灵石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全部身家了，而且这还是连月州根据修为提供的，随着修为提升，师尊肯定还会给他更多。定，魏青岩获得10万块中品灵石，1000块上品灵石，10倍返还，你获得100万块中品灵石，1万块上品灵石。系统提示音响起，李玄风的财富又暴涨一截。其实我并不缺灵石，这些灵石干脆全部给魏师妹好了。李玄风大手一挥，连月州送的那些灵石就飘向魏青岩。师兄万万不可！魏青岩大惊，急忙后撤一步。师兄怎么还是这样？什么都送，他到底哪来那么多资源？师尊送给他的灵石堪称巨额财富了，没有资源，师兄又如何修炼？师弟，这是师尊的吩咐，你就不用给师妹了。洛离也被李玄风的举动惊了一下。虽然这些灵石以他现在的身份境界看来并不算很多，但要知道李玄风还是宁丹境，平时修炼或者外出游历都是非常需要灵石的。很多碎丹境的修士也不见得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他却随手就送给师妹。真有这么财大气粗吗？那送给你。李玄风手一挥，灵石又飘向洛离。洛离愣了一下，随后那张绝美的容颜绽放出闭月羞花般的惊艳笑容。他仿佛成了这片天地最明亮的光彩，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变得欢愉起来，看向李玄风的盈盈美目，比起之前少了很多距离感，一笑倾城也不过如此吧。李玄风心中感慨，欣赏美女使人身心愉悦，就算洛离不收，这一举动博美人一笑也很赚了。谢谢师弟的好意，但我并不缺灵石，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这些灵石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洛离笑道，师弟你要切记，即便有师尊在，修行资源也不是无穷无尽的。你们之前或许是因为体质觉醒，修为突飞猛进，可这种机会只有一次，接下来你们的修行不可能再如此迅猛。有了这些灵石，你们才能继续保持较快的修行速度。你送给别人完全是损己利人。洛离正色地说道。李玄风能愿意送他灵石，他很高兴，但他也不得不提醒这个师弟，修炼一途，法财履地，每一份资源都来之不易，不能就这么轻易送人。就算是绝世天才，如果没有资源，境界提升也不会有多快。定，徐妙真突破到宁丹境，10倍返还，你突破到宁丹境4重。系统提示音毫无征兆的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下一刻，他丹田中的内丹增大1圈，并多了一条丹纹，浑身气息也随之猛地一涨，朝四周席卷而出。刚刚说完话的洛离愣住了，魏青岩头上也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就连李玄风自己都是身子一僵。3人之间的气氛就这样突然陷入诡异的安静，场面一度很安静。洛离没料到会突然发生这一幕，魏青岩也没料到会发生这一幕，就连李玄风自己都没有料到。
谁知道徐妙真会在这个关头突破到宁丹境，然后给他来了个10倍返还。这种感觉就像李玄风故意打洛离脸似的。师弟，你怎么做到的？不过洛离倒是没有在乎这些，而是一双美目带着好奇上下打量李玄风。他甚至想上手摸一摸李玄风的根骨，查看一下这怪异现象，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洛离的实力远在李玄风之上，他神识强大，李玄风的境界瞒不过他。他可以100%确定，刚才李玄风只有宁丹境3重，就在他说完话之后才突破到宁丹境4重的。但李玄风是怎么做到的？宁丹境修士但凡突破，都会将周遭的大量灵力吸纳一空，或者将一大堆灵石中的灵力吸个干干净净。李玄风却不一样，他仿佛体内潜藏了某种力量，突然间被引导出来，然后突破了境界。这种现象就类似体质觉醒，可是他的体质已经觉醒过了啊。所以洛离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突破的。不知道啊，可能是之前体质没有觉醒完全。李玄风一副自己也很茫然，自己也不知情的样子。徐妙真突然在这个时候突破，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不过考虑到徐妙真大荒战体加深，本身也是灵海境9重巅峰修为，随时突破到宁丹境也不奇怪。体质没有觉醒完全，洛离陷入沉吟。还有这种说法吗？他虽然博学多识，很多东西即便没亲眼见过，也在古籍上翻到过。体质自会后再觉醒这种事不是什么大秘密，但觉醒不完全再觉醒一次，他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世界太大，我不知道的还有很多，真有这种事存在也不奇怪。洛离心中暗道，很快就接受了这件事。师弟还是将这些灵石都收起来吧。洛离再次看向李玄风，不管如何，这都是师尊留给徒弟的见面礼，洛离坚决不会收。李玄风又看了魏青言一眼，魏青言赶忙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就算李玄风之前说过想投资他，但给他的资源也未免太多了，他身上的资源已经足够他修炼很长一段时间了。李玄风只能将灵石收起，只能说师姐师妹都是好女孩啊。要是遇到捞女，李玄风完全不需要这么麻烦，哐哐一顿送就能刷一大堆资源回来。除了灵石，师尊还给你们准备了其他东西。洛离摊开玉手，2枚玉简出现在他手中。这个东西李玄风很眼熟，洛离之前正是捏碎了这种玉简，才召唤出了连月舟的化身。这玉简中有师尊凝聚的一丝神识印记，捏碎它即可召唤师尊化身。此玉简极难炼制，数量有限，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使用。2枚玉简各自飞到李玄风和魏青年手中。师弟，这种东西你就别再想着送给别人了，这可是保命的底牌。洛离忍不住提醒道，他怕李玄风转头将这玉简送给别人。真当我是散财童子啊？送东西也要看人，就算要送好东西，也肯定是送给你们。李玄风平静地将玉简收好。洛离见他说得很随意，却又不似说谎的样子，嘴角不由勾起一丝微笑，盈盈美目看着这个师弟，也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李玄风不是乐善好施之人，送资源自然是为了获得返还，要送也仅限于自己的绑定目标。这玉简乃连月舟亲手炼制，洛离和魏青言都有份，送给他们肯定会被拒收。送给徐妙真，对方肯定也不会要，毕竟这玉简召唤出来的是连月舟的化身，化身发现召唤自己的不是徒弟，大概率不会出手。师尊还给你们留了2样特殊物品，2个光团从洛离的储物戒中飞出，一个散发淡淡金芒，一个散发淡淡的黑芒，两者看起来都无实体，似乎就是一团纯正的光源，隐隐间有各种符文流转。这是2种秘术本源，是师尊将特殊能量和秘术符文结合在一起创造而出的。简单来说，它可以让你们直接练成一门秘术。这团金色的名叫赤阳金骨本源，黑色的名叫玄阴黑瞳本源。随着洛离的讲解，金色本源飞到李玄风面前，黑色本源飞到魏青年面前。这2种秘术本源对体质的要求极高，以前师尊一直没有寻到合适的人选，现在倒是发现你们非常合适。接下来我传授你们口诀，你们在这里修炼就行了，我会为你们护法。洛离说道，然后将口诀传给魏青年。叮！魏青言学会玄阴黑瞳秘术本源炼化口诀，10倍返还。你学会口诀并完全熟练。系统提示音虽然响起，但李玄风觉得没什么用。按照口诀显示，这门秘术只适合女修。玄阴黑瞳能看破虚妄，也能看穿敌人的破绽，总之对你而言好处多多，并且随着你修为境界的提升，玄阴黑瞳也会变得更强。洛离对魏青言解释道，后者点点头，就地盘膝而坐，黑色光团直接没入他的眉间。这赤阳筋骨可以强化骨骼强度，师弟你本就身具顶尖体质，有了这门秘术加持，肉体将会更为强大。同境界中找不出肉体能和你媲美的修士了。洛离来到李玄风面前，传授他口诀。
赤阳筋骨本源没入李玄风眉心，开始朝他全身骨骼渗透弥漫。李玄风赶忙默念口诀吸收炼化。赤阳筋骨本源有了，可惜差个赤阳精瞳本源，不然给师弟配上倒是完美。玄阴黑瞳具备的功能他都具备，并且传言兼具透视功能，亦能看透天地间灵力分布，对于寻找天才地宝很有帮助。看着进入修炼状态的李玄风，洛离心中默道：赤阳精瞳是一门厉害的瞳术，比玄阴黑瞳还要强，不但能看破虚妄，还能看透天地间清晰的灵力分布，对于寻找天才地宝有极大的帮助。洛离为两人护法，一炷香的时间很快过去，魏青言终于将本源彻底吸收，成功炼成玄阴黑瞳。一睁眼，瞳孔中便有黑色符文流转，璀璨的金芒突然亮起，李玄风浑身发光，宛如一尊散发金芒的佛陀。很快，金芒内敛，李玄风又恢复了正常。他成功将赤阳筋骨炼成。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也在他脑海中响起：叮，魏青言炼成玄阴黑瞳，10倍返还，你炼成赤阳精瞳。成了。一直为两人护法的洛离露出笑意。然而下一刻，在他惊愕的眼神中，李玄风双眼冒光。所谓冒光，就是字面意思。李玄风的双目释放出2道璀璨的金芒，正好射在前面的洛离身上。此刻的李玄风就宛如炼成火眼金睛的齐天大圣，2道璀璨的金色光芒从他眼中射出，落到洛离身上。一袭黑装，布料纹路清晰可见，感觉下一刻就要穿透衣服，看到绝美的仙子之躯。然而透视失效，目光被某种神秘的禁制力量给挡住了。师弟，好看吗？洛离悠悠的声音响起。啊！李玄风一愣，眼中的金芒迅速褪去，只留下一双黄金瞳。没看到。看着洛离悠悠的目光，李玄风赶紧说道，金色的瞳孔也迅速恢复正常。洛离白了他一眼，看师弟这样子，好像有点遗憾啊。要不是他身上有防窥探的宝物，刚刚还真让李玄风给看光了。师弟，你真的让我感到非常好奇。洛离目光灼灼地看过来，他知道李玄风刚刚双眼金芒落在他身上是无心之举，所以不会揪着此事不放。但他想不通李玄风为何会突然炼成赤阳精瞳，这不应该啊。给他的明明是赤阳筋骨秘术本源，他怎会连赤阳精瞳都会了？莫非他有极其可怕的悟性不成？洛离如此想到。赤阳筋骨秘术和赤阳精瞳秘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如果是悟性极高的天才，偶然间领悟也不无可能，只是这种概率小得可怜。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这个现象。师弟，能不能告诉师姐你是怎么做到的？洛离美目眨巴一下，先是莫名其妙突破一境，现在又莫名其妙学会赤阳精瞳术。洛离对李玄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炼化本源的时候，突然心有所悟，脑中灵光一闪，符至心灵，莫名其妙就会了。李玄风谎话张口就来，灵光一闪，原来是顿悟。洛离恍然，如果是顿悟的话，那就好解释了。虽然对于李玄风的话他没有100%信，但顿悟的解释又非常合理。他总觉得这个师弟身上有秘密，不过每个人都有秘密，洛离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但内心对李玄风的好奇却没有半点降低。反正是自己的师弟，以后接触的时间还多，慢慢探索师弟身上的秘密，说不定也是一件趋势。师尊的见面礼给完了，作为师姐，我也给你们准备了见面礼。浩浩荡荡的清澈液体从储物界飞出，悬浮在魏青言面前，波浪微微荡漾，充满了灵性。这是御灵泉，已经被我淬炼提纯到最佳状态，可以助师妹凝聚气旋，汇聚灵海，修炼时用其浸泡身体，主动吸收即可。洛离解释道。多谢师姐。魏青言谢过后，将御灵泉收下。叮，魏青言获得10立方御灵泉，10倍返还，你获得10立方淬浊泉。系统提示音响起。淬浊泉和御灵泉类似，能助修士修行，不过它的主要功效是淬炼内丹，对凝丹境修士突破有不小的帮助。对李玄风而言，也算是很适合当前境界的修行资源。师弟，这是我给你的。洛离袖手一挥，同样浩浩荡荡的液体飞出，飘到李玄风面前。李玄风眉头挑了挑，因为这液体正是淬浊泉。此物名为淬浊泉，可助你淬炼内丹，巩固根基的同时加速突破，使用方法和御灵泉一样。我所剩的20立方都在这里了，你收好。洛离说道。多谢师姐。李玄风伸手一引，淬浊泉便飞进储物界。还有，你们把这2块玉牌带上。洛离手中飞出2块玉牌，飘到李玄风和魏青言面前。此物可以阻挡别人神识感知以及瞳术窥探。洛离说到这里，似笑非笑地看了李玄风一眼。可李玄风干咳一声掩饰尴尬，然后才将玉牌收下，挂在腰间。好了，恭喜师弟师妹入门，明日我会以师尊之名昭告全宗，
百剑山又多了2位真传弟子。我还有事要做，就先离开了。洛离说完后乘风而去。李玄风和魏青岩也回到自己的山峰，飞至峰顶，得见一座宫殿。这是李玄风的修行宫殿，平日里有专门的杂役弟子打理维护。他如今也算是百剑山的顶层人士了，地位可以说是发生了飞跃。有个强大的师尊，确实是件好事啊。李玄风感慨道，不管是灵石，还是召唤玉简，亦或是赤阳金骨秘术，都极其珍贵。若是作为散修，基本和这些宝物无缘。就算能够得到，多半也要冒着生命危险，付出巨大代价才有希望。而这只是连月州给李玄风的见面礼罢了。关键是他什么也没付出，就连拜师仪式都简单的不可思议。唯一可惜的是没见到师尊本体。李玄风略感遗憾，他不知道连月州本体实力有多强，但作为百剑山掌教，敢放出不管你在大炎王朝捅了多大篓子，为师都能帮你摆平这种话，连月州的实力就绝不可能低。若是能早点绑定，李玄风就能早点受益。不过还好，绑定了神退境的师姐。凝丹境之后是碎丹境，碎丹境之后才是神退境，洛离比他高了2个大境界。只要他能突破，最低10倍返还对李玄风而言也是非常赚的。半个月后，紫月秘境开启，徐妙真说里面有能提升悟性的奇物，恰好今天又获得了赤阳金瞳术，可清晰看透天地灵力分布，对于寻找天才地宝很有帮助。真是妙啊！进入修行宫殿内，李玄风惬意地往床上一躺，获得混沌剑体后，根骨不再是他的短板，反而变成了他的长处。不管是魏青岩还是洛离，都远不及他。不过悟性依旧是李玄风的短板，相比起提升根骨，提升悟性的难度更大。但李玄风有系统，想办法在徐妙真身上刷一刷，悟性发生蜕变也不是不可能。必须在半月之后弥补短板。李玄风下定决心。翌日，洛离代掌教师尊之名昭告全宗，掌教新收了2名亲传弟子，一个叫李玄风，一个叫魏青岩。在洛离的要求下，2人还在内门广场露了一下脸，不少弟子成功记住了2人模样。李玄风也趁机借助系统查看众人的命格颜色，没有发现新的天命之人。接下来的数天，李玄风的生活暂时恢复平静。魏青岩依旧在努力修炼，李玄风每天都能从他那里兜到返还9杀剑术，庚金9剑在魏青岩的返还下早已真至圆满，就连99归一剑也成功达到圆满。徐妙真和洛离也没有闲着，两女也在各自修行，为李玄风的实力添砖加瓦。定，徐妙真高强度施展万境迷踪，某一刻突然心有所悟，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的万境迷踪真至圆满。定，徐妙真经历10场实战模拟，获得10场战斗经验，10倍返还，你获得100场战斗经验。也许是为进紫月秘境做准备，徐妙真这段时间修炼异常勤奋努力，李玄风也因此受益，实力蹭蹭往上涨。明明自己是个剑修，在徐妙真的返还下，从未摸过枪的李玄风已经是一个枪道高手了。定，洛离研读炼药大师手札，收获全新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炼药方面的感悟。有关炼药知识方面的返还，李玄风这几天已经不是第一次获得。在洛离师姐的勤奋钻研下，李玄风俨然躺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炼药师。即便没有摸过丹炉，没有炼过药材，但只要他愿意，他就能成功炼出丹药。转眼间又是数天时间过去，明天就是李玄风和徐妙真约定的见面时间，差不多该启程了。李玄风从浴桶里起身，这些天他自己也在修炼，不过是一边泡澡一边修炼。泡澡水就是淬浊泉，再加上魏青岩也有突破，李玄风已经达到凝丹境5重。这半个月来，我各方面都得到了巨大提升，不管是修为境界、实战经验，还是身法、剑法、枪法，亦或是炼丹技术，进阶迈上新的台阶。可唯一遗憾的就是，尝试多次后我依旧没能领悟传说中的剑意，终究是悟性不够啊！提升悟性刻不容缓。李玄风穿戴好衣物，朝殿门走去。可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又响了起来。叮！洛离耗费12个时辰，成功炼制出3颗剑意丹，10倍返还，你获得30颗剑意丹。叮！洛离炼制剑意丹获得不少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大量经验和感悟，知晓剑意丹炼制方法。叮！洛离炼制剑意丹过程中对剑意有了新的理解，10倍返还，你理解部分剑意，成功领悟剑意雏形。李玄风眼睛一亮，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真是我的好师姐啊！李玄风欣喜不已。这半个月来，在3个天命之女的努力下，他各方面都得到提升，躺着都能变强后，无聊之余他便尝试去领悟传说中的剑意，奈何悟性太差，半个月连个剑意的毛都没领悟到。所谓剑意，乃是剑道意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玄而又玄的力量。不知有多少剑修做梦都想领悟剑意，可大部分剑修从入门到入土没有成功。一旦领悟剑意，剑修的实力就会暴涨，只有领悟了剑意，将来才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剑之大道。一名剑修刚开始练习的都是基本剑招，比如点、刺、抽、压、截、带等招式。这些招式经过各种组合叠加，就会产生变化万千的剑法。即便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在连续练剑10年、数十年后，也能成为剑法高手。可那终究只是停留在普通的技巧层面，面对真正的修士，会被绝对的力量直接碾压。当一个剑法高手有了修为，就可将力量附着在剑上，配合武技展出具有实质性伤害的剑气。修士本身力量越强，释放出的剑气威力越大。比如现在的李玄风，随便一剑斩出，庞大的剑气便可轻易劈山断河。他想要展出更大的威力，除了突破境界外，最好的办法就是领悟剑意了。在剑招、剑法、剑气之上更上一层，就是剑意。领悟剑意和没有领悟剑意的剑修，实力一个天一个地。此次得到洛离返还，李玄风成功领悟剑意雏形，正式接触到剑意。剑意雏形拥有剑意的部分意境和力量，但却比不上真正的剑意。嘘，赤霄剑出鞘，李玄风伸手一握，剑锋上荡漾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只有神识能勉强感应到的神秘力量，不施加任何灵力，轻轻对着空气一划，剑过虚空留痕，连李玄风的混沌剑体靠近了都隐隐感觉到一丝刺痛。剑意果然强大，李玄风满意收起长剑。系统还返还了他30颗剑意丹，此丹极其特殊，需要炼药师在炼制过程中将自身领悟的部分剑意剔除伤害的情况下融于其中，修士服下后便有机会领悟其中的剑意，悟性越高，领悟的越多。剑意丹是炼制难度极高的一种辅助类丹药，也只有洛离这种丹神体加深的丹道妖孽，炼制的成功率才会高一些。咻！李玄风踏空而出，朝百剑山外飞去。此次紫月秘境之行，他没打算带上其他人。洛离和魏青言都有自己的修行，至于坐骑、神行黑俊已经远远跟不上他如今的修为。李玄风随便跨一步，神行黑俊怕是都要追上老半天，只能将其随便养在小旋风上，以后有机会再想办法弄一头厉害的坐骑。李玄风和徐妙真约定的见面地点位于云州上川郡，距离百剑山有上千公里之遥。也就在李玄风离开百剑山后不久，洛离的身影出现在小旋风。师弟去哪儿了？洛离找了半天没找到李玄风，最后通过传讯时联系才知道他已经下山了。这次的剑意丹是洛离特意为李玄风炼制的，他对师弟的悟性非常感兴趣，所以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借助这剑意丹试探一下李玄风的悟性，等他回来后再给他吧。洛离只能将此事暂时放在一边。我突破到神退境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最近感觉突破在即，炼制剑意丹也让我有所感悟，看来我该闭关几天，希望能完成境界和剑意的双重突破。洛离心中如此想着，便朝自己的灵药峰飞回。大炎王朝36州，每个州下治数10个郡，每个郡又有数十甚至上百座城，其中吴安城便是云州治下位于上川郡内的一座大城。此城坐落于紫月山脉北面，虽不是上川郡郡城，但人口亦有数百万之多。这2天的吴安城比平时热闹许多，紫月秘境即将开启，得知消息的修士不少，很多外来修士早在数天甚至10天前就陆陆续续朝此赶来，骤然涌入大量的外来者，必然就会发生一些乱象。这几天已经发生数起私斗，不过有城卫军维持秩序，以及城主坐镇，再加上大炎王朝律法威慑，倒是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冲突。吴安酒楼，吴安城最大的酒楼，一袭白衣，扎着高马尾，一脸英气的徐妙真站在顶楼朝远处眺望。半个月前，他以紫月秘境即将开启的情报作为报酬送给李玄风，并邀请他前来。半个月后，瞧着众多涌入吴安城的修士，这个消息多少显得不太值钱了。不过重要的并不是消息，而是进入秘境的名额。想要进入紫月秘境，必须要特殊信物。徐妙真曾机缘巧合下得到过这种信物，可以带李玄风一起进去。来了，也不知眺望了多久，徐妙真终于看到了李玄风的身影，飘身一跃，轻盈落到街上，主动朝李玄风迎去。李兄，小妹恭候多时了。徐妙真笑着上前抱拳。妙真妹妹。李玄风同样报以微笑。既然他自称小妹，那李玄风这一声妹妹也可以喊得很自然。房间我已经开好了，我们上去要上一壶好酒，再慢慢详谈。徐妙真笑着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好，请。李玄风笑了笑，然后和徐妙真一同朝酒楼走去。不久后，桌上摆满好菜好酒，徐妙真随手布下隔绝阵，两人相对而坐。定。徐妙真布置隔绝阵，获得一点经验，
10倍返还，你获得部分经验，彻底掌握隔绝阵的布置方法。系统提示音响起，隔绝阵徐妙珍之前也布置过，李玄风获得返还，只是勉强掌握此阵，这次再得返还，才算是完全将其掌握。隔绝阵虽是一种简单的阵法，但却非常实用，不仅可以隔绝声音，还能隔绝神识，是背后嚼舌根、密谋大事的必备良阵。李兄应该知道，但凡某地有秘境即将开启的消息，是不可能捂住的，何况是这种曾经开启过的秘境。像之前蛇牙山脉那种阵法，也就是百事屋保密工作做得不错，知道的人都被当成血石炼化了，要不然走漏一点风声，也会吸引诸多好奇的修士前往一探究竟。徐妙珍为李玄风斟满酒。紫月秘境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秘境，但数十年前开启后，有人发现里面存在能提升悟性的奇物，这奇物名为菩提明悟泉，传说是浇灌菩提树的最佳养料。不过此物被紫月秘境内的核心阵法封锁，无法强行攻破，在大阵的引导下流淌到秘境各处，滋养灵植。菩提明悟泉蕴含奇异之能，能让某些灵植发生变异，催生出能提升悟性的天才地宝。徐妙珍敬了李玄风一杯酒，然后开始为他讲解紫月秘境。李玄风默默听着，不管是提升根骨还是悟性的天才地宝，都异常珍贵，可以让很多修士冒着陨落的风险为此争夺。特别是那种根骨有限、悟性有限、潜力用尽无法再突破的修士，为了提升根骨和悟性，他们可以悍不畏死，做出极其疯狂的举动。所以即便没有信物在身，也必然有许多亡命之徒被吸引到了这里，蛰伏暗处等待机会。此次秘境之行必然鱼龙混杂，风险极大，李兄若是不愿冒险，现在止损还来得及。徐妙珍看着李玄风，既然来都来了，又为何心生退意？况且对那能提升悟性的天才地宝，我也很感兴趣。李玄风淡笑道，他有系统观看命格颜色可以趋吉避凶，此次秘境之行他没有危险，有危险的只可能是别人。就算真出现了他敌不过的强者，他手里也还有一枚玉简可以召唤绝美师尊。况且李玄风是真的很想提升悟性，赤阳金瞳可以帮助他寻找能提升悟性的天才地宝。他目前需要考虑的就是怎样在徐妙珍身上刷悟性。从徐妙珍的神色间，李玄风能看到他对此次秘境之行很有自信，看来他也有一些寻找宝物的手段，得抢在他之前把宝物拿到手，到时候提升悟性的宝物都在我手上，我找个借口送给他，他还能忍得住说不要？李玄风心中默默想着。徐妙珍不知李玄风心中所想，但李玄风不临阵而退，对他而言就是好事。进了秘境后，两人也可互相照应。他只想尽快得到提升悟性的宝物。作为天命之女，徐妙珍大荒战体加身，根骨不用多说。至于悟性方面，徐妙珍本来非常妖孽，但她的灵魂曾受过创伤，导致悟性受到损害。只有找到能提升悟性的奇物，才有可能弥补创伤，恢复悟性。如果运气好一点，说不定悟性还能更上一层楼。随着实力的提升，徐妙珍也愈发认识到悟性的重要性。李兄，我有一件寻找天才地宝的辅助器具，进入秘境会比其他修士更占优势。找到我所需的宝物后，此物也可借给李兄使用。徐妙珍看着李玄风说道，在寻找天才地宝方面，我也略有心得，或许不比你的器具差。李玄风笑道，哦。徐妙珍好看的眉头挑了一下，那不如我们比一比，各凭本事，看谁找到的宝贝更多。见李玄风笑得自信，徐妙珍突然起了比试一番的念头。可以。李玄风淡笑着点了点头，想比试吧，正好能用比试的借口将提升悟性的宝物都抢到手中，到时候就看你眼不眼馋，想不想要。徐妙珍拉着他进秘境，必然对于此类宝物有需求，只要有需求，那就好办了。李玄风就不怕宝物送不到他手中，器具终究是外物，哪有他的赤阳金瞳好用，并且他的实力也远比徐妙珍强，总体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乌安城现在看似平静，等秘境开启的时候必然会爆发混乱。两人又闲聊一会儿，徐妙珍看着楼下人流如织的街头说道。李玄风点了点头，认可他的说法。信物的数量有限，但想进入紫月秘境的修士却有很多，必然不够分配。现在很多修士都在暗中观望等待，想抢夺信物。入口开启时就是他们出手之时。好在秘境对修士的境界也有限制，只允许神退境以下的修士进入，不然招来太多厉害强者，我们反而没什么机会。徐妙珍收回视线，前些时日我侥幸突破到凝丹境1重，寻常的凝丹境3重不是我的对手，若是再对上当日的元宵，我有信心一招将其毙于长枪之下。不过若是遇到凝丹境5重的修士，我胜算不大，5重以上只能避其锋芒。徐妙珍看着李玄风，却见李玄风一脸平静，似乎对他的突破并不意外，也对他的自我战力评估没有反驳的意思。
以李兄的天赋，这半个月应该也提升了不少吧？徐妙真忍不住问道。他说这么多，就是想知道李玄风的大概实力。只有知晓李玄风的大概实力，他心里才有底，才知道面对什么敌人可战，面对什么敌人该避锋芒。秘境限制神退境及以上的强者进入，但没有限制碎丹境的强者。面对5重以上的凝丹境修士，徐妙真没有把握，唯有避其锋芒。遇到碎丹境的话，基本只能逃命了。他见识过李玄风在蛇崖山脉表现出来的力量，当时李玄风的境界是凝丹境3重，单凭肉身之力就将元宵一脚踢死，若使出全力，怕是凝丹境6、7重的修士也不是他对手，甚至凝丹境8重的修士面对李玄风也不见得能取胜。徐妙真觉得李玄风的天赋在他之上，不过时间毕竟才过去半个月，而且境界越往后突破难度越高，耗费的时间越久，这一点即便天骄也无法避免。徐妙真就是在灵海境9重停留了较长一段时间，积累足够后才在数日前成功突破到凝丹境1重。李玄风天赋比他好，但这么短时间内突破到凝丹境4重的概率想来也不大，确实有些许进步。我现在已是凝丹境5重。李玄风笑了笑，平静地说道。凝丹境5重，徐妙真明显吃了一惊。如果李玄风突破到4重，他还很容易接受，毕竟李玄风的天赋很高，但突破到5重的话，就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了。吃惊之后，他也有些无语，这能叫些许进步？李兄果然天资妖孽。徐妙真感慨道。他对自己的天赋认知是很清晰的，自修行以来几乎没见过比他还天才的对手。若是悟性完全恢复，他的综合天赋还能提升一大截，到时候应该能和李玄风缩小一些差距吧。徐妙真如此想着。接下来的时间，李玄风和徐妙真举杯对饮，继续聊着秘境和修行的相关话题。吴安城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翌日，依旧有修士陆陆续续朝吴安城赶来。经过昨日的闲聊，李玄风已经知道紫月秘境共有8个入口，紫月山脉占地面积极广，这8个入口分布在山脉的各个方位，其中一个入口恰好距离吴安城较近，所以这里才聚集了那么多修士。其他7个入口附近聚集的修士想来也不少。时至正午，30多里外的山脉中突然传出一阵奇异的空间波动，秘境入口要开启了。空间波动传递的信号大家都知道，一时间无数修士从吴安城腾空而起，或是御气飞行，或是凌空而行，密密麻麻如同蝗虫一般朝紫月山脉飞去。最低的都是气玄境，当然也有一些灵窍境的小修士来凑热闹。抱有侥幸心理的人从来不缺，认为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很多人都曾自以为是这个世界的主角，直到被现实打败。我们也走吧。李玄风看着徐妙真。徐妙真点了点头。两人当即冲天而起，化为2道红光撕裂长空，很快就超越诸多修士。山峦起伏，延绵无尽，仿佛一头头巨兽俯卧，身上披满了绿皮，一眼望不到尽头。一座大山的山顶上，空间微微荡漾，就如平静的湖面被人投下石子，荡起一圈圈涟漪。大山之中早已有许多修士提前在此等待。咻咻咻，一道道身影划破长空朝此飞来，纷纷落到山顶，或是立于树间，或是立于大石上，亦或是站在崖边，静静等待秘境之门开启。咻咻，2道长虹迅疾而至，落到山中。那惊人的速度倒是引得不少修士多看了一眼。当看到一袭白衣留着高马尾的英气女子时，不少人都是眼睛一亮。如此漂亮的女子可不多见。入口快要成型了，无视了一道道扫过来的目光，徐妙真看着前方如水波荡漾的空间。当空间停止荡漾，就会形成稳固的门户，手持信物的修士便可进入。连续有修士赶来，大约1炷香过后，该来的也来得差不多了。李玄风粗略一扫，感觉人数不下于1万，这只是其中一个入口而已。8个入口加起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来能提升悟性的奇物确实吸引人。当然，绝大部分修士只是陪跑，信物有限，他们没有机会进秘境，双眼之中淡淡的金芒掠过。修士们的境界在李玄风的赤阳金瞳下一览无余，绝大部分修士都是灵海境，气玄境修士也有不少，其中最少的就是真窍境和凝丹境。至于碎丹境，李玄风目前还没有发现，要么就是没有碎丹境修士来这个入口，要么就是对方隐藏手段极高。李玄风现在只是简单使用瞳术查看境界而已，并未全功率开启。全功率开启的状态就是眼中射出2道金芒，就算对方隐藏手段高超，多半也无所遁形。不过那样太显眼了，非必要情况下李玄风不会那么做。山顶上宛如镜面的空间门户逐渐趋于稳定。诸位，
老夫对这紫月秘境可是向往了很久，但奈何始终未能寻到信物，不知有没有哪位道友愿意带老夫一个？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凌厉的裹挟下回荡这片天空。众人循声望去，见一头发花白、面容苍老、微微驼背的老者立于一棵大树顶端，双目环视四周，脸上带着和蔼的笑意。声音正是此人发出的，然而并没有人回应他。老夫愿以一件4阶上品灵器作为报酬，进入秘境后亦可为道友出手3次，助道友夺宝。见没有人回答，老头也不急，依旧笑眯眯地说道。然而依旧无人应答。某些修士看向老人的眼中有着浓浓的忌惮，甚至是畏惧。很明显，有部分修士知道老者的身份，知道他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和善，与他合作没有对等的实力就是与虎谋皮，但没人开口提醒，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招来老者的敌视。前辈此话可当真？老头本来不抱希望，却没想到居然真有人回答。呵呵，老夫言出必行，以人品和道心起誓，所言并无半分虚假。老者朝数10米外的一个青年投去和善的目光，笑着说道。嗡！就在这时，在那青年旁边突然有修士抱起，举起凌厉浩荡的长刀对他劈去。出手的是一位灵海境9重的修士。青年顿时脸色狂变，他不过是灵海境3重，面对这突然偷袭的一招，必死无疑。找死！树端上的老者眼神一寒，居然有人敢抢他的东西。凌空对着出手的灵海境9重修士一掌拍下，在那修士头顶，一只灵力手掌凝聚，呼啸而下。他想要逃，但周身灵力被凝滞，仿佛深陷泥潭，速度不及平日3成。砰！大掌落下，地上被拍出一个巨大的掌印。掌印之中，那灵海境9重修士已经变成一滩肉泥。多谢前辈，我愿带前辈进秘境。青年感激地说道。好好好！老者满脸笑意，伸手一招，青年就飘飞到他旁边。很明显，青年之前的话直接暴露了自己拥有信物的事，所以旁边的灵海境9重修士果断出手，要杀了青年抢夺信物。不过他显然不知老者的身份和实力，直接被隔空秒杀。见识了刚才老者出手，就算有修士蠢蠢欲动，也终究还是止住了。此人是凝丹境9重巅峰的修为，距离碎丹境只有1步之遥。李玄风瞳孔中淡淡的金芒褪去，老者的境界瞒不过他的赤阳金瞳。单论境界的话，老者恐怕就是在场最高的。嗡！也就在这时，一阵奇异的空间波动传开，秘境入口彻底稳固。咻！一道身影化为残影，朝空间之门冲去。刷！刷！刷！可就在那个修士动身的同时，数十道攻击竟是极其默契的朝他招呼而去。剑气、刀气、拳影、灵力大手，各种攻击落到那人身上。那人能躲过1次2次攻击，也能避开3次4次攻击，但奈何出手之人太多，当他被一道拳影击中，速度骤减，其余攻击便瞬息招呼而上，将其淹没。当能量散开，那人已是一具破破烂烂的尸体。一道道身影朝尸体猛冲而去，他们的目标是储物界，或者说是储物界中的信物。轰！轰！轰！各种攻击碰撞，灵力肆虐，战斗就此展开。敢直冲空间之门，必然是有信物在身，所以才会引来诸多修士攻击。那个带头冲锋的修士明显没有经历过毒打，直接葬身于此。滚！找死！信物是我的，给爷死！一道道怒喝响起，乱战开启，有人伺机而动，想浑水摸鱼。不过终究有几个实力强大的修士穿过乱战区域，成功进入秘境。走！之前的老者一把抓住青年的肩膀，穿过混乱战场，竟是无人敢拦，任其踏过空间之门进入秘境。咻！一个男修搂着一个女修纤细的腰肢，冲过乱战区，进入空间之门。李兄，把手给我。徐妙真朝李玄风伸出纤纤玉手，一枚信物最多可带2人进入，而方式就是必须2人要有肢体接触。李玄风暗叹一声可惜，他也想学刚才那对道侣，搂着徐妙真的腰肢冲杀过去。不过既然对方都主动伸手了，岂有不握之理？李玄风伸出手，将徐妙真的小手握住，温软如玉，娇嫩滑腻，手感很不错。李玄风心中评价道。突然传来的触感让徐妙真身子僵了一下，他的本意是抓住李玄风的手腕，没想到对方会错意了。长这么大，徐妙真还是第一次和异性这样手拉着手，感觉怪怪的，但也挺奇妙。他没有挣开，现在没必要在意这些细节。咻！2人手牵着手，同时踏空而出。咻咻！可就在去路上，数道身影朝李玄风和徐妙真攻来。有谁敢直冲空间之门，就代表身上存在信物，都是这群人的攻击目标。滚！
一杆银色长枪凭空出现在徐妙珍手中。他一手拉着李玄风，另一只手长枪横扫，直接将几个不知死活的灵海境修士抽飞，甚至一个宁丹境一众的修士也被他一枪抽得死活不知。徐妙珍面容冷酷，气势惊人，让其他准备对他动手的修士立刻止住。徐妙珍手握长枪，马尾飘动，一手拉着李玄风穿过混战区域，周遭灵力肆虐，余波乱溅，轰鸣声震耳。这幅场景倒是让李玄风略感新奇，有一种被女侠带飞杀出重围的错觉。两人穿过混乱之地，临近空间之门。徐妙珍收起长枪，一枚刻着紫色圆月的玉简出现在他掌心，此物正是进入紫月秘境的信物，无形的能量散发出来，将徐妙珍和李玄风笼罩。下一秒，两人朝着秘境入口同时踏出脚步，门户荡起微微涟漪，两人的身影消失不见。外界的战斗依旧在继续。有愣头青修士不信邪，觉得没有信物说不定也能进入秘境，于是直接朝空间之门冲去。然而一股可怕的力量荡开，强闯的人直接被空间之力绞杀，连灰都没有剩下。这一幕惊呆了很多人，想要效仿的人纷纷止住念头。唰，周围环境扭曲破碎，眼前一花，李玄风和徐妙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全新的空间中。脚下是一块平原，平原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花草，远方有延绵的山体轮廓，空气中荡漾着比外界浓郁数倍的灵气。在这里修炼一天抵外面数天，不过没有人会在这里浪费时间，因为秘境开启的时间大概只有7天。7天后，所有人都将会被强制传送出去。在这里修炼7天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反而浪费寻找天才地宝的机会。咳！当李玄风打量四周环境时，一声轻咳传来。李玄风偏头看到了徐妙珍漂亮的侧脸。李兄，我们已经进来了。徐妙珍说道。是啊，这里的灵气还挺浓郁。李玄风点点头。徐妙珍，现在空间之力不会强行把我们分开的。徐妙珍忍不住说道。修士穿过入口会被随机传送到秘境中的一处地方，但是同持一枚信物的两人不会被分开。哦，李玄风这才反应过来徐妙珍的暗示，他一直捏着人家的小手忘了松开，当即将手抽了回来。随着李玄风抽离，徐妙珍悄悄松了一口气，彼此手拉着手，是他和异性做过最亲密的行为了。之前穿过混战区域，注意力倒是没在这上面，现在安静下来，难免觉得异样。为了赶紧压下心中的一些念头，徐妙珍袖手一翻，一个形同罗盘的器具出现在他手中，罗盘上还有一枚悬浮的指针。李兄，这就是我和你说过的器具，名为寻宝罗盘，只要注入灵力，它就能感应天才地宝所在的方向。虽然做不到特别精准，但总好过漫无目的的寻找。徐妙珍把寻宝罗盘拿到李玄风面前。寻宝罗盘出自炼器师之手，也算是灵气的一种，属于辅助类器具。等李玄风看清楚后，徐妙珍又赶紧将其收了回来。之前和李兄说好了，各凭本事，看谁找到的宝物更多，在找到我所需的宝物前，寻宝罗盘还不能借给李兄使用。徐妙珍笑道。李玄风竟从他的俏脸上看到一丝小小的得意，显然是对自己的寻宝罗盘很自信。徐妙珍当然很自信，毕竟这个寻宝罗盘他已不是第一次使用，知道它的效果很不错。看样子你很有信心，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始吧。李玄风笑了笑，徐妙珍点点头。于是两人升空而起，拔高身位，开阔视野，开始观察周遭环境。徐妙珍催动寻宝罗盘，指针开始一阵阵颤动，看起来似乎有些失灵，左右摇摆不定。但徐妙珍一点也不着急，继续催动。李玄风的瞳孔变成金色，天地间灵力的分布以及流动清晰可见，各种肉眼看不见的特殊能量也在他眼中一览无余。一朵朵花，一株株杂草，似乎都成了不同能量的具象化。这种感觉有点像他借助系统查看别人的命格颜色。普通花草能量微弱，可以忽略不计，一些灵植掺杂其中就变得比较显眼。所谓灵植，便是可以吸收日月精华，汲取天地能量成长的灵性植物，拥有各种不同的特殊功效，比如解毒、增加修为、淬炼血肉、治疗伤势等等。之前帮魏青岩唤醒至尊剑体的9星剑草也是灵植的一种，99%的灵植都是炼丹的原材料。不过李玄风对眼中所见的灵植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些灵植都太普通了，只能炼制低阶丹药，价值很低，就算拿来刷系统返还，依旧难入李玄风法眼。不慌不忙地飞在空中，李玄风施展赤阳金瞳四处张望，徐妙珍也催动阵盘不断变换方向，一阶鹿鳞草，一阶脆皮草，2阶凝元花。李玄风一边观察，一边在心中默念，借助赤阳金瞳，他可精准定位灵植，并且这些灵植他都认识，毕竟这半个月来
洛里返还了他太多炼药相关的知识，李玄风已经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炼药师了。而炼药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认识各种灵植。咻，一盏茶的功夫过去，李玄风和徐妙珍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天才地宝。赤阳金桐树下，李玄风突然看到远处有一团极其浓郁的特殊能量，他当即加速朝那里飞过去。这骤然加速的举动自然是吸引了徐妙珍的目光。飞过2里地，李玄风从高空落下，在郁郁葱葱的花草中，有一株宛如翡翠般亮丽的七叶草，清风拂过，7片叶子轻轻摇曳。从远处看，它并不起眼，但靠近了，却莫名觉得心旷神怡，可以扫去一身疲惫。是静心草。李玄风眼睛微亮，静心草是一种变异灵植，由七叶草吸收菩提明悟泉变异而来，价值相当惊人。因为此草有一个特殊作用，那便是有一定几率提升修士的悟性。虽然只有一定几率，但也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宝物。李玄风伸手一招，静心草便被无形的力量连根拔起。咻！徐妙珍的身影也在这个时候落到他身边。居然是静心草，李兄运气不错嘛。徐妙珍看到静心草的时候，眼睛明显一亮。怎么样，送给你。李玄风手指一动，静心草就飘到徐妙珍面前。徐妙珍若是收下，他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宝物了。李兄不必如此，我们说好了，各凭本事，此物是你先发现，自然归你所有。徐妙珍笑着摆了摆手。静心草确实不错，但徐妙珍依旧很有自信，李玄风不过是暂时领先而已，很快他也能找到类似的宝物。李玄风也没有劝说，而是将静心草收进了储物戒。徐妙珍的拒绝在他预料之中，徐妙珍不急，他也不急，于是两人继续寻找。李玄风的赤阳金瞳确实比徐妙珍的寻宝罗盘好用，毕竟前者是一门强大的秘术，而后者只是辅助类器具。徐妙珍需要花费灵力催动，然后观察指针变化，可是指针所指的只是大概方位，而李玄风却能精准定位，差距一目了然。所以过了片刻，李玄风发现了第二株静心草。李兄厉害啊！徐妙珍忍不住感慨。其实寻宝罗盘也发现了这株静心草所在的方位，但奈何李玄风是直接定位的，在他还没有确定准确位置前，李玄风已经朝静心草飞过去了。要吗？送你。李玄风随意道。多谢李兄好意，不过现在才开始呢，不急。徐妙珍依旧笑着摇头拒绝。李玄风也不劝，将静心草收好。一盏茶的时间过后，李玄风又先徐妙珍一步找到第三株静心草。李兄你真厉害。徐妙珍看了看第三株静心草，又看了看李玄风，顿了顿才说道：要吗？送你。李玄风还是那句话，不用，下次肯定是我先找到。徐妙珍依旧拒绝，但这次没笑了，也没了一开始的自信。又过了一会儿，要吗？送你。李玄风拿着第四株静心草对徐妙珍说道：不用了。徐妙珍咬了咬银牙，有点不甘心。这次凭借寻宝罗盘，他只差一点就比李玄风先找到了。一盏茶的时间过后，要吗？送你。李玄风拿着第五株静心草在徐妙珍面前晃荡。李兄，你莫不是故意想要刺激我？徐妙珍悠悠地说道。看了看一脸平静的李玄风，又看了看他手中晃悠的静心草，徐妙珍俏脸上满是郁闷。得益于寻宝罗盘的帮助，以前寻找宝物时，他总是领先其他修士收获大量宝物。当别的修士还在寻踪觅影，苦苦搜寻宝物的踪迹时，徐妙珍往往已经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之前在李玄风面前，他才表现得那么自信，可是现在他的自信已经开始动摇。李玄风连续5次获得静心草，每一次都先他一步，这让徐妙珍心中憋了一口气，郁闷的同时又有些无奈。静心草只是有一定几率能帮修士提升悟性，价值虽然珍贵，但对徐妙珍而言也不是非要不可。这秘境中必然还有更好更适合他的宝物，可是几率再小也架不住数量多啊。如果静心草的数量足够多，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数量越多，能提升悟性的概率越大，这一点徐妙珍不可能忽视。所以当李玄风一次又一次比他先找到静心草，并拿着静心草在他面前晃悠问他要不要时，徐妙只能悠悠地看着他。他连续拒绝李玄风，不代表他真的不想要静心草。任何有机会能提升悟性的宝物，徐妙珍都不想错过，但他不喜欢随便接受别人的好处。以他的性格，接受了就必然要想办法加倍还回去，他不喜欢欠人情。再加上他对寻宝罗盘很自信，所以才连连推辞。可现在看来，李玄风在寻宝手段上确实比他的寻宝罗盘还要厉害。继续这样下去，自己比不过他不说，还很有可能白来一趟。若是这次秘境之行不能修复创伤，恢复悟性，再想遇到能提升悟性的奇物，
恐怕得等到猴年马月了。我可没有在你面前显摆的意思，更不是故意想要刺激你，只是这静心草对我而言确实没什么用，你若需要，也不算埋没了它们的价值。李玄风一脸淡然地说道，那副神情好像真的看不上这静心草。徐妙真一愣，也是啊，以李玄风的天赋，确实不需要静心草提升悟性才对。静心草只是有一定概率提升悟性，而且提升的也不多。李玄风这种绝世天骄，静心草对他而言恐怕连锦上添花都算不上吧。也就是说，他真的只是单纯的看不上此物，想随手丢给我。徐妙真想到这里，知道自己误会李玄风了，悠悠眼神也变得柔和，脸上重新出现了一抹笑意。倒是我想多了，会错了李兄的好意。但我们毕竟有言在先，寻宝各凭本事，这静心草李兄还是自己收着吧。现在才刚进秘境不久，还有广袤的区域等着探索，我想我肯定能找到自己所需的宝物。徐妙真露出足以让绝大部分男人怦然心动的微笑，他还是没有接受李玄风的馈赠。李玄风淡笑着看了他一眼，将静心草收起，看来火候还是不够，得尽快找到更好的宝物。李玄风心中暗道，他细想过这次秘境之行，如果能收获足够多的提升悟性的宝物，并将其送给徐妙真，他的收益将会非常惊人。首先，徐妙真收了宝物，系统自然会100倍返还给他。其次，徐妙真用他送的宝物提升了悟性，他还能再得一次悟性返还，双重收益，李玄风便可彻底摆脱悟性频繁的局面，成为真正的绝世天才。两人并未在原地逗留，开始继续寻宝。一炷香的时间过去，李玄风又寻得4株静心草，徐妙真始终落后他一步，就算全力催动寻宝罗盘，依旧不敌李玄风的赤阳金瞳。赤阳金瞳不仅看得更远，还定位更精确，关键是李玄风境界还比他高，速度也比他快。徐妙真可谓是遭遇了全面碾压，他的心态已经有点小崩了。李兄，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头寻宝吧。徐妙真终于忍不住了，他觉得再这样下去，只能看着李玄风盆满钵满，自己却一无所获。每次都眼睁睁地看着李玄风比自己快一步，徐妙真既感到无奈，又相当无力。也行，李玄风沉吟一下后点点头，他不可能强行拉着徐妙真，让他和自己一起。这块平原之地已经被搜寻的差不多了，一共有9株静心草，全都进了他兜里。咻咻，两人飞上数千米高空，判断了一下方向和地形。天黑之前，我们就在那座最高的山峰下汇合。李玄风指着极其遥远的模糊山体轮廓说道。好。徐妙真点点头，眼中闪过欣喜。只要没有李玄风这个在寻宝方面堪称变态的家伙和他竞争，他找到自己所需宝物的概率就大多了。两人一左一右，化为2道红光分开，看来只能将这片区域的宝物都薅光才行了。李玄风瞳孔亮起璀璨的金芒，随着他的飞行，金芒在空气中拉出2道流光。虽未全功率施展赤阳金瞳，但差不多了。天地灵力的分布在他眼中变得更加清晰，各种灵值蕴含的能量在他眼中更有层次感。只需一眼，李玄风就看穿前方隆起的山脉中隐藏着一团团浓郁的能量。咻，身形划破长空，径直而去。山脉中植被茂盛，怪石嶙峋，甚至有妖兽蛰伏。不过这些妖兽都很弱，李玄风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山涧中流水潺潺，猿猴类妖兽在林中上蹿下跳。李玄风在一株银白如玉的兰花面前落下。4阶灵药白玉幽兰，此物他并不陌生，乃是一种较为少见的灵植，炼丹的好材料。不过它并不能提升悟性。紫月秘境中灵植繁多，并不是所有都能提升悟性，能提升悟性的基本都是吸收菩提明悟全后变异的灵植，只占了极小一部分。之前那块平原面积极为辽阔，七叶草的数量非常多，在庞大的基数下才诞生了9株静心草。所以不管是李玄风还是徐妙真，想要继续寻找到能提升悟性的灵植也并非易事。这白玉幽兰也算是比较少见了，很多丹药都需要用到它，可以收起来以后炼丹，或者找机会送给洛离师姐。李玄风直接连同白玉幽兰旁边的土都挖起来，收进储物间。随后他继续在山脉中寻找，有不开眼的低阶妖兽袭击他，被李玄风随手拍成渣。半个时辰过去，李玄风只找到了5种不错的灵药，都是炼丹的好药材，可惜没有提升悟性的功效。又过了一会儿，刚采摘完1株灵药的李玄风立于山崖边上，极目眺望，视线穿过层层叠叠的密林，2团极其浓郁的能量倒映在他的黄金瞳孔中，同时倒映的还有几道人影和一只蛰伏的妖兽虚影。咻！李玄风朝悬崖边一步踏出，身影消失在原地。一处山坳中，绿草遍地，几10棵大树零星排布，其中有一棵脉象很差的歪脖子，竖位于山坳中间。
树叶凋零的七七八八，一副即将枯萎的样子。但偏偏它的枝头上挂着2颗红彤彤的果子，果子散发异香，吸引了不知多少妖兽在附近上蹿下跳。可始终没有哪一只妖兽敢于上前，因为在歪脖子树附近匍匐着一只体长10多米的大狮子，狮子头顶上长着一根紫色的独角，它趴在旁边闭着眼睛，鼻翼翕动，也不知是在真睡还是在假寐。一种无形的威势从它身上散发出来，就算其他妖兽在眼馋那颗果子也不敢靠近，只能在不远处急得团团转。半山的一处茂密灌木中掩藏着3道人影，三人收敛气息，不敢移出半点，目光盯着歪脖子树上的红色果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是赤心果，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宝贝，这可是有50%的概率能提升悟性的奇物啊！就算没有成功提升悟性，吃下去对于灵魂也是有好处的。他妈的，为什么偏偏有一头5阶初级的紫金独角狮？三人躲在灌木丛中，彼此悄悄传音。他们看向赤心果的眼神满是渴望和贪婪，恨不得马上就冲上前去咬上一口。但看到那头体型庞大的大狮子后，三人又感觉身上仿佛有蚂蚁在爬。他们都是灵海境9重的修士，而那5阶妖兽紫金独角狮却相当于宁丹境的修士，绝非他们所能抗衡。三人一起上也不够他塞牙缝，怎么办？这赤心果1个时辰内应该会成熟，就这样离去也太亏了。搏一搏，风险越高收益越大。我的鬼影神行术已真至圆满，如果只是逃命的话，这紫金独角狮也不一定追得上我，但我需要掩护。没问题，我们可以为你吸引注意，拖住3息时间。此事的好好商议，考虑各种意外方可行动。三人偷偷商量着如何夺宝。能提升悟性的奇物对修士的吸引力极大，即便赤心果能提升悟性的概率只有50%，也足以让很多修士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夺。这3个灵海境9重的修士自知不是5阶初级妖兽的对手，但面对紫金独角狮也并非必死之局，只要配合得好，虎口夺食也是有机会的。赤心果这种奇物完全值得冒险一搏。休不过也就在三人商量夺宝方案时，一道身影划破长空飞来，他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气息，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凌空而立，俯视地上的紫金独角狮和赤心果，并顺便往灌木丛中三人藏身的地方瞥了一眼。被发现了，是天毛洞洞主。三人浑身紧绷，冷汗淋漓，望着凌空而立的中年男子。他们认识此人，此人乃云州境内一个名叫天毛洞的势力掌舵人。天毛洞放眼大炎王朝，或许排不上号，只是个不入流的势力，但洞主怎么说也是宁丹境7重的修士，一巴掌就能拍死他们。没想到能遇到赤心果，运气不错。天毛洞洞主凌空而立，自语道：吼！匍匐在地的紫金独角狮睁开双眼，站起身来，望着天空上的中年男子，昂首发出警告的咆哮。呵呵，一头孽畜！天毛洞洞主手中凭空出现一根长矛，此物本作要了，谢尔等3息之内离开此地，可免一死。洞主声音淡漠：多谢洞主，多谢洞主。躲在灌木丛中的三人如蒙大赦，他们可是知道天毛洞洞主的凶名，此人由于修炼功法的原因极其易躁易怒，更好杀人，动辄不爽就要杀人全家，不知树立了多少敌人，经常被仇家追杀，早就成了亡命之徒，连天毛洞也早就名存实亡。和他遇上，只能祈祷他当时心情好，不然多半要枉死在他的长矛下。或许是遇到赤心果的缘故，他主动让三人离去，让三人大舒一口气，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不过就在三人准备离开时，一道年轻的身影踏步而来，他每一步都能轻松跨越100丈距离。唰，几次迈步，年轻的身影已是到达山坳处。来者正是李玄风。此物本作要了，你和他们一样，3息之内离开此地，可免一死。天毛洞洞主看着李玄风，长矛斜指而下，锋利的矛尖刺人双眼。宁丹境7重也敢自称本座？李玄风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呵呵，本座决定了，赐你们死罪。天毛洞洞主一脸冷笑，怒意浮现。完了，3个灵海境9重的修士满脸惊骇。你惹他干嘛？三人朝李玄风投去埋怨的眼神。认识天毛洞洞主的人都知道，这家伙就是行走的炸药包，稍有一点不爽就会被点爆，典型的超易怒体质。不过现在不是指责李玄风的时候，逃命要紧。既然你敢惹，那就留下来断后好了。咻！三人化为流光，然后突然就偃旗息鼓了，飞不太动。宁丹境7重的威压降临，浩浩荡荡，这下真完了。该死的，你不说话走就行了，干嘛惹他？你不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天毛洞洞主啊，脾气暴到炸，一点就着，怎么遇到你这个煞星，真是该死。三人愤怒地朝李玄风看来，同时他们也是满脸绝望。
天毛洞洞主只要决定出手，就绝对不会放他们任何活路，能给个痛快都算运气不错，只能祈祷别被他折磨致死。气性这么大，李玄风感受着浩荡的威压，轻如鸿毛。尽管对方比他高2个境界，但他没有丝毫感觉。一个凡体罢了，高2重小境界就想压他的混沌剑体，不可能的。嗡，浑身气息透体而出，天毛洞洞主的威压就被冲击的尽数倒卷回去。呵呵，宁丹境5重吗？有点东西，但还是要死。天毛洞洞主冷笑一声，澎湃的气息尽情释放，身形如瞬移般来到李玄风面前，锋利长矛直取眉心。砰！眼见着李玄风就要被长矛贯穿，但下一刻就被李玄风牢牢抓住，不得寸进，连长矛上蕴含的灵力也被强行压制，无法动弹。天毛洞洞主惊了一下。砰！李玄风一个撩腿，自下而上踢在他腹部，压缩到极致的灵力在脚尖爆开。天毛洞洞主顿时躬身如虾，像一发炮弹冲天而起，而他的长矛还被李玄风紧紧握在手中。李玄风抓住长矛，随手一甩，长矛便以极快的速度飞射而出，瞬息追上天毛洞洞主，从他的腹部对穿而过，鲜血抛洒长空。李玄风脚下一动，整个人冲天而起，很快便超过天毛洞洞主，截住他倒飞的后路。五指张开，一掌按在他的后脑勺，抓着他从高空落下，按住他的脑袋，狠狠朝地面灌去。轰！灵力震荡，浓烟滚滚。天毛洞洞主被李玄风按着脑袋在地上砸出一个直径上百米的深坑。这一切不过发生在瞬息之间。3个灵海境9重的修士已经完全看呆了，待得浓烟散去，他们看到深坑之中，李玄风抓住天毛洞洞主的头发，将他满脸泥土混杂鲜血的脑袋提离地面。听说你脾气暴到炸。李玄风淡淡的声音传出，让整个山坳彻底寂静。天毛洞洞主被碾压了，宁丹境7重被宁丹境5重碾压，像小鸡仔面对成年人一样无法反抗。3个灵海境修士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妖孽修士，简直恐怖如斯。3人默默咽了一口口水，彼此相视一眼，不敢动弹。他们很想逃，但脚下仿佛生了根，并非李玄风用威压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而是他们没有勇气趁机逃离。在天毛洞洞主面前，他们都逃不了，何况是碾压天毛洞洞主的李玄风。他们不清楚李玄风是怎样一个人，万一偷偷逃跑的举动将其触怒，那岂不是一切完了？所以只能忐忑地站在原地等待审判，心中不停地祈祷李玄风不要是天毛洞洞主那种易躁易怒、嗜杀成性的人。深坑中，天毛洞洞主浑身鲜血，沾满泥土，李玄风揪着他的头发，将他脸面提离地面，样子狼狈至极。不得不说，宁丹境的修士生命力极其顽强。受了如此重伤，天毛洞洞主并没有死，就连气息也没有减弱太多，屈辱的被李玄风抓住头发。天毛洞洞主咬紧牙关，只感觉心中有无穷的怒火在升腾，在燃烧。明明被碾压，他却没有害怕，没有恐惧，只有愤怒。狂涌的怒火简直要将他吞噬，将他的理智冲碎。他要杀了李玄风，杀了那3个修士，杀了紫金独角狮，杀了这里的所有妖兽，杀光一切，毁灭一切。修炼多年的功法迅速运转，他的身体刹那间变得宛如烧红的铁块，加上他愤怒扭曲的脸庞，那副场面简直就像心中怒火变成了实质性的高温伤害。他红温了，你他妈给本作死！狂暴的灵力从天毛洞洞主体内席卷而出，那浩荡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宁丹境7重修士。呵，李玄风冷笑一声，抓住他的脑袋，再次狠狠朝地面砸去。轰！蛛网般的裂缝从坑底开始蔓延，刚刚红温的天毛洞洞主浑身凝聚的力量直接被砸熄火。混沌剑体加赤阳筋骨，天毛洞洞主在他面前没有反抗的余地。你他妈！天毛洞洞主怒喝，浑身再次通红，力量就要再次席卷爆发。轰！李玄风也不手软，按着他的脑袋又来了一次，灵力从他掌心传出，将天毛洞洞主那特殊功法凝聚而起的力量震散。你！天毛洞洞主刚开口，轰！才吐出一个字，脑袋又被李玄风狠狠按进了地里。本座要杀！轰！你必死！轰！每次李玄风都让他说几个字，但也不让他说完，然后就按着脑袋往地里砸，像是在故意刺激他，让他更为愤怒。坑洞越砸越深，裂缝越砸越多，天毛洞洞主运转功法凝聚力量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天毛洞洞主是吧？轰！脾气很暴是吧？轰！暴到炸是吧？轰！一点就着是吧？轰！红温是吧？轰！要杀我是吧？轰！李玄风每说完一句，
就抓起天毛洞洞主的脑袋砸一次。这一幕刺激着3个灵海境修士的神经，他们眼皮直跳，心中的恐惧越来越浓。天毛洞洞主在云州是一个名气比较大的修士，这个名气更多的是凶名。传闻他修炼了一门强大的功法，但修炼这门功法有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发怒，而且怒气越大，越有可能发挥出功法的威力。凭借此门功法，他甚至能战胜宁丹境8众的修士。也因为这门功法，他犯下了很多杀戮，招惹了许多仇家。见识过他出手的人，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旦他陷入愤怒，陷入暴走状态，力量就会成倍增加。那些原本能和他打成平手的修士，就这样被他反杀。可是今天，李玄风的操作刷新了3个灵海境修士的认知。天毛洞洞主明显愤怒到了极点，那标志性的红温状态说明了一切。可是他根本凝聚不起来，力量每次还没凝聚完，就直接被李玄风按着脑袋震散，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天毛洞洞主彻底失去气息。在他濒死之际，远处的3人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害怕和恐惧的神情。他的愤怒被硬生生砸碎，似乎变得清醒了一些，想要求饶，可一切都太晚了。随着李玄风最后一击砸下，天毛洞洞主的气息寂灭。一个基本只有愤怒情绪的宁丹境强者，硬生生被李玄风砸出害怕和恐惧，甚至后悔的情绪。3人只觉得一阵口干舌燥，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那个年轻的修士在他们眼中比天毛洞洞主还要可怕。李玄风起身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伸手一招，长矛从远处飞来，被他收进储物戒。查看天毛洞洞主的物品，他的身家一般，算不上差，也算不上好。不过他倒是收集了不少药材，这些东西对于李玄风来说还是有用的。自己想要炼丹的话也用得上，就算自己不炼，打包送给洛离，想来对于一个炼药师应该很难拒绝。清点完战利品，李玄风才朝那棵歪脖子树看过去，2颗红彤彤的赤心果还挂在上面。紫金独角狮早就被吓跑，躲在远处看他，不过他体型太大，躲在山头后面露出半个脑袋的画面有些滑稽。之所以没有走，是因为舍不得赤心果，但他随时做好了逃跑的准备。至于其他妖兽，早就跑得没影了。李玄风没有管那只大狮子，可惜这里是秘境，没法把妖兽带出去，不然的话，收一只威风凛凛的紫金独角狮当坐骑也是比较有排面的。赤心果没有受到丝毫伤害，李玄风在出手的时候控制了力量，神识一直关注这里，不让余波扩散。战斗时，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余波就不好控制，会造成严重破坏。毕竟谁也不敢收敛力量，一个弄不好就会把致命破绽留给对方。当彼此实力差距过大时，就不一样了。天毛洞洞主全程被李玄风压制，根本没有资格和李玄风硬碰硬，即便想造成点破坏，也被李玄风提前遏制，不然这里的大山早就被夷为平地了。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成熟。李玄风走到赤心果面前，没有急着将其摘下。赤心果有一个特点，只有100%成熟，即将瓜熟蒂落的时候，效果才是最好的。判断的方式也很简单，当树上的枯叶在那一刻全部掉光时，便意味着赤心果彻底成熟。而且一旦彻底成熟，必须立即服用，因为它的效果在成熟时达到巅峰，亦在巅峰后迅速衰退。那就等一等吧，正好试试提生物性是什么感觉。李玄风心道。前辈，3个灵海境修士站在不远处，舔着笑脸，小心翼翼地对着李玄风打了一声招呼。李玄风这才有闲心朝他们投去目光，但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纠正他们前辈的叫法。之前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前辈，还望前辈大人大量，放我们一条生路。3人朝李玄风连连拱手，脸上一直陪笑。他们所谓的冒犯，自然是刚才李玄风惹怒天毛洞洞主时对他说出的那些埋怨话。天毛洞洞主的凶名他们是知道的，但眼前这个看起来很年轻的修士也绝不是什么善茬。他抓着天毛洞洞主脑袋，活活将其灌死的画面，他们怕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记忆犹新。李玄风沉默地看着他们，3人顿时汗毛倒立，其中为首一人立即站出来：我们愿意奉上一切您看得上的资源。说完后，3人毫不犹豫地将各自的储物借抛给李玄风。李玄风随意一扫，将储物戒中看得上的灵药全部卷走。我等还有一个消息告诉前辈，此消息事关紫月秘境最大的机缘，前辈或许会感兴趣。见李玄风拿了东西，3人都松了一口气。说来听听。李玄风终于开口了：前辈可知枯玄宗？在告诉李玄风这件事之前，3人中为首的那人小心翼翼地问道：听说过，如果和他们有关，你尽管说。李玄风淡然道：枯玄宗是大炎王朝境内的一个宗门，虽然没有百剑山强大，但也有几分实力，至少要比天毛洞强上很多倍。枯玄宗依附于一个顶尖宗门血煞门，
这血煞门和百剑山是敌对关系，所以算起来，枯玄宗和百剑山也是敌对关系。看到李玄风这副表情和语气，那人心中暗松一口气。想必前辈肯定知道，紫月秘境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秘境，因为菩提明悟泉的存在，才让它变得出名。此秘境中，各种能提升悟性的奇物，都是吸收菩提明悟泉变异而来。不过菩提明悟泉被阵法控制，朝秘境四处流动，滋养灵植，就算有人眼馋，也无法打破阵法。三人中，为首者谦恭地开口为李玄风解释，距离上次秘境开启后的这数十年，有一个宗门一直对其念念不忘，暗地里或买或抢，弄到了许多进入紫月秘境的玉简信物。这个宗门就是枯玄宗，8个秘境入口，有3、4个入口的玉简几乎被他们占据。他们此次带进来了多位阵法师，想要打开阵法，进入其中，带走菩提明悟泉。为首者一口气说完，然后看着李玄风，他的这个消息算不上多么珍贵，但只要李玄风不知道，他讲出来就是信息差，也可博个好感。我知道了。李玄风点点头。那为首者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看向李玄风。李玄风随意地摆摆手，多谢前辈，多谢前辈。三人如释重负，一边陪笑，一边朝远处退去。等消失在李玄风视线内后，才加速远离，远离到一定程度，才腾空而起，溜得飞快。呼，好险好险！确定李玄风没有突然改变主意追来后，三人心中的石头才真正落地。幸好那个年轻修士不是嗜杀之人，不然他们今天彻底完蛋。想起李玄风抓着天毛洞洞主脑袋，活活将其灌死的场面，他们还心有余悸。这个年轻妖孽绝非善茬，不知道他是哪个门派的妖孽，能以宁丹境5重的境界碾压宁丹境7重的天毛洞洞主，绝对是最顶级的天骄。主要是他连自己的灵气都没有使用，一手就将洞主摁得无法反抗。说实话，我现在都觉得那场面有点不真实。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天毛洞洞主那特殊的功法能被生生打断。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天毛洞洞主也会害怕，也会恐惧。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以为他只会愤怒呢。也不知道追杀洞主多年无果的那些修士知道了会是什么表情。此人要么是隐士强者培养的弟子，要么不是大炎王朝本土修士，不然这种妖孽不可能声名不显。不管如何，这种天骄绝对不可招惹。没错，这种妖孽本身实力强大，背后必然有强者，保命手段怕是也不少。三人一边加速远离，一边讨论道。他们彻底记住了李玄风，并在心中将其列为万万不可招惹的人物之一。李玄风看起来很年轻，而且越过2重境界战斗还能实现绝对性碾压，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他是绝世妖孽，活了几百年，看起来年轻的修士多的是。但如果真活了几百年，还是宁丹境5重，那绝对算不上天才，也绝不可能越过2阶还能碾压。他们虽然嘴上称呼李玄风为前辈，但心里都知道这个修士肯定比他们年轻很多。我们还是继续低调寻宝吧，先找点药材保个本，然后再去核心阵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捞点好处。为了避免再和他相遇，我们朝另一个方向。三人商量着迅速破空远去。三人离去后，李玄风将想要逃跑的紫金独角狮揪了回来，让他帮自己护法。体型巨大的狮子乖顺的像只小猫，没办法，眼前这个人类单凭肉身之力都能随意蹂躏他。歪脖子树上的枯叶一片片掉落，终于在半个多时辰后，最后一片枯叶凋落，2颗红彤彤的果子散发出醉人的果香。原本逃离的妖兽们被果香吸引，没忍住又跑了回来，躲在树林后面望眼欲穿，垂涎欲滴。紫金独角狮一双瞳孔扫过去，所有妖兽顿时噤若寒蝉。李玄风伸手一招，无形的力量将2颗赤心果摘下。在紫金独角狮和一众妖兽羡慕的眼神中，3两口将其吃下，清脆香甜，口齿留香，味道不错。李玄风评价道，然后盘膝打坐，开始炼化。赤心果只有 50% 的概率能提升一个修士的悟性，这个概率在提升悟性的奇物中已经算很高了，即便没能成功提升悟性，也会对灵魂有益。以李玄风现在的根骨，炼化吸收各种能量的效率那是相当快，片刻功夫，2颗赤心果的能量便被完全炼化吸收。李玄风感觉脑袋清清凉凉，灵魂仿佛都变得轻飘飘，各种灵光似要在脑海中争着迸现。成了。李玄风脸上露出一抹笑意，他运气不错，同时炼化2颗赤心果，让他的悟性提升了很多，少说也翻了1倍。参悟剑意试试。李玄风心中一动，取出几颗剑意丹，这是洛离炼制后系统返还给他的。剑意丹是特殊的辅助类丹药，不能提升修为，不能助修士破境，也不能疗伤，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将剑意的伤害抹去，溶于丹药中。吃下它的修士，丹药中的剑意
会扩散笼罩全身，相当于零距离接触剑意，感悟剑意。这是参悟剑意最好的方式之一。如果能成功悟透一成剑意，我的实力将会大涨一截，或许就能直面碎丹境修士了。李玄风心中暗道，连续吞下几颗剑意丹，就地盘坐下来。他对自己的实力处于什么层次，心里是有数的。特殊体质加深的修士要比普通修士强上很多，但体质也有强弱之分。魏青岩的至尊剑体，徐妙珍的大荒战体都是顶尖体质，越阶作战对他们来说轻轻松松。宁丹境修士每隔一重小境界，实力差距都非常明显。徐妙珍却能越过3、4个甚至5个小境界和敌人交手，更别提拥有混沌剑体的李玄风了。就算只使用肉体之力和灵力，李玄风也完全能越4阶碾压宁丹境9重的修士。若是加上赤阳金瞳、赤阳金骨、灵气、剑意雏形，他的实力只会更夸张。宁丹境内多半没有修士是他的对手。至于碎丹境，这个境界的修士非常特殊，李玄风即便有信心跨越大境界壁垒与之交战，也没信心斩杀，因为碎丹境的强者拥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就算刺穿心脏、砍掉脑袋，也不一定会死。剑意，只有强大的剑意才能对碎丹境修士造成伤害。李玄风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尽快领悟剑意。奈何之前悟性实在太差，什么都没领悟到，得系统返还后才领悟了剑意雏形。现在他悟性翻倍，又有剑意丹在手，李玄风觉得领悟真正的剑意还是有希望的。随着时间流逝，李玄风身上渐渐笼罩起一层玄妙的意境之力。不远处为他护法的紫金独角狮瞪大铜铃般的眼睛，不停地往后挪动庞大身躯。李玄风的气息让他感到极端危险。1个时辰后，嗡，一股难以形容的玄妙气息从自李玄风身上席卷而出，朝4面8方扩散。所有感知到这股气息的妖兽尽皆呜咽着匍匐在地，内心充满了恐惧。实力太弱的更是大小便失禁，就连早已退到更远处的紫金独角狮也四肢发软地匍匐在地。他从那股气息中仿佛感受到了世界初开的混沌力量。原来如此。盘坐中的李玄风睁开双眼，眼中似有混沌之光一闪而过，席卷4方的气息被他尽数收敛。混沌剑意，我领悟的是至高剑意，混沌剑意。李玄风握紧拳头，欣喜之情难以遏制。剑意分为很多种，比如冰霜剑意、烈火剑意、孤高剑意、杀戮剑意等等，而其中最为强大的，毫无疑问就是混沌剑意。李玄风之所以能领悟这种至高剑意，完全得益于他的混沌剑体。若非混沌剑体，他领悟的剑意可能就和洛离领悟的相差不大。在他参悟剑意的时候，混沌剑体自动将李玄风引领到浩瀚无垠的混沌意境中，并且最大限度降低了领悟难度。剑意一共分为1到10成，在剑意丹的帮助下，再加上混沌剑体强大的先天优势，李玄风成功领悟1成混沌剑意。即便只是1成，也强过普通剑意的数成。以我如今的实力，斩杀一般的碎丹境修士应该不在话下了吧。赤霄剑凭空出现在手中，混沌剑意缠绕而上，其中蕴含的可怕力量让李玄风有一种他能一剑劈开世界的错觉。这么长时间过去，天色也快黑了，距离约定会合的时间已经不远。不知徐妙珍有没有找到提升悟性的宝物。李玄风自语一声，撸了撸紫金独角狮颈部柔软的鬃毛，然后才一步踏出，消失在原地。在他离开后，这片区域的妖兽们仿佛虚脱一般，东倒西歪地滚在地上。混沌剑意对他们来说有一种来自灵魂上的压迫感。也就在李玄风离开山坳的同时，徐妙珍正在100里外的山脉中低空飞行，手中寻宝罗盘指针定格，为他指引方向。提升悟性的奇物还真是难找啊。徐妙珍心中叹了口气。和李玄风分开后，凭借寻宝罗盘，他确实找到了不少天才地宝，可惜这些宝物中并没有能提升悟性的。他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他和李玄风约定会合的大山很近，若是还找不到能提升悟性的宝物，就只能到大山脚下和李玄会合，等明天再继续了。不得不说，李兄是真的厉害啊。徐妙珍忍不住感慨。李玄风天赋高，实力强，寻宝手段还那么变态，可谓是让徐妙珍心服口服。也正因如此，他才忍不住提出分头寻宝。他知道和李玄风一起，他永远要慢一步，很难凭自己的能力找到所需的宝物。分开这么长时间，灵药他确实寻到一些，但是能提升悟性的宝物却连个影子都没见到。看着罗盘指针所指的方向，徐妙珍觉得多半又是普通的灵药，不过他还是抱有一份期望，朝那里快速飞去。大山附近有一个幽静的山谷，距离山谷数百米的山顶上，3道身影正收敛气息，躲在一棵大树的树冠中。如果李玄风见到他们，肯定会诧异，因为这3人正是之前那3个灵海境修士。3人藏在树冠中，盯着山谷里一株如雪莲盛开的白色花朵。
花香四溢飘散，只是闻上一口就令人心旷神怡，飘飘欲仙。是运神花，真的是运神花，真他妈倒霉！为什么这里也有妖兽守着？三人传音交流，发现运神花令他们兴奋，但看到运神花旁边盘成一座小山的黑色巨蟒时，又仿佛头顶被人浇了一盆凉水。这黑色巨蟒乃是一只5阶终极妖兽黑玄蟒，比之前那只紫金独角狮还要强大。唉，看得到吃不到的感觉真他娘的难受。既然得不到，为什么又要让我们遇到？三人相当苦恼，甚至有些抓狂。面对5阶初级的紫金独角狮，他们还有勇气拼一拼速度，搏一搏运气。可是在5阶中级的黑玄蟒面前，他们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看来只能离开了。有人来了，又是这种事，真他娘的巧了。刚准备离开的三人顿时又止住了动作。咻！一袭白衣，扎着高马尾，英气十足的女子破空而来，正是徐妙珍。这是运神花。徐妙珍眼睛猛地一亮，脸上浮现惊喜，终于让她找到可以提升悟性的奇物了。运神花可比静心草珍贵好几倍。不过看到旁边的黑玄蟒时，她的笑容又迅速收敛。黑玄蟒注意到不速之客，直立起小木屋一样大的脑袋，森冷的蛇瞳朝徐妙珍望来，眉头微微一皱。徐妙珍朝山顶的某个树冠瞥了一眼，随后娇躯一动，直接朝运神花飞去。5阶中级的黑玄蟒相当于宁丹境4、5、6中的修士，还不至于让徐妙珍就此退去。然而下一刻，他的身子却猛地止住。咻！一道可怕的灵力匹链突然降临，在徐妙珍和运神花之间划出一条深深的沟壑。这运神花，本公子要了。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身穿蓝袍的年轻男子出现在高空，他手持一柄长剑，浑身气息不加掩饰地释放而出。这是宁丹境几重？7重吧？7重还是8重？感觉完全不输天毛洞洞主啊！这人有点面熟，好像是枯玄宗的哪个弟子。完了，怎么走哪都能遇到这些强者？躲在树冠中的3个灵海境9重修士欲哭无泪。徐妙珍看着高空中的年轻男子，眉头微蹙。此人的境界远高于他，他确实拥有越阶而战的实力，可他毕竟只是宁丹境1重啊。面对宁丹境7重的修士，他不可能是对手，除非让李玄风来。以李玄风的实力，此人多半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他不行。不过让他就此放弃运神花，他又心中不甘。这是他和李玄风分开后第一次遇到可以提升悟性的奇物。正面交锋我不是对手，但也未必没有机会带走这运神花。徐妙珍心中如此想着。他也是有底牌的人，宁丹境7重让他感到棘手，但还不至于一句话就让他害怕到退却。如果是死战，他肯定会避其锋芒，但现在只是争夺宝物而已。娇躯一动，再次朝运神花冲去。咻咻咻！数道匹链落下，封锁徐妙珍的道路。我说过，这运神花，本公子要了。蓝袍青年淡漠的声音传开。不过，如果美人真的想要，本公子也不是不可以让给你，只要你答应做本公子的女人。蓝袍青年打量着徐妙珍，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他看上了徐妙珍，那张毫无瑕疵的绝美脸庞令人心动。然而徐妙珍根本不理他，全力施展身法避开攻击，朝运神花冲去。嘿嘿，蓝袍青年怪笑一声，踏空而出，拦在徐妙珍面前。长枪在手，徐妙珍浑身气息骤然一涨，速度暴增，竟是刹那间越过蓝袍青年。呵呵，蓝袍青年淡笑一声，也骤然加速。轰！长剑与长枪碰撞，激烈的波动顿时扩散而出。只是一招，徐妙珍就处于绝对的下风。尽管他使用秘术短时间内提升了力量，但境界差距实在太大。徐妙珍能接下这一招已经殊为不易，若是换做其他宁丹境1重，不死也要重伤。最关键的是，蓝袍青年游刃有余，明显没用全力。轰！又是一次交锋，徐妙珍依旧落在绝对下风，剧烈的灵力肆虐席卷。眼见运神花就要被波及，一个头发花白、面容苍老、微微驼背的老者出现。他抬手虚压，扩散的余波就被抹平。年轻人，莫要一时冲动，将这运神花毁了多可惜，不如先让老夫替你们保管吧。老者一脸乐呵呵的模样，看起来倒是很和善。但不管是徐妙珍还是蓝袍青年，都没有小觑他。徐妙珍更是认出了这个老者，此人正是他和李玄风在入口时遇到的那个宁丹境9重巅峰的修士。老者一边说着，一边就将手朝运神花伸去。徐妙珍俏脸一沉，这下是真没希望了。然而蓝袍青年却是一脸淡然和自信，似乎不怕老者将运神花摘去。嗡！就在老者快要触碰到运神花的时候，一股可怕的威压降临。碎丹境，那宁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仿佛惊弓之鸟，伸向运神花的手瞬间收回，整个人骤然暴退到1000米之外。
然后才惊疑不定地朝此投来目光，并随时做好跑路的准备。本来他还想强行将运神花摘走，但碎丹境威压降临的那一刻，求生的本能和对危险的警觉让他第一时间逃命，跑得还挺快。沙哑的声音响起，一个身躯佝偻的老妪踏着虚空，拄着拐杖，缓缓走出。他看了一眼暴退到千米之外的老头，倒是没有追击的意思。砰！在老妪身后，黑玄蟒的无头尸体砸落地面，没有人看到他是如何出手的，黑玄蟒就这样没了脑袋。操！是枯玄宗的任长老。躲在树冠中的三人头皮发麻，本来一个凝丹境7重就够吓人了，接着又来一个凝丹境9重巅峰的老头，现在更是冒出一个碎丹境的老妪。之前他们就觉得蓝袍青年有点眼熟，随着老妪现身，他们才想起两人身份。这老妪乃是枯玄宗的一位长老，姓任，修为碎丹境1重，而那个蓝袍青年既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孙子，名叫乌明惑。三人临海境修士知道他们肯定已经被发现，但现在这种情况，他们根本不敢动弹，躲着也不是，出去也不是，生死不受自己掌控，全凭别人善恶一念。那个姑娘要惨了，三人心中如此想着。他们知道乌明惑的一些传闻，此人天赋很高，又有任长老做靠山，平时没少干过欺男霸女之事。听他刚才的话语，明显对那个姑娘有想法。碎丹境出手，那个姑娘只能乖乖就范，没有反抗的余地。在碎丹境修士面前，凝丹境在逆天，基本也不可能有还手的余地。就连能越阶碾压天毛洞洞主的李玄风，在三人看来，面对碎丹境也只有逃命的份。是老身亲自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老妪浑浊的双目看向徐妙真，徐妙真握紧长枪的指节发白。主动？主动干什么？主动陪这个蓝袍青年？那他还不如去死。咻！再次使用秘术，徐妙真朝远处飞去。真是个不识趣的小姑娘。老妪摇了摇头，遥遥对着徐妙真一伸手，后者疾驰的身形顿时止住，整个人凝固在半空。砰！徐妙真身上仿佛有什么宝物碎开，一股强大的能量将她包裹，挣脱了老妪的束缚。哦，有点意思，不过也仅此而已了。既然不听话，那就先打断你的双腿吧。老妪声音淡漠，拐杖朝着虚空一跺，肉眼可见的能量如波浪一般荡开，冲击到徐妙真身上。徐妙真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从高空落下。碎丹境强者极其随意的一击，就让他重伤。他看向老妪和蓝袍青年的眼中充满恨意，但并无绝望。他已经放弃了运神花，但对方明显没打算放过他。一枚玉简滑落掌心，只要捏碎，就能带着他瞬息远遁，即便碎丹境也不可能留住他。徐妙真赶进秘境，自然是有所依仗的，只是这种底牌太珍贵，他不愿轻易使用。现在情况危急，若是再不使用，恐怕就没有机会了。身子迅速朝地面坠落，耳边风声呼啸，希望能找到李兄会合，尽量远离此地。碎丹境的强者实在太危险了。徐妙真心中如此想着。他和李玄风约定会合的地方距离这里并不远，此地有碎丹境强者，他担心李玄风和这老妪遇上，他想凭借御简的远遁之力快速找到李玄风，然后将他一起带走。咻！可就在这时，徐妙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急速朝他靠近，捏住御简的玉手就要用力。别怕，是我。熟悉的声音传来，徐妙真下意识的手里。砰！下一刻，他的后背就撞到一个结实的胸膛，落入安全感十足的怀抱。一只大手也顺势朝他握住玉简的小手覆盖而来，阻止他捏碎玉简。李兄！徐妙真闻到了李玄风身上熟悉的气息。徐妙真记得李玄风的味道，他有些艰难的抬头，看到了面无表情的李玄风。看样子你的寻宝过程不太顺利啊。李玄风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孩，嘴角的血迹和苍白的脸色让徐妙真多了一分柔弱凄凉的美感，与之前坚定平静英气十足的气质有了鲜明对比。徐妙真好看的睫毛一颤，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笑意，笑意刚刚浮现又消失，他神色严肃地看着李玄风。李兄，我们快离开这里，那人是碎丹境，不可力敌。捏碎这玉简可施展一种强大的遁术，我带你离开。徐妙真说着就要捏碎玉简，然而李玄风的大手一直握着他的小手，让他使不上力。无妨，区区碎丹境一众，斩了便是。李玄风语气淡然，神色间的自信让徐妙真看得愣了一下，恍惚间竟是让他觉得这样的李玄风有些迷人。徐妙真从不否认李玄风的天赋，他知道李玄风很妖孽，实力也很强，就算李玄风一剑秒杀凝丹境9重的修士，他也丝毫不会吃惊。但是凝丹境和碎丹境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了，碎丹境还有一个称呼叫做肉身久退，
也就是肉身经历9次升华蜕变。蜕变的方式就是主动碎掉内丹，将辛辛苦苦修炼而来的强大内丹之力全部倾注到四肢百骸、筋骨皮肉，让肉身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所以碎丹境的修士肉体极其强悍，生命力极度顽强，普通的凝丹境全力都不一定能斩破碎丹境修士的肉体防御，就算有人能斩破，也不见得能杀死碎丹境。碎丹境断肢可以重生，斩掉头颅也能重新续接，就算是太监修炼到这个境界，那画也能重新长出来。所以碎丹境修士不但实力强大，生命力也异常惊人，绝不是凝丹境修士可以抗衡的。李玄风就算有伤到碎丹境的力量，也绝不存在斩杀对方的可能，到时候力量消耗过度，只能任碎丹境宰割。所以徐妙真才觉得应该逃命，只要记住这2人的模样，以后实力足够了再来报仇也不晚。但是李玄风阻止他捏碎玉简，你先疗伤吧，接下来好好看着。李玄风为他擦去嘴角的一丝血迹，然后拍了拍他娇嫩的肩膀，示意他在此等待。看着近在咫尺的俊朗脸庞，感受到李玄风指尖留下的余温，徐妙真的心跳突然快了一拍。李兄，徐妙真一把抓住了李玄风的手腕，将玉简塞到他手中，你拿着，若是情况不妙就捏碎它。徐妙真说道，听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走动。李玄风掰开他的玉指，将玉简放回他的掌心，然后转身看向老妪和蓝袍青年，是他，原来他和那个女子认识，我们不是明明换了一个方向吗？怎么还能在这遇到他？不过看他的样子是不准备离开啊。乌明惑的实力不比天毛洞洞主差多少，更别提还有一个碎丹境的任长老。我猜他接下来可能会自曝身份来历，如果来头确实大，任长老可能会忌惮不再出手，应该是吧。3个灵海境躲在树冠中不敢动弹，只能悄悄传音。经历了天毛洞洞主的事，他们对李玄风的评价很高，可任长老毕竟是碎丹境，正面对上，他们觉得李玄风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呵呵，原来你还有个老相好啊，看样子他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既然如此，那就把命留下吧，你这样的美人应该由本公子来享受。乌明惑冷眼看着李玄风和徐妙真，两人亲密的动作看得他妒火升腾。他平日里只有2个爱好，一是修炼，二是欺男霸女，也不知道多少女修没能逃过他的毒爪。仗着任长老的溺爱以及枯玄宗天才弟子的名头，加上自身实力也不弱，惹出麻烦来很容易就能摆平。这种经历也渐渐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他以往玩弄的女修中，还没有像徐妙真这种容貌气质双绝的，所以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大为心动，想要将其弄到手。乌明惑已经将徐妙真视为己有之物，只要任长老将他打伤，自己就可以对他为所欲为。何况不用任长老出手，他也能碾压徐妙真。嗡！雄浑的力量从李玄风身上席卷而出，赤霄剑凭空出现在手中。感受这股气息，乌明惑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哈，我当时多么厉害的人物，原来只有凝丹境5重，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还敢亮剑！哈哈哈哈！你莫不是真的想要对我们动手吧？哈哈哈哈！乌明惑的声音肆无忌惮的回荡。嗡！力量在脚下凝聚，李玄风不急不缓地踏空而行，宛如踩着无形的阶梯，一步步高升。呵呵，真是找死！乌明惑冷笑一声，他没想到一个凝丹境5重的修士，真准备对凝丹境7重的他动手。这人莫不是脑子有问题，还是说有什么攻击类的底牌？就算此人是天才，也不可能战胜他，因为他乌明惑也是枯玄宗的天才。哎，年轻的修士就是太冲动，此人若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有所依仗。远处凝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也一直关注着这边。树关中的3人这次倒是没有议论，他们知道李玄风的实力，乌明惑不会是他的对手，前提是任长老不出手。任长老确实没有出手，他觉得李玄风不具备威胁，但也提防着李玄风身上恐怕有攻击类的底牌。不过有攻击类的底牌又如何？乌明惑身上也有防御类的底牌，因此当李玄风踏空而起的时候，他没有要出手的意思，急着送死，那就成全你。乌明惑冷冷一笑，咻！他的身影骤然冲出，竟是主动迎向李玄风。李玄风一步步踏天而起的动作太抢风头了，他不喜欢。在冲向李玄风的同时，乌明惑也一直提防着，随时准备使用防御类底牌。凝丹境5重的李玄风敢对他动手，想来是有所依仗的。李玄风瞳孔中亮起金芒，乌明惑的动作在他眼中看起来漏洞百出，而且速度慢得出奇。唰！李玄风的身影消失在原地，他没有攻击乌明惑，而是出现在了老妪面前。好胆！老妪拐杖斥喝一声，
他万万没想到李玄风的目标居然是他。扑了个空的乌明或心中一惊，李玄风的速度居然远在他之上。豁然转头看去，李玄风已经持剑立于任长老面前。嗡！一股浩瀚的难以形容的远古气息从李玄风身上席卷而出，并迅速朝赤霄剑缠绕而上。所有人，包括任长老在内的以及远处观望的老者，尽皆汗毛倒立。这是什么？剑意？不对，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剑意？所有人心中骇然，老妪的脸上也满是惊惧。李玄风身上席卷而出的仿佛煌煌天威，就如同不在一个位面，不在一个世界的，而是来自天地初开之时的至高位格力量，混沌之力。明惑快跑！这是混沌剑意！老妪神色惊恐地喊道。他心中冒出了让他无比惊悚的猜测，这是混沌剑意。只有如此至高的剑意，才能让人从灵魂层面产生本能的恐惧。磅礴的力量被老妪全部调动，充斥他的每一个细胞，他整个人似乎都在此刻看起来年轻了许多。一层厚厚的能量照在他面前凝聚，手中拐杖竖起，咻！赤霄剑出鞘，对着老妪一斩而去。肉眼看不见，灵魂却能觉察到的混沌剑意撕裂虚空而过，速度快得不可思议。老妪感觉灵魂仿佛被剑意锁定了一般，想躲都没有机会。砰！能量照破碎，咔嚓！拐杖被斩成2截。下一刻，头颅抛飞，一剑秒杀。任长老仓促间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力量，能量照脆如纸糊，祭炼多年的灵气拐杖脆如枯木。以肉体强大著称的碎丹境身体更是宛如面对钢刀的豆腐，一划即断见过虚空留痕。天地一片寂静，即便有所猜测，即便觉得李玄风可能有什么底牌，但谁也没想到会是混沌剑意。这不是身外的力量，这是属于李玄风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借助了什么底牌，而是以恐怖惊人的悟性，在这个境界就掌握了至高的意境之力。对于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来说，混沌剑意都只存在传说之中，没想到今天他们能亲眼所见。混沌剑意，混沌剑意，不得不说碎丹境修士的生命力顽强的可怕。就算被斩首，任长老也没有死去。他口中不停的喃喃，实在无法相信这个事实，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至高剑意居然会被他遇上，并且还要死在这剑意之下。此刻他也明白了，剑意并不会锁定他，刚刚他如果反应快，是有机会躲开的。只是混沌剑意存在天然的位格压制，让他本能的觉得不可躲避，没有办法躲避，所以才硬接了这一招，被李玄风一剑斩首。任长老的身体和脑袋在空中飞舞，想要重新连接，然而残留的混沌剑意一直在侵蚀伤口，消磨他的力量，他的死已是注定的。咻！剑尖如寒芒，混沌剑意缠绕，洞穿任长老头颅，他的气息终于彻底寂灭。砰！长剑一震，脑袋飞到乌明惑面前。奶！乌明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瞳孔被惊惧填满。下一刻，他只感觉胸口一凉，携带混沌剑意的长剑刺穿他的胸膛。笑吧，不然就没机会了。李玄风淡淡地看着他。你！恐惧、愤怒、绝望、后悔等情绪将乌明惑淹没。我是枯玄宗。乌明惑还想搬出后台说什么，然而李玄风没兴趣了解。混沌剑意扩散，乌明惑的生机被彻底剿灭。宁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跑了。当混沌剑意现世，一剑斩掉人长老头颅时，他就知道人长老死定了。他连在远处观望的勇气都没有，直接跑路。李玄风没有时间去理会他，熟练的一招手，无形力量便托起储物戒送到他手中。神识一扫，2枚戒指中都装了不少东西，这次收获还算不错。看着储物戒中的大量灵石以及各种灵药，李玄风还算满意。在老妪的储物戒中，他还发现了3株静心草，身形一闪，来到运神花旁边，将其连根拔起，收进储物戒，然后才朝山顶的树冠看了一眼。前辈，没想到这么有缘，我等实在有幸，又在这里遇到了前辈。3人从树冠中滚了出来，连滚带爬地扑下山头，他们连站的位置都不敢比李玄风高。3人朝着李玄风连连拱手作揖，脸上陪笑。此刻他们身子都是颤抖的，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李玄风的实力之强，简直刷新他们的认知。宁丹境5重，领悟只存在传说中的混沌剑意，将碎丹境的修士秒杀，若不是亲眼所见，他们根本不敢相信。我等定会保密，绝不透露前辈的丝毫信息。我等以道心起誓，绝不透露前辈丝毫信息。3人连连拱手。李玄风无语的摆摆手，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人透不透露，以他的提升速度，根本不怕暴露实力，并且现在他也是有师尊撑腰的人，完全无需再一哭玄宗。多谢前辈。
前辈万福。三人又是拱手作揖，又是弯腰躬身，就差五体投地跪下磕头了。直到看到李玄风有些不耐烦了，三人才赶忙离去。他们畏惧李玄风，畏惧他恐怖的实力和妖孽的天赋，害怕触怒李玄风，才做出这些举动。只要能活命，对他们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在震惊之余，也在庆幸是李玄风赢了。如果是污名货，肯定没他们好果子吃。对这样一个绝世天骄卑躬屈膝，他们也丝毫没有屈辱的感觉。李玄风俨然已经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第一天骄，将来的成就不知会有多么惊人。说不定以后此事反而会成为他们和其他修士吹嘘时的谈资，甚至成为一种荣幸。李玄风朝徐妙真走去，一袭白衣的绝色少女拄枪而立，略显苍白的脸上神色恍惚，混沌剑意弥漫，一步步踏天而起，一剑斩首碎丹境的画面还停留在他脑海。徐妙真直愣愣地看着李玄风走来，似乎因为震惊而有些麻木。清风吹来，撩动他额角垂落的几缕秀发。走吧，天色快黑了，先找个安静的地方。李玄风走到他面前，徐妙真点点头，收起长枪，刚刚迈步，秀眉微微一蹙，看样子伤势不轻啊，需要帮忙吗？李玄风问。贝齿咬了咬红唇，片刻后，徐妙真才点点头。麻烦李兄了。碎丹境的强者对他而言太过强大，即便随手一击，也给他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伤害。李玄风上前一步，在徐妙真的惊呼声中，懒腰一个公主抱将他抱起。徐妙真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挂在李玄风脖子上，脚尖一点，李玄风带着他冲天而起。徐妙真本来的意思是让李玄风给他渡过来一点力量，让他疗伤恢复一下体力，没想到李玄风以为他走不动路，需要帮忙，然后直接将他一把抱了起来。也不知是李玄风会错了他的意，还是他会错了李玄风的意。风声在耳边呼啸，徐妙真玉手挂在李玄风脖子上，静静地看着他的侧脸，渐渐的竟是有些吃愣和恍惚。不知不觉间，他轻轻将脸靠到李玄风肩颈处，自己都没意识到嘴角挂起一丝浅浅的微笑。与此同时，紫月秘境中心，此地建筑成群，宫殿延绵，只是大部分已经被损坏，残破不堪，积满灰尘，唯有一个占地方圆2里的盆地保持完好。从高空俯瞰，一栋栋房屋呈某种规律排列，整个盆地看起来如同八卦阵图，阵图最中心是一汪汩汩而动的清泉。这汪清泉正是紫月秘境最为珍贵的宝物菩提明悟泉，无形的阵法能量笼罩整个盆地，让人不得其门而入。此时正有数十道身影分布在盆地边缘的一座座山头，朝阵法掐诀注入灵力，意图破解。嗡！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息似不受控制般席卷而出，吹得附近沙石飞卷，草木折腰。是谁？谁敢对任妹和明惑动手？愤怒的声音在这片天地回荡。一身蓝袍的老者须发皆张，衣袍被灵气撑起，无风自动。怎么了，巫长老？任长老和巫明惑出事了。众人纷纷将目光投来，他们的神念印记消失了。被称作巫长老的蓝袍老者脸色极其难看，沉声道：什么？任长老可是碎丹境，紫月秘境又有几个碎丹境？到底怎么回事？谁动的手？修士可以在特制的玉简中留下一丝神念印记，如果本人死亡，那么神念印记就会消失。我要将人找出来。巫长老怒气滔天，任长老是他发妻，巫明或是他孙子，现在两人都死了，他怎能不怒？暂时不要去节外生枝了。就在巫长老准备腾空而起时，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说话的是一个盘坐在大石上的青年。青年身穿红色衣袍，分外显眼。巫长老虽然此刻怒火滔天，但红袍青年发话了，他只能强行压下怒火。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来自枯玄宗，但唯有这个红袍青年来自血煞门。枯玄宗是血煞门的附属宗门，这个红袍青年在血煞门拥有特殊地位，也是在场实力最强的存在。巫长老不敢忤逆，先将阵法破解，控制阵眼，到时候大半个秘境落入掌控，再来追查凶手也不迟。若追查不出来，那你指一个，我杀一个。红袍青年声音淡漠，他现在需要人帮忙破阵，所以必须安抚一下巫长老的情绪。多谢金真传。有了红袍青年的承诺，巫长老的滔天怒意才消退了一些。被称作金真传的红袍青年微微颔首，神情依旧淡漠。他不管巫长老现在有多么愤怒，都不能影响他的计划。徐妙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似乎很漫长，似乎又很短暂。李玄风带着他落在一处幽静的山谷中，到了，脚下花团锦簇，前方流水潺潺。离开李玄风的怀抱，徐妙真竟是感觉有些不舍和留恋。我怎么会？觉察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心跳不由快了一拍，脸色微微发红。附近环境还不错，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李玄风刚刚用神识扫过这片区域，没有强大妖兽，只有一些小动物在嬉闹。紫月秘境的夜晚不适合寻宝，因为修士的神识会受到压制。抬头望天，不知何时已经挂上一轮紫月，似乎正是这紫月带来的影响，让修士神识受制，所以夜晚还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最好。屈指一弹，一块块灵石飞出，以某种特殊方位落下，形成一座简易阵法，将附近区域笼罩。这是得到徐妙真返还后，李玄风学会的隔绝阵，只不过他把这个范围扩大了很多。好了，接下来该分战利品了。李玄风做完这一切后，才看向徐妙真。徐妙真满脸问号，分战利品？他有什么资格分战利品？他被碎丹境修士重伤，都差点让人活捉了。虽说李玄风不来他也能逃掉，但那样毕竟要用去一份珍贵的底牌。于情于理都应该是他感谢李玄风，并给予他宝物以作答谢才对。敌人是李兄斩杀的，一切战利品里应归李兄所有，反倒是我应该给李兄报仇，以答谢救命之恩。徐妙真认真地说道。他向来都是有恩必报，之前李玄风斩杀元宵，算是为他族妹报了仇，他便拿出进紫月秘境的名额作为报酬。现在他正在考虑给李玄风什么报酬合适。徐妙真有自己的机缘，曾经获得过超级强者传承，珍贵的资源也不少。不过有很多资源是被封印的，需要随着他修为的提升才能逐步解开封印使用。而且李玄风是剑修，他是枪修，功法武技之类的资源即便给了李玄风也没多大作用。在徐妙真看来，应该只有那枚蕴含遁术的玉简才比较合适作为报酬了。所谓见者有份，若不是你拖住了他们，我又如何敢来杀掉他们？没有杀掉他们，就没有战利品一说了。李玄风看着徐妙真，之前分开时，他搞忘使用系统查看一下徐妙真的命格颜色。这种天命之女，气运加深，逢凶化吉，或许会遇到危险和挫折，但绝不会轻易死亡。之所以在危急关头赶到救下徐妙真，主要是因为他当时距离那个地方并不算远。而且系统提示应接联想起徐妙真经历战斗以及使用秘术的经验感悟都返还给了他，他便意识到徐妙真在和强大的敌人战斗。赤阳金瞳一扫，发现战场所在，第一时间赶过去，才发生斩杀人长老和无名祸难一幕。徐妙真一愣，李玄风说的并非没有道理，只是怎么感觉有一种诡辩的味道。李兄莫要说笑了，我没有资格分享战利品。徐妙真固执地摇摇头。李玄风心中叹了口气，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要是个贪心的女孩该多好。你知道我为何要和你进紫月秘境吗？李玄风决定再忽悠他试一试。为何？徐妙真下意识地问道。因为我很看好你，进秘境只是闲着无聊抱着玩一玩的心态，主要是准备帮帮你。李玄风悠然道。看好我，帮帮我。徐妙真细细咀嚼这话的意思。当初你能以灵海境修为抵挡宁丹境的元宵，我就知道你是绝世天骄，现在又因扛碎丹境一击而不伤根本，证明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身具某种顶尖体质。李玄风说道。徐妙真点点头，直接道，我是大荒战体。他知道李玄风也身具顶尖体质，而且很可能比他强大很多倍。他身具大荒战体的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我自认天赋还算不错，将来必能修炼到很高的境界。然修行之道长路漫漫，若一人登临绝巅，岂不是太孤独？所以我就想结交一些天才妖孽，彼此论道，修行路上不孤寂，总好过漫长岁月后独伴大道，回首不见故人悲寂寥。李玄风负手而立，神情略显惆怅，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登临绝巅俯瞰寰宇，高手寂寞无敌的画面。徐妙真娇躯一震，登临绝巅，独伴大道，这是何等的自信风采，或者说何等自负才能说出这种话。世间天才如过江之鲫，不知有多少意气风发自信飞扬的天才修士，在一次次突破更高境界失败后变得颓然而绝望，面对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黯然神伤，直至陨落化为一抔黄土，也未能触及更高境界。李玄风却认为自己能登临绝巅，甚至独伴大道。徐妙真不否认李玄风的妖孽，但这种说法也太夸张了。不过看他这副仿佛看见未来而惆怅的模样，以及不久前展现混沌剑意的震撼场面，他觉得李玄风说的话或许真有一天会成为现实也说不定。所以看到天骄妖孽，我就想要投资。我所获的战利品以及之前收获的静心草，对我而言可有可无，放在储物界内都占地方。既然留着他们也是吃灰，为何不拿出来成全你这种绝世天骄？李玄风转身看向徐妙真，徐妙真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想一想确实是这样，能领悟混沌剑意的绝世妖孽，悟性难道会差吗？至少徐妙真觉得自己就算修复创伤恢复悟性，恐怕也领悟不了。李玄风悟性如此之高，不管是静心草还是运神花，
对他而言都没什么帮助吧。这些奇物，悟性越差的修士用起来效果越好，反而是悟性本来就高的修士效果一般，也许连锦上添花都算不上。李兄的意思是想要投资我，你眼中可有可无的资源，对我而言却是极其珍贵的。李兄需要我回报什么？李玄风话说到这个份上，徐妙真确实有点心动。修士修行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获得更强的实力和悠长的寿命，去往更广阔的天地。所以面对自己真正所需的宝物，每一个人都是很难拒绝的。只是徐妙真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东西，接受了也会想办法还回去。对目前的他而言，能提升悟性的奇物正是他迫切所需的，回报的是不着急。等你实力变得足够强大后，想要回报我岂不是轻轻松松？李玄风露出笑意。徐妙真陷入沉吟，实力越强，能帮到李玄风的可能性越大。既然如此，尽快提升实力才是最佳选择。李玄风的天赋虽然惊人，但他的天赋也未必相差到无法弥补，特别是修复创伤恢复悟性后，他真正的天赋才会展现。只要努力，总能跟上脚步，缩短彼此差距，将来要报答李玄风也就容易多了。一阵阵念头闪过后，徐妙真点了点头。李玄风心中一喜，徐妙真终于想要了，不容易啊。念头一动，一份份资源便从储物戒中飞出。李玄风没有一股脑把全部资源都给徐妙真，那样做说不定会吓他一跳，又产生拒绝的念头，所以他只挑了一部分，分别是灵石、翠卓泉、静心草和运神花。李兄，这静心草和运神花徐妙真有心理准备，但当灵石和翠卓泉出现的那一刻，他就有些呆住了。灵石堆成一座小山，20方翠卓泉亦是浩浩荡荡。既然说了要投资你，肯定不能小气。李玄风道，这些灵石都是师姐洛离代师尊连月州给的见面礼，翠卓泉也是洛离以师姐名义给的见面礼。之前李玄风修炼使用了一些翠卓泉，但都是系统返还的，洛离给的他还没动过，这也太多了。徐妙真震撼的同时多少有些犹豫，李玄风给的越多，他压力越大。我还有更好的资源，这些留在储物界内，我也不会使用，给你正好，免得浪费。李玄风随意道。徐妙真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李兄真的富到了如此程度吗？不过最终在李玄风的眼神示意下，他还是将这些东西收下，内心没有做出决定就算了，既然已经做出决定，徐妙真也不会继续推脱，赶紧提升实力，尽量缩短差距，将来才好报答李兄。徐妙真如此想到。定，徐妙真获得50万中品灵石，5万上品灵石，100倍返还，你获得5000万中品灵石，500万上品灵石。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李玄风发现系统空间中骤然多出一座灵石堆积而成的大山，这么多灵石用不完，根本用不完。定，徐妙真获得20方翠卓泉，100倍返还，你获得2方混元液。这是看到系统空间中多出的宛如混沌般的特殊液体时，李玄风有些疑惑。20方100倍返还后变成2方，不用想也知道这东西有多么珍贵，用意念感知系统返还的物品就能知道它的作用。李玄风意念一动，混元液的信息便出现在他脑海中。混元液乃是传说中的宝物，也是与混沌剑体在凝丹境阶段最为适配的修行资源，可以说差不多是为混沌剑体量身定做的，能让吸收率达到100%，并且消去瓶颈，极大的缩短李玄风修行时间，将修炼速度拉满。好，李玄风心中大喜，有了混元液，他的实力完全可以短时间内飙升一截，吸收完怕是能直接达到凝丹境9重。定，徐妙真获得12株静心草，100倍返还，你获得1滴菩提叶。定，徐妙真获得1朵运神花，100倍返还，你获得1滴菩提叶。系统提示音连续响起，李玄风看到了2滴特殊的液体，意念感知便知道了此物的作用。菩提叶乃菩提树干中提取而出的精华液体，在提升悟性方面有着极其显著的效果。很好，李玄风对这次的收获很满意。接下来我不打扰你了，你抓紧时间疗伤吧。凝丹境5重的境界终究差了些，我准备修炼突破一下。李玄风对徐妙真说道。徐妙真有些诧异，半个月李玄风提升了2重境界，现在又准备突破到凝丹境6重了吗？这种根骨确实恐怖啊。徐妙真找了块干净的石板，取出一张蒲团坐下，几颗丹药入口，开始盘膝打坐疗伤。凝丹境修士生命力虽不如碎丹境那么恐怖，但恢复力依旧强悍。徐妙真没被伤到根本，再加上身居大荒战体，1晚上的时间伤势基本就能痊愈。另一边，李玄风重新布置了一个小型隔绝阵法，然后从储物借取出浴桶，灌满混元液。李玄风脱了个精光，进入其中修炼。大圣剑诀运转，混元液被吸入身体，
流淌在全身每一个角落，强化肉体，淬炼内丹。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翌日清晨，打坐中的徐妙珍睁开双眼，她的伤势已经痊愈。朝李玄风所在的地方看去，小型隔绝阵挡住了他的视线和神识，看不到李玄风到底在干什么。将静心草和运神花炼化了吧。徐妙珍收束心神，大荒战体加深的她吸收效率也不低。时至傍晚，所有静心草和运神花被徐妙珍全部炼化并彻底吸收，她感觉脑袋一片清凉，神识空灵，飘飘欲仙。果然还是得提升悟性的奇物，我灵魂创伤被修复不少。徐妙珍握了握粉拳，有些激动地自语道。同一时间，系统提示音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叮！徐妙珍灵魂创伤修复部分，悟性得到较大提升50倍返还，你的悟性得到大幅度提升。正在修炼中的李玄风感觉脑袋一片清凉空灵，灵魂似要飘飞升仙而去，那种绝妙的感觉不可与外人道也。原来他灵魂受过创伤吗？李玄风也是在此刻才知道徐妙珍为何要来秘境寻找提升悟性的奇物。看样子他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等我突破后再帮帮他吧。李玄风心道，他准备一口气将混元液吸收完毕。今天早上其实他就已经突破到了凝丹境6重，只不过隔绝阵遮掩了他突破时易散的气息，徐妙珍并不知道。看来李兄一时半会儿也突破不到凝丹6重，既然如此，我也抓紧时间修炼好了。徐妙珍感知不到李玄风那里的动静，当即也自顾自地修炼起来。又过了2天时间，李玄风成功将混元液吸收完毕，境界达到凝丹境9重巅峰。至此，距离他们进入紫月秘境已经过去了4天。果然是混沌剑体在凝丹境最适配的修行资源。感受体内雄浑的力量，李玄风忍不住感慨：混沌剑体配合混元液，一切水到渠成，连瓶颈都没有。3天时间，从凝丹境5重达到凝丹境9重巅峰，暂时没法突破到碎丹境。既然如此，那就参悟建议。李玄风做出决定，取出2滴菩提叶吸收炼化。李玄风的悟性再次增长1节，一鼓作气将所有剑意丹全部服下。他要试一试，以如今的悟性，能否再让混沌剑意突破1重，占据混沌剑体的天然优势。他参悟混沌剑意时，难度会降到最低。1日之后，嗡，浩荡的剑意气息席卷而出，连隔绝阵都直接失去了效果。这是打坐中的徐妙珍直接被惊醒。浩瀚的混沌剑意比李玄风之前展现出来的不知强了多少。徐妙珍感觉那剑意如同狂涛怒卷的汪洋大海，而自己仿佛随时会被惊涛淹没的一叶扁舟。渺小、恐惧、无力抵抗，各种负面情绪在他内心滋生，竟是连反抗的勇气都提不起来。好可怕！徐妙珍美目瞪大，满脸吃惊。咻！隔绝阵被收起，李玄风缓步走出。这次闭关3天，境界突破到凝丹境9重巅峰，混沌剑意也连续突破，达到3成。李兄，你现在什么境界了？看着李玄风收敛气息走出隔绝阵，徐妙珍忍不住问道。他感觉李玄风不止剑意提升那么简单，修为境界必然也提升了，距离碎丹境只差1步。李玄风笑道：混沌剑体配混元液，这种修炼速度会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连瓶颈都不存在。神什么？徐妙珍震惊的谈口微张，呆呆的看着李玄风。只差1步，那就是凝丹境9重巅峰了。他本以为李玄风只是从凝丹境5重突破到6重，没想到直接达到凝丹境9重巅峰，距离碎丹境只有1步之遥。这是什么逆天根骨？他知道李玄风妖孽，但也没想到妖孽到如此夸张，如此变态，如此难以理解的程度啊！那你的剑意？徐妙珍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他只感觉刚才的剑意无比浩瀚，比之前斩杀碎丹境时表现出来的要强很多倍，但具体多少成，徐妙珍感知不出来。剑意每提升1成，威力不是强1倍那么简单，而是强上数倍。3成，李玄风没有隐瞒。轰！徐妙珍感觉脑袋里有一道惊雷炸响，暂时失去了思考能力。凝丹境9重巅峰加3成混沌剑意，李玄风的实力的强大到何种程度？要知道，之前他就具备了秒杀碎丹境1重修士的实力，现在呢，他能秒杀碎丹境几重的修士？我谈口张了张，徐妙珍终究没有说出话来。他之前还想着修复创伤、恢复悟性，尽快提升实力，缩小和李玄风之间的差距。现在看来，差距已经被拉到一个根本没法弥补的地步。同样是闭关，他却连1重境界都没能突破。想起3天前李玄风说的登临绝巅、独办大道，徐妙珍心中又多相信了几分。叮！徐妙珍修为提升，达到凝丹境1重中期，50倍返还，你修为得到小幅度提升。系统提示音在此刻响起。
徐妙真没能突破到宁丹境2重，但不代表这几天闭关修为完全没有长进。李玄风身上的气息一阵，有着9条完美纹路的内丹颤动，丝丝缕缕溢散而出，强化他的筋骨血肉。他的境界依旧保持在宁丹境9重巅峰。徐妙真的返还并未让他突破到碎丹境，毕竟两者差距太大，即便50倍返还，对于李玄风而言提升也不算特别明显。不过内丹已经有碎裂反哺全身的迹象，李玄风算是半只脚跨进了碎丹境门槛。算算时间，距离紫月秘境关闭还有2天，可能资源已经被搜刮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看看运气吧，看能否再寻得一些提升悟性的宝物。李玄风看向俏脸还残留着震惊之色的徐妙真，说道：他们在这里耽搁了几天时间，秘境大部分区域恐怕都已经被其他修士搜索完毕，想要再找到能提升悟性的奇物，概率肯定不如之前大。不过李玄风有赤阳金瞳，在寻宝方面很有优势，2天时间再找到类似静心草和运神花的奇物也不是不可能。可惜秘境中最珍贵的菩提明悟泉被阵法笼罩，没法打破。徐妙真有些惋惜地说道。提起菩提明悟泉时，他的脸上很是向往。紫月秘境中能提升悟性的奇物，都是由灵芝吸收菩提明悟泉后变异而来，可想而知菩提明悟泉本身有多么厉害。如果能得到，他的灵魂创伤必定能痊愈，不但原本的悟性会恢复，甚至很有可能提升一大截。可惜阵法太强，根本没法用蛮力打破。我们往秘境中心的地方找过去吧，正好去看看那所谓的菩提明悟泉。李玄风做出决定。徐妙真点点头，两人腾空而起，朝秘境中心菩提明悟泉所在的方向飞去。一人施展赤阳金瞳秘术，一人拿出寻宝罗盘。两人这一飞，就是上百里的路程中一无所获。在李玄风和徐妙真前行方向的某处，幽静的山谷中，一朵宛如雪莲的美丽花朵绽放，正是运神花。运神花旁边有一条体型惊人的巨蟒盘成一团。5阶终极妖兽黑玄蟒，一个年轻人躲在远处的茂密树冠中，屏息凝神，静静观看。没有错，那100%就是运神花。可惜有5阶妖兽在那碍事，年轻人很眼馋运神花。可惜他只有灵海境3重，那黑玄蟒一尾巴能抽死他几10次。别说和黑玄蟒正面交锋，连吸引他的注意力，年轻人都不敢。要不要请他帮忙？年轻人心中冒出一个念头，接着又陷入极度的纠结中。如果李玄风在此，肯定能认出这个年轻人。此人正是在秘境入口答应带那个宁丹境9重老者进秘境的青年。那老者当初承诺，只要有人愿意带他进秘境，他会给一件4阶上品灵器作为报酬。可是青年带他进来后，老者并没有兑现承诺，而是说出了秘境再给他，并且给他留下传讯时，如果遇到能提升悟性的宝物，争不过别人时就联系他，他会出面帮忙。青年之前遇到一株静心草，但同样发现那株静心草的还有一个灵海境6重修士，他争不过对方，便传讯联系老者。老者赶来，成功夺取静心草，但老者并未把静心草给青年，而是说先替他保管，出了秘境后再和4阶上品灵器一起给他。青年乃还不明白自己被老者骗了，什么保管静心草，说不定老者早就拿到某个地方偷偷炼化了。至于什么4阶上品灵器，多半也是一句空话。算了，不联系他，反正我也得不到，他也别想得到。青年一咬牙，咻！可就在这时，2道流光飞来，那是2个宁丹境4重的修士。发现运神花后，两人便和黑玄蟒站在了一起。也许双方都不想伤到运神花，两人一蟒飞至高空战斗。机会来了！青年眼睛猛地一亮，他距离运神花比较远，身上有屏蔽感知的小物件，所以隐藏得很好，那2名修士应该没发现他。于是他偷偷摸摸地朝运神花靠近。轰轰，高空传来剧烈的波动，两人一蟒正战的激烈，都奈何不了对方。好好，就这样保持。青年心情激动。不过就在他逐渐靠近运神花时，咻咻，一男一女2道身影低空飞行，正不急不缓地朝此地而来。正是李玄风和徐妙真。该死，怎么又来人了？青年一脸怒意，眼中亮起符文之光，他有感知其他修士境界的小秘术。李玄风和徐妙真都有屏蔽手段，具体境界他没法感知，但可以肯定2人绝对是宁丹境。总之就是他惹不起。不知这2人具体什么实力，但不管他们是一方碾压还是3方僵持，我都没机会了。该死的，既然我得不到，那就毁掉，让他们打起来。青年这几天运气不好，收获一般，唯一遇到的一株能提升悟性的静心草也被老者贪了，承诺的4阶上品灵器也没到手，心中多少有些怒火。刚刚终于看到运神花到手的希望，没想到半路又杀出2个宁丹境，他一个灵海境，肯定是没机会了。
既然如此，那就把老者喊来算了，让他们斗。于是青年掏出了传讯石，老前辈快来，我发现了一株运神花，守护他的5阶妖兽正在和其他修士战斗，速来。传讯石内有老者的神念印记，他能感知到青年所在的大概位置。轰！两人一莽依旧在激烈交战，不过随着李玄风和徐妙真出现，战况有所缓和，双方默契地降低高度，朝李玄风和徐妙真靠近，有先联手对付李玄风和徐妙真的意图，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利。不管是那2名修士还是黑玄蟒都不乐意。李玄风和徐妙真看了天空战斗的2人一莽，完全没放在心上，隐藏的青年也没能逃过他们的神识。一个临海境3重的小修士也妄图浑水摸鱼，可能是想多了。哈哈哈，小家伙，你真是老夫的福星啊！运神花在哪？老夫来了。也就片刻功夫，灵力裹挟着一道兴奋的声音从天边传来，只见一道流光以极其惊人的速度从天际飞驰而来，正是那个宁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老者距离此地有20来里，这点距离对于宁丹境9重修士来说并不远，几个呼吸就可以赶到。他布置了一个遮掩阵法，在山洞中打坐炼化静心草。听到青年通过传讯石传音后，他就来了。他浑身气息浩荡，不加掩饰，似乎是在告诉其他人别抢他的运神花。2个宁丹境4重5阶终极妖兽黑玄蟒，不错不错，这运神花老夫要定了，你们就别争了。人还未止，声音先到，庞大的灵力宛如乌云席卷，遮阳盖顶，令人望而生畏。这是宁丹境9重巅峰，正在和黑玄蟒战斗的2个宁丹境4重修士脸色一变，当即拉开距离停止战斗。这2人加上黑玄蟒，在宁丹境9重巅峰修士面前也就一巴掌的事。运神花已经没有必要争了，不识时务多半要付出性命的代价。老者在天空疾驰的身形骤然停住。操！你小子误我！老者双目圆睁，惊怒交加，然而更多的是恐惧，因为他看到2张熟悉的面孔，李玄风和徐妙真。徐妙真倒是没什么，长得确实漂亮，但实力上对他构不成威胁。关键是李玄风那个领悟混沌剑意，一剑斩杀碎丹境修士的恐怖妖孽，那可怕的一幕，他现在都记忆犹新。刚刚收到青年的传讯，他心中大喜，加上2个修士和黑玄蟒战斗波动太大，他一时没注意李玄风和徐妙真，以为他们只是普通宁丹境修士。此刻看清2人容貌后，浑身汗毛炸立，花白头发根根竖起，宛如炸了毛的猫。漫天浩荡的灵力顿时倒卷而回，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气势。老者二话不说，转身就跑。和能秒杀碎丹境的强者抢宝物，再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下方的青年满脸惊愕，老前辈溜了。另外2个宁丹境修士和黑玄蟒心中同样错愕，什么东西能把宁丹境9重巅峰的修士吓成这样？下一刻他们就明白了，来都来了，也不知道歇歇脚。李玄风淡淡的声音响起，他浑身气息平静，没有主动释放宁丹境9重巅峰的气息，更没有释放剑意，仅仅是一句很平淡的话，就让跑到一半的老者生生止住身形，不敢再跑。老者僵硬的转身，一张老脸挤出笑容。钱公子有何吩咐？老者内心非常恐惧，但身体却不得不朝李玄风所在的方向飞回来。李玄风没有出手强行留住他，只是一句轻飘飘的话就让他主动停下，因为老者不敢赌，他怕自己继续逃，混沌剑意就会斩到他身上，连碎丹境都扛不住的攻击落到他身上，怕不是要死个1800回。老者战战兢兢地落地，一张老脸露出讨好的笑容，本来就微微驼背，此时看起来腰也更弯了几分。你说这运神花你要定了？李玄风看向老者，不敢不敢。老朽一时眼瞎，不知公子在此，若早知是公子驾临，给老朽1万个胆子，也不敢对这运神花觊觎分毫。老者满脸堆笑，深弯着腰，姿态谦恭到了极点。可几天前，我看你对另一株运神花也很感兴趣。李玄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他当时斩杀人长老和乌明惑时，这老者就在远处观看，最终被他的混沌剑意吓得亡魂皆冒，眨眼就跑没了影。砰！老者神色大骇，满脸冷汗，竟是扑通一声直接跪到了地上。公子恕罪，公子恕罪。老朽畏惧公子神威，一时被吓破了胆，扛不住神威才选择远离。若早知这位小姐和公子有关，老朽岂敢对那运神花有丝毫想法。老者花白的胡须颤抖，浑身冷汗直流。当初徐妙真和乌明或争夺运神花，他恰巧在附近准备捡个便宜，哪曾想被碎丹境的任长老惊退，便宜也没捡到。他大脑飞速运转，努力回想之前到底有没有对李玄风和徐妙真恶语相向过。想到自己并未对2人出过手，也未对2人说过难听的话后，他心中才稍微松了一口气。老朽的身家都在这枚储物戒中，
愿全部奉献给公子。老者果断抛出自己的储物戒，虽然自己好像并没有得罪过这两人，但他还是很怕李玄风喜怒无常，更怕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人，现在只想抓住一切救命稻草，只希望李玄风不要对他产生杀意。别的修士怕他，他怕李玄风。弱者在强者面前，有时候就是那么卑微，生死只在对方一念之间。我等也愿意奉献全部身家。又是3枚储物戒朝李玄风抛飞而来。见到宁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都被吓成这样，他们岂能不明白这个年轻人的恐怖？碎丹境肯定是碎丹境才会让宁丹境9重巅峰的修士怕成这样。3人心中如此想着。别看宁丹境9重巅峰和碎丹境只有一步之遥，可就是这一步，不知拦住了多少精彩绝艳的修士，终其一生都无法跨过。实力也是天差地别，除了那些惊世骇俗的绝世妖孽有可能越阶外，正常的宁丹境9重巅峰修士在碎丹境面前只有被秒杀的份。那个临海境3重的青年此刻已是身子抖落筛糠，将储物戒扔过来后就一个劲砰砰磕头祈求饶命。黑玄蟒也是乖顺的匍匐在地，不断给李玄风传递自愿为奴当他坐骑的念头。看着这一幕，李玄风一时无言。不过他的神识还是在几枚储物戒中扫过，结果没有一点他感兴趣的东西，随意摆摆手，储物戒又飞回他们各自手中。这些人所谓的身家实在无法入眼，让李玄风想起了自己还没有绑定系统的时候。见李玄风没有拿取他们的任何东西，几人又是心中一紧，害怕的不行。你们走吧。李玄风摆摆手，多谢公子，多谢大人。几个修士心中大喜，连连感激。对此，李玄风也没再多说什么。修行界就是这样，没有硬性的律法能够约束修士，能约束修士的只有更强的修士。很多弱者的生死都在强者的一念之间。想要有底气，不对别的强者卑躬屈膝，要么自身强大，要么来历非凡，有强者撑腰。很显然，这几人自身实力远不如李玄风，也没有足够硬的背景，所以才卑微到了这个地步。几人感谢李玄风的不杀之恩后，正准备离去，可是突然间，天地灵力一阵涌动。明明秘境中还是白天，一轮紫月却凭空出现在高空。霎时间，众人都感觉神识受到了压制。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还没到晚上吗？为何紫月突然出现了？发生了什么？几名修士都是一惊，和他们同样反应的还有秘境各处的其他修士。李玄风默默看着那轮紫月，神识确实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不过如今他实力暴涨，距离碎丹境只有一步之遥，神识非常强大，紫月对他的影响差不多可以忽略。阵法肯定是有人影响到了阵法。徐妙真说道，他虽然没有专修阵法之道，但是在阵法上也有一定造诣，再加上了解紫月秘境的不少情报，所以推测出了一些东西。是控制菩提明悟泉的阵法吗？宁丹境4重的修士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不过话一说完，他就有些后悔自己不该多嘴，万一引起对方不悦就麻烦了。徐妙真倒是没有在意，点了点头道，紫月秘境中只有一座大阵，就是控制菩提明悟泉的核心阵法，传闻此阵防御极强，恐怕只有神退境的强者才能强行打破，可能这也是秘境限制神退境及神退境以上修士进入的原因吧。不过神退境以下的修士虽然没有办法靠蛮力打破，但如果精通阵法，未必没有机会打开一个缺口，只是这么做难度很高，需要多位阵法大师联手才有希望。徐妙真这么一说，李玄风就想起之前斩杀天毛洞洞主时，那3个临海境9重修士告诉他的情报。他们说枯玄宗数十年来一直在收集进入紫月秘境的信物，此次秘境开启带进来很多阵法师，想要破解阵法。现在紫月异动多半和他们有关，既然有人能影响到阵法，说不定真有机会获得菩提明悟泉。既然如此，怎么也得前去看看。李玄风暗自思忖道，不管是静心草还是赤心果，亦或是运神花，珍贵程度都远不及菩提明悟泉，有机会得到的情况下，李玄风自然不愿意错过。嗡！就在李玄风念头刚刚落下时，天空中的紫月突然散发出一种奇异的波动，紧接着竟是有一道神识念头从紫月中传出，扩散向秘境的4面8方。诸位道友，秘境核心阵法已被我等破解部分，现与菩提明悟泉只隔最后几道阵纹，凭我等之力难以在最后2天内破开，现需借助各位道友的力量一同攻破，届时取得菩提明悟泉，出力者人人有份。有意向的道友可速速前往秘境中心相助我等。神识念头通过紫月传遍大半个秘境，让众多或是在寻宝或是在打坐的修士都愣了愣，短暂的思索考虑后，便有一道道流光飞起，朝秘境中心赶去。能通过紫月向秘境4处传递神念，说明此人确实破解了部分阵法。至于出力者人人有份这种话是真是假，暂时不在众人考虑范围内。
菩提明悟拳对很多修士而言都有致命般的吸引力。之前是知道没法打破阵法，大家的目标都在提升悟性的天才地宝上。现在得知有机会获得菩提明悟拳，怎么也要前去一探究竟。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很多人也愿意冒险搏一搏。在李玄风面前的几个修士也有些异动，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李玄风没有动身，他们也不敢走。李玄风知道他们的想法，随意摆了摆手。几人又是一番千恩万谢后才纷纷离去。李玄风却并不急着前往。运神花距离彻底盛开应该还有一盏茶的功夫，完全盛开后它的效果才是最好的。且不说神识传递的信息是否为真，就算是真的，恐怕阵法一时半会儿也破不了。这紫月和阵法有什么关系？李玄风看向徐妙真，他知道徐妙真在进入秘境之前收集了不少情报，对阵法的了解肯定也比他多。阵法是和整个秘境的地脉连接在一起的，便于向各个地方输送菩提明悟拳，而那轮紫月则是阵法的一环，或者说是阵眼的投影。紫月可以压制修士的神识，如果能进入阵法中心沟通阵眼，也可使用紫月扩散自己的神识。徐妙真说道。李玄风暗自点头，看来这紫月就是神识扩散器，就如同喇叭将声音放大一样，这紫月能将神识念头放大，传递到秘境各处。听说紫月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监视大半个秘境。掌控阵眼的修士可以通过紫月观察其他修士，并将所看到的画面投影出来，相当于掌控了大半个秘境的一举一动。徐妙真补充道，也就是说，刚刚通过紫月传递神识念头的人可以看到我们。李玄风眉头一挑，如果他已经掌控了阵眼，并正好在观察这里的话，确实可以看到。徐妙真点点头，不过这紫月是否还有其他作用尚且未知。徐妙真又补充道，有关阵法的信息都是数十年前经过此地的阵法师摸索推断出来的，但那些人没有真正打开过阵法，也没有成功控制阵法，所以紫月是否还有其他作用暂且未知。李玄风点了点头，借助系统看了看自己的命格颜色，始终保持着混沌色，也就是说，不管这紫月是否还有其他未知作用，他都不会遇到危险，或者说即便有危险，也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再看看徐妙真的命格颜色，周身散发金芒，他接下来也不会遇到危险。等运神花彻底盛开后，我们也去秘境中心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李玄风感受到运神花的能量越来越浓郁，于是说道。徐妙真点点头，他对菩提明悟拳也很是易懂。秘境中心，无形的阵法将盆地笼罩，一位卫阵法师掐诀往阵法注入灵力。和以前不同，现在的阵法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可供一人通过的缺口。身穿红袍的青年通过缺口进入阵中，阵法的最中心有一口古井，古井中清泉汩汩而动，泉水里还有一块宛如圆月的紫色石头。古井四周的虚空亮起玄奥复杂的阵法纹路，阻挡外来者接近菩提明悟拳。红袍青年伸手贴在阵法纹路上，掌心阵纹流动，和清泉中的那块紫色原石成功产生联系。秘境天空的紫月就是这块紫色原石的投影。刚刚他成功沟通原石，通过紫月将神识念头传递了出去。咻咻咻，一道道流光从四面八方飞来，修士们落到盆地四周的山头。当看到已经进入大阵内，距离菩提明悟拳只有一步之遥的红袍青年时，所有人都忍不住一阵激动。核心阵法真的被打开了，果然就差解开最后的阵纹，就能成功取走菩提明悟拳，距离至宝指有一步之遥。好，随着时间流逝，更多修士赶来，我倒是谁有这般能耐可以破解阵法？原来是枯玄宗的诸位长老，还有血煞门的金针传。原来如此，血煞门的金针传出手的话，破解这阵法也不值得特别惊讶了。众多修士中不乏见多识广者，认出了红袍青年和一位卫阵法师的身份。金针传，血煞门的真传弟子金无义，传闻仅仅250年的时间就修炼到碎丹境4重，不但修行天赋惊人，在阵法之道上亦有不俗的造诣。诸位道友，可有懂阵法之道的，一起出手，随我破了这最后的阵纹。到时候菩提明悟拳以各自出力的多少进行分配。阵法中心古井旁，一身红袍的金无义看向四周人头攒动的山头，大声道。正在掐诀继续破解阵法的乌长老听闻此言，难掩激动。金无义答应他的时刻终于到了，将众多修士吸引至此，除了帮忙破解阵法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替他报仇，寻找杀害任长老和乌明惑的真凶。乌长老这些天可是一直憋着怒火，发妻任长老被杀，孙子乌明惑也被杀，而他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若不是碍于金无义的威严，他早就跑去调查了。不过金无义答应他会帮他寻出真凶，他才强行压住怒火，卖力破阵。现在距离寻找真凶的时刻已然不远，
他岂能不激动？其他修士不知道巫长老心中所想，听到金无义邀请，大家都很异动。但对方要求的是阵法师，那就注定有一批人要和菩提明悟泉无缘了。在下平日里虽苦于修行，但也未曾落下阵法之道，也许可助经真传一二。老夫精研阵法，可助经真传破解这最后的阵文。一位位兼修阵法的修士纷纷站出来，不管他们在阵法上的造诣如何，都想试一试。菩提明悟泉这种珍宝，能分到一点是一点。看着积极的众人，金无义只是微微点头。破解阵法，他为统领，他为主力，每个人用了多少分力，他是能感知到的。别想浑水摸鱼。而且菩提明悟泉到手后，分多少给别人，最终解释权都在他这里。金真传，我等虽不懂阵法，但也有一身蛮力，若是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一位岁丹境一众的修士朗声道。看到汩汩而动的菩提明悟泉，他也很心动，奈何对阵法一窍不通。是啊，金真传若有需要蛮力破阵的地方，尽管开口，我等必不会推辞。若是需要灵力加持，金真传可随时使唤。一众修士纷纷开口。诸位不用着急，待我取得菩提明悟泉后，自会拿出一部分作为酬劳，请大家帮忙办一件事。金无义淡淡的说道，随后不再理会众人，专心破阵。不过他的话让不少人陷入了猜测，帮他办一件事，也不知道是什么，会不会很危险？管他是什么，等金真传破开阵法就知道了。他既然这么说，那我等也有获得菩提明悟泉的机会。修士们开口议论，都在猜测金无义所谓的办一件事到底是办什么。修。随着时间流逝，依旧陆陆续续有修士朝这里赶来。在一众阵法师的帮助下，阻挡金无义的阵纹被消解得越来越多。另一边，李玄风静静等待的运神花终于彻底盛开。可以了，将运神花采摘，轻轻一挥手，便飘飞到徐妙真面前。趁现在效果最好，赶紧炼化吧。李玄风道。徐妙真是大荒战体，吸收效率很高，炼化这运神花要不了多久。李兄。徐妙真一双美眸看着李玄风，想要说什么，却被后者直接打断。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这东西对我而言没用，炼化它我都嫌浪费时间。李玄风双指并剑，丝丝缕缕混沌剑意缠绕而上。好。徐妙真深深地看了李玄风一眼，然后才将运神花接过。混沌剑意自可说明一切，在徐妙真看来，李玄风的悟性确实用不着运神花。叮，徐妙真获得一朵运神花，100倍返还，你获得一滴菩提叶。系统提示应在脑海中响起。等一下，我这还有一个不错的宝贝，送给你一并炼化了。李玄风叫住正准备就地盘做炼化运神花的徐妙真，在后者疑惑的眼神中取出一滴散发奇妙波动，仿佛能让人灵魂升华的液体。这是……徐妙真呼吸微微急促，一双漂亮清澈的眼睛紧紧盯着菩提叶。这是菩提叶可以提升悟性的一种奇物，你配合运神花一起炼化吧。李玄风道。系统返还的东西再给徐妙真，他无法得到返还，但徐妙真用菩提叶提升悟性后，他却可以得到返还。菩提叶。徐妙真俏脸满是震惊，这种奇物他虽未见过，但听说过大名。什么话都别说，赶紧将它炼化吸收。害怕徐妙真觉得此物珍贵而推辞，李玄风提前给他打了一针预防针。徐妙真深吸一口气，平复震惊的心情，美目中蕴含太多难以言说的感情，看了李玄风一眼，最终还是郑重地将其收下。李兄天赋如此妖孽，想尽量和他缩短差距，怕是很困难了。真不知以后我到底如何才能回报他。当他强大到绝巅时，就算我也成了一方强者，真的就能报答他，偿还这份恩情吗？难道只有以身相许？也不知李兄看不看得上我？依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徐妙真念头翻涌，心绪难宁，脸颊微红，最后只能强行将念头压下，然后开始炼化吸收运神花和菩提叶。李玄风则在一旁闲得无聊，斗了一会儿黑玄蟒，直立而起，庞大的仿佛一堵墙的巨蟒，身躯骤然缩小到几寸，主动缠绕上李玄风的手指，亲昵磨蹭，全然没有五阶妖兽应有的威严和气势哟，还是条母蛇。李玄风这个时候才注意到黑玄蟒居然是一条雌蛇，不过我可没有徐某人的爱好。李玄风暗道，白蛇能化白娘子，黑蛇难道化为黑娘子吗？一想到那幅画面，李玄风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其实主要是秘境中的生物，他没办法带出去，不然收下当坐骑也还不错。静静的等待中，一炷香的时间还没到，徐妙真就将运神花和菩提叶炼化完毕。在两种奇物的帮助下，他的创伤再次修复一部分，悟性得到一定程度提升，距离痊愈已然不远了。叮，徐妙真灵魂创伤修复部分，悟性得到较大程度提升，50倍返还，你的悟性得到大幅度提升。
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熟悉的空灵之感再次降临脑海，灵魂似乎都要飘飞起来。以李玄风现在的悟性，已经完全不输真正的绝世天才了，再加上他的惊人根骨，这世间能和他相比的绝世天骄，怕是也没几个。走吧，我们也去瞧瞧菩提明悟拳。见徐妙真炼化完毕，李玄风不由看向他。黑蛇在他指尖嘶嘶两声，又主动变出庞大本体，要拖着李玄风前去。李玄风也没有拒绝，招呼徐妙真一起站上巨大的蛇头。黑玄蟒载着两人咻的一声冲天而起，朝秘境中心飞去。与此同时，金无义等人破解阵法已经接近尾声。快了快了！看着眼前已经消融的差不多的阵纹，金无义虽然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是大喜。嗡！终于随着最后一道阵纹被消融，阻挡金无义脚步的障碍彻底消失。那汩汩而动的泉水中顿时溢散出令人心旷神怡的气息。成功了，打开阵法了！好好好！一众修士欣喜不已。要不是忌惮金无义的实力以及枯玄宗这些实力强大的阵法师，恐怕很多修士已经控制不住冲进去抢了。诸位稍安勿躁，这菩提明悟拳由我来分配。金无义淡淡的声音朝四面八方扩散，随着声音扩散的还有他碎丹境四重的威压。顿时全场所有修士都安静下来，尽管心中激动，但在强大的实力面前少有人敢冒险。要知道金无义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这么多枯玄宗的长老都听其命令，所以没有人敢冲动。眼见形势尽在掌握，金无义这才露出一丝笑意。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金无义大手一挥，古井中的菩提明悟拳被无形的力量全部托起，悬浮在空中，浩浩荡荡，浮浮沉沉，看得无数修士眼热不已。此地阵法连接地脉，古井之下存在暗河，大部分菩提明悟拳已被稀释送往秘境各处，所以纯正的菩提明悟拳现存36方。金无义手臂一挥，悬浮半空的菩提明悟拳便如河水流动。不少修士看得口干舌燥，恨不得将其全部收入自己储物戒中。在分配菩提明悟拳之前，我还需要请大家帮我办一件事。金无义目光环视众人，淡淡开口。听到此话的巫长老握紧拳头，终于到这一刻了。此前枯玄宗巫后生巫长老之妻任长老及其孙子巫明惑遭人杀害，诸位可知谁是凶手？金无义的声音不大，但是在灵力的裹挟下却传到在场每一个修士耳中。什么？任长老遭人杀害？这我记得他不是碎丹境一重吗？谁能杀他？对任长老多少有些了解的修士们都感到非常震惊。碎丹境修士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别说杀死他们，就算打败他们都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紫月秘境存在限制，只有神退境以下的修士可以进入，所以这里境界最高的就是碎丹境。当然同为碎丹境修士，实力也有强弱之分。既然能杀死碎丹境一众的任长老，那么对方的实力最少也是和他同阶，大概率还要更高。这么一来范围就很好锁定了。也许有人并不认识任长老和巫明惑，让诸位看看他们的样貌吧。金无义说出此话的同时看向巫后生，巫后生当即明了，大手一挥，任长老和巫明惑的虚影凝聚在半空，所有人都能看见。在场的若有人能指认杀害他们的凶手，我会给予半方菩提明悟拳以作酬谢。金无义淡淡道。这半方菩提明悟拳其实并非他出，而是巫长老自愿给出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半方菩提明悟拳，不少修士心脏突突直跳，暗中咽了咽口水，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并非只有碎丹境的修士能杀死碎丹境，相信在场的诸位或多或少都有底牌。某些来历不凡的修士使用底牌能危及到碎丹境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诸位放心，只要你们能指认凶手，不管对方有什么背景都不用害怕，本真传会亲自出手护你周全。金无义淡淡的声音中蕴含着极度的自信，他自身便是碎丹境4重，如果在场的众人没有隐藏修为，那么他就是此地境界最高的。再加上还有枯玄宗那么多位阵法师，这些阵法师中长老级别的一共有7位，这7位都是碎丹境，剩下还有17个阵法师也是凝丹境。这么一股强大势力，整个秘境绝无仅有，所以他金无义说要保一个人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也是为何之前明明看到金无义取出36方菩提明悟拳，即便夺宝的想法极其强烈，也没有人敢动手。到底是谁杀了任长老？若不是本身境界比他高，那就是很有背景，通过某种底牌杀了他。能斩杀碎丹境的底牌，那得多么恐怖！拥有这种底牌的修士，怕是来历不凡。不管是本身实力强大，还是背景深厚，都不是一般人能惹的啊。修士们要么传音悄声议论，要么暗暗思索。半方菩提明悟拳确实诱人，不过问题是，他们还真不知道是谁杀了任长老和巫明惑。
若是编造一个谎言骗金无义，被发现了肯定完蛋。一时间，彼此认识的修士们交头接耳，都想打听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人群中有3个人正在不停地传音交流，这3人正是见证李玄风斩杀天毛洞洞主后，又见证他斩杀人长老和乌明惑的3个灵海境修士。该来的还是来了，没想到金无义会趁这个机会寻找凶手，那可是半方菩提明悟拳啊！怎么办？要说吗？金无义都说了会出面护人周全，你他妈没被人夺舍吧？说，这种事你敢说？半方菩提明悟拳是很珍贵，但你恐怕有那个命拿，却没那个命用。以那个妖孽的恐怖天赋，你觉得背后可能没人吗？能妖孽到如此程度，他背后肯定站着极其恐怖的强者。之前的恐惧都忘了吗？这件事都他妈给我烂到肚子里，谁也别说。别忘了这么多年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3个人彼此传言交流，不得不说菩提明悟拳的诱惑力很大。金无义开出报酬时，他们都忍不住心脏砰砰直跳，呼吸急促。但联想到李玄风的实力和天赋，以及他背后可能存在的强者，3人只能将所知的真相烂在肚子里。一旦说出来，就算金无义给了他们菩提明悟拳，他们也无福消受。且不说在这么多修士的眼皮底下获得珍宝会被惦记，就算金无义保住他们一时，也保不住他们一世。李玄风背后的强者若是知道此事，他们肯定逃不过清算。3人这么多年能活下来，靠的就是尽量不掺和那些大人物之间的事，遇到危险也第一时间认怂，不然早就死千800回了。都说弱者的生死在强者的一念之间，很多时候弱者的生死也在他们自己的一念之间。另一边，同样知道真相的宁丹境9重巅峰老者眼神也是一阵变幻。半方菩提明悟拳对他而言吸引力极大，大到让他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过当这个代价有可能是性命时，他又不得不犹豫。只有亲眼见过李玄风出手，才知道他妖孽到了何种程度。李玄风斩杀碎丹境一众的人长老时，不过是宁丹境5重，但他领悟了传说中的混沌剑意，硬生生跨越数个小境界和一个大境界，逆伐不应该说是秒杀了碎丹境修士。这种程度的妖孽，老者若不是亲眼所见，绝不会相信。不管是250年就修炼到碎丹境4重的金无义，还是其他势力的顶级天骄，在老者看来都远远无法和李玄风相提并论。这种级别的妖孽，若说背后没有人，他是不信的。自己就算供出他，眼下或许能将半方菩提明悟拳拿到手，但之后可能就没命活了罢了。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这种惊吓。老者心中叹了口气，将此事深深压在心底。金无义目光环视一众修士，在等待半晌后，依旧没有人说出凶手。乌长老脸色阴沉，他就不信任长老和乌明惑死的时候，恰好没被人看到。这些人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知道了却有所畏惧而不敢直言？诸位若是对那凶手有所忌惮，不妨通过传音的方式告诉我。金无义淡淡的声音再次响起，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但没有人给他传音。既然诸位都不知道凶手是谁，那我只好亲自动手找了。金无义神色淡漠。嗡，天空的紫月传出阵阵波动。破解阵法后，金无义可以更大程度的操控紫月，于是秘境中的一幅幅画面以灵力投影的方式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画面中有人藏身山林盘膝打坐，有人疾驰飞行逃避敌人追杀，还有人和妖兽交手争夺天材地宝，也有尸体凄凉地躺在深坑中。这些画面让不少修士心中一惊，他们没想到紫月还能监察秘境中各处的动向。之前接收到金无义通过紫月传递的神识念头时，并非所有修士都赶往了秘境中心。一些修士自知得到菩提明悟拳的概率很低很低，不想去浪费时间，宁愿趁机多寻一些天材地宝，所以还活跃在秘境各处。现在这些人正在干什么都没能逃过紫月的监察。在众多画面中，一对俊男靓女迎风立于巨大的黑玄蟒头顶，朝秘境中心飞来。他也来了。人群中见到这一幕的3个灵海境修士和宁丹境9重巅峰老者都是心中一动，他们知道斩杀人长老和乌明惑的就是李玄风。几人心中莫名升起一股紧张感，不知道李玄风和金无义对上的话会发生什么。天空中一幅幅灵力投影展现的画面闪过，很快人长老身首分离的尸体画面以及乌明或死不瞑目的尸体画面出现在众人眼前。嗡！见到这一幕，乌长老险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气息，碎丹境的威压荡漾而出，让无数修士噤若寒蝉。诸位也许不知道，紫月还有回溯画面的功能，也就是说数天前发生的事他都有记录。既然刚才无人告诉我凶手是谁，想必诸位确实是不知情，不过也不排除有人包庇的可能，而这种人恰恰是我最讨厌的。
金无义的声音很轻很淡，然而所有人都听出了浓烈的杀意。那3个临海境修士和宁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更是悚然一惊，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犹豫片刻后，终究没有开口。看来大家是真的不知情，那么让我们开始回溯吧。金无义声音冷淡，大手一挥，任长老和乌明惑那幅画面如同开启了时间倒流，场景开始迅速变化。怎么办？知道真相的4人已经开始手脚冒汗，心中慌到了极点。紫月记录了秘境中发生过的事，那杀害任长老和乌明惑的凶手肯定就不可能瞒住金无义。听他刚才的语气，不但凶手要死，连包庇凶手的人他也没打算放过。画面中2具尸体依旧躺在原位，不同时间的光影，风吹过时花草树木的晃动都在不停的变换。也不知过去多久，画面中多出2个修士的身影。那2人明显是发现了任长老和乌明惑的尸身，停留下来观察一番，接着又在尸体上摸索了一会儿，看样子是在搜索2人身上有没有宝物。可惜他们注定一无所获。该死！乌长老怒喝一声，这一幕激怒了他。在他眼里，这2个修士虽然不是杀害任长老和乌明惑的真凶，但摸尸的行为却是一种亵渎，罪不可恕。目光如电，快速在人群中扫过，神识蔓延，很快就揪出了那2个修士。巫后生轻轻一抬手，2个临海境3重的修士便被无形的力量强行抓住，飞到他面前。饶命！乌长老饶命！乌长老饶命！实力相差过于庞大，2人连反抗都做不到，只能瞪大惊恐的眼睛拼命求饶。死！乌长老根本不给他们丝毫希望，当着所有人的面将2人捏爆成一团血雾。这一幕深深刺激了众人，知道真相的4人更是冷汗直流。怎么办？没想到紫月还真有回溯画面的功能，完了！怎么会这样？3个知道真相的临海境修士恐惧到站立。之前他们没说出凶手，就算现在说出来，看乌长老正在气头上的样子，恐怕也难逃一死。如果不说，等画面回溯到李玄风杀死任长老那天，他们依旧难逃一死。似乎不管如何，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不能慌！紫月能回溯画面确实出乎意料，但为什么一开始金无义不直接使用，而是开出半方菩提明悟拳的报酬，让人指认？这说明紫月虽然能回溯，但大概率回溯不了太远。距离任长老和乌明惑死亡已经过去5天，紫月不一定能回溯到那个时候。就算能回溯，恐怕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已经超过了损失半方菩提明悟拳，所以金无义之前才没有直接使用这招。现在他不过是故意在破我们心理防线而已。只要我们这个时候忍不住站出来，迎接的就是乌长老的怒火，必死无疑。越是到这种极端恐惧的关头，3人中为首的那个人反而冷静了下来，稳住心态，我们还有希望，并非必死之局。为首者冷静传音，即便他袖袍下的手掌也在微微发抖。听了他的分析，另外2人恐惧的情绪才稍微缓了缓。此时宁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也在天人交战，他万万没想到紫月居然还有时光回溯的功能。很明显，高挂天空的紫月一直在默默记录秘境中的一切，当有人破解阵法，掌控阵眼的时候，就能让紫月将之前记录的画面重新放出来。这样一来，李玄风斩杀人长老和乌明惑的事就绝对瞒不住。紫月记录的画面将是铁证，到时候不但李玄风和徐妙真要死，他作为包庇真凶的人也必然要死。难道老夫真的逃不过此劫吗？老者心中长叹一声，他知道即便这个时候供出李玄风，金无义多半也不会饶了他，更别说屋后生乌长老正在气头上。恐惧过后，老者心中不由滋生出绝望，也许此次秘境之行真的是一个错误抉择。咻！就在老者逐渐陷入绝望时，2道人影快速朝远处窜出。逃！乌长老脸色一沉，身影消失在原地，下一刻直接拦住了2个逃命的修士。这2人也是临海境，不过是临海境7重。对于碎丹境2重的巫后生而言，临海境多少重都一样，在他面前没有反抗之力。乌长老饶命！我并没有亵渎。2人惊恐大叫。巫后生大手一压，禁锢2人的同时也封住了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说话，然后带着2人返回原来的位置。全场人静声，画面依旧在回溯。很快，当新的画面出现时，所有人都知道这2个临海境7重的修士为什么要逃了，因为他们也干了同样的事，摸尸任长老和乌明惑。乌长老怒血上冲，砰的一声将2人捏爆成血雾。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人敢说话。很多修士根本没有见过任长老和乌明惑，但他们一点都不敢放松，甚至有逃跑的冲动。可以想到之前2名修士的下场，这些人又留在原地不敢动弹，害怕触怒乌长老。
至于同为碎丹境的其他修士，也没人敢开口说什么。在场金无义和枯玄宗的拳头最大，即便因为愤怒就杀了4个修士，也没人敢指责。这4人想来也没什么大背景，杀了也就杀了，谁会在乎？随着时间流逝，画面依旧在回溯，可是终究未能回溯到李玄风斩杀人长老和乌明惑那天的画面。看来还是没人愿意说嘛。杀了人长老和乌明惑的凶手，真的没人知道吗？金无义淡漠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他已经很不耐烦了。森冷的杀意弥漫四周，让一众修士汗毛倒立。不过这副场面反倒让知道真相的4人暗松一口气。看样子金无义确实无法通过紫月回溯到5天前。然而他们刚松一口气，金无义接下来的话再次他们心头一凉。既然如此，那就让乌长老出出气，消消火吧。金无义冷漠的眼神扫过众人。金真传，这是要干什么？修士们心头一惊。金无义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找不出凶手，还想随便杀人泄愤不成？咻！不过就在这片天空的气氛变得极度压抑之时，一道不合时宜的破空声响起。巨大的黑蟒载着一对俊男靓女从远处飞来，正是李玄风和徐妙真。他来了。知道真相的3个灵海境修士和宁丹境9重巅峰老者皆是心头一跳。李玄风似乎来的不是时候，所有修士的目光纷纷看向他。巫后生的脸色更是阴沉到了极点。本来没能找到凶手，他的心情就很差，现在见到一条黑蟒载着2人大摇大摆的飞来，他的怒气已经冲到了天灵盖。滚下来！巫长老突然一声怒喝，遥遥伸手朝李玄风和徐妙真虚压而下，蕴含澎湃灵力的巨手凝聚，朝2人一蟒当空镇压而来。这一招，任何一个宁丹境修士都不敢无视。呵！李玄风脸色一冷，随意抬手，砰！灵力巨手顿时碎成漫天灵雨。你敢反抗？李玄风一击击碎灵力巨手，没有让巫后生惊讶，毕竟他只使用了很少一部分力量。但李玄风的行为将本就心情极差，一直压抑着怒火的巫后生彻底点爆。碎丹境2重的威压疯狂席卷而出，压得无数修士透不过气来。巫后生气势澎湃，须发皆张，怒目圆睁。在他那碎丹境2重的可怕威压下，无数修士连连后退，拉开距离。一些实力不济的则是被压在原地难以动弹。老东西，冲谁发火呢？李玄风立于黑玄蟒头顶，居高临下的俯视巫后生，浑身气息释放，将徐妙真和黑玄蟒都笼罩在内。巫后生的威压对他起不了半点作用，碎丹境2重的修士单凭威压就想限制宁丹境9重巅峰的修士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是宁丹境9重巅峰的混沌剑体。瞳孔亮起淡淡的金芒，在场修士的境界一览无余。境界最高的就是那个红袍青年，碎丹境4重，其次便是这个对他出手的老者和另一名老者，都是碎丹境2重，还有5个碎丹境1重和17个宁丹境修士对他抱有明显的敌意。很明显，他们是一伙的，应该就是枯玄宗的那群阵法师了。于现在的李玄风而言，这些人都不具备什么威胁。宁丹境9重巅峰，当李玄风的气息释放时，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不认识李玄风的觉得他螳臂当车，居然敢和碎丹境2重的巫后生硬碰硬。知道他的3个灵海境修士和宁丹境9重老者却是心脏狂跳。李玄风斩杀人长老的时候是什么境界？那是宁丹境5重。数天时间过去，没想到他居然提升到了宁丹境9重巅峰，这是何等恐怖的修行速度，简直超出常理。他们甚至都怀疑李玄风是不是某个大能转世重修了，不然修行速度何至于快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不过这些都不是他们现在考虑的，现在他们只想知道李玄风的实战能力强到了何种程度。能秒杀碎丹境2重吗？或者说能和碎丹境3重的修士甚至4重的修士一战吗？要知道碎丹境1重1天地，这个境界的修士每提升1重都能碾压没有提升之前的自己，实力差距非常明显。境界越往后，突破难度越大，同样的越阶难度也会越大。很多在气玄境、灵海境能够连越几阶的天才，到了宁丹境便再也无法越阶，到了碎丹境更是会有败在同阶之人手里的风险。毕竟能修炼到高境界的修士，哪一个不是天才？叫你滚下来，你没听到吗？巫后生充满怒意的声音再次响起。宁丹境9重巅峰的修士能抵挡他的威压，他并不意外，但这并不代表对方就有和自己硬碰硬的资格。宁丹是宁丹，碎丹是碎丹，一字之差，宛如云泥。唰！巫后生的身影消失在原地，速度快的绝大部分修士都看不清。他如同跨越了空间，出现在李玄风面前，一掌就朝黑玄蟒拍去。其掌心凝聚压缩的恐怖能量，令人心惊肉跳。年轻人太气盛了，
居然敢和碎丹境硬来，应该是有什么底牌吧？再有底牌又如何？他能抵挡乌长老1次2次，难道还能抵挡3次4次？这里是金针船和枯玄宗的主场，早点认怂比什么都好。若是死了，说什么都晚了。对啊，刚刚他就该乖乖滚下来认怂的。看到巫后生的巴掌落下，很多修士忍不住摇头叹息。一些同为宁丹境9重巅峰的修士自认扛不住这一掌，换他们硬接，不死也要重伤。果然碎丹境的修士惹不得，特别是这种正在气头上的碎丹境。轰！然而就在下一刻，怒气冲天拍掌而下的巫后生以比出手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回去，山头崩碎，大地开裂，整片大地都在此时剧烈震颤，浓烟滚滚，恐怖力量一散，数丈宽的裂缝以巫后生砸落的地方为中心，如同蛛网一般朝四面八方迅速蔓延，成片成片的地面接连塌陷，才勉强消散了那部分余波。凌空而立的李玄风慢慢收回了踢腿的动作，黑玄蟒已经载着徐妙真退到了远处，这样的战斗不是他们能掺和的。徐妙真有底牌在手，倒也不怕别人偷袭。刚刚还在摇头叹息李玄风年轻气盛的修士们，此刻已同泥塑木雕僵在原地，满脸不可思议。拂袖一挥，浓烟散去，一个黝黑不见底的深坑出现在众人眼前。嗨嗨！巫后生摇摇晃晃地从深坑中飞出，咳出2滩带着内脏碎片的鲜血。他浑身破破烂烂，骨裂筋断，鲜血淋淋，白骨森森，五脏六腑更是全被李玄风一脚踢碎。然而碎丹境修士可怕的生命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伤势进行修复。你是谁？巫后生的怒气被李玄风一脚踢散大半，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玄风，一个宁丹境的修士能把他踢成这样，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虽然这一脚不可能要他性命，但足以证明李玄风的实力，能越阶做到这一步简直不可思议。老东西，这个问题该在你动手之前问。李玄风依旧居高临下的俯视他。刚刚之所以没有出剑，主要是李玄风也想看看不使用混沌剑意的情况下能造成多少伤害。事实证明，碎丹境2重也经不起自己一脚。不过这个境界的修士生命力太过变态，不使用混沌剑意的情况下不可能直接将其斩杀。毕竟碎丹境就算卸掉4肢，摘掉头颅，依然能快速恢复。任长老和乌明惑是你杀的吧？一直没有说话的金无义终于开口了。从李玄风展现实力的那一刻起，金无义心中猛冒出了这个念头。听闻此言，巫后生豁然瞪大了双眼，其他人也是纷纷将目光焦聚在李玄风身上。你说的谁？没听说过。李玄风淡淡道。金无义大手一挥，任长老和乌明惑的虚影便迅速凝聚放大。原来是这个老太婆和喜欢傻笑的二愣子。没错，是我杀的。李玄风点点头。嗡！巫后生浑身气息再次席卷，被一脚踢下去的怒火再次升腾。不需要问原因，也不需要了解过程，更不需要知道谁对谁错。不管李玄风出于何种目的杀了任长老和乌明惑，他都该死。那你可以死了。金无义神情淡漠地看着李玄风。他承认李玄风妖孽的惊人，能以宁丹境9重巅峰碾压碎丹境2重的巫后生，但他金无义难道就不是天才吗？碎丹境一重一天地，他金无义亦可越阶打败碎丹境5重的修士。他身具强大灵体、焚血体，亦有2重刀意加身，现在更是掌握了阵眼，能发挥出堪比碎丹境6重的实力。李玄风还没有资格做他对手。巫后生的仇，有几位长老联手报就行了。诸位，请助我报仇！巫后生愤声道。经过刚才的一脚，他知道自己打不过李玄风，但他有的是帮手。得益于强大的生命力，他狰狞的伤势已经修复得七七八八了。咻咻咻！一道道身影飞起，凌空立于巫后生两侧。7个碎丹境，恐怖的威压浩浩荡荡，似要崩碎这片天地。尚且完好的一些山头上，17位宁丹境同时掐诀布置阵法。一时间，其他修士再次拉开距离，远离战场，防止被波及。即便如此，那惊人的威势依旧让不少人喘不过气来。徐妙真也是一脸担忧。李玄风的实力和天赋都不可以常理夺之，可对方毕竟人多势众，且个个都是强者，还有碎丹境4重的金无意压阵，局面对李玄风来说不容乐观。嗡！恐怖的能量笼罩四周，连空间都扭曲起来。他们要封锁李玄风，来个瓮中捉鳖。李玄风抬脚朝虚空前踏一步，身影消失，笼罩他的恐怖能量被一道璀璨的剑气撕裂，再次出现，已是在金无意前方。杀了他！屋后生大喝一声，7位枯玄宗长老同时出手，刀、剑、枪、戟，各种恐怖的招式朝李玄风呼啸而去。17位宁丹境修士结成的阵法会锯出一把惊天大刀，朝李玄风劈下。呵呵，有趣，你选了一条死得最快的路。见李玄风敢主动朝自己杀来，
金无义淡漠的脸上浮现出饶有兴趣的神色。一柄血色大刀凭空出现在金无义手中，赤霄剑也不知何时被李玄风握住，混沌剑意缠绕而上。当那古老苍茫的气息荡漾在这片天地时，包括金无义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竖起根根汗毛。这是什么东西？感受到那古老苍茫的剑意，一位未修士惊骇失声。好可怕的气息！这到底是什么剑意？为何如此浩茫宏大，让人生不起反抗的念头，甚至想要臣服？不行了，我的手脚有点抖，好像不听使唤了。尽管远离战场，许多修士还是忍不住感到头皮发麻。李玄风所展现出的剑意直接威慑到了他们灵魂，神威如海，神威如玉，这怎么可能？直面混沌剑意的金无义再也无法保持之前的淡定，难以置信的神色爬上脸庞，那瞪大的瞳孔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骇然。焚血！金无义全力催动自己的强大灵体焚血体，霎时间浑身血液沸腾燃烧起来，他身上的气息顿时猛增，一截血色长刀一震，两成刀意缠绕而上。他领悟的是血煞门修士领悟的最多的一种刀意——血煞刀意。惊人的意境之力席卷而出，血气滔天。可仅仅刹那，便被混沌剑意死死压制，其差距就如同萤火与皓月。嗡！李玄风浑身气息汪洋澎湃。自获得混沌剑体以来，他还没有专门使用过这种体质的力量，因为他遇到的对手都无法将他逼到那一步。现在面对碎丹境四重，并且有焚血体和两成刀意加身的金无义，也是时候展现一下混沌剑体的本来力量了。体内一直已而不发的体质本源苏醒，古老苍茫的气息席卷全身，筋骨血肉、灵力神识尽皆在此刻得到加强。在李玄风身后，浩荡的混沌雾霭浮浮沉沉，而他仿佛立于混沌中的古老神魔。下一瞬，混沌雾霭收束，凝聚于赤霄剑上。长剑震战，似乎要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而崩碎。好在李玄风能结合剑意，让其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咻！一剑斩出，虚空扭曲。金无义神情惊悚，在混沌剑意面前，他本能的想要放弃反抗，也幸亏他神识强大，能快速摆脱这种影响。蕴含澎湃灵力和两成血煞刀意的长刀对着李玄风劈出，轰！两股恐怖的力量相撞。然而局面却是李玄风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金无义的攻击被碾碎，混沌剑意于是未减，朝他呼啸而去。该死！金无义目眦欲裂，一把匕首状的小刀符现在他面前，下一刻小刀直接碎裂开来，形成一个能量罩，将金无义无死角保护在内。轰！剑斩落到能量罩上，连同金无义一起劈飞出去，最终撞击到核心阵法的壁垒，才强行停下。噗！金无义喷出一口鲜血，五脏六腑翻涌。有能量罩保护，他没有死，但也受了不轻的伤，模样狼狈。混沌剑意，这是混沌剑意。金无义不顾满口的鲜血，大声道，声音中有掩饰不住的恐惧之意。刚才近距离感受那可怕剑意，无数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终于让他想明白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混沌剑意，居然是混沌剑意！难怪如此，难怪如此。也是了，只有如此恐怖的至高剑意，才会让人心生本能的恐惧。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能领悟传说中的至高剑意。无数修士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混沌剑意，至高位格的剑意，不管多少成，它在质量上是高于任何剑意的。所以只要它的气息一经散发，就能让人从灵魂层面产生畏惧和恐慌。咻咻咻！一道道攻击朝李玄风后背落下。说起来缓慢，其实刚刚的一切都不过发生在瞬息之间。屋后生等7位碎丹境修士的攻击到了，17位凝丹境修士结阵凝聚的惊天大刀也对着他头顶斩下，可惜没能一剑斩杀金无义，也在李玄风的意料之中。毕竟这种修士多半都有底牌在身，刚刚保护他的能量罩，恐怕要神退境级别的攻击才能斩破。李玄风一个潇洒转身，赤霄剑顺势划出一道半圆弧剑光，看似威压浩荡，能摧毁一切的各种攻击，在那蕴含混沌剑体之力和混沌剑意的剑光下纷纷消融，就如同积雪遇到烈阳。剑光于是不消，朝众人斩去，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快逃！屋后生等人吓得亡魂皆冒。其实当金无义差点被一剑斩杀时，他们就已经恐惧到了极点，但攻击已经发出，连收力都来不及，然后才发生了这一幕。7个碎丹境都使出了吃奶的劲，拼命逃离，恨不得生出一对能穿梭虚空的翅膀。噗噗噗噗！然而剑光速度太快，还是有4人未能避开，直接被腰斩。救命！我不想死！4个碎丹境一众的修士惊恐大叫。
努力让自己破碎的身体靠拢，想要连接复原。然而1成混沌剑意便可侵蚀任长老的生机，何况是3成混沌剑意。顷刻间，这4人便被残留的混沌剑意磨灭掉生机，尸体从高空轰然砸落。金针传，等一下！巫后生惊骇欲绝，和另一个碎丹境2重的长老拼命使用底牌，速度暴涨，朝笼罩菩提明悟泉的核心阵法冲去。核心阵法之前被众人联手破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现在金无义已经掌握阵眼，可以控制这座阵法。差点被李玄风一剑斩杀后，他心里就产生了畏惧，知道自己不是李玄风的对手。他已经使用了一份底牌，而李玄风肯定也有底牌。当前最好的方式就是躲在阵法内，借助阵法之力阻挡李玄风。在金无义的操控下，之前打开的阵法缺口正以极快的速度合拢。当巫后生和另一个碎丹境2重的长老加速冲来时，合拢的速度也没有丝毫减缓。金无义根本没心情管他们，全力催动大阵。咻！在缺口合拢的最后一刻，巫后生终于冲进阵法内。可慢他一步的那个碎丹境2重长老就没那么幸运了。赤霄剑刺穿他的心脏，恐慌惊惧蔓延全身，他的身体永远停留在了阵法之外。和金无义、巫后生只隔着一道能量罩，可就是这道能量罩仿佛咫尺天涯，他再也没有机会跨过。他努力催动自己旺盛的生命力，想要修复伤势，逼出赤霄剑。然而混沌剑意瞬息扩散全身，他的生机归为沉寂。临死的那一刻，他怎么也想不通，事情变化为何如此之快。从众人出手围攻李玄风，到金无义差点被一剑斩杀，再到李玄风回身一剑秒杀4个碎丹境1重，局势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要知道，这个人只是宁丹境9重巅峰啊，是那种平时都不敢和他大声说话的修士，现在却强大到能轻易秒杀他。你到底是谁？这是长老归寂之前脑海中最后的念头。下一刻，他的灵魂也被混沌剑意搅碎。李玄风看了阵法内的金无义和巫后生一眼，身影消失。唰，剑气如长虹横贯天空，也贯穿了最后那个碎丹境1重修士的身体。17个宁丹境早已从不同的方向分开逃窜，然而碎丹境都逃不了，何况是宁丹境。不到10个呼吸的时间，剩下的17个宁丹境尽数付诸，所有战利品被李玄风一卷而空，天地一片寂静。手持赤霄剑的李玄风凌空而立，气势如渊似海，仿佛天神。一位位修士看着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呆滞的回不过神来。神威盖世，无敌之姿，这是修士们心中统一的念头。每出一剑，必能引起剑意浩荡；每出一剑，必能收割修士人头。无人能挡，无人可挡。就连血煞门的天骄，声名显赫的金针传金无义，焚血体的拥有者，碎丹境4重的修士也挡不住李玄风一剑。若不是有底牌在身，他早已陨落在那一剑之下。李玄风实力之强，骇人听闻。要知道，他还不是碎丹境修士。震惊、恐惧、敬畏，蕴含各种复杂情绪的目光交聚在李玄风身上。徐妙真站在黑玄蟒头顶，美目痴痴地看着李玄风，那衣袂翻飞，气势如渊，神姿盖世的身影深深地镌刻在了他的记忆中。登临绝巅，独伴大道的话语声似乎又在耳畔回荡。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敢说话。李玄风脚踏虚空，一步步朝核心阵法靠近，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所有视线。你说我挑的哪条路死得最快？李玄风立于大阵之前，淡淡地看着金无义。金无义脸色阴沉，没有说话。他低估了李玄风，并且是极大程度的低估。不过换任何一个碎丹境4重的修士站在他的位置，恐怕都会犯同样的错。毕竟谁能想到一个宁丹境9重巅峰的修士会强大到这个地步，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玄风的强大已经超出了常理。你到底是谁？沉默半晌后，金无义终于忍不住开口。妖孽到如此程度的天骄，他之前却从未听说过，让他不禁思考起李玄风的来历。将死之人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李玄风神情淡然，呵呵，你确实妖孽到匪夷所思，但你真觉得你能破开这阵？金无义话说到一半就僵住了，因为他突然想到一个令他恐惧的问题。李玄风可能打不破阵法，但如果他有攻击类的底牌呢？有些强者可以将自己的一击之力炼化到玉简中，只要捏碎玉简就能释放攻击。李玄风确实有类似的底牌，但却不是一击之力，而是直接召唤师尊连月州的化身。不过用这种珍贵的底牌来对付一个碎丹境4重，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瞳孔泛起淡淡的金芒，李玄风看到了大阵中流淌的阵纹，也看到了大阵最薄弱的地方，令人心悸的力量再次凝聚。李玄风对着大阵唯一的破绽使出了自己的全力一击，轰！能量浩荡，
汹涌澎湃，落到阵法上却被阵法之力削减弱化，直至彻底消失，也未能对大阵造成丝毫影响。看来以我现在的实力，确实打不破。李玄风心中暗道。见到这一幕的金无义和巫后生都暗松一口气，只要李玄风打不破这阵法，他们就死不了。等紫月秘境限制的时间一到，他们就会被强制传送出去，进来之前在哪个入口就会被传送回哪个入口。只要到了秘境之外，李玄风再想杀掉他们就没那么简单了。不过他们悬着的心并没有放下，毕竟李玄风还没有使用底牌。两人都在猜测李玄风的来历，妖孽到如此程度，大概率不会是散修。可他们知道的几大顶尖势力中，并不存在李玄风这样的人物，别说名字或者样貌，就连一丁点消息都未曾听说。莫非他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修士？两人惴惴不安，知道李玄风的底细，还能想办法应对，怕就怕对他的身份背景一点都不了解。看李玄风的样子，是肯定不会主动废话和他们解释自身来历的。双方之间似乎陷入了某种沉默的僵局，其他修士依旧站在极为遥远的地方，没有任何人敢靠近，连巫后生和金无义都让他们畏惧，何况是李玄风。这阵法果然强悍，连他都打不破。传闻想要以力破阵，只有神退境级别的强者才能办到。神退境啊，对我而言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几次。我修炼至今都没见过神退境强者，连碎丹境都是进了这个秘境之后才见识到的。这种绝世妖孽应该有底牌吧？他不准备用底牌破阵吗？或许他没有攻击类的底牌吧？真不知道如此恐怖的妖孽到底来自哪个势力。见战局似乎陷入僵持，远在天际的修士们才敢悄悄传音交流。一击未能破阵之后，李玄风不再出手。看他如此模样，金无义和巫后生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看来他大概率没有攻击类的底牌。咻！黑玄蟒载着徐妙真从远处飞来，如今在场的也只有他们敢靠近李玄风。黑玄蟒森冷的蛇瞳中看着前方那道人类身影，充满了崇拜和敬畏。如果说之前畏惧李玄风，愿意主动臣服是被吓的，那么现在就是亲眼见证李玄风实力后的心悦诚服。徐妙真落地没有说话，而是美目放光地看着那道身影。李玄风的实力再次出乎他的预料，那横推一切，将所有敌人吓得闻风丧胆、亡命逃窜的无敌身姿，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觉得自信飞扬、强大无双的李玄风充满了魅力，让人心动着迷。你打不破阵法的，不如我们言和。见李玄风不再出手，金无义不由开口道他摸不清李玄风的来历，李玄风也明显不会主动告诉他。他准备先稳住李玄风，出了秘境之后再想办法调查来历。若是真惹不起，那就想办法弥补；若是背景一般，那就必须杀了李玄风，不然这种超出常理的妖孽多活一天，他就要提心吊胆一天。言和。李玄风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畏惧他的力量，自知不是对手便要言和，那为何出手前不先想想后果？若非他实力强大，刚刚已经死在巫后生的那一掌之下了。现在金无义害怕被全灭，便躲在阵法内想要言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枯玄宗死了那么多宁丹境阵法师和碎丹境长老，宗派的根基都被动摇，双方杀到这个地步，矛盾基本是难以调和的。我可以给你5方菩提明悟拳。金无义说道。全部。李玄风淡淡道，没有商量的余地。你不要欺人太甚。金无义怒气上冲，隔着大阵他也算有了一点底气，愿意给出5方菩提明悟拳，也不过是为了先将李玄风彻底稳住。但他开口就要全部，金无义是绝对无法忍受的。那没什么好谈的，杀了你，菩提明悟拳依旧是我的。李玄风轻描淡写的说道，观其模样，似乎对于破阵之事已尽在掌握。呵呵，我该说你自信，还是该说你狂妄？金无义冷冷一笑，巫后生眼神中也是暗含讥讽。李玄风的实力让他恐惧战力，但不代表他对李玄风的恨就会消失。如果拥有斩杀李玄风的力量，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用掉，以绝后患。可惜的是，他并不具备这样的力量。事到如今，他们也看出来了，李玄风没有办法打破阵法。按他刚才雷霆出手毫不拖泥带水的行事风格，如果真能打破，又何必与他们废话？既然现在打不破阵法，那我突破不就行了？李玄风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可就是这丝笑意让金无义和巫后生毛骨悚然，连徐妙真也是吃惊的看了李玄风一眼。李兄的修炼境界难道和我的修炼境界不一样？他一点瓶颈都没有吗？说突破就突破？哼，突破又如何？我承认你妖孽异常，但即便突破到碎丹境，也绝不可能具备神退境的力量。金无义在惊悚过后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李玄风若是能突破到碎丹境，实力毫无疑问会再次暴涨，可就算如此，他也不可能比奸神退境。
越是往后的境界，差距越明显，不是那么容易跨过的。李玄风不再说话，而是寻了不远处一个较为平整的地方，布置隔绝阵法，开始打坐修炼。黑玄蟒和徐妙真默契地为他护法。李玄风刚刚借助系统查看了金无义和巫后生的命格颜色，两人都被浓郁的黑光笼罩，那是将死之相。他没打算召唤师尊的化身，所以这两人不会死在连月舟手里在场，其他修士也不具备打破阵法斩杀他们的力量。等秘境限制时间一到，金无义、巫后生会被传送到和李玄风不一样的入口，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逃命。各个入口相距较远，李玄风多半追不上他们，追不上也就杀不了。但两人被浓郁的命格黑光笼罩，说明他们短时间内必将陨落。可短时间内谁能打破阵法杀了他们，基本只有一个种可能了，那就是李玄风突然具备了打破阵法的力量。他身上目前没有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实力的天才地宝，由此便能推断他绑定的天命之女中会有人给他带来大量实力上的返还。魏青言境界太低，大概率不可能。徐妙真没有闭关，也不可能。那么只剩师姐洛离。洛离是神退境的修士，一旦突破，最低的10倍返还也能让李玄风获益匪浅。事实上，在洛离炼制出剑意丹，发现李玄风下山后，便选择了闭关突破。他本就具备突破的条件，炼制剑意丹让他对剑意也有了全新感悟，所以此次大概率是境界和剑意的双重突破。李玄风自然也能获得境界和剑意的双重返还。李玄风被隔绝阵笼罩，天地又一次陷入寂静。看他煞有介事的模样，金无义和巫后生心中落下的石头又提了起来。清真传怎么办？巫后生莫名感到一阵心慌，不由自主地询问金无义意见。哼，不过是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就算他真的突破到碎丹境，也绝不可能打破阵法。金无义冷哼一声，表面上看似镇定，其实内心同样很慌。掌控阵眼后，他更能体会到阵法的强大。非神退境级别的力量是不可能强行打破阵法的，他们能打开阵法全靠取巧，用了那么多阵法大师，数天时间一刻不停的持续破解，才勉强撕开一道缺口。想要靠力量强行打穿，难度只会更高。李玄风确实妖孽的不像话，甚至可以说他这种境界能够具备这种实力，完全不合常理。不过再不合常理，距离真正的神退境也差了太多太多。就算突破到碎丹境后，力量迎来一次暴涨，也不可能触及到神退境。只要力量不达神退境，金无义就不怕。巫后生神色阴郁，金无义的话并没有让他不安的心得到缓解，目光死死地盯着隔绝阵所在的位置。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内心也变得越来越焦躁。依旧在遥远之地观望的修士们面面相觑。李玄风的实力让他们震撼，但他现在的操作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打不破阵法就突破，可境界真有那么好突破吗？而且正如金无义所言，即便突破到碎丹境，李玄风也不会拥有神退境级别的力量吧。从凝丹境9重到碎丹境，修士会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实力剧增，可即便是他想要以此比奸神退境也不可能吧。感觉确实不可能，不知道他是故意给两人制造心理压力，还是真的有把握。我倒是相信他能突破，但不相信他能打破阵法。话虽这么说，但不知为何，我居然有一点期待他能打破。修士们议论纷纷，从内心深处真正相信李玄风能突破后就打破阵法的人没有几个。一次次见证李玄风的恐怖实力，徐妙真是肯定相信的。那3个临海境修士和宁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也相信，因为数天前李玄风还是宁丹境5重，现在却是宁丹境9重巅峰。作为一个不能用常理夺之的妖孽，这次闭个小关，再连续破几个境界也很正常吧。连续破境，实力连续增长，那打破阵法还有问题吗？3个临海境修士和宁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都感觉自己猜到了真相，忍不住一阵激动。从之前对李玄风害怕、恐惧、敬畏，到现在又多了仰望和崇拜。时间慢慢流逝，这片天地随着李玄风布下隔绝阵就彻底陷入了安静。修士们交流都是传音，不敢高声。秘境中也将迎来黑夜，距离所有人被强制传送出去只剩最后1天时间。金无义和巫后生从一开始的忐忑、不安、焦虑，慢慢变得平静、放松。这么长时间，李玄风都没有动静，或许突破什么的都是故意吓唬他们而已。连远处围观的修士们也渐渐觉得李玄风所谓的突破只是一句空话。隔绝阵中，李玄风静静打坐，不慌不忙，神情自若，命格颜色不会出错。傍晚时分，当金无义和巫后生心情逐渐变得舒缓轻松，一众修士觉得李玄风可能在说空话时，系统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洛离修为提升，境界突破到神退境2重，10倍返还，
你修为大幅度提升，达到碎丹境4重，浩瀚磅礴的力量降临，丹田中的内丹开始滴溜溜旋转，咔嚓，似有一声脆响传出，内丹碎裂，精纯之力溢散而出，席卷全身，筋骨皮肉血液，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这股力量的滋养下迅速蜕变升华。混沌剑体本来就极其强大，在这股力量的洗礼下变得更加可怕。李玄风能感受到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极其旺盛的生命力，每一个细胞都蕴含着浩瀚磅礴的力量。似乎过去很久，又仿佛只过了一瞬，内丹之力消耗完毕，李玄风发生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成功突破到碎丹境1重。然而这并未结束，磅礴的能量汇聚而来，在李玄风丹田中凝聚出一颗全新的内丹。紧接着，这颗内丹再次碎裂，李玄风开始第2次蜕变。碎丹境每提升1重，都要重新凝聚一颗内丹，然后再碎裂，用内丹之力洗礼全身。虽说有了凝聚内丹的经验，再次凝聚的速度会变快，但终究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完成的，所以很多天才修士在碎丹境之前修行速度都很快，到了碎丹境后速度就会骤然减慢。不过开挂的李玄风显然不包括在内。第2颗内丹从凝聚到破碎，再到洗礼全身，没有花费多长时间。然后第3颗内丹凝聚，重复过程，李玄风成功突破到碎丹境3重。然而这依旧不是结束，第4颗内丹成功凝聚，再次重复过程，完成肉身洗礼。至此，李玄风达到碎丹境4重。好强大的力量！李玄风握了握拳，有种能一拳碎天的错觉。以他现在力量的旺盛程度，恐怕一滴血蕴含的能量就能将那些小修士撑得爆体而亡。除了肉体和灵力的提升，他的灵魂也变得异常强大，远非同阶修士可比。因为神蜕境修士每次突破，神识都会蜕变，神识蜕变也意味着灵魂增强。洛离突破境界，灵魂变强，系统返还后，李玄风的灵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压制修士神识的紫月，对他而言完全形同虚设。我现在的力量确实很强，灵魂强度也堪比神蜕境，再加上3成混沌剑意，破坏力不知提升了多少倍。不过距离真正的神蜕境修士还有一段距离，李玄风暗自思忖。不过很快，新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洛离参悟剑意未能冲破最后的桎梏，反而境界突破后突然灵光一闪，福至心灵，获得一次极其短暂的顿悟，10倍返还，已获得一次较长时间的顿悟。叮！洛离顿悟后成功领悟剑意，真至10成圆满之境，10倍返还，你领悟5成混沌剑意。提示音落下，李玄风的混沌剑意顿时暴涨，从3成突破到4成，又从4成突破到5成。然而这并没有结束，因为李玄风已经进入了一种极其玄妙的状态，无数灵光在脑海中迸现碰撞。由于洛离的顿悟和剑意有关，所以返还的顿悟也和剑意有关。进入顿悟状态后，领悟剑意似乎没了任何难度。之前难以理解，觉得玄奥晦涩的意境之力，在此刻看来变得极其简单。李玄风的混沌剑意开始新一轮提升，从5成到5成巅峰，从5成巅峰到6成，6成巅峰，7成，7成巅峰，8成，8成巅峰，一直到9成，李玄风才彻底结束顿悟状态。意境之力也和修行境界一般，越往后越难突破，同时越往后突破带来的提升也越大。碎丹境4重加上神蜕境级别的灵魂，再加上9成混沌剑意，此时的李玄风已经完全具备了神蜕境级别的战力。隔绝阵外，随着李玄风长时间没有动静，远远眺望的修士们都觉得他突破的概率不大了，即便真能突破，可能也得等到明天。而金无义和巫后生焦虑不安的内心也渐渐趋于平和。果然是故弄玄虚，巫后生嘀咕了一声，此人妖孽异常，距离秘境关闭还有最后1天，他说的突破也并非不可能。金无义沉声道，李玄风以凝丹境9重巅峰的实力，差点将他一剑秒杀，足以证明其妖孽程度。金无义觉得李玄风在秘境关闭之前突破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巫后生脸色一阵变幻，其实他也这样认为，不过他即便真的突破了，想要打破这阵法也是妄想。金无义又恢复了之前的淡然。这段时间他反复推算过很多次，并且是以极其重视李玄风的态度对他进行不合常理的高估，结果发现不管怎样，李玄风都不可能突破后就拥有堪比神蜕境级别的实力，所以他心中的不安已经消失了。有阵法挡着，李玄风注定杀不了他们，可以安心炼化菩提明悟拳了。金无义笑道，菩提明悟拳是他最大的收获，也是秘境中最珍贵的宝物。之前害怕李玄风没有心情炼化，现在想通后，他觉得可以炼化了。正好那些之前出力帮忙破阵的修士都在远处观望，没有胆子上前找他讨要。
巫后生点了点头。还有1天时间，他们也不会干等着，就用来炼化菩提明悟泉吧。不过就在两人做出如此决定时，一道让人灵魂战栗的气息冲天而起，碎裂云层，席卷四方。无数修士只感觉双膝发软，忍不住想要跪下顶礼膜拜。不可能！金无义惊恐失声，害怕的身子颤抖。当这股气息出现的时候，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他要死了。隔绝阵被这个气息撕裂，难以形容的可怕气息铺天盖地。李玄风从打坐中睁眼，瞳孔之中似有剑光撕裂混沌，开天辟地。9成混沌剑意席卷天地，所有修士惊骇欲绝，即便早已退到天际，也抵挡不了至高剑意深入灵魂的战力。灵魂较弱，实力定力不济者，直接双脚发软，忍不住想要屈膝跪地。如果把李玄风之前的剑意比作一面广阔幽深的湖泊，那么现在的剑意就是汪洋无际的大海。距离李玄风很近的黑玄蟒匍匐在地，低声嘶鸣，这气息令他感到无边恐惧。徐妙真表面神色如常，灵魂却在尽力摆脱剑意带来的无形压力。一只大手轻轻覆盖在他香肩上，剑意带来的影响瞬间消失。李玄风静静看着大阵中惊骇欲绝的金无义和巫后生，遂丹境4重的气息和9成混沌剑意的威势悉数收敛，仿佛一切都是错觉，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天地恢复风轻云淡，众人心中却是翻江倒海。李兄！偏头看见李玄风的侧脸，徐妙真心跳加速，白皙俏丽的脸颊涌现一抹嫣红。他知道李玄风这次肯定能做到了。那遂丹境4重的浩荡气息，以及根本无法猜测到底是多少成的无垠剑意，必然能撕裂大阵。走吧，随我破阵。李玄风轻轻拍了拍徐妙真的香肩，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好。徐妙真美目泛光，带着异彩，这样的李玄风让他控制不心跳。咻！体型巨大的黑玄蟒又变成了数寸长的小蛇，缠绕上李玄风指尖，讨好亲昵的在他手上蹭了蹭。李玄风带着一人一蛇朝大阵一步步踏去，每踏一步都不急不缓，又落地无声。但在金无义和巫后生看来，却如同大锤一锤锤敲击着他们的心脏。怎么会这样？完了！金无义和巫后生惊恐地看着李玄风。不管他们之前如何猜测，不管他们愿不愿意相信，那恐怖无边的剑意自会说明一切。李玄风多半已经具备了神退境级别的实力，拥有了打破阵法的力量。可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连续突破境界？不但是修为境界，连剑意也得到巨大提升。什么时候突破这么简单，这么夸张了？金无义和巫后生心中难以置信，没法接受这个事实。即便已经用不合常理的眼光去推断李玄风，没想到还是出现了如此巨大的误差。随着李玄风临近大阵，两人的恐惧也达到了极致。你先别动手。金无义咽了一口唾沫，然而李玄风不语。你放过我们，恩怨一笔勾销。巫后生的话带着颤音，充满恐惧地看着李玄风。李玄风看了他一眼，依旧没说话，而是缓缓抬起了右手。恩怨一笔勾销？他有什么资格和自己一笔勾销？灵力涌动，在李玄风面前汇聚出一柄巨大的灵力长剑，长剑之上混沌剑意浮动。我愿意奉上20方，不30方，不，全部菩提明悟泉。感受那灵力巨剑长的恐怖威势，金无义完全压抑不住心中的恐惧。可是李玄风依旧懒得和他说话。杀了他，这菩提明悟泉也不是自己的吗？之前不具备打破阵法的实力，才和他们多说2句。现在这阵法已经拦不住自己，又何必和死人多言？嗡！灵力巨剑震战，剑意荡漾，虚空扭曲，甚至出现了一丝空间裂缝。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修士尽皆骇然。虚空被剑意荡开裂缝，李玄风这一击必然达到了神退境的水准。你不能杀我，我是血煞门真传弟子，杀了我，宗门肯定会为我报仇的。你确定要招惹整个血煞门吗？你确定要与血煞门为敌吗？见李玄风杀意已决，金无义只能恐惧大喊，搬出自己的后台，希望让李玄风忌惮停手。咻！然而回应他的是呼啸而来的灵力长剑。砰！阵法屏障挡住长剑，可是连一个呼吸都没坚持到，便咔嚓一声化为漫天碎片。你！金无义双目圆睁，面前再次出现一柄匕首状的小刀，同样的底牌，他居然有2份。可惜李玄风这一击不同于之前，能量罩连一下都没坚持住，便被灵力长剑刺穿。下一刻便穿过金无义腹部，将其切割而过，浩荡汹涌的混沌剑意爆发，直接将他的身体搅成齑粉，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至于巫后生，易散的混沌剑意便让他千疮百孔。他拼了命的想要逃窜，在他无比惊恐、无比绝望又无比怨恨的眼神中，灵力长剑碎开，化为无数细剑对他呼啸而去。
能量汹涌，剑意浩荡，屋后生死的连渣都不剩。2枚储物戒却完好无损地飞到李玄风手中，整片天地仿佛被人按下了静音键，一众修士如同泥塑木雕杵在原地，久久说不出话来。大阵瞬息之间便被打破，再次使用底牌的金无义和巫后生连尸体都没能留下，准确地说是连任何痕迹都没能留下，一丝血迹，一片破碎的衣裳都看不到。整个过程，李玄风不过轻轻抬了抬手。这一幕给所有修士造成了剧烈的心神冲击，让他们毕生难忘。咕噜，也不知是谁狠狠咽了一口唾沫，才将天地间的寂静打破。恐怖，太恐怖了！无敌，太无敌了！那3个灵海境修士和宁丹境9重巅峰的老者，激动的身子都在颤抖。他们猜对了，李玄风确实一个闭关就连续突破数个境界，具备了神退境级别的实力。但他们发现之前自己还是猜得保守了。李玄风不但境界直接达到碎丹境4重，混沌剑意更是达到他们无法揣测的地步。怪物，简直是怪物一样的天赋，不应该说是艺术，妖孽的不合常理，仿佛天地艺术。经此一事，修行界必将震动。修士们心神震撼，永远地记住了这道身影。李玄风没有关注其他修士的心理变化，神识在储物界中扫过，这一次收获令他满意。17个宁丹境阵法师，7个碎丹境长老，还有碎丹境4重的金无义。就算每个人平时对资源的消耗都很巨大，但这么多凑起来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36方菩提明悟拳，这是李玄风直至目前战利品收获最为丰盛的一次。来吧，该分配战利品了。李玄风看着徐妙真，徐妙真堂口微张，想说什么，但面对李玄风的目光又说不出话来。战斗中他什么忙都没能帮上，甚至还时刻注意着别影响李玄风，别给他拖后腿。在徐妙真看来，自己是没有资格获得战利品的。不过看李玄风刚刚的眼神，自己要是开口说什么拒绝的话，可能李玄风就要堵他嘴巴了。咻咻咻，一颗颗灵石飞出，落到特定方位，构建出一座大型隔绝阵，将2人一盲笼罩在内，隔绝外人的视线和神识查探。见到这一幕，众人知道这里的事暂时告一段落。之前帮忙破解阵法，被经无意许诺给出菩提明悟拳的修士们，只能摇头叹息。他们哪有勇气敢向李玄风讨要，只能在心中大骂金无义，不早点将菩提明悟拳分给他们一个已死之人，被他们问候了祖宗18代。还有1天时间，秘境会强行关闭，所有人会被挪移出去。趁还有点时间，赶快寻找宝物吧。感觉真正的危机是在出了秘境之后。废话，枯玄宗死了那么多阵法师和长老，金无义也死得连渣都不剩，枯玄宗和血煞门肯定都已察觉，说不定已经在各个入口等着了。哎，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希望不要波及到我们吧。修士们议论着远去，之前李玄风给他们带来的震撼也慢慢变成担忧，因为谁都知道真正的危机是在出了秘境之后。他们不知道李玄风如何应对，更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倒霉的被怒火波及。正如修士们所推测，此时秘境之外的紫月山脉中已经降临数道气势惊人的身影，距离紫月秘境开启已经过去6天。当初各大入口聚集诸多修士，持有信物的成功进入其中，大部分修士没能成功进入秘境后便选择离去，但依旧有一些修士在入口附近逗留。这些人的心思也不难猜，多半是准备等秘境中的人出来后抢夺他们机缘。随着数道气息惊人的修士降临此地，才惊退了不少修士。这是什么境界的强者？好可怕！易散的威压都令人心悸，莫非是碎丹境不成？众多修士撤退到极远的地方，神色惊疑不定。秘境里发生了什么？怎么阵法堂的诸位和长老全死了？秘境本身不存在这样的危机，到底是谁干的？刚刚我收到血煞门传讯，金针船也出事了。几道神念在虚空涌动，彼此交流。枯玄宗阵法堂的阵法师们全军覆没，进去的几位碎丹境长老同样全部陨落。此事影响甚大，动摇宗门根基，枯玄宗内已经开始震荡。他们这些闭关多年的老怪物因此被惊醒。秘境限制神退境及以上修士进入，出手的不可能是神退境。且不说拥有底牌在身的金针传，即便我们的阵法师和长老们联手，碎丹境5重以下的修士都只有逃命的份。出手的应该是碎丹境5重以上的修士，并且还拥有神退境级别的攻击底牌，应该就是如此了。说明出手之人必然有一定来头，我等能拦住吗？既然金针传已经出世，说明对手很可能已经使用了底牌，我等困住他应该是没问题的。几位老怪物的神识在虚空涌动，他们都是枯玄宗的太上长老，修为最低都是碎丹境7重，最高的达到碎丹境9重巅峰。本来他们已经多年不问宗门之事，只是这次影响重大，他们不得不出关。无妨，我已收到传讯，
血煞门很重视这件事，有长老震怒，他们已经请示闭关中的裴店主，或许裴店主会亲至。一道神识念头响起，那就好，有裴店主亲至，不管是谁都得伏诛。好好好，老夫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对金针传动手。一道道神识念头交织，提到裴店主，众人都是信心大涨。百剑山和血煞门都是顶尖大派，百剑山掌教之下有7位实力强大的峰主，峰主之下才是各位长老。血煞门也是如此，血煞门掌教之下有7位店主，这7位店主便相当于百剑山的峰主。任何一位店主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每一位的实力都非神退境修士可比。而裴店主正是金无义的师尊。李玄风并不知道秘境之外已经有新的危机在等待着他，就算知道也不会在乎，因为他的命格颜色依旧是混沌色，也就是说秘境之外即便有威胁也对他造成不了什么影响，就算他敌不过也可召唤师尊连越州。这次斩杀17个凝丹境，8个碎丹境，战利品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李玄风将他们全部归类好，灵石、丹药、灵气、药材、阵盘，各种宝物都有，当然最为珍贵的还是那36方菩提明悟泉。好了，这些东西都归你。李玄风轻轻一挥手，密密麻麻的宝物就悬浮着飞到徐妙珍面前。徐妙珍美目复杂地看着李玄风，谈口张了张，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经历之前的一些事，他已经料到李玄风会这么做，即便有所心理准备，真正面对这么多资源时，依旧忍不住感到震撼。如此多资源若是拿出去，不知有多少修士愿意为李玄风卖命，可他就这么随意的全部送出，自己一点也不留。李兄，徐妙珍目若秋水，满眼柔情。这么多年来，修行都是靠他自己，没有谁能帮他，甚至家族还要依仗他。若不是曾经获得过超级强者的传承，他也不可能修炼到如今这个境界。徐妙珍深知获取资源的艰难，可自从李玄风言明要投资他后，他第一次体会到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天赋绝伦，风神俊朗，神姿盖世，还如此慷慨大方，这样的李玄风哪个异性顶得住？反正徐妙珍感觉自己已经顶不住了。别说话。李玄风以为徐妙珍又要说什么拒绝的话，直接开口打断。菩提明悟泉你一点都不留吗？然而徐妙珍却没有听话的保持沉默，红唇轻启，美目盈盈的看着李玄风。我需要吗？李玄风淡淡道。徐妙珍摇了摇头，以李玄风的悟性，确实不需要。只是这菩提明悟泉数量太多，过于珍贵，徐妙珍感觉全部拿着实在烫手。那何必多言，收下就行了。李玄风随意道。这些资源累积起来价值惊人，很多是徐妙珍用不上的，比如一些刀剑之类的灵气，不过现在用不上，以后也可以到宝阁商铺置换成其他资源。李兄，别人投资都是以小博大，你这感觉都不是投资了，就算把我卖给你，也要不了这么多。徐妙珍说出这话的时候，眼神飘忽，不敢直视李玄风，晶莹如玉的耳根也有些发烫。哦，那可未必，一尊未来的女战神价值可远不止这一点。李玄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天命加身，又是大荒战体，再加上绝美俏丽的容颜和玲珑有致的身材，徐妙珍的价值确实远非这点东西可比。以她的潜力，成为天地间的至强者只是迟早的事，若真要卖身，岂是这些东西可以衡量的？唰，一抹嫣红从徐妙珍如同白玉般精美的景象开始蔓延，一下子布满俏丽脸庞，让她多了几分可爱。徐妙珍心脏砰砰直跳，李兄这话什么意思？难道真的要我卖身给他吗？他徐妙珍绝不会因为贪图别人的资源就做出违背自己原则和内心的事，但如果是李玄风的话，就算是现在要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他毕竟从未经历过，没有丝毫经验，和异性最亲密的接触就是和李玄风牵手进秘境，以及受伤之时被他抱着飞了一段时间。徐妙珍刚刚说出那种话，只是头脑一时发热，李玄风有所回应后，他反而紧张到了极点。徐妙珍有自己的原则，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东西，更不会为了资源委身他人。但如果这个人是他倾慕心动的男人，那又另当别论，原则也是可以打破的。只是眼下的情况，身处秘境，紫月监空，还有黑玄蟒在场，似乎并不适合做些什么。好了，多说无益，将这些资源都收下吧，回报什么的以后有的是时间。李玄风见他俏脸红得快要发烫，忍不住笑道。徐妙珍红着脸轻轻点头，声音细若文瑞。缓解一下心绪后，徐妙珍才伸手一招，一份份资源飞进储物界。叮！徐妙珍获得360万中品灵石，66万上品灵石，100倍返还。你获得3亿6千万中品灵石，6600万上品灵石。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响起，
系统空间中骤然多出一座货真价实的灵石大山，灵石多到根本没地方花。李玄风心中有些犯愁，这个想法若是被其他修士知道，恐怕会相当无语，甚至想打人。事实上，李玄风确实没怎么花灵石。灵石用处极多，最基本的用处就是修士可以吸收炼化灵石中的灵力，提升自己的修为。很多修士闭场关时就会提前准备大量灵石，但李玄风不是直接被系统返还修为，就是被返还更好、更适合修行的资源。灵石最多就是用来布置隔绝阵法，消耗少之又少。定，徐妙真获得多个6阶阵盘，100倍返还。你获得2个7阶顶级阵盘玄武黑甲阵和龙息寂灭阵。当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时，李玄风便知道自己那海量的灵石该怎么用了。阵盘相当于缩小版的阵法，已经提前布置好阵眼、阵基、阵纹只需要灵力催动就可以使用。可阵盘能量有限，需要灵石提供能量，只有充足的灵石才能保证阵法发挥出应有的威力。这2个阵盘都是7阶高级，如果对应修行境界的话，就是神退境。玄武黑甲阵主防，龙息寂灭阵主攻，有这2座阵法，李玄风可以无惧任何一个神退境修士。但这种级别的阵法对于灵石的消耗也是巨量的，正愁灵石没处花的李玄风觉得找到了意义。当即便撤销隔绝阵，掏出玄武黑甲阵盘，无数灵石飞向阵盘，阵盘滴溜溜旋转，眨眼间扩大，然后落地将李玄风和徐妙真笼罩在内。隐隐间，能量召化为一道玄武虚影。现在，即便神退境9重巅峰的修士也不一定能够打破。李玄风发现这个阵法还附带隔绝阵的功能，他想让别人看到阵法里面，别人就能看到；不想让人看到，连神退境修士的视线和神识也能彻底隔绝，可谓是闭关、防御和偷摸干坏事的绝佳阵法。神识一动，沟通阵法，玄武虚影便将外界一切目光和神识彻底隔绝。不过阵法里面还是能够清晰看到外面。正在往储物借收宝物的徐妙真一惊，李兄居然有这么厉害的阵法，难怪对他收起的那些阵盘不感兴趣。自己收起的这些阵盘，恐怕加起来也不及这阵盘的1/10珍贵吧。李兄突然祭出这座阵法，该不会是真的想干什么吧？徐妙真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又是微微一红。徐妙真虽没有钻研阵法之道，但对阵法也不陌生，而且李玄风也没对他设防，放开神识感知，便知道这阵法的大概作用。除了最基本的强大防御，还兼具隔绝阵的一切功能，同时还可以完美和周遭环境融合，让人看不出阵法所在。就如同李玄风曾经使用的玄影阵，这么完美的阵法，李玄风之前不拿出来，现在突然拿出来，难免让徐妙真多想。不过看到一直缩小身躯，努力在李玄风面前卖萌讨好的黑玄蟒，徐妙真又觉得李玄风应该不会当着黑玄蟒做些什么，心中的慌张这才缓解不少。徐妙真虽然嘴上没有明说过，但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内心，他对李玄风有崇拜、感激和喜欢等各种正面情绪。李玄风若真要对他做什么，他恐怕很难拒绝，只是从未经历过那些事，难免让他担忧忐忑，心里也更容易因为李玄风的一些正常举动而开始脑补、胡思乱想。可惜李玄风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以及阵法的探索中，没有注意到徐妙真的表情变化，即便注意到了，也不可能知道他在想什么。这阵法确实不错，看着巨大的玄武虚影，李玄风心中暗道，玄武黑甲阵的强度远在笼罩菩提明悟拳的核心阵法之上。李玄风可以轻易打碎核心阵法，却撼动不了玄武黑甲阵分毫丁。徐妙真获得大量丹药，100倍返还。你获得一颗6转金骨丹。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系统空间中多了一颗流转玄妙气息的淡金色丹药。意识稍加感知，李玄风便知道了6转金骨丹的作用。此丹乃是强化肉体的极品丹药，可让修士练出至强筋骨，踏上肉身成圣的道路。体质越强的人，使用这种丹药得到好处越大。李玄风混沌剑体加身，体质强度不用多说，并且他还有赤阳筋骨秘术。若是再将6转筋骨丹炼化，很有可能会诞生出混沌筋骨。到时候单凭肉身之力，不使用灵力，不使用灵气，不使用剑意，更不需要使用武技，李玄风都能做到逆法秒杀神退境修士，甚至站在那不动，很多神退境修士都破不了他防。若是再加上其他力量，实力只会恐怖到难以想象。定，徐妙真获得玄骨草、龙阳草、紫灵花、青莲花100倍返还。你获得金骨草、赤岩草、紫橙花、玉莲花。随着提示音再次响起，李玄风获得大量珍贵的炼丹药材。这些药材不错，完全可以炼制许多珍贵丹药。李玄风心中满意道，虽然没有亲手炼过丹药，但得到洛里返还后，李玄风也是货真价实的炼药师。定，徐妙真获得大量5阶6阶灵气，100倍返还。
你获得8阶下品灵气新天剑。系统空间中出现一柄全新的湛蓝色长剑，剑刃寒光凛冽，似能切开人的视线。正好赤霄剑已经没法承受我的全部力量，这8阶下品灵气应该够我使用到合一境。李玄风心道：凝丹境过后是碎丹境，碎丹境过后是神退境，神退境过后便是合一境。8阶灵气是最适合合一境使用的灵气，修士可以发挥它的全部威力，他也能承受修士的全部力量，可谓相辅相成。以李玄风如今的实力，随便捡一根枯枝也能当作锋利的长剑使用。不过李玄风若想发挥出全部实力，还是需要一柄能承受他全部力量的强大灵气。徐妙真获得大量5、6阶灵气，才返还了这么一柄8阶长剑。就算李玄风妖孽异常，在突破到合一境之前，也完全足够他使用了。叮，徐妙真获得36方菩提明悟泉，100倍返还。你获得1滴菩提造化液。终于，李玄风最期待的提示音响起，一滴宛如混沌之力浓缩的液体静静漂浮在系统空间，散发着玄妙气息。36方菩提明悟泉乘以100倍，最终却得到了这么一滴小小的液体，可见此物之珍贵。李玄风念头一动，意识沉入系统空间，感知菩提造化液，终于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宝贝。所谓菩提造化液，乃是大能以通天手段将成熟的菩提树进行祭炼提纯9981年，最后再以其他手段将各种提升悟性的奇物精华融入其中，祭炼7749年才得到这么一滴菩提造化液。正如其名，菩提造化液能给修士带来极大的造化，100%提升修士的悟性，并且还是大幅度提升，即便对悟性本就高的天才而言依旧有效。如此奇物，万万不可浪费，必须将作用最大化。李玄风心中难掩激动。所谓的作用最大化，自然不是自己炼化，而是将菩提造化液给绑定的天命之女，让他们得以提升悟性，再刷一次返还。想到这里，李玄风目光灼灼地看向徐妙真。刚刚将资源全部收进储物界的徐妙真，正好对上李玄风的目光，不由娇躯一震。他竟从李玄风眼中看到丝丝火热。李兄，心中一跳，呼吸一滞，徐妙真再度变得紧张起来。难道李兄他现在就想？眼中闪过慌乱。如果李玄风真想的话，他也不会拒绝，但心中的极度紧张却不是他想压就能压下去的。我刚刚考虑了一下，距离秘境结束还有1天时间，你自己炼化菩提明悟泉速度太慢，所以我准备助你一次，尽快将其炼化。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更好的宝贝，非常适合你。李玄风压下内心的激动，说道。啊！徐妙真愣在原地。刚刚他还以为李玄风是想做其他事，没想到是帮他炼化菩提明悟泉，还说有什么更好的宝贝。原来是我自己想多了吗？一时间，徐妙真的紧张感尽数散发，心中却莫名多了一分失落感。也不要说什么废话，浪费时间了，把菩提明悟泉取出来，我们开始吧。李玄风道。和秘境中其他能提升悟性的奇物比起来，菩提明悟泉极其珍贵，可若是和菩提造化液比起来，又差了很多。菩提明悟泉提升悟性的效果很好，可用多了，效果就会递减，直到最后彻底失去效果。但菩提造化液，即便是悟性极高的天才使用，效果依旧明显。所以李玄风准备先帮徐妙真炼化菩提明悟泉，再使用菩提造化液。好，徐妙真琴手微点，一想到李玄风马上要手把手助他炼化，他的心跳又快了几拍。哗啦啦，菩提明悟泉如河流从储物界中呼啸而出，悬浮在两人面前。开始吧。李玄风看着徐妙真，后者轻轻点头，神识将菩提明悟泉包裹，浩荡的灵力同时从两人掌心汹涌而出，开始炼化。炼化菩提明悟泉包含2步，第一步是将其炼化提纯。所谓菩提明悟泉，其实就是被清泉稀释过后的菩提明悟液。修士想要做到吸收效率最大化，就是将清泉剔除，留下其中的有效成分。简单将菩提明悟液和清泉分离，倒不是一件难事。若是想要100%提纯，不含丝毫杂质，那就要费一番功夫了。神识越强的修士，能提纯的速度越快。李玄风的灵魂已是神退境级别，速度不知比徐妙真快了多少倍。一个时辰后，36方菩提明悟泉被彻底提纯炼化，变成3.6方菩提明悟液，缩水了10倍。接下来是第2步，吸入菩提明悟液于体内炼化，其中的精华便会滋养强化灵魂，提升悟性。2个蒲团飞出，李玄风和徐妙真相对而坐。开始了。李玄风看着徐妙真，徐妙真点点头，檀口一张，大量菩提明悟液被他吸入口中。两人同时伸出手，双掌相对，紧紧贴合。徐妙真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紧张。别反抗，我进来了。浩荡汹涌的灵力从李玄风掌心传递而出，涌入徐妙真体内，弥漫4肢百骸。想要帮徐妙真炼化，
那就必须将力量渡到他体内，由李玄风掌控主要的炼化权。这是比较危险的行为，至少对于徐妙珍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外人的力量涌入，会严重威胁到自身安全。若不是绝对信任，没有修士会选择这样做。恰巧现在的徐妙珍对李玄风是非常信任的，所以任由他的力量进入。李玄风的实力远在徐妙珍之上，有他帮忙，炼化速度不知道快了多少倍。大量精华哺育灵魂，修复徐妙珍的伤势，恢复她本该有的悟性。3个时辰过去，徐妙珍的灵魂创伤终于被彻底修复，但炼化没有停止。现在的菩提明悟液依旧在提升她的悟性。徐妙珍闭眼默默感受李玄风的力量在自己体内呼啸，从一开始的紧张忐忑，到现在她已完全平静面对。菩提明悟液的提升效果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降低。终于，当菩提明悟液被炼化的只剩最后一方时，徐妙珍的悟性停止了提升，就算继续炼化也不会再有效果。叮，徐妙珍的灵魂创伤彻底修复，恢复原本应有悟性，100倍返还，你的悟性得到惊人提升。叮，徐妙珍恢复原本悟性后又得到大幅度提升，100倍返还，你的悟性得到惊人提升。系统提示音2连响。由于李玄风全程手把手帮助徐妙珍炼化，所以系统给了最高的100倍返还。李玄风大脑一阵空灵，灵魂飘飘欲仙，似要飞升而去。他的悟性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惊人的地步。至此，他在悟性方面才算是彻底没有了短板，是货真价实的绝世妖孽。不管是根骨还是悟性，都已远超他绑定的天命之女。不过悟性的提升并不是终点，李玄风还有一滴菩提造化液。李兄，徐妙珍睁开双眼，盈盈秋波流转，他的灵魂创伤终于彻底修复，并且悟性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大涨一截。这一切都是李玄风带来的，徐妙珍激动难以自已。我说了，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宝贝，很适合你。李玄风笑道。一滴宛如混沌之力浓缩的液体凭空飞出，悬停在徐妙珍面前。这是什么？徐妙珍心中的激动被震撼替代，她不知眼前这滴液体为何物，但仅仅只是感知它散发出来的气息，就让人灵魂都变得欢呼轻盈。这种熟悉的感觉，徐妙珍岂会不知？此物必然和提升悟性有关，并且珍贵程度肯定在菩提明悟液之上。这就是李兄说的宝贝。他哪里来这么多层出不穷的宝贝？李兄到底什么来历？关键是，为何带我到如此地步？真的只是投资吗？我何德何能？徐妙珍怔怔地看着李玄风，他发现越来越看不透眼前这个男人，心中的疑惑也越来越多。我知道你想问，但你先别问，把它吃了，我再助你炼化。李玄风神色平静地看着徐妙珍，手指一勾，菩提造化液便直接停到徐妙珍红润的小嘴前。然而徐妙珍没有说话，依旧怔怔地看着李玄风。下一刻，他越过菩提造化液，娇躯前倾，在李玄风无奈的眼神中投入怀抱，紧紧将他抱住。李兄，我不配你如此待我。徐妙珍娇躯轻轻颤抖，美目中升起一层薄薄的水雾。想起自己一路修行到今的艰辛，一人背负整个家族期待的压力，他竟是忍不住有些哽咽。能遇到李玄风，他是何其有幸。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李玄风给他那么多资源，所带来的是实打实的好处。有什么配不配的，别多想，我只是想投资一尊未来的女战神。未来的女战神总不会是一个爱哭鬼吧？李玄风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淡淡的幽香萦绕鼻尖。徐妙珍没有说话，抱着他不愿撒手。秘境快要关闭了，赶紧将它吸收炼化吧。血煞门的真传弟子死于我手，秘境之外肯定有威胁等着我。算算时间，距离秘境结束只剩几个时辰了，应该来得及将这菩提造化液炼化。李玄风现在只想再来一次悟性飙升。徐妙珍这才松开双手，离开他的怀抱。不过在离开前，他的目光和李玄风对上，接着他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飞快在李玄风的嘴唇上啄了一下，然后才红着脸退回自己的蒲团。温软的香吻一触即分，淡淡的香气萦绕鼻尖。也不等李玄风说话，徐妙珍堂口一张，把菩提造化液吸入口中。李兄，帮我炼化吧。这一次徐妙珍主动提出请求。李玄风的话也算是提醒了他，血煞门真传弟子死在秘境中，肯定会引得宗门强者亲自前来，就是不知道金无义在宗门内的地位到底如何，又会有什么境界的强者降临。徐妙珍心中多了一分危机感，平复心中翻涌的情绪，让李玄风助他炼化。很好，完了火就赶紧退开是吧？李玄风双眼虚眯，带着几分危险的神色。徐妙珍心中小鹿乱撞，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不过李玄风倒没有做出其他举动，吸入菩提造化液后就得尽快炼化，不然效果就会慢慢流逝，若是在其他事上用了太多时间，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下次徐妙真若是敢这么做，李玄风肯定不会放过他。两人相对而坐，双掌贴合，李玄风再次用同样的方法助其炼化。时间一刻不停地流逝，距离秘境关闭越来越近。终于不知何时，菩提造化液被完全炼化，系统提示音又一次响起。叮！徐妙真吸收菩提造化液，悟性得到大幅度飞跃，100倍返还，你的悟性获得巨量提升，经历一次升华蜕变。当李玄风得到返还的那一刻，仿佛有世间至精至纯的能量滋养灵魂，让灵魂发生质量上的蜕变。飘飘欲仙的感觉再次袭来，李玄风感觉自己好似脱离了肉体，只剩虚幻的灵魂。数不清的各种修行灵感在他脑海中迸现，曾经修炼过的身法、剑法，甚至徐妙真返还的阵法理解，洛离返还的炼丹知识，都在脑海中碰撞。他能发现并弥补其中的不足，推陈出新。修炼原来如此简单。李玄风睁开双眼，面露笑意，在徐妙真的注视下起身，8阶灵气星天剑出现在手中。3尺剑为滴水穿空剑、庚金9剑、99归一剑，这些对李玄风而言早已没有帮助的武技重新被他施展出来。每施展一次，他心中的感悟就多一分。长剑或刺、或劈、或崩、或拦、或截，各种最为基础的招式被他演示出来，没有蕴含丝毫灵力，也没有蕴含丝毫剑意，普普通通，就如没有任何修为在身的凡人。徐妙真却看得有些出神，舞剑的李玄风正如那翩翩如玉的公子，充满了一种奇妙的美感。也不知过去多久，唰！李玄风突然手持长剑朝半空中扫出一道弧线，咻！下一刻，明明没有蕴含任何气息的攻击，骤然在虚空中画出一道丝线。丝线是高密度凝聚而成的可怕力量，所过之处直接切割出空间裂缝。轰！一声巨响传来，这一招落到了玄武黑甲阵上，不过却未能对大阵造成影响，毕竟此阵可以抵挡神退境9重巅峰修士的攻击。但李玄风可以肯定，这一招的威力远超破阵斩杀金无意那时的攻击，这是悟性蜕变灵光乍现后他自创的武技。这一招，李玄风盯着手中长剑，剑尖如星芒刺眼，在虚空中划出一条丝线，这丝线仿佛能切开世间万物，就叫星化一线吧。李玄风稍微思索后，给自创的武技命了一个名字。至于品阶，李玄风觉得最差也达到了地级极品，等他再完善一点，完全能达到天级。武技分为人级、地级、天级，每一级又分下、中、上级4品。正常碎丹境的修士修炼的不过是地级上品武技，地级极品武技一般只有神退境修士才能发挥出他们的应有威力，但现在李玄风并不是学习了别人的武技，而是自创地级极品武技，星化一线能在他手中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并且也只有他才能发挥出这门武技的最大威力，因为他将混沌剑意也融入了其中，单是这个门槛就拦住了无数修士。星化一线还有完善提升的空间，达到天级也只是时间问题。李玄风心中暗道，以他如今的悟性，将这门武技一步步推演到更高等级也不是难事。不过推演武技的难度要比学习一门武技高上无数倍，即便是李玄风也没法在分分钟内将一门武技彻底完善，除非长时间保持顿悟状态。时间快到了，收起星天剑，抬头看向这秘境的天空，李玄风能感觉到整个秘境已经有所异动，各处都有空间之力在微微荡漾，距离被强制传送出去也快了。缩小版的迷你黑玄蟒也是感觉到了什么，嘶鸣着飞到李玄风手上，轻易的磨蹭，似乎有些不舍。瞧着小家伙卖萌的样子，李玄风忍不住笑了笑，取出一些用不上的资源留给了黑玄蟒。秘境之外，当枯玄宗的数位太上长老降临后，原本还逗留在各个入口附近的修士们陆续退去，那么多修士自然也有消息灵通之辈认出了几个老怪物的身份。枯玄宗来了5位太上长老，必然是秘境中发生了大事。我记得血煞门的金无义带着枯玄门的长老和阵法师进了秘境，此事多半和他们有关。不知道是不是担心菩提明悟权被抢，所以才来此等候护佑。肯定没那么简单，多半是金无义和枯玄宗的长老们出事了。他们可以说是进入秘境最为庞大的一股势力了，怎么还可能出事？是啊，且不说他们的实力，光是金无义的身份在那摆着，又有几个人不忌惮？难说，血煞门虽是大炎王朝境内顶尖宗派，但却不是唯一。枯玄宗的太上长老们已经联手布置阵法，封锁那片天地了，所有被传送出来的修士都跑不掉。世上从不乏喜欢看热闹的人，修士也不例外。他们没有胆子进关，就飞到天际凌空遥遥观看。且不说修士洞悉万物的神识，单是目力就能看清很远距离的景象。很多消息灵通之辈都是喜欢看热闹的修士。在一众修士遥遥观看时，枯玄宗的太上长老们已经沟通天地伟力，
布置了一座极其庞大的阵法，将整个紫月山脉彻底覆盖。不管秘境中的修士被传送到哪个出口，都在大阵笼罩范围内，没有神退境的实力，别想逃脱。当修士们遥遥关注紫月山脉中的变化时，一道白须垂至胸前的老者悄然降临。没有人看到他是怎么出现的，也没有人看到他是从哪里出现的。当众人反应过来时，发现他已经在那个地方了。那是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枯玄宗的一位老祖，上一任枯玄宗宗主，传闻中已经达到神退境3重的强者。这你都知道？我都说了，我猜的。功劳，功劳！当白须垂至胸前的老者降临时，5位枯玄宗太上长老都神色恭敬地见礼。此人确实是枯玄宗的一位老祖，被人尊称功劳，实力已达神退境3重。此事影响甚大，我已如实给血煞门传讯。血煞门长老震怒，裴店主已确定会亲至，马上出关。我来此是要活捉凶手。功老浑浊的双目盯着虚空，淡淡道：有功老出手，肯定能轻松将其活捉。这封天锁地大阵倒是布置的多余了。太上长老们恭维道：非也，此阵的作用是不让任何人逃离，给我时间揪出凶手，瓮中捉鳖。功老捋了捋花白的胡须，在来之前他已得知全部情况，也能推断出凶手多半是修为达到碎丹境但拥有神退境级别底牌的修士，不然金无疑不会死。这样一个修士让他亲自出面活捉是没什么问题的，况且血煞门的裴店主还会亲临，可以说万无一失。不管对方有何等身份，今天都要付出代价。紫月秘境中各处空间之力荡漾，李玄风收起玄武黑甲阵盘，空间之力将他和徐妙真笼罩。该走了。李玄风看着手上的黑玄蟒笑道。小蛇不舍地蹭了蹭他的手掌。嗡！下一刻，浩荡的空间之力降临，直接将李玄风和徐妙真挪移出去，两人身影就这么凭空消失不见。看着面前突然空荡的景象，小蛇呆呆地悬浮在空中。刚刚他紧紧缠着李玄风的手指，想和他一起出去，可惜失败了。再也感受不到李玄风的气息后，小蛇突然变出庞大的本体，扬起巨大的头颅，引颈长啸，声音竟是有几分凄凉哀怨。他主动想要当李玄风的坐骑，可惜未能如愿，也不知这一别，此生是否还能再相见。空间荡漾，眼前一花，当李玄风和徐妙真再次出现，已是在静秘境的入口前，只不过入口的空间门户早已消失，一道道人影和李玄风同时被传出。当看到李玄风后，一众修士都下意识身体紧绷，强撑着笑脸朝李玄风作揖行了一个修士见面礼，便迅速飞远拉开距离。没办法，亲眼见证李玄风一剑秒杀枯玄宗数位碎丹境长老的画面后，他们现在都心有余悸。那可是说突破就突破，说破阵就破阵的怪物级妖孽，混沌剑意加身，具备神退境战力的无双天才。尽管李玄风看起来不像嗜杀之人，但强大的实力终究是修士们畏惧的根本。当一个个修士被传送出来，准备离开紫月山脉时，发现气氛凝滞，好像有些不对劲。这片天地似乎被某种阵法给封锁了，果然还是来了。大阵封锁这片天地，是不打算让人离开吗？这是准备逼问凶手？怎么办？两边都得罪不起。修士们神情慌张，有的更是欲哭无泪。不管是李玄风还是枯玄宗，亦或是血煞门，都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可万一被问到，若是不答，可能会死；若是回答，也可能会死。两边都没法得罪，没有实力、没有背景的修士就是如此身不由己。嗡嗡嗡嗡嗡，5道惊人的气息在此刻席卷天地，将整个紫月山脉笼罩。一座巨大无比、震撼人心的庞大阵法将天地封锁。5道身影撼天动地，仿佛撑起了这片天空，即便相隔遥远，也能感知到那可怕的威势。这就是碎丹境的威压吗？好可怕！这些老怪物果然可怕，看来那些人要遭殃了。虽然枯玄宗名声不好，但他们应该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了这么多人吧？看样子是在秘境中损失惨重，现在故意展露惊人威势，震慑众人呢。远在天际看热闹的修士们交流道。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被阵法笼罩的那些修士似乎并不怎么慌张，或者说一开始他们神色确实有些慌乱，当枯玄宗太上长老展示出可怕的威势后，脸上的慌乱反而消失了。不少人好像还悄悄松了一口气。这是什么情况？远处观望的修士们百思不得其解。枯玄宗的太上长老最低都是碎丹境7重，随便一个就可以横推这些从秘境修士了，何况是5个。在那撼天动地的威势下，他们感受不到恐惧吗？其实并不是这些人感受不到恐惧，而是心中有底，特别是在枯玄宗的太上长老们故意展示碎丹境高阶的威压后，
很多人心中反而松了一口气，他们可是清楚李玄风的实力。穗丹镜也想拦住他，没有神退境级别的实力，还搞出这么大阵仗，这不是没睡醒吗？不过下一刻，一股更加浩大的威压笼罩天地，让不少修士心中一紧。同时，一道苍老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吾乃枯玄宗公太上，此地已被部下封天锁地大阵，诸位就别急着离开了。”当这声音响起时，很多修士脸色微微一变。他们听过公太上的名号，这人实力强大，听说很多年前就已突破到神退境3重。关键是此人不好说话，下手也狠，要是被他盯上，多半要完蛋。暂留诸位在此，只是有一事不明：本宗长老及阵法堂多位阵法师进入秘境，为何魂牌皆碎？可有人告知老夫，是谁动的手？公太上的声音听不出愤怒的情绪，但所有人都知道，一旦确定凶手，他必然会雷霆出击。以他神退境3重的境界，在场无人能及。可是李玄风也很可怕啊。在很多修士看来，李玄风的潜在威胁比公太上大多了。首先，天赋就是毫无疑问的碾压；其次，这种绝世妖孽肯定有深厚背景，不一定是枯玄宗惹得起的。最后，李玄风境界虽然是穗丹境，但本身实力却达到了神退境，就是不知和神退境3重的公太上比起来，到底孰强孰弱。所以在公太上问出这话后，并没有人第一时间回答他。可公太上明显是一个没有丝毫耐心的人，他的身影诡异出现在一个入口附近，目光随便一扫，就停留在一个灵海境8重的修士身上。你是哪里的修士？白须垂至胸前的公太上问道。回前辈，小人一介散修。那人战战兢兢地回答。可话还没说完，就被一股不可抗力强行吸到了公太上面前。散修啊，那正好。公太上五指成爪，落到修士天灵盖上。散修没有背景，杀起来完全不用担心。钱，修士惊恐大叫，可刚开口就双眼翻白，直接咽气。他的灵魂被公太上强行抽取，观看记忆。这是一种极其残暴的秘术，可以强行通过灵魂观看记忆，但被观看的修士会当场暴毙而亡。当然，施展的前提必须是对方灵魂远远弱于自己的灵魂，不然会有被反噬的风险。而且这种秘术也有一些副作用，容易被别人的灵魂记忆影响。比如说，这道灵魂的主人对什么东西畏惧，提取查看他的记忆后，可能也会下意识地对同样的东西感到畏惧。一幅幅画面在公太上脑海中浮现。公太上越看越心惊，秘境里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猜测的大相径庭。那是一个领悟了混沌剑意的可怕妖孽，一个人将枯玄宗的所有阵法师和长老斩杀，并原地突破境界，打碎阵法，瞬秒了金无异。这怎么可能？公太上倒吸一口凉气，他这辈子没见过如此妖孽的怪胎，别说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要不是使用秘术查看了灵魂记忆，他根本不会相信会有这种事。他在哪？公太上神识如汪洋一样迅速蔓延，要找到李玄风。可下一刻，他就听到让他脊背发凉的声音：“老头，你在找我吗？”李玄风的身影踏空而来。是你？公太上循声望去，神色阴沉。若是没有观看灵魂记忆，感知到李玄风穗丹境4重的气息后，他就会果断出手。但是此刻，他犹豫了，或者说心里没底。穗丹境一重一天地，神退境每隔1重，差距只会更大更明显。从灵魂记忆中的表现来看，李玄风的实力确实达到了神退境级别，但不过是接近神退境2重的样子，和神退境3重还是有不小的距离。自己能拿下他吗？公太上没有太大的把握，毕竟在他查看的灵魂记忆中，李玄风破阵时是没有使用灵气的，只是凝聚了一柄灵力长剑，并且刚刚那人的灵魂记忆也对他也造成了一定影响，让公太上下意识地对李玄风产生一丝畏惧。向来出手果断的公太上，面对穗丹境4重的李玄风时，却显得极其犹豫。远在天际遥望这一幕的修士们都是一惊，怎么回事？刚刚公太上在那个修士的灵魂记忆中到底看到了什么？而这个敢主动找上公太上的穗丹境修士又是谁？哼，差点被你唬住。公太上突然冷哼一声，将负面情绪强行剔除。他觉得自己对李玄风的畏惧完全是受刚刚那个修士的灵魂记忆影响。他堂堂枯玄宗老祖，神退境3重的强大修士，居然会对区穗丹境修士心生畏惧，说出去怕不是要被同道取笑。李玄风妖孽不假，可妖孽不等于无敌。就算再惊艳的天才，只要没彻底成长起来，在真正的强者面前，也不过抬手即可镇压。公太上震惊于李玄风的天赋，但觉得现在的他还不是自己对手。神退境每相差1重，实力差距都极其明显。从李玄风破阵的表现来看，实力应该在神退境1重到2重之间。就算加上灵气，
恐怕实力也就和神退境二重相当。自己绝对拥有镇压李玄风的实力，至少目前他觉得自己拥有这样的实力。这也许是我最后能够镇压这种妖孽的机会。宫太上心中一道念头闪过，李玄风这种妖孽，但凡再给他一点时间成长，自己就不可能是对手了，所以得趁早镇压。至于来历，现在没法管那么多，马上写煞门的裴店主就要到了。以裴店主和一境的修为，李玄风就算再逆天，也不可能翻起什么浪花。老夫眼前之人便是凶手，锁阵。宫太上声如惊雷，在天空滚滚而过。锁阵，枯玄宗5个碎丹境太上长老的气息撼天动地。封天锁地大阵开始收缩，此阵的强度与范围有莫大关系，笼罩的范围越广，强度越低；笼罩的范围越小，强度越高。大阵以极为夸张的速度朝李玄风封锁而来，强度也呈直线上升，似乎要将他彻底困住。不过再怎么上升，也不过是5位碎丹境修士联手结成的阵法。李玄风随意抬手，一柄凌厉巨剑凭空凝聚，巨剑横空，撕裂苍穹，同时被撕裂的还有急速缩小的大阵。砰！阵法被蛮力破碎，5位太上长老遭到反噬，5脏6腑一阵翻涌，撼天动地的气息骤然一消。什么？这5位太上长老都是心头巨震，如此轻描淡写的就破了封天锁地大阵，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此人居然强大到了这个地步，一个碎丹境4重能这么强？李玄风若是用底牌破阵，他们还不吃惊，可刚刚明显就是他的随意一击。什么封天锁地大阵，名字听起来倒是唬人。李玄风淡淡道，他的神色平淡，远在天际围观的修士却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是什么力量？他浑身散发的气息不是碎丹境4重吗？怎么如此轻松就破了阵法？所谓的封天锁地大阵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这些修士可没进入秘境，不知道秘境中发生的事，此刻只觉得心神震荡，认知被颠覆。而那些一同从秘境里出来的修士们却觉得很正常，也趁大阵被破之际迅速远离战场。宫太上浑浊的老眼一眯，李玄风的战力确实达到了神退境。嘘！一柄大刀出现，对着李玄风悍然劈下，恐怖的刀意缠绕其上，空间都被切割出黑漆漆的裂缝。宫太上领悟的是6成枯萎刀意，这种刀意比较少见，但威力不小。不管是碎丹境还是神退境，只要被斩到，就会被刀意侵蚀，浑身血肉以及力量尽皆枯萎，最终宛如枯木一样死去。当！然而他这一刀却被新天剑挡住，刀剑相撞之处，空间裂缝宛如蛛网一样蔓延，强大的吸力从裂缝传来，似要将人吞噬而尽。不过不管是李玄风还是宫太上，都能凭借强大的实力抵挡空间裂缝的吸力。空间裂缝的威力极大，若真被裂缝波及，两人的身体都不可能抗住。好在空间有自我修复功能，裂缝只是出现一瞬，又立即恢复如初。果然是混沌剑意。宫太上瞳孔一缩，只有直面这种传说中的剑意，才能深刻体会到它的浩大与恐怖。当当当，李玄风和宫太上的身影同时消失，一次次刀剑相击的声音响起，一处处空间被强大的能量震出裂缝，又迅速恢复。两人交手的速度极快，很多修士的目光根本追逐不上。等汹涌的能量波动传开，空间被震出裂缝，他们才知道两人在什么地方交了一次手。原本就退到天际的修士们不由再次远离，害怕被波及。他们可是看到两人交手时逸散的一点点余波落到几座大山上，那几座大山顷刻间就化成了齑粉。神退境修士的实力恐怖如斯。徐妙真为了不给李玄风拖后腿，也早就退到了很远的地方。我没有看错吧？碎丹竟能强成这样，他领悟的是什么剑意？明明相隔这么远，为何灵魂却有一种扼住不住的恐惧？从未见过如此浩荡恐怖的剑意，这种从灵魂层面让人感到恐惧的意境之力，我只想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传说中的至高剑意——混沌剑意。这真是混沌剑意，值了值了！能亲眼见过一次混沌剑意，完全值了。无数修士震撼莫名，甚至有人因为能亲眼见识到混沌剑意而心情激动。枯玄宗的5个太上长老也是看得一脸不可思议，心中翻江倒海。原来他们一直都猜错了，并不是谁借助底牌杀了金无义，而是李玄风以碎丹境4重的修为就拥有比奸神退境3重修士的战力。这种实力斩杀金无义和虚底牌，这世界上为何有妖孽到如此程度的怪物？太上长老们难以置信，感觉自己修行以来对于天才妖孽的认知完全被颠覆。宫老居然没法压制他，裴店主还没到，这样下去不行。刚刚好像他身边有一个女子，不知与他是何关系，先将其擒住再说。几位太上长老神识交流，准备先把徐妙真捉拿，让李玄风投鼠忌器。
不过在他们刚刚朝徐妙真破空而去时，就感受到一股死亡的威胁。一道难以形容的可怕丝线横亘数十里，撕裂空间朝几人袭来，几乎是瞬息之间就到达眼前。退！几位太上长老惊骇欲绝。然而星化一线的速度快得出奇，而且好像还有锁定功能。其实所谓的锁定，不过是李玄风附着了部分神识，以此调整方向和准度，攻击会跟着敌人逃跑的方向追逐。当修士的神识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做到这一步并不难。恰好李玄风如今的神识已经堪比神退境修士，除了一个太上长老使用底牌替自己抗下一击后侥幸逃脱，其余4个太上长老逃跑尽皆失败，被丝线拦腰折断。下一刻，他们的残躯便被混沌剑意侵蚀，一点点磨灭成灰烬。宫老救我！4人惊恐大叫，可无济于事，混沌剑意不是他们能够抵抗的。该死！宫太上怒喝一声，他压制不了李玄风，这让他心惊，又让他愤怒。他根本没办法拯救那4个太上长老。李玄风能在和他战斗的时候分心对远处的太上长老出招，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老东西乱叫什么？刚刚只是拿你试试剑，马上送你去陪他们。李玄风冷声道。面对神退境3重的宫太上，让他多了一些想法。他想借助战斗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猜测，将星化一线这门武技进一步推演，让其尽快达到天级。在战斗中推演武技，效果往往比凭空推想要好得多。以李玄风如今的悟性，经过刚刚的战斗，他已经收获颇多，有了许多全新感悟。在不激发8阶灵气新天剑威力，不施展全部剑意，不催动赤阳筋骨，不催动混沌剑体的情况下，神退境3重的宫太上勉强可以和他斗个旗鼓相当。可一旦李玄风稍微认真，就可以轻易斩杀宫太上。而且经过一番战斗以及刚刚展出的星化一线，李玄风脑海中灵光迸现，知道该如何改进这门武技。所以宫太上已经失去价值，可以送他上路了。你！宫太上心中一惊，李玄风这话什么意思？莫非他还没使用全力不成？想想刚刚战斗时他还能分心斩出那一剑，多半真的没使用全力。作为一个宗门的老祖，后辈们都仰仗宫太上赐下保命底牌，但他却没有更强的修士可以依靠。面对李玄风那一招，他只能说勉强有信心挡下。但如果那不是李玄风的全力，宫太上就有些犯怵了。想到这里，宫太上果断暴退。逃得了吗？李玄风神色淡然，星化一线的一些不足和缺陷已被他改进，威力差不多达到了天级。全力出手的话，他的实力应该相当于神退境5重。不过就在李玄风要追击上去，对宫太上展出自己的最强一击时，身形却是猛地一滞，仿佛深陷泥潭。一股如渊似海的浩荡气息笼罩天地，整片空间似乎都要陷入凝滞。小小碎丹境也敢如此猖狂。随着浩荡气息笼罩而来的，还有一道宛如天威般的冷漠声音。一身红色长衫，体格健壮，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一步步踏空而来，每踏出一步都仿佛直接跨越了空间，每踏出一步整个天地似乎都在震动，每踏出一步李玄风身上的压力就重一分，天地脉络随他而动，浩荡灵力随他而行，他仿佛成了这片天地的主宰。这是什么境界的强者？无数修士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们猛然发现天地间的灵力都在配合红衫男子的脚步和呼吸，成一种特定的节奏律动，似乎只要男子一个念头，这片天地的每一分灵力都会为他所用。难道是传说中的合一境？一举一动都能引动天地伟力，但指间山川湮灭，空间破碎，天地灵力随他的节奏而律动，必然是传说中的合一境强者。没想到老夫这辈子还能有机会看到合一境强者出手，修士们震撼不已。见过裴店主。宫太上欣喜若狂，恭敬上前见礼。身穿红色长衫的中年男子淡淡点头，此人正是血煞门7大殿之一的焚血殿殿主裴红颜，货真价实的合一境强者，便是他杀了本殿主的徒弟。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裴红颜斜瞥了李玄风一眼。刚才他赶来的路上，虽然距离战场极为遥远，感知并不清晰，但也勉强看到了李玄风一剑斩杀枯玄宗4个太上长老的场面。那一击确实强大到不应该是碎丹境4重修士能斩出的攻击，但不管如何，堂堂神退境3重的宫太上却被吓得转身跑路，这算什么事？就算他极其妖孽又如何？神退境3重还怕他一个小小的碎丹境4重不成？正是他。宫太上点点头，然后简单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天赋不错，但可惜终究只是一个小小的碎丹境修士。裴红颜淡淡道，能以碎丹境4重一剑斩杀4个碎丹境7重到9重的太上长老，在他这里也只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评价。既然杀了本店主的徒弟，那就用你的命来还吧。
裴红颜满脸冷漠。听公太上的描述，李玄风确实是个超级妖孽。他之所以逃跑，是因为发现李玄风刚才并没有使用全力。不过谁知道公太上为了面子有没有夸大的成分？况且就算李玄风真有那么强又如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只有一死。亲手抹除一个超级妖孽，可是令人感到兴奋的一件事。于是裴红颜遥遥对着李玄风伸出了手掌。所有人都是心头一惊，难道这个妖孽就要陨落于此了吗？他应该是有底牌的吧，就是不知底牌能不能挡住何一静。若是抵挡不住而夭折，也未免太可惜了。裴红颜凭借境界上的巨大差距可以碾压李玄风，如果两人同境或者境界相差不大的话，很多人觉得裴红颜未必会是李玄风的对手。可惜没有如果，已经有部分人提前为他感到惋惜。嗡！随着裴红颜抬手，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似乎连空间都开始扭曲，要将李玄风活活挤压成肉饼。不过他身上亮起淡淡金芒，混沌剑体加赤阳筋骨，绝大部分压力都被化解。李玄风神情自若，面色如常，一枚玉简悄然出现在掌心。李兄！远在天际见到这一幕的徐妙真心急如焚。何一静的强者降临，即便李玄风再逆天，也不可能有翻盘的希望。就算死，我也要和李兄死在一起。情急之下，徐妙真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考虑其他事，他从来没有如此害怕失去一个人，此刻只想赶到李玄风身边。可他的身形刚动，就见天地灵力疯狂汹涌，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以李玄风为中心迅猛凝聚，裴红颜带来的漫天威压也被一点点驱散。出来吧，师尊！玉简在李玄风手中破碎。何一静确实很强，至少现在的李玄风还敌不过，所以只有使用师尊连月州留下的底牌了。借助系统之力，可见自身命格颜色依旧是混沌色，说明这份底牌是完全能够解决眼前危机的。裴红颜身上却笼罩着浓郁黑光，说明他已经活到头了。裴红颜目光一凝，在无数修士的注视下，一道高贵华丽、威严端庄的绝世美女虚隐于李玄风身旁，缓缓凝聚。女子仪态万方，姿容无双，华丽高贵的紫色宫裙加身，精美亮丽的雕凤发冠，尽显优雅。步摇垂落的珠玉微微晃动，她高高在上，不可亵渎。淡漠凤目俯视众人，就如一尊高居王座的女皇。不知多少男修面露痴呆状，亦有无数女修为其容貌气质折服。公太上的眼眶一点点瞪大，裴红颜的瞳孔也是骤然一缩。他们都认识这个容颜绝世的女人，百剑山掌教连月州。怎么会？裴红颜心中大惊，她怎么也没想到李玄风背后居然站着这个女人，这个容貌无双、实力极强并且极其护短的女人。李玄风能召唤出她的化身，两人的关系不言而喻。乖徒弟，这么快就想为师了？咦，你实力怎么提升了这么多？好，待会儿让为师仔细给你检查检查。外表雍容端庄、冷漠高贵的连月州，化身凝聚的第一时间，不正经的声音就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这让李玄风一时无言。自己这师尊也太反差了，表面高贵端庄，暗地里开口第一句话就不像一个正经的师傅。说说吧，遇到什么麻烦了？连月州的神识传音又一次在他脑海中响起。李玄风传音简单讲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又是血煞门啊？很好，乖徒弟，你要他们怎么死，为师今天督一你。连月州霸气传音，能否压低此人境界？李玄风看了裴红颜一眼，哈哈，懂你的意思，这事儿简单，放心吧，为师马上满足你。脑海中连月州的神识传音带着几分轻佻的笑声。李玄风再次无言，师尊这话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反正不太正经。连月州的这个化身明显要远远强于上一次的化身，毕竟这是作为保护徒弟的底牌，而上一次只是为了在宗门内见李玄风和魏青言一面，收他们为徒，无需凝聚多么强大的化身。师徒二人的神识交流不过发生在短短几息之间。连月州始终维持着威严庄重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他依旧是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宛如一尊女皇的顶尖势力掌教。刚刚就是你要对本座的徒弟动手？连月州凤目淡漠，红唇轻启，如同天威无悲无喜的声音让裴红颜如坠冰窖。雍容华贵的女子仿佛生来就高高在上，即便没有使用威压刻意针对任何人，但那宛如天颜的声音以及淡漠的凤目都让人不自觉地低头，不敢与之对视。连掌教，令徒杀了我徒弟金无义，杀人偿命，此乃天经地义。裴红颜身上早已没了之前不可一世的嚣张气势，沉声道。他说出这话时有些底气不足。说得很好，你要对本座徒弟动手，本座杀你也是天经地义。连月州一双凤目淡漠地扫了他一眼。裴红颜眉头一皱，
他杀了枯玄宗8位长老和17位阵法师，还杀了我徒弟金无义，理应当诛。就算你是百剑山掌教，也不能如此包庇他。若你真要保他，那我也可以后退一步，留他性命，但必须废除全部修为。裴红颜冷声道。众所周知，枯玄宗是血煞门的附属宗门，而血煞门和百剑山本来就是敌对关系。很多年前发生过宗门大战，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连月州，但两宗之间的仇恨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若是连月州本体降临，裴红颜屁都不敢放一个，有多快跑多快。但现在只是一具化身而已，他裴红颜未必没有胜算。你没资格和本座谈条件。连月州淡漠地抬起玉手，漫天灵力随他而动嗡。裴红颜见此，也是浑身气息尽数席卷而开，举手投足都能引动天地伟力。连掌教，你若本体降临，我或许会忌惮几分，但现在不过是一具化身而已，你拦不住我。体内汹涌澎湃的灵力沟通天地间的浩荡伟力，让裴红颜说话也多了几分底气。现在的他，弹指可灭山川，挥拳可碎虚空。既然条件谈不拢，那就战吧，是吗？连月州抬起的右手对着这片大地虚压而下，下一刻，所有人都感到天旋地转，环境骤变，仿佛被拖拽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李玄风也感到惊奇，这种感觉就像又进了一次秘境。领域？不可能，你不过是一道化身而已，怎么可能施展领域？裴红颜惊骇的声音响彻四方。当领域降临的那一刻，裴红颜凝聚起来的气势直接溃散，内心的底气也瞬间熄灭，只剩恐惧与骇然。领域，那是超级强者才能掌握的一项技能，想要达到那个地步，不但需要修为境界极高，还需要领悟完整的10成意境之力，凝聚出属于自己的武道之势，再将意境之力和武道之势结合，才有机会诞生属于自己的领域。领域可以增强自身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在自己的领域内，修士就是主宰。连月州若是本体施展出领域，裴红颜不会震惊，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仅仅只是一道化身也能施展出领域。连月州的实力到底强大到了何种程度？难道已经超过了血煞门的掌教不成？裴红颜越想越心惊，越想越恐惧。连月州的领域是一片浩大的世界，蓝天白云，山脉延绵，看起来和现实世界没有多大区别。可是只有感知敏锐的修士才会发现，领域中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隐隐蕴含撕裂天穹的气息。只要连月州愿意，领域中的任何东西都能化为他的利剑。轰！裴红颜手中出现一柄长刀，对着虚空猛斩而出。在外界，他这一招可以轻松将空间斩出一道巨大的裂缝，可是在这里却撼动不了领域丝毫。斩出的攻击更是被领域的力量迅速化解消融，没泛起什么浪花。这怎么可能？裴红颜心中被恐惧笼罩，持刀的手都在微微颤抖。连化身施展的领域他都打不破，连月州的本体实力到底强大到了何种程度？莫非人们一直低估了他的妖孽程度？连掌教，裴某只是一时糊涂，枯玄宗和徒弟的仇我不报了，还请连长教饶我一命。明白彼此难以弥补的巨大差距后，裴红颜冷汗涔涔，果断认怂。连月州没有说话，但缓缓朝他抬起的玉手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真要赶尽杀绝吗？我是血煞门7位殿主之一，杀了我便意味着百剑山要和血煞门开战。你确定百剑山能承受这种代价吗？裴红颜神色阴沉，他也知道连月州不会轻易放过自己，所以只能再次开口，用两宗开战的威胁让连月州忌惮。开战？你还不配！连月州纤细修长的玉手对着裴红颜轻轻一握，难以抗拒的压制力笼罩全身，他的灵魂，他的灵力，甚至连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程度压制。由原本的合一境修士，境界迅速跌落，很快就变成了神退境一重巅峰的修士，一身实力百不存一。化身实力有限，为师最多能将他压制到这个地步。他境界虽为神退境一重巅峰，但领悟的刀意和武技上的造诣却没法限制太多。你若想亲自动手，那就去吧。连月州的声音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李玄风之前问他能不能压低裴红颜的境界，他就知道李玄风想亲自动手。凭借领域的力量，连月州可以轻松秒杀裴红颜。但既然徒弟都提要求了，他自然要依着他。就算李玄风敌不过，在这领域之内，连月州随时都可以帮忙。枪！李玄风手中的新天剑发出一声脆音。境界被强行压制到神退境一重巅峰的裴红颜，和李玄风以前遇到的对手不同，此人领悟的大部分意境之力，以及他掌握的武技都没法进行太大限制。也就是说，他将是李玄风遇到的最强神退境一重巅峰修士，就相当于修炼多年的灵海境修士将境界压低到灵窍境和其他灵窍境的修士战斗。他的修为虽然压低了，但他的战斗经验、掌握的武技
领悟的其他东西都还存在。即便灵窍境中的天才妖孽，在这种修士面前也只会被碾压。李玄风和裴红颜现在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所以当裴红颜看到李玄风持剑朝他踏空而来时，心中不由泛起冷笑。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连月舟不亲自对他动手，而是压制他的境界，用来给徒弟当磨刀石。很好，既然敢拿他当磨刀石，就不要后悔李玄风这柄刀不够硬，当心被磨刀石崩断刀身。说不定自己还能趁此机会控制李玄风，让连月舟投鼠忌器，获得逃命的机会。裴红颜不觉得自己会败，他没有搜魂查探别人的记忆，也就不清楚李玄风的具体妖孽程度，只是隔着极远的距离看到他一剑斩杀了枯玄宗的4个太上长老，然后听公太上简单描述了一番，并没有见到全力出手的李玄风。李玄风表现出来的战力已经够夸张了，要说那还不是他的全力，裴红颜不会相信，所以他不认为李玄风能和自己抗衡。如果说李玄风属于绝世妖孽，那他裴红颜就属于降维打击。即便现在被压制，他也能施展出9成血煞刀意，而且他和金无义是同样的体质，焚血体，再加上他掌握的天级武技，就算受修为所限，无法发挥出最强威力，也完全足够斩杀或者活捉李玄风了。宫太上这样的碎丹境3重修士，在他面前也只配做刀下亡魂。一道道念头在心中闪过，让裴红颜又重新找回了消失的底气，自信满满。焚血！裴红颜心中低喝一声，8阶灵气的长刀在手，斜指地面，浑身气息浩荡而出，9成血煞刀意冲天而起，仿佛属于他和意境强者的气势又回来了。嗡！然而一股比他更可怕的气息席卷而出，混沌剑体，赤阳筋骨，赤阳金瞳，9成混沌剑意，8阶灵气新天剑。李玄风将自己的气势推至巅峰，任何一个修士都能感受到李玄风的总体气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不可能！裴红颜瞳孔一缩，刚刚找回来的底气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咻！李玄风消失在原地，血海无涯。裴红颜心中大喝一声，一刀劈出，仿佛劈出了一片汪洋血海，血海汹涌，朝李玄风淹没而去。他这一招威力强绝，若是落到修士身上，修士的皮肤、血肉、筋骨都会被摧毁、消融。然而，一道可怕的丝线横贯长空，以难以形容的可怕威势袭来，将裴红颜砍出的滔滔血海撕裂成2半，并一点点将血海蚕食殆尽。焚血体的力量被混沌剑体的力量压制，9成血煞刀意被9成混沌剑意压制，双方灵气相当，被压制后灵魂也相当。裴红颜所会的武技无法发挥最大威力，远远比不上李玄风自创并推演至天级的武技，唯一的优势就是压制后境界还比李玄风高几重，可这点差距早就被赤阳筋骨、混沌剑体以及剑意给弥补了，李玄风反而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所以裴红颜根本不是李玄风的对手。怎么会有人妖孽到这种程度？裴红颜满脸惊惧与骇然，之前对李玄风的印象只是来源于宫太上对他的简单描述，一切浮于表面，并不深刻。直到现在，他才在实战中清晰体会了李玄风的强大。别的修士压低境界对战都是专门用来羞辱人的，而他却反过来被羞辱。嗡！心华一线撕开血海，裴红颜已经竭尽全力抵挡和躲避，可终究逃不过李玄风这巅峰一击。下一刻，头颅抛飞，裴红颜被斩首。你这神退境1重巅峰的修为好像也不行啊，连我区碎丹境4重都挡不住。李玄风对着裴红颜抛飞的头颅淡淡道。李玄风的话让惊惧骇然的裴红颜气得想要吐血，但他头颅已经被斩，连吐血都做不到，这是赤裸裸的羞辱。之前降临时，他携带惊人气势而来，还称李玄风为区碎丹境，没想到修为被压制到神退境1重巅峰，各方面都应该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被一剑秒杀，这种差距让他难以置信。若是和李玄风处于同境同阶，他岂不是连让李玄风出手的资格都没有？裴红颜也终于明白之前宫太上为何要逃跑，李玄风的实力已经强大到不合常理，世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怪物？裴红颜难以接受被秒杀的事实，混沌剑意从伤口侵蚀磨灭肉体生机，他阻止不了，最多只能减缓被侵蚀的速度。他修为虽然被压制，可终究是合一境，混沌剑意想要将他彻底磨灭，一时半会还做不到。裴红颜之前觉得化身能施展领域的连月舟已经足够妖孽，可是现在看来，能以碎丹境4重修为拥有如此战力的李玄风更加可怕，真不知道他将来会成长到多么恐怖的地步。难道说又是一个连月舟，或者远远超越连月舟？一个个念头在裴红颜脑海中闪过，他身手分离，却还能说话，还能飞行，甚至还有再战之力。
和一境的修士，即便境界被压制，也不是普通神退境可以相比的。刷刷刷！见裴红颜生命力如此顽强，李玄风连续数剑斩出，汹涌的混沌剑意终于将他的身体侵蚀殆尽。可他依旧没死，一道和裴红颜一模一样的虚幻灵魂体脱离即将彻底消失的头颅，飘飞到空中。等一下，我愿意臣服。裴红颜的灵魂体满脸惊恐，神识涌动，疯狂传递愿意臣服的念头。只要灵魂不灭，他就有夺舍重修的机会。然而连月舟不为所动，他不需要这种奴隶。李玄风更不为所动，他不需要一个定时炸弹留在身边。在裴红颜灵魂体极度绝望又极度怨恨的目光中，新华一线再次裂空而出。你们会后悔的，血煞门背后的能量远超你们想象。连月舟，你会为今日所做付出你难以承受的代价。百剑山必将灭亡。自知再也没有生还可能，裴红颜的灵魂歇斯底里的咆哮，混沌剑意汹涌，将他搅成粉碎。李玄风的动作并未停下，又是2道剑光斩出。宫太上和枯玄宗的第5个太上长老带着不甘、怨恨和绝望死去。储物戒很自然地飘飞到李玄风手中，天地一片寂静，所有修士静若寒蝉，呆若木鸡。血煞门的一位店主就这样死了，合一境的超级强者就这样死了，还是死在碎丹境修士手中。尽管裴红颜受到领域压制，但他毕竟是合一境啊，是很多修士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大人物，甚至在场的很多人连和裴红颜说话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却陨落在碎丹境修士的剑下。不久前他还携带漫天威势而来，宛如天地的主宰，让无数修士心神震撼，如今却落得个魂飞魄散、尸骨无存的下场，不禁让人感到唏嘘。压制修为和低境界修士战斗这种事，很多修士都干过，毫无例外都是碾压。没想到今天却反了过来，李玄风距离被压制境界的裴红颜都还差了5个小境界和1个大境界，这种情况还能实现秒杀，众人实在无法理解他为何能妖孽到如此程度。李玄风的出现可谓完全冲击了他们的固有观念，颠覆了他们的原本认知。在震惊的同时，他们也终于明白了李玄风的身份，百剑山长教连月舟的徒弟。连月舟在大炎王朝名气很大，不仅因为他是顶尖势力的掌教，还因为他那高贵的气质以及绝美无双的容颜。不知有多少男修在见过一次他的容颜后就念念不忘。只是可惜连月舟永远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明明很多人看了都会心动的一双凤目，却始终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再加上他本身实力强大，更是让人没有靠近的勇气。嗡！当众人还在震惊中没有回过神来时，天地景色再次变幻，领域消失，所有人回归现实。李玄风乃本座亲传弟子，同辈相争，本座自不会过问。若有哪方势力敢以大欺小，仗势欺人，本座必将登门拜访，灭其山门，断其传承。就在修士们踟蹰不前，不知该留还是该走之际，连月舟淡漠的声音传遍四面八方，所有人噤若寒蝉，不敢言语，同时心中也很无奈。同辈相争，哪个同辈能和李玄风这种妖孽相争？连很多老一辈的老一辈的老一辈，在他面前都只有被秒杀的份。只有那些曾经同样身为天骄的老一辈，才有资格和李玄风争一争吧。修士们也知道连月舟这话并不是说给他们听的，而是说给天下间各大势力，他们不过是传话筒。李玄风能有这样一个霸气护短的师傅，着实令人羡慕。有了连月舟这番话，也意味着众人可以离开了。这里的事已经结束，他们没有逗留的必要。今日之事注定要在大炎王朝修行界彻底传开，李玄风之名也必将被无数修士记住。同时也有修士嗅到风雨欲来的味道，百剑山和血煞门之间怕是迟早有一场大战。咻！在修士们都离开后，徐妙真却飞上前来，见过前辈。徐妙真朝连月舟的化身抱拳行了一礼。连月舟微微颔首，不过他那不正经的声音又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乖徒儿，这是你的相好，很不错啊。你看那玲珑有致的身段，再看看精致无瑕的容颜，平静坚定的眼神，十足的英气，连为师都有些心动了。怎么样，进行到哪一步了？李玄风，师尊私下里不正经，还想八卦徒弟的事，若是这么反差的一面被天下修士知道，怕不是要惊掉下巴。不过之前在秘境中，若不是徐妙真玩火后将菩提造化液吞下，可能还真进行到某一步了。徐妙真并不知道两人间的传音，也不知道连月舟已经暗中将他打量了好几遍。他此时心中还在惊叹连月舟的容貌气质以及强大的实力。翻手间领域降临，可将和一境修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霸气姿态，令他向往在这种大人物面前，他多少有些拘谨。轻呼一口气平复心绪，目光看向李玄风：李兄要回百剑山了吧？
知道即将分别，徐妙珍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刚才裴红颜降临时，她心中生出害怕失去李玄风的强烈恐惧。那一刻，她也明白了李玄风在自己心中的分量。她总想多和李玄风待一会儿，哪怕就一会儿。可李玄风终究是要回宗门的，他自己也需要回归家族，族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处理，需要他坐镇。看着徐妙珍暗含情愫的美眸，李玄风点点头。他来紫月秘境的目的已经达到，根骨和悟性都已达到巅峰。如今就算不依赖系统，他也能成长到极强的地步。枯玄宗有太多强者陨落在他手中，就连血煞门的裴红颜也是他亲手斩杀。双方的仇怨不可能就此结束，况且百剑山和血煞门本就是世仇，只有一方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份仇恨才能终结。所以李玄风准备先回百剑山，好好了解一下血煞门的具体情况。那李兄，我们留个传讯印记吧。徐妙珍拿出传讯石，看向李玄风。传讯石乃是修行界的一种特殊道具，可以用来传递讯息。不过前提是要在传讯石中留下彼此的神识印记。传讯的范围和修士的神识强度有关，神识越强，能传讯的距离也就越远。当然，某些阵法和特殊空间可以屏蔽传讯，比如外界的修士没法向紫月秘境中的修士传讯，紫月秘境中的修士也没法向外界传递信息。所以枯玄宗众人何经无意死在秘境中后，外界只能通过碎裂的魂牌得知他们死亡消息，却没法通过传讯得知秘境中发生的具体情况。李玄风拿出传讯石，和徐妙珍彼此交换了神识印记。他手中这枚传讯石还是之前拜连月州为师后，内门事务殿主动送过来的。我看你这个相好，很舍不得你啊，干脆抱回百剑山算了，为师可以帮你。刚刚交换完传讯印记，连月州的声音就在李玄风脑海中响起。李玄风再次无言，师尊说的这是什么话？不过徐妙珍若是愿意的话，他也可以勉为其难的再抱着她飞一次。时间不多了，我们走吧。为师这具化身能量快要耗尽，在消失之前必须给你检查检查。连月州接着道，他刚刚说抱走徐妙珍不过是玩笑之言。李玄风点点头，和徐妙珍告别，走了，后会有期。在徐妙珍眼中，始终保持着高冷姿态的连月州，完美修长的玉手轻轻搭在李玄风肩膀上。下一刻，空间震动，两人竟是如瞬移一般迅速远去，眨眼不见了踪迹。看着空荡荡的天空，徐妙珍没来由的一阵失落，感觉内心也跟着空荡荡的。下次再见又是什么时候呢？徐妙珍望着李玄风消失的方向，正出神家族里还有一些事等待他回去处理，接下来的日子或许不会太平。枯玄宗那么多强者死于李玄风之手，血煞门的金无义和裴红颜同样被李玄风斩杀，也不知大炎王朝的两个顶尖宗门是否会因此发生剧烈冲突。徐妙珍深感自身力量的弱小，宁丹境的修为在这种宗门冲突面前什么也做不了。尽管他内心很想帮李玄风，但他知道即便自己付出生命，可能也不过是给李玄风拖后腿。变强，我必须要尽快变强。徐妙珍握了握拳，暗暗下定决心，不管是背负着家族的期望，还是想要回报李玄风，他都必须尽一切可能去提升实力。他有强大传承在身，只要拼了命一样努力，就能解开一层层传承封印，迅速变强。咻！调整好心态后，他才破空而去。脚下的山川河流飞速远去，因为速度太快，视线中的景象都被拉伸到扭曲。连月州虽然只是一具化身，但带着李玄风飞行的速度却快得夸张。不久后，两人在一处景色优美的山顶落下。连月州的化身变得有些虚幻。就这里吧。连月州红唇轻启，搭在李玄风肩上的玉手轻轻一拨，就把李玄风转过身来和他面对面。凤目红唇，高冷绝色的师尊就在眼前。不得不说，即便只是一具化身，连月州依然美得不可方物，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怦然心动。不过李玄风是不会轻易被他外表迷惑的。师尊高冷绝色的外表下藏着一个不正经的灵魂。果然，在这无人之地，始终维持端庄和高冷形象的连月州直接破功。他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乖徒弟，你真是让为师很吃惊啊！不用再绷着脸装端庄装高冷的连月州，反而多了几分不一样的美感。这才过去多长时间，你的实力居然提升到了这个地步。一双凤目打量着李玄风，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李玄风不仅修为境界攀升，而且还领悟了传说中的混沌剑意。即便是连月州当时也是吃惊不小，只是他表面波澜不惊，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不过运气好罢了，得到一些不错的机缘。李玄风随口道，他有些受不了连月州的目光，总感觉自己已经被他看光了。洛离送给他能阻挡感知的玉牌，在连月州面前似乎没用啊。不过想想又很正常，这玉牌说不定还是连月州炼制的，能阻挡他才怪。
但自己若是不找个机会看回来，岂不是太亏？看样子你或许得过某位强者的传承，具体得到什么是你的秘密，为师不会过问。但为师必须提醒你一句，得到传承也意味着和留下传承的修士结下了因果，必须慎重。连月舟打量的目光终于停下，看着李玄风的眼睛。李玄风点点头。连月舟能自己脑补出传承什么的也好，省得他再找借口去敷衍解释。有些绝巅强者在作画之前，为了将衣钵传承下去，会把功法、武技、灵气、丹药、灵石等各种资源留下，以待有缘人。所以传承这种借口反倒很好解释李玄风身上各种来历不明的资源。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的天赋远超为师想象，所以让为师好好检查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体质。连月舟凤目中闪过一丝期待。之前在百剑山时，他的化身只是大概感知了一下，便已经确定魏青岩是什么体质。但李玄风的体质明显要比魏青岩强大很多，他当时也有些捉摸不透。现在准备好好给这个徒弟摸摸骨。连月舟也不给李玄风拒绝的机会，直接对他上下其手。他一边检查一边感知，口中还发出几声惊讶的轻疑。连月舟化身太强，李玄风反抗不了，只能任由他探索。于是他的全身上下都被连月舟摸了个遍。以后实力足够了，必须把场子找回来。李玄风心中暗暗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难怪难怪，没想到你居然是传说中的混沌剑体。你能领悟混沌剑意，我早该想到的。连月舟的凤目中罕见的闪过一丝震惊。经过刚刚的细细探索，他终于搞明白了李玄风的体质。难怪那天在宗门内，他明明感知到魏青岩拥有至尊剑体，但和李玄风比起来却有极其明显的差距，宛如同皓月与烈阳。李玄风拥有这般根骨，在资源足够的情况下，修为不合常理的迅猛攀升，好像也变得更容易让人接受了。连月舟觉得李玄风身上肯定还有其他秘密，但修行之人谁还没有个秘密在身？他自己的身世也是秘密，所以他不会对徒弟的秘密刨根问底。不错不错，为师心情甚好，可以奖励你一次。连月舟笑道。收徒捡到宝，有一个混沌剑体当徒弟，他确实很高兴，也很满意。啊！李玄风愣了一下，奖励我一次？奖励什么？不会吧，你不会想歪了吧？逆徒，你可不要曲解为师的意思。为师是说可以再奖励你一枚召唤化身的玉简，回山后到我洞府来领。连月舟凤目微眯，可那嘴角勾起的笑意有些抑制不住，很明显他就是故意的。好好好，李玄风暗暗咬牙，刚才都是乖徒弟，现在又成逆徒了是吧？他现在有了很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赶紧提升实力，超过连月舟。到时候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开玩笑。师尊，既然一开始是你要这么玩，那以后可就怪不得我了。李玄风心中默默道，这道神识印记马上就要消散了，有关血煞门的事，为师得给你讲一讲。连月舟收起嬉戏的心态，他的化身变得更加虚幻了。百剑山和血煞门是世仇，曾经就发生过宗门大战，双方元气大伤，经过漫长时间才逐渐恢复。宗门大战注定会再次开启，漫长时间积累的仇恨不可调和，只有一方彻底灭亡后才会终结。这一天不会太远，你这次的事或许会成为一个新的引子。谈及血煞门时，连月舟神情也变得正色起来。血煞门和我们百剑山一样，皆为大炎王朝境内顶尖宗门。血煞门明面上的最强者是掌教，但真正具备威胁的却不是他，而是隐藏在暗中的未知存在。这些年我也收集了不少情报，血煞门很可能和某个圣地级势力有关。连月舟说到这里的时候，凤目也是闪过一丝凝重。圣地，李玄风琢磨着这两个字，有资格称为圣地的势力，才是这片天地间真正的庞然大物。百剑山只是在大炎王朝可称顶尖势力，若放眼更广阔的天地，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大炎王朝疆土辽阔，它所坐落的地方名为百朝之地。百朝之地极为广袤，东西南北纵横亿万公里，在这片大地上共有数百个王朝国度，其中有5个国家最为繁盛强大，大炎王朝就是其一。不过即便百朝之地的所有国家、宗门势力、修行家族加起来，也远不如一个圣地级势力。如果血煞门真的和圣地有牵连，那对于百剑山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为师只是告诉你百剑山未来可能面临的境况，你不用过于担心。血煞门即便和圣地有关，也引不来多么强大的力量，有危险为师会帮你们顶着。连月舟笑道。李玄风点点头，但他或多或少也有了一点点压力，就是不知两宗大战开启的快，还是他的实力提升更快。不过想要实力提升更快，那只能继续绑定天命之女了。看着眼前连月舟的绝美身姿，李玄风有些心痒痒，若是能见到师尊本体，成功绑定就好了。师尊，
大炎王朝谁最强？李玄风突然念头一起，忍不住问道：大炎王朝谁最强？骤然听到这个问题，连岳州有些意外。明面上最强者是当今大炎王朝的君王，虽然对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意外，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回答了李玄风：当朝君王嘛。李玄风琢磨了一下，这个答案出乎预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个世界修士遍地，朝廷单凭律法不可能约束那么多人，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所以每一个城主、每一个大将以及当朝君王都有修为在身，连普通军士也不会是凡人，至少要淬体境修为。大部分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单体最强战力都是当朝君王，这并不说最强者才能当君王，而是当了君王后才有可能成为最强者。每一个君王都能借助一种特殊力量加速修行，并大幅度增强自身力量。这个特殊力量就是国运。作为一国之君，必然是国运加身，凭借国运和镇国灵气，再配上一定程度的修为，君王就能发挥出极为可怕的实力。特别是国富民强的大王朝，国运鼎盛，加持到君王身上，能让他实现不可思议的越阶战斗。就像你一样。连岳州一双凤目带着淡淡的笑意看向李玄风。李玄风不管是修行速度之迅猛，还是越阶能力之夸张，都是连岳州见过最离谱的一个。对于这个徒弟，他内心是非常吃惊的，同时也有一种捡到宝的感觉。简单来说，就是对李玄风非常满意。不过，百朝之地数百个国家的君王都没法和你相比。借助国运，他们确实修炼速度极快，越阶能力极强，但他们需要承受巨大代价，那就是受国运所困，寿命相对于同阶修士而言要少很多。若是离开国土，国运的加持就会迅速减弱，离国土越远，削弱就越明显。连岳州一边说，一边看着静静聆听的徒弟。君王受益于国运，也受困于国运。他们的修炼速度和越阶能力，若是拿来和正常修士相比，可以说无人能及，差不多能和不合常理的李玄风比一比。可这些都是拿大量寿命和自由换来的，李玄风却不用付出这种代价。越是用国运加身的君王和李玄风对比，就越显得他的天赋妖孽。连岳州看他也是越看越喜欢，他很期待李玄风的未来，想看看他能成长到哪一步。作为天命之师，连岳州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看着自己的徒弟快速成长。越妖孽他越满意，越强大他越欢喜。不管是洛离还是魏青言，亦或是李玄风，在他心中都是如此。既然明面上最强者是当朝君王，那实际上的最强者又是谁？见师尊一直用一种很满意的目光看着自己，李玄风也不回避，直视着他问道：你觉得是谁？连岳州的身子突然凑近，笑盈盈地看着李玄风：我觉得肯定是师尊。李玄风一脸认真地说道：哈哈哈，乖徒儿有眼光。连岳州笑容绽放，早已没了掌教师尊的威严和高冷，反倒像个亲近的大师姐。师尊身为大炎王朝真正的实力第一人，可惜作为徒弟却未能一睹真身风采。李玄风故作遗憾地叹了一口气，他等的就是这一刻，必须找个借口见师尊真身一面，他才能通过系统将他绑定。为师现在闭关不太方便，等出关再说吧。连岳州说道：你说奖励我一枚化身玉简，到你洞府去领的时候也不能见一面吗？李玄风不死心，师尊作为大炎王朝第一人，要是能绑定，肯定赚翻了。你这么想见为师？连岳州似笑非笑地看着李玄风：乖徒儿，为师可是一个正经人，你不要有什么其他想法，别当逆徒哦。师尊说的哪里话，徒儿见师尊的化身都如此让人感到惊艳，秀色掩古今，气质冠天下，也不知那真身又是何等风华绝代。想见师尊一面，仅仅只是出于尊崇敬仰之情。李玄风认真地说道：哈哈，乖徒儿真会说，为师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绝色师尊凤目中似有繁星点点，发自内心的浅笑带有迷人光彩，令这片天地都明亮了几分。不管李玄风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连岳州这一刻的开心都是真实的。他总是以端庄高冷的面目示人，身上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即便私下里不太正经，也仅限于他和洛离，现在多了李玄风和魏青言，他没把徒弟当外人，寻常人是看不到他这一面的，也就没人敢如此大胆和他说话。以洛离的性格，平时对他尊敬有加，不会如李玄风这般同他讲话。作为他相当满意又极度妖孽的弟子，李玄风能说出这番话，连岳州又怎会不开心？若是其他修士说同样称赞的话，连岳州只会心如止水。为师真身现在确实不方便见你，或者说短时间内见不到你。连岳州看着自己的徒弟：师尊，你该不会不在百剑山吧？李玄风诧异地看着美人师尊：咦，时间快到了。连岳州生硬地转移话题，化身一阵变换，似要溃散。李玄风，他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连岳州闭关什么的都是假话，
指不定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看来短期内没法绑定连月州，只能看有没有机会遇到新的天命之女，最好是那种本身境界很高的天命之女。现在他只绑定了3个人：魏青年、徐妙珍和洛离。魏青年实力已经跟不上脚步，就算突破境界，给李玄风带来的返还也不高，除非是大幅度提升，再加上最高100倍返还，不然以李玄风现在的修为，魏青年寻常程度的返还还不足以让他突破一个小境界。徐妙珍修为要比魏青年高很多，但给李玄风带来的返还效果也不会像之前那么明显。只有境界依旧在李玄风之上的洛离，随便来个修为上的返还，才能让他获益匪浅。这次神识印记的力量是真的要用尽了。连月州的化身已经虚幻的如同灵魂体，并且状态很不稳定。乖徒儿，记住遇到血煞门的人不用留守，也不用顾忌什么，世仇没法化解，你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你。在宗门大战爆发之前，为师真身肯定会来见你。连月州脸上带着笑意，下一刻化身便碎为漫天光粒。先回百剑山了解一下血煞门的具体情报吧，顺便也将6转金骨丹炼化了。宗门大战应该不会立即开启，希望能在大战之前变得更强一些，最好是拥有直接打爆血煞门的实力，那样一切都好解决了。李玄风心中想到，以他现在的根骨和悟性，短时间内就算没有返还，一样能够实力飙升。李玄风腾空而起，朝百剑山飞回。系统提示音也突然在这个时候响起，叮！魏青年修为大幅度提升，突破到灵海境1重，10倍返还，你修为提升到碎丹境4重后期。系统提示音落下后，李玄风身上的气息波动了一下，实力确实变强了一些，但距离突破还有一定距离。不愧是至尊剑体，修行速度还是挺快的。李玄风破空飞行，喃喃自语。拜连月州为师，获得洛离代发修行资源后，魏青言就开始闭关修炼。之前的半个月，他就已经达到气玄境9重巅峰，又经过7、8天闭关，终于在此刻成功迈入灵海境。至尊剑体只要资源足够，修行速度就会相当夸张。放眼修行界，他这种天赋能吊打9成9的修士，值得让任何一个超级势力倾力培养。只是和开挂的李玄风比起来，显得不够看而已。之前的李玄风属于普通人开挂，现在的李玄风已经算是绝世天才开挂了，所以足以让同代天才黯然失色的魏青年和李玄风比起来，同样也会黯然失色。从感官上就会产生一种魏青年算不上超级天才的错觉。百剑山小琼峰修行殿宇内，嗡，一股澎湃的气息席卷向四面八方。打坐修行的魏青年睁开双眼，脸上闪过一丝笑意。终于突破到灵海境了，魏青言欣喜道：“我说过，至尊剑体觉醒后，你的修行速度就不可同日而语。如今成为掌教亲传，更是不用为修行资源发愁，境界定会突飞猛进。而且这里还有专门锻炼实战能力的地方，完全可以一举修炼到更高境界后再出山。”剑灵的声音在魏青言脑海中响起：“修行之道，资源实在太重要了。若是当一名散修，我体质肯定还没觉醒，修为大概率也在灵窍境徘徊。”魏青言感慨道：“幸好遇到了师兄。”李玄风的身影浮现在魏青言脑海。自从遇到李玄风后，他就开始变得幸运起来，不仅得到师兄赠送的诸多资源，帮他觉醒了至尊剑体，还一起拜在掌教门下。现在想起来，他还觉得有些梦幻。20多天过去，也不知师兄又提升到了何等境界。魏青言忍不住道：“他和剑灵都是被李玄风一路震惊过来的。”李玄风的突破速度完全可以用夸张、诡异、不可思议等词来形容。曾经对魏青言至尊剑体非常自信的剑灵，早已被李玄风折服。以你那师兄的突破速度，境界越往后越难突破的定律，在他身上多半不适用。你闭关这段时间，修为也算得上突飞猛进，但你师兄必然更猛。剑灵道：“剑灵姐姐，你说我有没有可能缩小了那么一点点和师兄之间的差距？”魏青言伸出食指和拇指，彼此靠近，小心翼翼地比了比。“不可能，死心吧！你师兄是怪胎，缩小差距你这辈子都不用想了。”剑灵语气非常肯定地说道。“唉，师兄现在说不定已经达到凝丹境7、8重了吧？”魏青言叹了口气。李玄风的天赋会让人感到难以追赶的无力和绝望，何不大胆一点，以你那师兄的妖孽程度，达到凝丹境9重巅峰也不是不可能。剑灵现在是一点都不敢小瞧李玄风。凝丹境9重巅峰，魏青言细细琢磨了一下，感觉以李玄风的天赋还真有可能，直接去找师兄问一问不就知道了。魏青言忍不住道：“想到马上就能见到师兄，他心里有些小雀跃。我看你是想你的师兄了吧？”剑灵无情的拆穿：“才没有。”嘴上虽然没有承认，但魏青言的脚步已经很自觉地朝殿门走去。咻！走出殿宇，腾空而起，
飞向小旋风。来到小旋风后，发现李玄风不在，经过打听才知道他已经在8天前就下山去了。魏青言只能带着失落返回。另一边，灵药峰上，洛离立于山崖边，迎风而立，满头晶莹璀璨的银发在风中翩翩起舞。山风吹得他的衣服紧贴娇躯，勾勒出曼妙的身材曲线。也不知师弟什么时候回来。洛离眺望远方，心中默道，他对李玄风很感兴趣。他只知道李玄风觉醒了某种极其强大的体质，但这体质到底是什么，却还没有答案。为此，洛离还专门到藏经阁翻看了许多记载体质的古籍，最终也未能推断出结果。不管是李玄风完全不把修行资源放在心上，随便就要送人的大方态度，还是李玄风说什么体质未觉醒完全，当着他的面莫名其妙就从凝丹境3重突破到凝丹境4重的场景，亦或是炼化赤阳筋骨本源时突然顿悟，直接学会了赤阳金瞳秘术，都让洛离感到惊奇，让他对这个师弟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为了试探一下李玄风的悟性，洛离专门炼制了剑一丹。却不料李玄风已经下山去了，他也恰好感觉突破在即，选择闭关。1天前，他成功突破到神退境2重，剑意也领悟到10成圆满之境。可是发现李玄风还没有回来，直到现在也没什么消息。以他的根骨，境界应该有所突破，就是不知有没有接触到剑意。洛离默默想到。1个时辰后，李玄风返回百剑山，他没有刻意遮掩行踪，所以回到小旋风的第一时间就被一直等待的魏青言和洛离察觉。一个刚刚突破到灵海境，结束闭关，心心念念想见师兄；一个早就炼制好了剑一丹，想等李玄风回来后借此观察他的悟性。李玄风前脚刚刚落定，两女就迫不及待地跟了过来。师兄，师弟。魏青言和洛离朝他走来。师妹师姐找我何事？李玄风笑道。两女都是容貌气质俱佳的大美人，只是看一眼都能让人心情愉悦。魏青言一时语塞，他找李玄风当然是想李玄风了，但这话没法说出口啊，特别是洛离也在旁边。我之前炼制了一些剑意丹，准备送给师弟，方便师弟参悟剑意。洛离率先开口，摊开玉手，一个小玉瓶出现在掌心，玉瓶中装的正是3颗剑意丹。多谢师姐好意，不过我或许用不上这东西了。李玄风笑道，他现在已经领悟9成混沌剑意，还差1成便能达到10成圆满之境，区3颗剑意丹确实对他而言已无用处。师弟你已经领悟剑意了？洛离有些诧异，能自行领悟剑意，说明李玄风的悟性很好，也不用借助剑意丹来试探了。不过就算领悟了剑意，这剑意丹对他也是有用的，除非他领悟了5成以上的剑意，剑意丹才不会有什么效果。可是领悟5成以上剑意，这可能吗？洛离觉得不可能。作为过来人，他清楚领悟剑意的难度。要知道，他也是其他修士眼中的绝世天才，除了顿悟以外，不可能一下子领悟多成剑意。李玄风就算悟性比他好，领悟2-3成也差不多了，5成以上基本不可能。以师兄的天赋，领悟剑意也很正常，就是不知领悟了1成还是2成。魏青言心道，作为剑修，他虽然还没有领悟剑意，但对这种意境之力的了解却并不少，知道他的领悟难度。不知他领悟的是剑意雏形还是真正的剑意。残剑中的剑灵也默默思量，不对，我格局应该大一点，以他的妖孽程度，说不定已经领悟了2成甚至3成。或许是想起之前的经历，剑灵觉得千万不要小瞧李玄风的天赋，这个时候猜测就应该大胆一点。李玄风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将混沌剑意的气息稍微泄露些许。嗡！当那神秘而宏大的气息释放而出时，魏青言俏脸一白，灵魂感到一种莫大的恐惧，仿佛有一个浩大的混沌世界朝自己的灵魂碾压而来，让他完全生不起反抗的念头。这是……洛离美目骤然睁大，不可思议地看着李玄风。这种苍茫而悠远、神秘而浩大的剑意他从未见过，单凭气息就能让人从灵魂层面产生本能的恐惧，丧失抵抗意志，仿佛一个混沌世界在面前展开，对着灵魂碾压而来。种种感觉都符合古籍中对于那只高剑意的描述。混沌剑意，师弟你居然领悟了混沌剑意！洛离心绪剧烈起伏，难以置信。洛离见识广博，第一时间就判断出了这可怕剑意的来历，而魏青言在听到混沌剑意4个字时，当场傻傻地愣在原地。残剑中也传出一道微弱的魂力波动，很明显，剑灵也是吃惊不小。3女，或者说2女一剑灵心中同时掀起了惊涛骇浪。能让洛离吃惊的事情不多，混沌剑意绝对算得上一个。他万万没想到，李玄风不但自行领悟了剑意，而且还是领悟的混沌剑意。这种剑意，不管是他还是师尊，连岳州都尝试过，最终却未能触及。现在李玄风居然成功将其领悟。师弟，你领悟到几成了？
洛离强行平复内心的震惊，美目紧紧地盯着李玄风。9成。李玄风神情平静地说出2个字，却震得三女内心翻江倒海。99成。好不容易平复下心中震惊的洛离，呼吸一滞，美目圆睁，小口微张，满脸吃惊之色。这让平日里素来平静清冷的洛仙子多了几分可爱。至于旁边的魏青言，大脑已经一片空白。残剑中的剑灵魂力波动起起伏伏，彻底暴露了自身的存在。当然，他暴不暴露都没区别，不管是连月舟、洛离还是李玄风，都早已知晓他的存在。只是他既然要隐藏，大家也就没有点名。小了，剑灵发现自己的格局还是小了，什么2成3成的，李玄风一出手，直接就是9成，显得他剑灵仿佛没有见过世面。场面一时陷入安静，只有2人一剑灵内心的浪涛翻涌不休。李玄风静静等待他们平复心绪。过了好一会儿，洛离和魏青言才勉强恢复正常，可眼中依旧残留震惊之色。9成混沌剑意，简直不可思议。洛离一双美目将李玄风看了又看，震撼难消。李玄风却一脸平静。洛离顿了一下，然后才说道：师弟，不是我不相信你啊，只是我想开开眼界，所以能不能展示一下？洛离确实不是不相信李玄风，只是第一次亲身体验混沌剑意，他想更清晰地感知一下9成混沌剑意有多么强大。看着师姐亮晶晶的期盼眼神，李玄风只能满足他咯。嗡，9成混沌剑意浩荡而出，无形无色，却宛如一个混沌世界当空压下。谁？这是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事了？好可怕的气息，这是剑意。什么剑意这么恐怖？不行了，我感觉我要死了。别怕，这剑意没有敌意，快凝神守心，用神识抵挡。当9成混沌剑意毫无保留席卷而出时，无数百剑山弟子都被惊动，满心骇然。内门长老、各位峰主尽皆腾空而起，一脸震惊地看向小旋风。看清峰顶上洛离3人，锁定气息源头李玄风，他们才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莫非是传说中的至高剑意？很像，太像了，肯定就是混沌剑意。别说内门弟子，就连内门长老们也纷纷失声，7位峰主同样难掩震惊之色。以他们合一境的实力，9成混沌剑意虽然强大，但还伤不到他们。可是领悟混沌剑意代表着了什么，他们一清二楚。李玄风是不世出的绝代天骄，他的天赋比峰主们想象的还要恐怖，难怪掌教要抢着收他当徒弟。小旋风峰顶，直面9成混沌剑意的洛离和魏青言感觉自己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9成混沌剑意宛如澎湃汪洋的无尽大海，随时要将他们淹没吞噬。见魏青言已经俏脸苍白，李玄风心中一动，将剑意尽数收起。呼！在场魏青言实力最低，此刻已是额头见汗。师兄，你这几天到底在外面经历了什么？魏青言神色复杂地看着李玄风。9成混沌剑意，他简直无法计算自己和李玄风到底又拉开了多大的差距。剑灵姐姐说的是真的，他这辈子别想缩小和李玄风之间的差距了。去了一趟秘境，杀了几个人。李玄风实话实说，杀了几个人。李玄风虽然说得很随意，但魏青言感觉没那么简单。洛离也是狐疑地看过来，他也觉得没那么简单，就是杀了枯玄宗10几个阵法师，几个长老，还有几个太上长老。简单来说，应该是枯玄宗的大部分强者都已经死在了我手里。当然，还有血煞门的一个真传和一个店主。既然他们那么感兴趣，李玄风只好继续实话实说了。毕竟这种事很快就会在整个大炎王朝彻底传开。李玄风说完后，整个天地都安静了。洛离和魏青言如同被雷劈了一样，僵立当场。神识关注着这边的内门弟子、内门长老和各位峰主也彻底呆愣。枯玄宗的大部分强者都已经死在了李玄风手中，杀了血煞门真传，还杀了一位店主，这他妈怎么可能？血煞门店主是什么人物？那是可以和百剑山7位峰主齐名的强者，大炎王朝真正的顶层修士。对了，那位店主之所以死在我手里，是因为师尊把他修为压制到了神退境一重巅峰。在全场安静的情况下，李玄风补充了一句。然而天地依旧一片安静。压制又怎样？压制了也是神退境一重巅峰啊。他的战斗经验，他领悟的意境，学会的武技，统统还保留着。李玄风能将这样的店主斩杀，依旧让人难以置信，无法理解。师弟，你现在什么境界了？洛离有史以来第一次说话，显得结巴。他刚刚脑海中正好闪过这个问题，所以有此一问。李玄风没有说话，碎丹境4重的气息席卷而出，给了他最明确的回答。碎丹境4重。洛离喃喃一声，感受着强大的气息，以及洛离说出的那句碎丹境4重，所有人集体发麻，一道道看向李玄风的目光就跟看到鬼一样。
李玄风不是人，哪有人能妖孽到这个程度，不合常理。形同艺术，我指定是没睡醒，我也可能修炼把脑子练坏了，刚刚看到的都是幻觉。不行了，人老就是容易神识错乱，可能是最近阳气泄的太多，我也出现幻觉了。震惊之后便是此起彼伏的议论声，也只有议论才能舒缓众人心中的情绪。几乎没有人怀疑李玄风说的话，堂堂百剑山真传完全没有当着这么多人撒谎的必要。而且9成混沌剑意和碎丹境4重的修为货真价实。在震惊过后，很快就有人意识到一个问题，李真传是不是在外面把天捅破了？李真传是不是在外面把天捅破了？当这句话说出时，很多人都是一愣。对啊，他们刚刚只顾着震惊，差点把这茬给忘了。枯玄宗作为血煞门附属宗门，被李玄风杀了那么多长老和太上长老，此事肯定不会善了。毕竟李玄风这种做法完全没把血煞门放在眼里，相当于打他们的脸。更别说还有血煞门的真传弟子和一位店主死在他手中。血煞门和百剑山向来势同水火，两宗弟子见面也是分外眼红，冲突流血事件时有发生。但再怎么斗，都限制在内外门弟子层面，很少上升到执事。内门长老下场的次数也不多。可李玄风这次不一样，连店主都死了一位，这是天大的事，就相当于百剑山突然陨落一位峰主，足以引起宗门震荡。此事会不会成为一个引子，引发两派宗门大战？一时间，众人心中都有一种不妙的感觉。宗门大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影响甚大，伤亡惨重，哪个弟子都不可能避开。若是一方能碾压另一方还好，可问题是血煞门和百剑山的整体实力是相当的，这种情况下的拼杀往往最为惨烈。我觉得不用过于担心，宗门大战不会那么轻易开启，即便开启也需要很长一段准备时间。也对，血煞门死了一位店主，相当于失去一根顶梁柱，我们百剑山却还有7位峰主，这等级别的强者多出一个足以影响战局走向。确实不用担心，就算真的打起来了又如何？我早就看不惯血煞门那群孙子了，到时候一定要多杀几个。妈的，翟兄就是死在血煞门那群畜生手里，若真要战，我定要为翟兄报仇。众人的议论风向开始转变，从一开始担心宗门大战，到现在变得义愤填膺。这么多年下来，百剑山和血煞门一直摩擦不断，弟子之间结仇的太多了。师姐师妹还有什么疑问吗？要不我们进屋再说。眼见刚刚的动静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李玄风不由对依旧有些发愣的魏青言和洛离传音道，确实有一件事想拜托师弟。洛离回过神来道，三人眼神交流一番，然后朝李玄风的修行殿宇走去。遥遥观看的内门弟子、内门长老以及各位峰主也一一散去，各回各屋，大殿各处都隐含阵纹，既能增强防御，也能防止外人窥探。李玄风带着两人走进殿宇，他其实也有事需要两人帮忙，那就是将战利品刷一遍。斩杀枯玄宗太上长老，龚太上和裴红颜所得到的收获还在他手中。那个刚进殿宇，洛离就将目光看向李玄风，他红唇轻启，想说什么，似乎又有些犹豫。师弟，师姐有一事相求。洛离稍微犹豫后，还是决定说出来。李玄风静静地看着他，示意他继续。师弟能否让我摸一摸骨？说出这话的时候，洛离神色多少有些不自然。其实之前李玄风当着他面突兀地从凝丹境3重突破到凝丹境4重时，他就想摸一摸李玄风的根骨，但是忍住了。可这一次他忍得有些难受。李玄风境界飙升如此之快，实在令他震惊。本来就一直好奇李玄风到底是什么体质，现在这种好奇更是达到巅峰。摸骨，李玄风面色有些古怪。不久前他才被连月舟以检查的借口把全身上下都摸了个遍，现在洛离又要来，合着真的一脉相承是吧？师弟不要误会，我只是太好奇了。洛离赶忙解释。洛离博学多识，对于体质、功法、武技、炼丹、炼器、阵法等各方面的修行知识都颇有研究。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于李玄风的体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些猜测，此刻迫不及待想要亲自上手验证一下。放心吧师弟，我有分寸，不会出格的。洛离漂亮的大眼睛眨巴一下，带着一丝祈求。那你来吧。李玄风张开双手。出格好啊，出格也没什么，就是不知道洛离手法怎么样。师兄，我也可以吗？魏青言在一旁弱弱地问道。这可是个亲近师兄的好机会啊。你也懂摸骨？李玄风问道。魏青言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但紧接着又点了点头。一边待着吧。李玄风瞥了他一眼。魏青言顿时懊恼，刚刚为什么要摇头？师弟，我开始了。幽香扑鼻，洛离来到李玄风面前，得到首肯后，他才开始上手。摸骨也是有技巧的，
需要灵力结合神识细细感知，判断体质的一些特性。不同的体质存在不同的特性，只有近距离感知才能发现差别。相比连月舟的随意和毫不避讳的乱摸，洛离的动作则要轻柔许多，神情也更为专注。灵力覆盖玉手，在李玄风身上以特殊线路游走。两人靠得很近，配合洛离的动作，不像是摸骨，反倒像小媳妇在为自家丈夫量体裁衣。这一幕看得魏青言羡慕不已，心中酸溜溜的。为什么师姐和师兄站在一起这么和谐，这么般配？还有，师姐为什么凑得这么近？这个剧里一般不是要打起来，就是要亲起来吧？师姐只是正常摸骨而已，应该对师兄没其他想法吧？不过师兄这么优秀，谁知道师姐会不会心动，会不会被吸引？可恶！一道道念头在魏青言脑海中闪过，让他骤然警惕起来，多了几分危机感。就连洛离的动作也渐渐的在他眼中有些变了味道。不到一盏茶的功夫，摸骨结束。叮，洛离进行一次摸骨，获得一次珍贵的摸骨经验，100倍返还，你获得100次摸骨经验。系统提示音响起后，李玄风脑海中多出了许多关于摸骨的知识。我成摸骨圣手了。李玄风心中感到有些新奇，别人是什么体质，现在的他一摸就知道。师弟，洛离呼吸略显急促，目光灼灼地看着李玄风。你果然是混沌剑体。即便提前有了猜测，有了心理准备，但经过自己亲手摸骨验证后，洛离还是忍不住感到激动、兴奋。混沌剑体和混沌剑意一样，都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很多古籍中记载的也只是只言片语。如果说他的丹神体、魏青言的至尊剑体、连月舟的9天玄体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体质，那么混沌剑体就是在天花板之上。难怪李玄风的境界提升速度如此夸张，毫不讲理。好了，你摸完了，也该轮到我了。李玄风道：师兄你，师弟你。魏青言和洛离同时一惊，李玄风这是想要摸回来。所谓礼尚往来，洛离给李玄风摸骨，按理说作为回报，他也应该让李玄风摸骨。只是一开始并未说明这一点，李玄风突然这么一开口，才让魏青言和洛离都惊了一下。不过洛离也干脆，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不能他祈求着摸了师弟，却不让师弟摸他吧？师弟要摸骨就摸吧，就当给他练练手了。一旁的魏青言惊讶过后，眼中也是闪过一丝期待，他也要让师兄给他摸摸骨。咻！李玄风伸手抹过储物戒，灵力裹挟着一件件物品飞出，悬浮在空中。师弟你不摸了吗？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洛离一愣，魏青言也投来询问的目光。啊，摸什么？李玄风疑惑道。洛离俏脸一僵，难道他理解错李玄风的意思了？师弟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还有，他取出这么多东西，该不会是又要送人吧？摸骨，摸骨啊师兄！魏青言急忙道。李玄风瞥了他一眼，这妮子急什么？他刚刚的意思是，既然洛离的愿望已经满足，那么就该轮到满足他的想法，帮他刷战利品。咻！李玄风大手果断一挥，又将各个物品收回了储物戒。摸！既然有这机会，为什么不摸？正好可以验证一下系统返还的摸骨经验。看到李玄风这个样子，洛离呼出一口气，就算李玄风刚刚没有摸骨的打算，有了魏青言这句话，他就逃不掉了。师弟，你摸过骨吗？洛离问道。李玄风摇摇头，虽然系统返还了他100次摸骨经验，但自己却未真正意义上动过手。那我给你讲讲吧。摸骨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秘术，难度不高，但对神识有一定要求。凭借摸骨秘术，可以准确感知出修士的体质和修行天赋。摸骨所谓的骨，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骨头，而是指根骨。洛离开始仔细地为李玄风讲解摸骨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他讲的事无巨细，其中涉及到了很多经脉、穴位的罕见冷门知识。一盏茶的时间过后，洛离才算讲解完毕。叮！魏青言听一次摸骨讲解，对摸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10倍返还，已对摸骨有了更清晰的认知。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让李玄风的摸骨相关知识更进一步。师弟，来吧。洛离张开双臂，李玄风点点头，也不客气。看着师弟近在咫尺的脸庞，洛离平缓呼吸，静守心神。然而表面的镇静好伪装，内心的紧张却不好控制。以前连月舟也为他摸过骨，但被异性如此零距离接触还是第一次，心中难免有些异样之感。李玄风的动作非常专业，五指在洛离身上的各处经脉穴位游走。不一会儿功夫，摸骨完毕。洛离暗松一口气，师弟，你悟性是真的高。洛离不由感慨，只是听他讲解一次就能表现得如此专业，也只有李玄风能做到了。师弟摸出我是什么体质了吗？洛离看着他，丹神体。李玄风道，之前他只是通过系统知道洛离的体质，现在通过摸骨，他能更清晰地感受这种体质。洛离体内仿佛潜藏着某种极其惊人的力量，
这力量其实就是丹神体的本源，正是有了这股本源，才能让洛离异于常人。师弟确实厉害。洛离笑了笑，该我了师兄。一旁的魏青言期待地说道。李玄风当然是选择满足他。片刻后，摸骨结束，魏青言眼中闪过计划得逞的欣喜。师兄摸出我是什么体质了吗？魏青言学着洛离的口吻。至尊剑体。李玄风道。师兄确实厉害。魏青言满脸笑意。洛离有些无语，他怎么感觉魏青言在故意学他说话？观察魏青言看李玄风时的眼神，稍加思索后，洛离好像猜到了一些原因。师兄师姐，让我也试一下吧。魏青言美目亮晶晶，他对摸骨其实并不感兴趣，但他对师兄很感兴趣，为了给师兄摸骨，只能顺带也给师姐摸骨。两人都没有拒绝，就当给他练手。魏青言欣喜上前，他在李玄风身上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洛离身上匆匆了事。要不是洛离轻咳一声提醒，指不定魏青言还要在李玄风身上探索多久。叮，魏青言获得1次摸骨经验，10倍返还，你获得10次摸骨经验。叮，魏青言获得1次摸骨经验，100倍返还，你获得100次摸骨经验。系统提示音响起后，李玄风的摸骨经验再次大涨。这门秘术他可能很少用到，但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在连月周身上用1次，连本带利讨回来。摸骨结束，也该刷战利品了。轻轻抬手，一件件物品从李玄风的储物界飞出。此次外出颇有收获，不过有些资源我用不上，师姐师妹看有没有需要的。回来的路上，李玄风已经将这些战利品归纳好。不管是枯玄宗的太上长老，还是宗门老祖，亦或是血煞门的店主裴红颜，对于资源的消耗都是巨量的。这些人活了漫长岁月，绝大部分资源被自己消耗掉，还有部分赐给了后辈。即便如此，剩下的资源依旧可观，主要分为灵石、灵器、丹药、药材4部分，数量不算很多，但每一件都极具价值。师弟，你不能因为自己用不上，就随便把资源送人啊。洛离有些无奈，李玄风这种行为太浪费了，很容易被坏女人骗的，放着吃灰，不如送出去让他们发挥一点作用。李玄风随意道，其实你用不上的资源，可以到宗门宝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洛离说道。李玄风没有说话，而是控制药材直接飘飞到洛离面前。洛离深深地看了李玄风一眼，哪有像他这么硬送东西的？不过不得不说，这些药材确实珍贵，是炼丹的好材料，即便是他想要凑齐这么多也不容易。这些药材就送你了，作为报酬，你有时间教我炼丹就行了。不等洛离开口拒绝，李玄风便替他找了一个收下药材的合适借口。好，有了李玄风这句话，洛离才果断地将药材收下。白拿师弟的东西，作为师姐，他干不出来这种事，但若是叫李玄风炼丹作为回报的话，那就没问题了。洛离别的信心没有，偏偏炼丹方面还真不怕李玄风能比得上自己。丹神体是最适合炼丹的体质，也是天定的丹道魁首。李玄风在修行上的天赋可以轻松超越他，但在炼丹上却注定不是他的对手。洛离很有信心，决定抽空好好辅导师弟炼丹，也好让他见识一下自己这个师姐还是有东西能够教他的。叮，洛离获得3阳草、玄阳参、碧水藤、蛇涎香100倍返还，你获得9阳草、赤灵参、千秒藤、青灵涎，大量珍贵100倍的药材返还到系统空间。李玄风将目光转向魏青言，不给他说话的机会，率先开口道：你别说话，这些东西全部收下，如果用不上就去宗门宝阁置换。一件件物品飞到魏青言面前，恨不得直接塞到他储物界里。在李玄风的眼神示意下，魏青言只得听话的将东西全部收起。哪有像师兄这样送别人东西还那么霸道的？不管了，还是收下吧，只要师兄高兴就好。魏青言想到他已经接受了李玄风的太多好处，回报什么的遥遥无期，既然如此，那就继续收吧，反正自己以后只能以身相许，迟早要变成他的女人。叮，魏青言获得8000万中品灵石、500万上品灵石，100倍返还，你获得80亿中品灵石、5亿上品灵石。灵石在系统空间中堆成巍峨大山，现在的李玄风富得流油，灵石完全可以用一块扔一块。叮，魏青言获得大量丹药，100倍返还，你获得1颗炼魂丹。一颗迷迷蒙蒙仿佛气态一样的特殊丹药出现在系统空间中，意识稍微感知便得知炼魂丹的作用。此丹乃神退境修士得专属丹药，专门凝练灵魂，可让灵魂强度翻倍。李玄风的灵魂强度堪比神退境修士，也可将其炼化。叮，魏青言获得5件6阶灵器、1件7阶灵器和1件8阶灵器，100倍返还，你获得9阶中品灵气镇山塔。随着提示音响起，系统空间中多出一座9层宝塔，此塔外观上呈银白之色，可大可小，缩小可放在掌心把玩，放大可比肩万丈高山。
镇山塔兼具防御和镇杀两种功能。很好很好，我多了一个强大的底牌。李玄风心中一喜，虽然以他现在的实力无法发挥出镇山塔的全部威力，但只要一股脑将灵石扔进去，给镇山塔提供足够的续航能量和一境修士也可镇杀。如果再遇到裴红颜这样的对手，无需连月州出手帮忙，李玄风自己就可以用镇山塔将其消灭。果然还是要开挂，这次收获很不错，也是时候实施我的一些想法了。李玄风心中暗道，和枯玄宗、血煞门结仇，李玄风没有想过和解的可能，也不可能傻到想要和解。既然无法和解，矛盾彻底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与其等他们杀上门来，还不如自己先动手，以杀止杀才是硬道理。只要灭了枯玄宗和血煞门，他们就没法找他的麻烦了。之前底牌不足，不好实施，所以他才返回百剑山。现在有了镇山塔，他觉得可以找时间出去搞点事了。他灵石多的用不完，不用担心镇山塔消耗过大而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有随时能镇杀和一境的底牌在手，除了遇到顶尖势力掌教或者大炎王朝当代君王这样的强者，其他人不可能对李玄风造成威胁。也就是说，李玄风差不多可以在大炎王朝横着走了。不过在实施想法之前，李玄风还能再提升一下实力。将六转金骨丹和炼魂丹炼化后，他的实力完全可以暴涨一截。洛离和魏青言收下宝物，又和李玄风闲聊一会儿后才离去。天黑之前，李玄风来到百剑山主峰连月州修炼的地方。连月州所谓的洞府，其实就是一座恢宏的宫殿。凭借亲传弟子的身份牌，李玄风很轻松就进了大殿。师尊，李玄风呼唤了好几次，也没得到回应。他可以进到大殿，但却进不去连月州的闭关密室。等待片刻后，密室中好像有了反应，飘出来一枚玉简。此玉简正是可以召唤连月州化身的玉简。玉简虽然到手，但依旧不见任何回应，看来还真不在百剑山。李玄风心中嘀咕一声，然后收好玉简，返回自己的小玄峰，开始闭关炼化丹药。当李玄风闭关的时候，外界却是一点都不平静。他的名字宛如飓风，席卷整个大炎王朝修行界，修士们一传十，十传百。李玄风的惊人事迹引得修行界剧烈震荡，特别是在紫月秘境中，李玄风遇到的那3个灵海境9重修士和宁丹境9重巅峰老者狂热信徒般的传播下，李玄风的名气以恐怖速度攀升。而作为成就李玄风名气的枯玄宗和血煞门却是一片压抑，仿佛有一股滔天的怒火正在酝酿。两宗弟子都感觉到不安的气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李玄风真有如此妖孽？亲眼所见，千真万确，真是匪夷所思。以宁丹境秒杀碎丹境，以碎丹境秒杀神退境。说突破就突破，这可是宁丹境到碎丹境啊，还是连续破境？我这辈子感觉都到不了宁丹境，这种天赋简直离谱。我实在想不通，这么夸张的跃进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感觉像天方夜谭一样。妖孽的世界你不懂也很正常，搞得你是妖孽你很懂似的，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他领悟了传说中的混沌剑意。什么？混沌剑意？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也不怕大家笑话。面对混沌剑意的时候，我感觉仿佛有一个混沌世界向我砸来，吓得腿都不争气的软了。李玄风长得怎么样？俊吗？老娘只喜欢长得好看的妖孽，不好看的不感兴趣。岂止是俊，简直如同天神下凡，神姿盖世，睥睨天下。大炎王朝，整个百朝之地，我感觉都没人能和他比肩。很好，老娘要当他的女人。就你这姿色我都看不上，还想入那等天骄的眼？你对不好看的妖孽不感兴趣，我感觉李真传这种风神俊朗、天资卓绝的妖孽，恐怕也不愿意多看你一眼。哼，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懂什么？老娘自有征服天骄的手段。哼，还手段？前不凸后不翘，我看了都觉得可笑，还想征服李真传这种天骄？老娘跟你拼了！哎，你急了？这几天，李玄风的名字和事迹在修行界疯狂传播，成了最为火爆的话题。很多人一开始不信，但听到很多所谓的见证者信誓旦旦的表示后，才将信将疑。修士或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侃议论，或是直接通过传讯时传讯告知好友。所以短短几天时间，李玄风之名就传播到大炎王朝各处修行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炎王朝各个地方的修士，要是不知道李玄风的名字，聊天都插不上话。之所以能传播得如此迅猛，还是得益于李玄风干的那些事太过惊世骇俗。可以说，他的妖孽程度颠覆了所有修士的认知，并且他的身份也很特殊。大炎王朝境内顶尖势力百剑山长教连月州的亲传弟子，死在他手里的那些人身份同样很特殊。枯玄宗的阵法师、长老、太上长老，还有老祖公太上，这些都是名声响彻一方的大人物，是很多修士眼中高高在上、不可冒犯的存在。
然而却全部死在了李玄风手中，相当于一个宗门的顶层支柱，差不多被他一个人灭完了。枯玄宗虽然不是顶尖宗门，但在很多修士眼里，他依旧是个庞然大物，万万不可招惹。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裴红颜的死。裴红颜和一境的强者，血煞门7位殿主之一，大炎王朝真正的顶尖修士，这样一位超级强者却陨落在碎丹境的李玄风手中，不管怎么想都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我感觉真相可能不是大家说的那样，真正杀死裴红颜的应该是百剑山掌教。的确，就算他被压制到神退境一重巅峰，实力也远非宫太上这样的神退境可比。枯玄宗太上长老和宫太上还有裴红颜，他们的死多半是百剑山掌教直接所为，死在李玄风手中只是一种假象。李玄风或许妖孽，但绝对没有妖孽到如此不合理的程度，多半是以讹传讹罢了。有人相信李玄风的传闻，必然也有人不相信。很多修士站在理智的角度思考，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妖孽到如此程度，因为这实在不合常理，不合规律。三人成虎，以讹传讹，当一件事讨论的人太多太杂，就会失去准确性，变得越来越离谱，逐渐脱离事实真相。在很多修士看来，李玄风的传言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本来只是正常的天骄，却被传得越来越夸张，越来越离谱，直至变得面目全非。但不管如何，有一点大家都还是比较认同，那就是李玄风天骄的身份。如果李玄风天赋不够，也不可能被连月舟这样的强者收为徒弟。李玄风也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毕竟在这之前，修士们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当外界的讨论传得沸沸扬扬，热火朝天时，枯玄宗和血煞门却没有传来什么动静。除了宗门的气氛比较压抑外，他们并没有对百剑山或者李玄风采取什么行动，这让外界一直关注事态变化的修士们感到好奇。有人认为枯玄宗和血煞门部准备报复了，也有人认为暂时的平静只是在酝酿更为可怕的风暴。某些知道百剑山和血煞门是世仇的修士，则觉得在不久后很有可能会爆发宗门大战云州枯玄宗。这几天枯玄宗的气氛一直非常压抑，镇法堂的镇法师几乎死绝，长老们接连陨落，连太上长老也死得差不多了，甚至宗门的一位老祖也身死道消。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名叫李玄风的年轻人。李玄风的妖孽程度超乎所有人想象，即便只是传闻，也让枯玄宗的弟子产生强烈畏惧。如今宗门强者所剩无几，只有数位碎丹境长老，2位碎丹境8重的太上长老，神退境1重的宗主，以及另一位神退境3重的老祖级人物。今天这些所剩不多的宗门高层聚集在宗门议事殿，众人各自落座，气氛同样有些压抑和凝重。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位手身穿红色衣袍的老者身上。此人并非枯玄宗之人，而是血煞门的一位内门长老，拥有神退境6重的修为，是在场的最强者，名为行人匪。掌教已经做出决定，并给我等下令，遇到任何百剑山的弟子，杀无赦。行人匪端坐高位，语气平静，却自带一股威势。这些天，枯玄宗之所以没有动静，是因为在等待血煞门的消息。作为血煞门的附属宗门，再加上李玄风已经强大到可以斩杀神退境3重的宫太上，要枯玄宗自己去面对这种怪物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即便一拥而上，也是全军覆没的下场，只能等血煞门怎么安排，他们就怎么做。诸位放心，此事绝无握手言和的可能，李玄风必须死，百剑山也必须灭。老夫可以负责的告诉诸位，血煞门存在你们想象不到的力量，这股力量足以击穿百剑山，只是想要达到那个地步，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李玄风蹦跶不了多久，百剑山也存在不了多久，他们必将彻底从这个世界被抹除。如果诸位还不放心的话，老夫只能再给你们透露一点消息，这股力量来自圣地。行人匪语速不紧不慢，然而每说出一句，都让众人心中的阴霾扫除一点。直到最后那句来自圣地的话一出，枯玄宗的高层们才尽数展开笑颜。枯玄宗作为血煞门的附属宗门，高层们确实听说过血煞门可能和某个圣地有关。圣地是这片天地间真正的庞然大物，高悬天穹，俯瞰众生。别说大炎王朝，就是东西南北纵横亿万公里的百朝之地，在圣地眼中也不过是一片贫瘠之地。血煞门这种势力在大炎王朝境内，或者说放在百朝之地任何一个国家，都算得上顶尖势力。可在圣地眼里，翻手可灭。没人知道血煞门是怎么和圣地级势力搭上关系的，但不管如何，他们既然能攀上圣地，并且从圣地那里借来力量，这就足够了。圣地这种庞然大物，掉落的一点碎屑，对枯玄宗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可怕力量，所以有了行人匪最后那句话，枯玄宗高层内心的阴霾才彻底被扫除，重拾信心。在确定可以完全覆灭百剑山之前，宗门大战不会开启。不过这个李玄风最好尽早铲除，以振宗门弟子信心。
端坐高位的邢仁斐目光扫过枯玄宗诸位高层，发现提及李玄风时，所有人的脸色又变得阴沉，同时眼中也有深深的忌惮。有关李玄风的传闻不可尽信，不管是宫太上还是裴店主之死，都和李玄风没有太大关系。纵然他是超级天骄，也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真正的凶手是连月舟，是他用领域之力杀了裴店主，只是那些围观目睹全城的乌合之众感知不到而已，还真以为李玄风能妖孽到如此不合常理的地步。邢仁斐语气淡然，一副洞悉事情真相的模样。枯玄宗的高层们交流了一下眼神，随即认同的点点头。确实，他们也不太相信最丹境4重的李玄风能够斩杀神退境3重的宫太上，更不相信他能斩杀修为被压制到神退境1重巅峰的裴红颜。领域之中必是连月舟主宰生灭，李玄风出手的时候，肯定是连月舟暗中在宫太上和裴红颜身上加持了更多领域之力，营造出宫太上和裴红颜都是死于李玄风之手的假象，为李玄风造势。在很多人看来，这才是真相，或者说这才是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相。不过此人领悟混沌剑意的事情多半不假，他的妖孽程度确实超乎很多人想象，未来成就非凡。可他越是妖孽，越是有取死之道。邢仁斐的声音中已经充满了浓浓的杀意。对于任何一个修士而言，天骄妖孽要么别得罪，得罪就要得罪彻底，最好是当场将其弄死，不然等天骄妖孽成长起来，死的就是自己了。和解这条路是很难行得通的，就算现在和解，也没谁敢保证将来对方有了轻易灭掉自己的实力后不会出手。李玄风已经躲回百剑山，短时间内他大概没有胆子再出山，所以要杀他，必须想办法把他引出来。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去做，寻找和他有关系的亲近之人捉起来，逼他现身，若是此招无用，再想其他办法。邢仁斐说道。对于斩杀李玄风之事，他们已经有了计划。这样的天骄能灭就趁早，特别是在李玄风当今名气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陨落，那场面一定很精彩。他能召唤一次连月舟化身，未必不能召唤第2次。枯玄宗的一位长老忍不住说道，连月舟的化身是李玄风的底牌，想要杀他必须先过这一关。凝聚化身御检这种事很少有强者愿意干，因为不但对实力要求极高，而且对本体也有一定损耗。能给弟子召唤御检防身，要么非常疼爱这个徒弟，要么就是自身实力异常强大，损耗能在短时间内弥补回来。召唤连月舟化身的御检，珍贵程度不用多说，李玄风身上有1枚就很不错了，有第2枚的概率很小。可不怕1万，就怕万一。万一他还有这种御检，就算血煞门店主级的高手亲临，也不能拿李玄风怎么样，反而自己还会丢掉性命。裴红颜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所以就算把李玄风引出来了，谁来杀？难道血煞门掌教亲自来吗？这一点我们当然考虑过，底牌能用出来才叫底牌，只要在他死亡之前来不及取出召唤御检不就行了。邢仁斐淡淡道，要杀李玄风，他们自然会考虑各种意外，其中最大的意外就是可以召唤连月舟的御检，只要能让李玄风来不及捏碎御检，他就不足畏惧。甚至邢仁斐觉得，如果没有连月舟的化身，他也能镇杀李玄风。在李玄风使用底牌之前将他杀死，谁适合干这种任务？毫无疑问就是刺客。刺客讲究一击必杀，隐藏在暗处，寻找最佳时机给予目标致命一击。李玄风就算有御检，也根本来不及捏碎。除了召唤连月舟化身的御检，我们还考虑过李玄风的实力，就当传言是真的。假定他真有斩杀宫太上的实力，那么他就相当于神退境4重。为了更保险一点，我们高估他，假定他有神退境5重的实力，神退境6重杀他就足够了。不过万事求稳，最少也要神退境8重甚至9重的修士出手。所以你们只管将李玄风引出百剑山就行了，杀他的人我们也有安排。邢仁斐目光淡淡的扫过枯玄宗众位高层，说了这么多，他讲的已经足够详细了。好，将李玄风引出山门的事就交给我们。枯玄宗宗主欣喜道，担心杀不死李玄风，血煞门提前考虑了可能会发生的意外。这种情况下，邢仁斐都还有信心斩杀李玄风，李玄风难道还能绝地翻盘不成？宗门大战之前，先杀了李玄风，打击百剑山士气，为枯玄宗和血煞门弟子树立信心，然后等邢仁斐所说的那股来自圣地的力量积蓄完毕，一举打穿百剑山，覆灭百剑山。怎么看都是形势一片大好，优势在他们这一方。哈哈，李玄风这次死定了，此等妖孽若是不死，真叫人寝食难安。枯玄宗的高层们一个个喜笑颜开，笼罩心头数日的阴霾终于彻底散去。就算无法将李玄风引出来，也不用担心，百剑山破灭之际，他一样逃不过。当然，最好是能将他引出来。邢仁斐淡淡道：“我等这就去办。”枯玄宗宗主兴奋道：“百剑山，小玄风。”回山当天，
在魏青岩和洛离身上刷了战利品后，李玄风就开始闭关。闭关主要是为了炼化六转筋骨丹和炼魂丹六转筋骨丹的力量和赤阳筋骨、混沌剑体及其相配。炼化完毕，李玄风有极大概率能凝练出混沌筋骨。此丹效力磅礴，蕴含六转之力，一转比一转强大，一转比一转难以炼化。即便李玄风混沌剑体吸收效率极高，想要将其彻底炼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用了整整1天时间，李玄风才成功炼化一转之力，肉体得到惊人强化，增强最为明显的则是全身骨骼，修为也成功提升到碎丹境5重。时间流逝，炼化还在继续。定，魏青岩经历36场战斗，获得大量战斗经验，10倍返还，你获得360场战斗经验。定，魏青岩获得历练塔奖励，修为大涨，突破到灵海境2重，10倍返还，你修为提升些许，距离碎丹境5重中期更进一步。定，魏青岩使用武技，在李玄风闭关的同时，经常有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魏青岩这些天一直没有闲着，而是在冲击百剑山的历练塔。所谓历练塔，乃是一件特殊灵器，不同于李玄风的镇山塔，历练塔是百剑山弟子专门历练的地方，共有99层。塔内自成空间，每层空间都有灵力凝聚而成的修士、傀儡、妖兽等敌人，只要战胜这些敌人，就能获得修为奖励，提升境界。魏青岩为了夯实根基，磨练实战能力，尽快突破境界，选择了冲击历练塔。闯历练塔虽然提升快，但风险也高，稍不注意就会重伤，对弟子的反应和意志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魏青岩并不在乎这些，冒着重伤的风险也要挑战极限难度，所以他每天的精力就是战斗，然后获得奖励提升修为，接着稍作休养，再继续战斗，继续获得奖励提升修为，如此往复循环。至尊剑体加身的他如此刻苦努力，回报也是惊人的。系统傍身并绑定魏青岩的李玄风，即便躺着，回报也是更惊人的。定，洛离完成炼丹，获得新的炼丹经验和感悟，10倍返还，你获得部分炼丹经验和感悟。定，徐妙真破开部分传承封印，得到一次强化洗礼，修为提升，突破到凝丹境2重，10倍返还，你突破到碎丹境5重中期，并朝后期靠近。除了魏青岩，洛离和徐妙真也在为李玄风提供返还。多人加持下，李玄风收获不停，他们越努力，对李玄风越有益。2天后，李玄风炼化六转筋骨丹的第2转之力，再加上3女返还，终于突破到碎丹境6重。半个月时间眨眼而过，魏青岩每天拼命闯塔，徐妙真也是刻苦努力得让李玄风惊讶，系统每天都响起有关他带来的返还提示音。尽管2人带来的修为返还对如今的李玄风而言不算多，但一次次累积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再加上李玄风自己也炼化了第5转之力，境界直接达到碎丹境9重呼。闭关中的李玄风呼出一口气，气息如利剑，刺得虚空震荡，吹口气都能杀死人。这种话对现在的李玄风而言并非夸大，而是他真的可以做到。这丹药还真难炼化。李玄风感慨一声，若不是混沌剑体炼化效率极高，想要将六转筋骨丹炼化出5转之力，没有数年时间根本办不到。换那些凡体来，甚至有可能要花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可见此丹效力之磅礴。李玄风能在半个月内炼化5转之力，完全是因为混沌剑体太过强悍。不过也够了，这最后1转的效力需要他自行化开，循序渐进完成最后的滋养，到时候我便能凝练出真正的混沌筋骨。李玄风默默道。最后1转是全自动缓慢滋养的过程，6转筋骨丹会徐徐释放力量，循序渐进完成最后的蜕变，无需李玄风操心。接下来他该炼化炼魂丹了。此丹的主要功效是凝练强化灵魂之力，一般灵魂承受不了它的效力，只有神退境修士才能尝试炼化。李玄风的灵魂已经达到神退境级别，炼化它没什么问题。吞下炼魂丹，运转力量炼化，丝丝缕缕的精纯力量从丹药上释放出来，汇入识海。识海位于大脑，乃是一片特殊空间，也是灵魂栖息之地。李玄风的识海空间很干净，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清澈蓝海，天空碧蓝如洗，海面倒映天空，天空映衬大海，仿佛如梦似幻的天空之境。一道和李玄风长得一模一样的身影漂浮在海天之间，身体看起来虚幻而透明，这正是李玄风的灵魂体。炼魂丹经过无数次提纯炼化，蕴含着对灵魂相当有益的力量。李玄风的灵魂盘坐于海天之间，默默地吸收这股精纯之力，一点点凝练，一点点强化。不知不觉中，又是半个月时间过去。丹药炼化完毕，李玄风的灵魂经历一次蜕变，强度提升1倍，识海空间似乎变得更加澄澈而空阔。最好是学会一门和灵魂相关的秘术。打坐中的李玄风睁开双眼，自语道：修士到了神退境，
灵魂大幅度增强，神识蜕变，已经可以修炼和灵魂相关的秘术，比如搜魂、神识攻击、神识干扰、灵魂幻术等等。只是和灵魂相关的秘术极其稀少，极其难寻，也极难修炼。即便神退境修士，也不是人人都修炼的有秘术。作为大炎王朝顶尖势力的百剑山应该是有的，直接问洛离就行了。传讯给洛离，得知他正在自己的药园打理药材，问及灵魂相关的秘术后，洛离告诉他确实有一门。收起传讯时，李玄风飞到灵药峰，师尊确实传下了一门有关灵魂的秘术，名叫神魂三术。不过要灵魂达到神退境级别才能修炼，师弟你灵魂强度已经达到了。芳香满园的药圃中，洛离看着刚刚落地的李玄风，李玄风点点头，那我现在就传你。洛离倒是没觉得惊讶，李玄风要是灵魂强度没有达到神退境级别，他才会惊讶。白皙如玉的食指伸出，轻轻点在李玄风额头。神魂三术的修炼之法没入李玄风脑海中，稍加感知，便清楚地知道如何修炼。以他现在的悟性，无需等待洛离修炼之后返还经验和感悟。师弟，这1个月来，有关你的事迹彻底在大炎王朝传开了，内外门的师弟师妹对你可是崇拜的不行了。李玄风还在消化神魂三术的内容，洛离就忍不住轻笑道：枯玄宗和血煞门有什么反应吗？李玄风问。这1个月他都没有关注外界的消息，在他的预料中，血煞门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但他身上的命格之色一直保持着混沌，他也就没有在意。他还想过枯玄宗或者血煞门会不会将怒火转移到徐妙真身上。那天在紫月山脉分别时，他观看过徐妙真的命格之色，始终保持着金芒，李玄风也没有担心。闭关期间，他也一直得到徐妙真的返还，说明他直到目前为止依旧是安全的。要么枯玄宗和血煞门的人没有去找他，要么没有找到他。表面上枯玄宗和血煞门都没有什么大动作，但暗地里是否在谋划什么没法确定。这1个月来，弟子间的冲突愈发激烈，只要在外面遇到，几乎都是不死不休，已经发生数十起伤亡事件。洛离脸上的笑意消失，微蹙着眉头说道：百剑山和血煞门一直势同水火，双方弟子遇见必定爆发冲突，只是这1个月来冲突明显加剧了。枯玄宗呢？他们的人出手恐怕也不少吧？李玄风问。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不管是血煞门还是枯玄宗，与我们百剑山弟子遇到都是死战，他们甚至开启了专门猎杀在外百剑山弟子的计划。当然我们也有应对，双方皆有死伤。洛离说道。我明白了。李玄风点点头。闭关这么久，实力飙升一大截，之前说的抹除枯玄宗也该付诸行动了。师弟，血煞门应该有了一些针对你的计划。这些天枯玄宗和血煞门的弟子四处散播你因为害怕而躲在百剑山不敢外出的言论。洛离忍不住道。两宗弟子四处诋毁李玄风，说他缩头缩脑，畏手畏脚，胆小如鼠，依靠连月州的力量越阶杀了修士，却将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制造自己是绝世妖孽的假象血煞门掌教的亲传弟子公开叫板，要李玄风有胆就出来一战。李玄风一直不出面回应，更是让诋毁他的声音甚嚣尘上，说他沽名钓誉，天赋和实力都远远比不上血煞门的真传弟子。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粗劣的陷阱，故意骗李玄风出山，要是他经不住激将真的出山了，面对他的将是致命打击。拙劣的伎俩不用在意。李玄风淡淡道。血煞门的这种做法确实拙劣，但有时候这种做法往往很有效果。泥人也有3分火气，故意在其他人面前谩骂、讥讽、羞辱，散播负面言论，疯狂诋毁。若是没有很好的心理素养能力，被激怒的失去理智也不是不可能。特别是天骄，很多天骄都是心高气傲之辈，受不了这种激将手段。但对李玄风来说无所谓，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出去的。枯玄宗的弟子骂不骂，诋不诋毁，他都要出去灭了他们。见到李玄风无所谓的淡然模样，洛离暗中松了一口气，他就怕李玄风听到外界的言论后经不住激将。百剑山有护山大阵，就算血煞门恨李玄风恨得牙痒痒，也拿他没法。只要李玄风待在宗门内就是安全的。血煞门虽强，但也没有谁敢冲进百剑山老巢杀他，血煞门掌教也不行。若真有强冲百剑山斩杀李玄风的那天，肯定也是宗门大战开启那天。在洛离心中，李玄风是最妖孽的，但妖孽不等于无敌。就算有师尊的御剑护身，面对处心积虑的刺杀，也很可能没有使用御剑的机会。担心李玄风真的跑出去，洛离忍不住又嘱咐了几句。李玄风象征性的应付一下后，返回小玄风，用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将神魂三术学会并成功施展出来，又用1个时辰将其练到大成境界。这门秘术确实不错，李玄风暗自评价道。神魂三术主要分为3个部分：攻、防、御。攻
就是指攻击，以神识铭刻秘术符文，幻化凝聚成杀伤力极强的各种武器，比如魂针、魂刺。防就是指防御，神识同样可以通过秘术符文收束凝聚成盾来抵挡灵魂攻击。攻和防都比较简单，难的是预。预是指预警，若能熟练掌握，在危机来临前，灵魂会有所征兆，让修士趋吉避凶。简单来说，就是预知危险，但不是直接看到未来，而是在短时间内会有威胁到自身安全的东西存在时，灵魂会提前预警。比如被充满恶意的目光窥视时会有所察觉，即将被人偷袭前也有所预感。李玄风系统傍身，行事之前可观看命格颜色预知凶吉，所以神魂三术的预对他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要是有人偷袭自己，或者暗中用恶意的目光窥视自己，他都能觉察到拖了1个月，也该去灭掉枯玄宗了。李玄风摊开手掌，一座银白色的小塔静静悬浮，这是他除了化身御简外最大的底牌，可以镇杀和意境的修士。就算没有这2份底牌，李玄风自身的力量也能比奸神推进9重修士。出发之前，李玄风找上事务殿的一位长老，要了有关枯玄宗和血煞门的情报。当李玄风在事务殿现身时，顿时引起巨大波动，很多弟子狂热的如同信徒。李玄风没想到自己名气不知不觉已经这么大了，只能迅速抽身离去。闻讯而来未能见到李玄风的弟子们一阵惋惜。借助系统查看命格颜色，依旧是混沌之光，说明此行没有任何危险。此行大吉，李玄风忍不住笑道。对他而言，没有危险就是大吉。咻，身形一动，破空而去。李玄风知道如今这种情况，自己想要悄悄溜出百剑山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没有掩饰行踪。果然，他刚刚飞出小旋风，就被一道亭亭玉立的倩影拦住。师弟，你果然想出去？满头璀璨银发在风中飞舞的洛离，神色有些无奈地看着李玄风。说好的拙劣伎俩不用在意呢？师弟果然还是在乎外界那些低级的激将法吗？师姐为何拦我？李玄风明知故问。我不拦你，难道看着你出去送死吗？洛离没好气道。你也知道他们诋毁你是拙劣的伎俩，低级的激将法，肯定设好了埋伏等你上套，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洛离看着李玄风。我不会有事。李玄风平静道。师尊的玉简你已经用。洛离话还没说完，就被李玄风手中突然出现的一枚玉简给噎住。你应该知道捏碎玉简也是需要时间的，他们不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洛离银牙一咬。李玄风这是铁了心想要出去吗？师姐，你别说了，我行事自有分寸，况且你拦不住我。李玄风笑道。洛离感觉师弟在挑衅自己，不由发出一声音调渐高的鼻音。唰，李玄风一步踏空，速度快得出奇，刹那出现在洛离面前。洛离一惊，玉手刚刚抬起，就被李玄风一把抓住了皓腕。李玄风的大手仿佛拥有无穷大力，洛离被禁锢得挣脱不得。师弟你……洛离俏脸满是震惊之色。虽然李玄风能抓住他是因为出其不意，他没有丝毫防备，但力量上他已被碾压，不付出巨大代价是没法挣脱的。洛离身躯修长，比例完美，典型的长腿美女，但在李玄风面前还是矮了一头。此时被李玄风紧紧抓住手腕难以挣脱，恰好又发现他低头看来，洛离心中突然慌了一下。师姐，此次出山我心里有数，你就别再拦我了。李玄风笑道。洛离沉默无言，现在他是想拦也拦不住自己这个师弟，真是妖孽的让人绝望啊！不知不觉间，怎么突然就超过自己了呢？在力量上被绝对碾压，李玄风的肉体到底强悍到了何种程度？师弟，我不拦你了，还有你捏疼我了。洛离叹了口气，李玄风这才放开他的手腕。我和你一起去。洛离轻轻揉了揉手腕，师弟的劲是真大啊。那倒不必，你在这里等消息即可。李玄风的目标是灭掉枯玄宗，路上可能有针对他的埋伏，他一个人来去自如，带上洛离反而拖后腿。借助系统可以看到洛离浑身金芒笼罩，不会有危险，但总归没有李玄风自己一个人行动方便。几位峰主也别藏了，你们就留在百剑山坐镇吧，万一血煞门突然杀来，没有人主持护山大阵。李玄风看向虚空，李真传感知真是敏锐，明明什么都没有的虚空突然一阵波动，3道人影浮现，正是其中3位峰主。如今这种情况，外界的危险李真传也明白，无需我等多言，即便你有底牌，也会有陨落的风险。藏剑锋峰主严肃地说道。李真传若想出山，不久后倒是有一个机会，王允之地的结界已经开始松动，届时会有诸多势力乱入。如果宗门大战没有开启，血煞门肯定不会错过进入王允之地的机会，我们百剑山同样会带人前往，到时候有我等保护，李真传可以在王允之地和他们的弟子交锋，出口恶气。结剑锋的峰主开口。
李真传无需在这个时候出去冒险。袖剑锋锋主也看过来，三人的意思都很明确，要李玄风留在宗门内。作为百剑山妖孽，更作为掌教亲传，他们不能放任李玄风出去冒险。若他非要出山，几位峰主只能出手强行阻拦了。李玄风没有说话，而是摊开手掌，一座银白色小塔浮现。嗡，丝丝缕缕的波动从小塔上传出，周遭空间一阵扭曲。这三位峰主瞳孔一缩，死死地盯着银白小塔。从这座小塔上，他们感受到了极其强烈的威胁。李真传，你……三人齐齐朝李玄风看来，洛离也是满脸吃惊地看着他。李玄风居然有这等宝物，如此惊人的威势，肯定是九阶灵气。即便不能全力催动，对他们也极具威胁。若是能全力催动，斩杀他们也不是难事。不愧是超出常理的妖孽，能得到如此宝物，必定还有大气运加身。妖孽不可怕，毕竟妖孽可能会夭折，但有大气运加身的妖孽就不一样了。这是注定要崛起的天命之人，越打压他崛起的只会越快。李玄风本身就妖孽的不可思议，现在更是可以确定他有大气运加身，将来成就有多么恐怖，他们不敢想象。李玄风能拿出这种宝物，洛离和三位峰主已经自动脑补出他获得过逆天传承，银色小塔就是传承中的一环，难怪他能提升得如此迅猛。有了此塔，大炎王朝能威胁到李玄风的也没几个人了。我不会傻到去闯谢煞门的老巢，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了。李玄风手掌一翻，将镇山塔收起，看了洛离和三位峰主一眼，咻的一声破空而去。这一次他没再遭到阻拦。三位峰主相视一眼，只能无奈一笑。担心大气运加身的妖孽，还不如担心自己。李玄风这种人遇到危险肯定能逢凶化吉，说不定百剑山没了他都还逍遥自在，倒是他们过于担心了。关键是拥有此塔在手，他们想拦李玄风也拦不住。咻！李玄风破空而行。看完事务殿长老给出的情报后，李玄风这次决定要干的有两件事：抹除枯玄宗和那个一直叫嚣的血煞门真传弟子。血煞门掌教一个名叫贺商的亲传弟子，这段时间公开向李玄风下口头战书，说他沽名钓誉，本身只是普通天才，却制造自己是绝世妖孽的假象。贺商表示强烈质疑，他已经设立好了擂台，要和李玄风公平一战。李玄风若是有胆量就前来应战，打破质疑；若是不敢，就说明他确实是沽名钓誉、畏首畏尾的鼠辈，没有资格关于天骄二字。贺商放了许多狠话，很多弟子也在他的授意下不断诋毁李玄风。随着1个月的时间，李玄风都没有出面回应，诋毁的声音越来越大。得知此事后，贺商已经上了李玄风的必杀名单。贺商设立擂台的地方肯定有所埋伏，不过不代表埋伏只有擂台那一处。李玄风心中默道，通过系统查看命格颜色是他的依仗，只要混沌之光笼罩，他就不用担心危险。身如红光划破长空，李玄风保持着寻常速度，一路上很安静，他离百剑山也越来越远。不管是枯玄宗还是血煞门，就算想要打探李玄风的动向，也不可能靠百剑山太近。靠近敌人老巢这种事，没几个修士有那么大胆子。也不知过去多久，飞行中的李玄风突然产生一种警觉，隐隐间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视自己。来了吗？李玄风心中暗道。神魂三术中的玉初见成效，隐藏手段很不错。李玄风一边保持原有速度飞行，一边暗中观察，结果没有发现那道目光的来源。很明显，对方的隐匿技术相当高超，多半是专业的刺客。修行之道五花八门，有练剑的、练枪的、练刀的、练棍的，有人注重炼体，有人专修遁术，有人注重防御，有人主掌功法。而刺客便是专门磨练攻伐之术和隐匿之术，对付敌人讲究的是一击必杀。这种修士危险系数极高，也最容易出现低境界逆伐高境界的情况。秒杀同阶修士的例子很多都是出自刺客部队，感觉不是一个人。神魂三术给李玄风传来数次警觉，他已经大概判断出方向，就在100公里外，他前进的路线上或许有2个人在等待着给他致命一击。那里层峦叠嶂，雾锁山头，于虚空之中暗藏杀机。当李玄风飞到山脉上空时，灵魂传来强烈预警。嗡！与此同时，虚空震动，2道灵魂攻击从左右夹击而来。灵魂攻击还没有落到李玄风身上，2道携带惊人穿透剑意的长剑攻击便紧随其后，指向李玄风的头颅。空间直接被撕开2条黑漆漆的裂缝，银色小塔凭空出现，瞬息暴涨，将一方的攻击全部抵挡，并对其镇压而下。而另一边，李玄风神识凝聚秘术符文，幻化成无形之盾，抵挡了对方的灵魂攻击。混沌剑意缠绕新天剑，新华一线切开空间，将对方的攻击尽数击溃，并将隐藏在虚空中的一道黑袍身影撕成2半。什么？惊骇的声音传荡而开。
一个刺客被镇山塔镇压得无法动弹，另一个刺客直接舍弃肉身灵魂出窍，想要逃遁。可镇山塔继续放大，一下子将那道灵魂从其中一个塔门吸了进去。嗡！李玄风大手虚压，镇山塔爆发出可怕的力量，将另一个刺客的肉身搅成粉碎，只剩一道虚幻的灵魂。咻！这道灵魂也被吸进塔内，镇山塔迅速缩小，飞回李玄风掌心，静静悬浮。一切不过发生在瞬息之间，连产生一个念头的时间都不到。不可能，这种攻击你连反应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躲开？镇山塔中，两个刺客的灵魂传出难以置信的神识波动。塔内自成空间，他们被束缚在里面，什么也做不了。透过塔门，他们看到了仿佛巨人一样的李玄风。这就是枯玄宗和血煞门安排的刺客吗？不得不说，弱得出乎我的预料。李玄风看着两道灵魂体，淡淡的说道。两道灵魂体的脸色一阵变幻，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可在事实面前，他们偏偏还反驳不了。这两人都是神退境9重修为，防御力或许不强，但攻伐之术必是同阶顶尖。按照两人的刺杀计划，先用灵魂攻击李玄风，不管灵魂攻击能不能将李玄风杀死，他们都会紧随其后补刀。就算李玄风在灵魂攻击下侥幸不死，也足以让他出现短暂的痴呆愣神。那短短的一刻，他必然来不及使用底牌。两人紧随其后的攻击完全可以将他撕碎。他们用这一招杀了不少人，同阶修士猝不及防下被他们秒杀也是常有的事。可刚刚李玄风出手时，两人都发现一个令他们震惊的事实：李玄风是碎丹境9重，他的强大更胜传闻。别说这座可怕的塔形灵气，单是李玄风自身的力量都完全能比奸神退境9重修士。若是其他任何一个神退境修士在此，恐怕都着了他们的道。可惜他们遇到的是李玄风。李玄风过于妖孽，过于强大，便显得他们的刺杀如同过家家一般滑稽可笑。为什么不杀我们？两道灵魂体在震惊过后才想起自身的处境。他们被困在塔内，塔门就在眼前，却没办法出去，灵魂被强大的力量压制，什么也干不了。准备让你们看一场盛大的灭宗之战。李玄风淡淡一笑，随后也不管两道灵魂体的惊骇，翻手将镇山塔收起。不杀这两人，自然不是李玄风突然同情心泛滥，而是不能让枯玄宗和血煞门发现他们刺杀失败。两人若死，对方肯定会察觉，对李玄风后面的行动不利。只要两人灵魂不灭，枯玄宗和血煞门就觉察不到异常，同时两人也无法通过传讯时通风报信。该去取鹤商的狗命了。李玄风破空而去。飞行途中，李玄风并未急着加速，而是控制镇山塔，折磨两个刺客，逼问他们的隐匿之术。若不是修炼神魂3术，让李玄风提前警觉，他还真难发现两人藏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隐匿之术不但能瞒过视线，还能瞒过神识，属实难得。李玄风想要发现他们，或许要全功率开启赤阳金瞳才有可能。两人宁死不屈，坚决不透露隐匿之术。李玄风也一点不慌，控制镇山塔的力量碾压他们的灵魂。每次灵魂濒临崩碎的边缘就停手，让他们恢复一下，然后继续碾压。如此反复数次，两人终于扛不住，祈求李玄风给个痛快，并朝他吐露了修炼之法。肉体的疼痛远远不及灵魂，差不多的伤势，灵魂要比肉体难受不知多少倍，他们能抗住才怪。两人修炼的隐匿之术名字很普通，叫虚空隐匿之术，可以将自己融入到虚空之中，隔绝瞳术和神识的探查。练得越精深，隐匿效果越好。简单来说，就是以空间当掩体，隐藏自己的身形和气息。不过这门秘术缺陷很多，隐匿的时间不会太久，对力量消耗非常庞大，隐藏时还只能在固定地方，一旦移动就会失去效果，显露踪迹。正常情况下，神退境以下的修士无法修炼，但李玄风明显不包括在正常情况之内。随便落到一座荒山上，放出镇山塔警戒，李玄风开始修炼虚空隐匿之术，反正以他的悟性，耽搁不了多少时间。只是第一遍，他就将虚空隐匿之术学会并成功施展出来。数次之后，他的熟练度已经完全不低于那两个刺客。塔内目睹这一切的两个灵魂体直接懵了。李玄风的悟性之高，简直超出他们的想象。让他们更震惊的还在后面。将虚空隐匿之术彻底掌握后，李玄风开始查缺补漏。他觉得其他缺陷还好，关键是隐匿后无法移动这一点有些鸡肋。经过一炷香时间的思考，李玄风似乎找到了解决方法，又经过一炷香的时间尝试和不断改进，李玄风将这个缺陷补上。他已经能做到隐匿的同时移动身形，尽管这个过程对力量的消耗倍增，但怎么说也算是成功改进了。两个刺客灵魂都看麻了，传言不实，这他娘的叫传言不实，他简直比传言还要妖孽。虚空隐匿之术这么快学会就算了，还将不能移动这个缺陷给弥补了。
早知道刺杀的是这种怪物，谁他妈会接这个任务？该死的，血煞门误我！两道灵魂体剧烈波动，他们恨不得杀了雇主。他们并非血煞门之人，而是来自别国的一个杀手组织，受到雇主委托，专门刺杀李玄风。雇主来自血煞门，可是情报有问题。雇主给杀手组织的情报中说，有关李玄风的传言不实，他并没有传言中那么妖孽。不管是雇主给的情报，还是组织自己收集的情报，都存在大问题。李玄风的实力比传言中更强，他的悟性同样好到不可思议。两人修炼的虚空隐匿之术本就是残缺的，因为他们级别不够，组织担心外泄，没有将完整的传给他们。然而李玄风却通过一次次琢磨和尝试，将其中一部分补全了。要是早知道刺杀的是这种怪物，他们说什么也不会接这个任务，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李玄风不杀他们，只是不想影响接下来的行动。他知道两人并非血煞门之人，但肯定是血煞门在某个杀手组织雇佣来的刺客。两人若死，杀手组织必然第一时间察觉。杀手组织再传讯给血煞门，枯玄宗肯定也会得知消息。咻！没有管两个悔恨不已的刺客，李玄风收起镇山塔，破空而去。云州百山郡郡城，郡城宏伟而繁华，各种高楼鳞次栉比，一条条宽敞的街道纵横交错，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亦有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在这修士纵横天地的世界，王朝治下的城市对于普通人和底层修士而言，算是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修士虽强，但在朝廷律法面前也不敢过于嚣张，毕竟一国之内最强者为当朝君王。城中人声嘈杂，人们呼朋唤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最近发生的大事。讨论最多的依旧是和李玄风有关的话题，甚至一些普通人都能说上两句。近1个月以来，百山郡郡城比以往热闹许多，因为血煞门的贺商将一座名为乌龟山的大山一刀削平，设下擂台邀战李玄风。而这乌龟山就在百山郡郡城外30-40里的地方，距离枯玄宗也不算远。当然所谓的不远是对强大修士而言。很多修士为了看热闹，纷纷闻讯而至。结果在等待多天不见李玄风有任何回应后，众人对这场战斗也不抱希望了。郡城外30多里的山脉中，一座大山山顶被某种强大的力量削平，设立成擂台，一道道阵纹若隐若现，将擂台层层加固，数十道人影盘坐，他们皆是血煞门弟子。看其位置分布，隐隐以其中的一男一女为首，两人都身穿血煞门的红色练功服，袖口处有金色镶边，标志着他们真传弟子的身份。师兄，等了这么久，那李玄风都不见任何回应，看样子是引不出来了。为首的两人中，女子开口说道：“他是血煞门掌教的亲传弟子谭灵敏，虽单进4重修为，而他口中的师兄就是旁边的青年。此人正是叫嚣李玄风前来一战的贺商，同时也是血煞门掌教亲传，拥有神退境1重修为。他没那个胆子出来。”贺商淡淡道。第一次听说李玄风的传闻时，贺商就不相信，传言过于离谱，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看不懂战况，以讹传讹。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真正杀死公太上和裴红颜的人是连月州，只不过当时在场的那些修士没有眼力看不明白而已。说李玄风是天骄，他信，但说他妖孽到不合常理，贺商只觉得可笑。不过是个沽名钓誉、畏首畏尾的鼠辈，怎能和贺真传相比？没错，被公开邀战，却连露面回应一下都不敢，真是没有一点天才的骄傲和心气。这不更能说明他的传言都是假的吗？真正的妖孽不会像他这么窝囊。贺商一开口，周围的内门弟子们都习惯性的开始拔高踩低，恭维贺商，贬低李玄风。听到师弟师妹们的恭维，贺商嘴角微微勾起，显然很是受用。特别是大家当着谭灵敏的面恭维他，他就更喜欢了。此人天赋应该还是不差的，但肯定没有传言那么夸张。不过他连回应都不敢，真是让我没想到。谭灵敏一阵摇头，这么一个窝囊的家伙，快被有些修士吹上天了，真是难以理解。他和贺商叫战李玄风，目的不纯，确实是想骗他出来伏杀他，但李玄风不做任何回应，属实令人没想到。不过李玄风害怕陨落而不敢出来也正常，半路有人伏杀他，这里的擂台也有人伏杀他，出来大概率要死，除非有连月州和封主亲自护送。可是在宗门大战随时可能会开启的情况下，连月州和封主敢轻易离开百剑山吗？显然是不敢的。本来也不指望他有胆子出来，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事实证明李玄风没那么妖孽，两宗弟子不再对他心生畏惧。贺商结束打坐，站起身来淡淡道：“之前枯玄宗和血煞门都有很多弟子被李玄风的妖孽程度吓到，心中升起阴霾。经过1个月的诋毁，李玄风不合常理的妖孽形象彻底崩塌，随便哪个弟子都敢嘲笑他几句。原本还想着他若是敢来，我也将修为压制到和他同境，
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贺商背负双手走到擂台边缘，遥望天际。李玄风不来，让他感觉少了一份乐趣，没必要在这里继续等了。师父告诉我，现在还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攻破百剑山，宗门大战暂时不会开启，加上王允之地结界松动，大战可能在这之后。贺商从天际收回视线，说道。随后他转过身来，看向谭灵敏和其他师弟师妹，道：接下来你们去帮我传话，这句话一定要传到百剑山，传到李玄风耳中。众人顿时纷纷起身，等待贺商吩咐。散播各种言论，诋毁李玄风，包括传达贺商叫战李玄风的事，都是他们在干。王允之地即将开启，我会在那里等李玄风，他若是有胆就来，我将亲手斩下他的头颅。贺商说出这话时，脸上带着自信的笑意，特别是感受到谭灵敏以及其他师弟师妹们崇拜的眼神后，贺商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哦，是吗？不过还不等师弟师妹们领命离去，一道淡淡的声音就在众人耳边响起。谁？贺商、谭灵敏以及其他血煞门弟子一瞬间同时汗毛倒立，感觉有一股凉气从脚底冒出，直冲天灵盖。什么人能无声无息地接近他们，而他们却丝毫没有察觉。众人的神识第一时间蔓延而出，结果没有发现人影，反倒是发现一座阵法瞬息将此地封锁笼罩，隐隐间能看到一只巨大的玄武虚影。嗡，虚空震动，一道苍老的身影浮现，神退境九重的气息铺天盖地，只不过被玄武黑甲阵尽数隔绝，传不到外界。这道苍老的身影是血煞门最强的内门长老之一，若是李玄风赶来应战，就由他负责伏杀。一处空间微微荡起涟漪，李玄风的身影显现而出。不得不说，虚空隐秘之术非常好用，特别是经过他补缺后，可以隐匿前行。连血煞门神退境九重的内门长老也是在李玄风出生并拿出玄武黑甲阵盘的同时，才发现他。李玄风，是你？看清说话人的样貌时，贺商等人顿时一惊。李玄风的样貌早已不是秘密，他们自然认得。可是他是怎么无声无息出现在这里的？就算是合一境的强者降临时，多少也会制造一些波动吧。咻！就在贺商等人还在震惊疑惑之际，神退境九重的内门长老已经手持长刀撕裂空间，对着李玄风斩去。灵力、魂力、血煞刀意交织在一起，空间被拉出一条黑漆漆的裂缝。新天剑也不知何时出现在李玄风手中，灵力、魂力、混沌剑意、混沌剑体之力正在朝混沌筋骨蜕变的筋骨之力，多种顶尖力量交织在一起。李玄风一剑斩出了当前最强的星化一线，咔嚓，空间裂缝如蛛网一样破碎，长老的攻击被尽数击溃，身体被李玄风一分为二。汹涌澎湃的力量从伤口开始侵蚀，疯狂磨灭他的肉体生机。怎么会？长老大骇，他居然一个照面就被秒杀了。伏杀？伏杀个屁！这李玄风到底是什么怪物？居然比传言还要妖孽！他根本不是什么碎丹境4重，而是碎丹境9重。碎丹境9重瞬秒，他这个神退境9重，简直离了大谱。长老果断舍弃肉身，灵魂出窍，一股巨大的吸力传来，镇山塔门一开，他的灵魂就被吸了进去。呵呵，终于又进来一个。镇山塔内2个刺客的灵魂幸灾乐祸，他们可是恨透了血煞门，要不是血煞门给的什么垃圾情报，他们也不会接手这个刺杀李玄风的任务。所以血煞门的长老也被关进塔内，他们可是高兴得很，现在死也有人垫背了。当血煞门长老看到塔中的2个刺客时，也是一呆，大概明白发生什么事。完了！长老灵魂一震，感觉他们血煞门好像招惹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怪物。说起来缓慢，其实一切不过发生在瞬息之间。从长老出刀到李玄风出剑，再到长老被秒，最后灵魂被一座银白色小塔吸进去，也就一个照面的功夫。贺商、谭灵敏以及其他弟子大脑已经完全发懵了。长老出手了，长老被秒了，那可是神退境9重的强者啊！血煞门最强的长老之一，是7位殿主之下最强的那几个人，居然被秒了，而且是李玄风做的。开什么玩笑？他怎么能强到如此程度？他怎么可以强到如此程度？之前的传言都是真的，并不是他们认为的乌合之众看不清战况，而是他们高傲自负，自作聪明，以为世上不可能存在这种超乎常理的妖孽。现在他们见识到了，也相信了，可代价是要付出生命。你要压低修为，和我同进一战。李玄风一手托塔，一手持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贺商，高高在上的身姿宛如天神临尘。贺商说不出话，甚至身子都忍不住在微微颤抖，恐惧一点点从瞳孔深处涌现，慢慢填满眼眶。压低境界，连神退境9重的长老都被秒了，他压低境界，他就算现在爆种都会被碾死，还压低境界。贺商的自信早已不见，
放狠话的嚣张已成过往，现在只剩极度的恐惧。他想要使用底牌，可是银白色小塔散发波荡之力，将他镇压在原地动弹不得，仿佛整片空间都被禁锢。血煞门的计划是突袭刺杀李玄风，不给他使用底牌的机会，没想到到头来反而是血煞门的真传弟子没了使用底牌的机会。你不是叫嚣着要和我公平一战吗？我来了，你为何不动？李玄风神情淡然地俯视众人。贺商欲哭无泪，他动不了。你有本事就放开我，我和你公平一战。贺商大喊道。公平一战是不可能的。李玄风一见秒杀神退进九重的长老，就让他明白他和李玄风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只要李玄风放开一点镇压之力，他就能使用底牌，凭借底牌他可以反杀李玄风。你太弱了，弱的我都不想动手。李玄风神情冷漠，手中小塔一震，贺商、谭灵敏以及其他弟子的肉身便寸寸崩溃，只剩灵魂体漂浮。除了贺商和谭灵敏，其他弟子的灵魂体都极其透明，他们灵魂不强，脱离肉体存活不了多久。每一道灵魂体的脸上都是恐惧和惊骇。镇山塔传出巨大的吸力，将一道道灵魂吸入塔中。嘿嘿，又进来一批。2个刺客继续幸灾乐祸。只要李玄风多收进来一个血煞门的人，他们心中的怨气就能少一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镇山塔内，贺商灵魂体的神色看起来一阵恍惚。前一刻他还意气风发，要师弟师妹们替他传话，要在王允之地约战李玄风，亲手摘其头颅。没想到下一刻就成了阶下囚，连肉身都被碾成齑粉。他没有杀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贺商强迫自己的灵魂体冷静下来。嘿嘿，已经没机会了，他只不过是让你们多活一会儿而已。你们现在若是死了，会影响他的灭宗计划。2道刺客的灵魂体传出悠悠的神识波动。神什么？贺商一呆。你们是？贺商并不认识这2个刺客。我们是。原本幸灾乐祸的2个刺客脸色顿时一黑，满脸杀意。我们就是你们血煞门委托刺杀李玄风的杀手。他妈的，枉为一国顶尖势力，收集情报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这就是你们说的传言不实。这他娘的叫传言不实。2个刺客越说越气，灵魂一阵波动，就要直接杀了贺商。聒噪！李玄风冷冷的声音传来。镇山塔降下力量，将几人全部惩罚了一番，然后把他们镇压禁锢在原地。2名愤怒的刺客只能尝试用眼神杀死贺商，其中1名刺客脸色突然再次泛起幸灾乐祸的笑意。灵魂体的目光扫过贺商等人，嘿嘿笑道：不过也好，你们血煞门终于自食恶果。李玄风的妖孽程度我算是见识了，你们血煞门必定要覆灭在他手上。这种不合常理的妖孽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地间的异术，没有人能压得住，招惹上他，你们血煞门也是走到头了。唯一可惜的是，你我都看不到那一天，嘿嘿。此人每多说一句，贺商等人的恐惧就多一分。2个刺客自知必死，而且是慢慢等待死亡降临，要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苦中作乐，用血煞门这些人来缓解恐惧情绪。李玄风不再管他们交谈什么，使用虚空隐匿之术，离开玄武黑甲阵，朝枯玄宗飞去。贺商薛平无龟山当作擂台，要挑战李玄风，自然是吸引来了很多人。1个月来，李玄风都没有任何回应，让那些躲在极远之地想看热闹的修士也渐渐离去。不过终究还有一些人在远处逗留，甚至寻了一个地方打坐修行，害怕万一李玄风来了，他们错过一场好戏。为了不让这些喜欢看热闹的修士影响自己覆灭枯玄宗的行动，李玄风使用虚空隐匿之术来到无龟山，在出手之前掏出阵盘布下玄武黑甲阵。此阵不但能防住神退境9重修士的攻击，同时还能掩盖阵内的波动，兼具玄隐阵的功能，让阵法和周遭环境相融，外界看不出异样。李玄风离开时也没有取走玄武黑甲阵，准备灭掉枯玄宗后再来取。咦，刚刚是我的错觉吗？极远处的一个山头上，一个修士眺望无龟山，他刚刚好像感觉到那个地方的空间波动了一下，似乎新出现了一座阵法，可是速度太快，而且他也没有时刻关注那个地方，所以没能感知真切。应该是贺商重新布置了什么阵法吧？难道李玄风要来了？那修士顿时精神一振，开始时刻注意无龟山的变化，害怕错过一场大戏。同样感知到无龟山有所异动的还有其他几个修士，不过他们的猜测都差不多，倒也没有引起什么特别大的波澜。云州、枯玄宗、议事殿，枯玄宗的高层们各自落座。那李玄风年纪轻轻，没想到这么能忍。年轻人都是很气盛的，压制不住情绪。李玄风遭到这么多诋毁谩骂，却连面都不露，更不做任何回应，倒是奇怪。连年轻妖孽的心气都没有，看来他的妖孽传言确实有水分。本来也没指望能靠这种方法把他激出来，就算他被激怒想要出来，
肯定也会被阻拦。徐家那个女子和他似乎有些亲近，可惜一直未能寻到。提到徐妙珍，众人都感觉有些可惜。通过一番调查，他们发现和李玄风有关系的人很少，徐妙珍应该算一个。可是当他们前往徐家时，却发现这个小家族早已举族搬迁，搬迁时还用一重重阵法掩饰了踪迹，做得相当谨慎低调。在其他人完全不知情的夜晚，徐家便搬迁完毕。等第二天有人发现时，徐家早已人去楼空，至今也没人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其实当李玄风和枯玄宗、血煞门冲突爆发时，徐妙珍就已经料想到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为了族人的安全，也为了不给李玄风添麻烦，回到家族的第一件事就是举族搬迁。徐妙珍所在的只是一个小家族，以他如今的实力，在家族内拥有绝对的权威、绝对的话语权。借助李玄风送给他的那么多阵法，最终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家族搬迁。寻了偏僻之地安顿，有多层阵法笼罩，枯玄宗想要找到他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要将他找出来，肯定要投入不少精力和时间。所以通过亲近之人要挟李玄风的想法落空，枯玄宗才用了这么一个拙劣的计策，诋毁侮辱李玄风血煞门，还专门让贺商表面上腰战李玄风，暗中计划对他进行伏杀。这种激将方法不一定能成功，但对两宗弟子来说却是一件好事。之前两宗弟子听到李玄风的传闻，心生畏惧，现在诋毁谩骂侮辱了1个月，也不见李玄风有任何回应，大家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觉得李玄风不过如此，没有胆量出来报复，弟子间的压抑气氛一扫而空。诋毁、讥讽、辱骂李玄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很多修士受到这种气氛影响，也渐渐觉得李玄风窝囊怯懦，连态都不敢出来表一个。想要将李玄风引出来，怕是很难了。不久后，王允之地开启，或许会有机会。红色衣袍的行人匪端坐高位，他一开口，其余人都纷纷看去。王允之地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那里机缘遍地，吸引的不仅仅是大炎王朝修士。一旦结界松动，百朝之地的许多修士都会蜂拥而至，百剑山不可能错过这种机会，各宗天才弟子肯定也会进去闯一闯。李玄风大概率会在那个时候出来，怕就怕这李玄风真的是个缩头乌龟。王允之地开启后也没胆子出山。枯玄宗的一位长老说道，之前李玄风的事迹传出后，枯玄宗的众人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害怕李玄风杀上门来。现在1个月过去，无数诋毁的声音也没能激出李玄风，枯玄宗反倒不爽不乐意了。他们只想快点把李玄风引出来杀掉，以绝后患。杀掉李玄风后，再等血煞门那边积蓄完力量，将百剑山一举攻破，彻底从世上抹除，他们才能安心。李玄风就像一根扎在他们心头的刺，一天不拔出就一天不舒服。呵呵，这李玄风倒也不傻，知道只要出百剑山就会有生死危机，索性装聋作哑，不做任何回应。连岳州和百剑山封主为了提防我们血煞门攻山，怕是也不会轻易带着李玄风出来赴约应战。也罢，至少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两宗弟子再无人惧怕这李玄风。行人匪笑了笑，既然现在杀不了，就等下次吧。王允之地马上开启，只要百剑山敢带李玄风前往，他将再无生还可能。行人匪捋了捋胡须，满脸自信。哎，真是可惜，这李玄风多拖一天不死，我心中的不安就多一分。此等妖孽，多活一天就多一分危险。枯玄宗的长老叹气，继续传令下去，若是遇到百剑山弟子，格杀勿论。再增派一些善于潜藏伪装的弟子，前往青州天南郡收集百剑山的情报，并时刻注意李玄风动向。一旦发现李玄风有出山的动向，及时来报。行人匪扫视枯玄宗高层一眼，是。众高层点点头。不过还不等他们离去，行人匪突然取出传讯石，见到这一幕，准备离开的众人动作不由一顿。神识沉入传讯石，行人匪嘴角露出笑意，并一点点扩大。哈哈哈，李玄风疑似离开了百剑山。行人匪大笑一声，什么？消息准确吗？枯玄宗宗主连忙问道。不敢确定，但大概率是真的。行人匪心情大好，好，终于赶出来了，这次不能给他机会，找到后立即镇杀。枯玄宗高层都是眼睛一亮，李玄风不出山他们没法，只要敢出山，杀他就没那么难了。不用担心，我们已经针对李玄风设了2处伏杀之地，老夫这就传讯给他们。行人匪拿起传讯时，不用传了，人物已经给你带来了。冷不丁一道声音响起，回荡在议事殿，也回荡在整个枯玄宗上空。行人匪和枯玄宗一众高层悚然一惊，全宗弟子都被吸引注意力。嗡，虚空震荡，巨大的阴影投下，将整个枯玄宗笼罩。什么动静？那是什么东西？枯玄宗弟子抬头看到了无比宽阔的塔底，场面宛如天穹倾覆，
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压迫感和窒息感。是谁？议事殿中，一道道身影飞出，神色极其凝重地看向那大的没边的塔底。眼前的场景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天塌了。咻咻咻，一道道灵魂体从塔底吐了出来。曹长老、贺真传、谭真传。当看到灵魂体熟悉的模样时，邢仁斐和枯玄宗一众高层全都傻眼了。人已经带来了，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只剩灵魂体了？起阵！枯玄宗那位老祖反应倒是挺快，双手朝上空一抬，一道道能量光束从枯玄宗四面八方拔地而起，在最高处汇聚成一点。透明的能量罩宛如一个倒扣的大碗，将整个枯玄宗笼罩在内。嗡！巨塔震颤，浩荡的伟力倾泻而下。轰！咔嚓！在血煞门的帮助下布置出来，能够抵挡和一境强者的护宗大阵就这样碎裂开来。所有人大惊失色。嗡！巨塔再次一震，垂落能量结界将枯玄宗整个封锁，断绝了所有人逃跑的后路，也隔断了所有传讯。虚空微微荡漾，李玄风的身影浮现，他已抵达此次行程的终点，不用再掩饰行踪。李玄风看着那道居高临下的身影，所有人骇然失声。这就是枯玄宗的迎客方式吗？李玄风淡淡的声音在天空荡开，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盼着他出山，盼着他死。今天满足众人愿望，他来了。你们不是希望我出山吗？看你们的脸色似乎很紧张，好像并不开心。李玄风脸上带着戏谑的笑意，然而枯玄宗却没人能笑得出来。邢仁斐和枯玄宗高层脸色阴沉的可怕，他们没想到上一刻才刚刚收到李玄风疑似出山的传讯，下一刻他就直接降临枯玄宗，而且是以这种方式。护宗大阵都被轻易碾碎，这座巨塔的威力可想而知。你欲何为？邢仁斐皱眉看向李玄风，暗地里传讯，却发现石沉大海。何为？李玄风带着几分讥讽之色看着他。今日除明枯玄宗。嗡！随着他话音落下，镇山塔落下汪洋浩瀚的力量，不过是仗着灵气之力。李玄风，你可敢与老夫一战？邢仁斐大喝一声，能轻易震碎护宗大阵的灵气，他没有丝毫能与之抗衡的信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李玄风放弃使用这件灵气，虽然觉得不可能，但在这绝望关头，邢仁斐还是想试一试。你不配！李玄风淡漠地俯视他一眼。你！邢仁斐气得一股逆血上冲，他堂堂血煞门长老，神退境6重的强者，何时被如此小瞧过？这1个月来坐镇枯玄宗，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在他看来，李玄风不过是仗着灵气而已，真正实力未必多强。该死！虽然很不甘，但邢仁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如此强大的巨塔，真不知李玄风是从哪里弄来的，以前也没有听说过百剑山有如此厉害的灵气啊！而且李玄风为何能操控？他能够为巨塔提供那么多灵力吗？就算没有这座巨塔也打不过的，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苍老的灵魂体看着凌空而立俯瞰枯玄宗的李玄风，认命般的叹了口气。曹长老，你说什么？你难道不是因为……邢仁斐看向苍老的灵魂体，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他的意思。曹长老可是血煞门最强的内门长老之一，神退境9重的强者，负责保护贺商的同时符杀李玄风。不是因为这座塔。曹长老摇了摇头道，正面交锋，我接不住他一招。如果不是怕我死后你们察觉，我的灵魂已经被搅碎了。有关他的传言确实不实，但不是说他没有传言中那么妖孽，而是比传言中更妖孽。自知将死，在这种事上曹长老也没有再自欺欺人。什么？比传言更妖孽？邢仁斐和一众枯玄宗的高层如遭雷击，呆立当场。李玄风夸张到了这个程度。嘿嘿，血煞门自食恶果，现在灭的是枯玄宗，下一个就是血煞门了。2个刺客嘿嘿笑道，有枯玄宗这么多人陪葬，他们心里终于好受一点。不可能，此事过后，掌教必然会亲自出手，李玄风必死，我们不过先行一步，到下面等他。邢仁斐不甘道，哼，何必自欺欺人，血煞门可能就是你这种人多了，才没搞清楚情报，招惹上这么一个怪物。李玄风这种存在型同天地艺术，是每个大时代都会崛起的天地至强之一，没人能压得住。血煞门要和他硬碰硬，只会粉身碎骨，灰飞烟灭，掌教与否并不例外。2个刺客都是满脸嘲讽，所有人一脸绝望，抬头望着高空那道宛如天神凌晨的身影，浩瀚的伟力垂落，视觉、嗅觉、听觉、触觉，一切都在远去，灵魂也在一点点消失，万事成空。天地间的艺术，每个大时代都会崛起的天地至强之一。血煞门是什么时候招惹上这种妖孽的呢？在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之前，贺商、谭灵明等人脑海中冒出了最后的念头。本该极致的绝望，
到了最后关头，却突然有些遗憾，遗憾不能见证李玄风这种艺术的崛起，遗憾成为他的敌人。那道凌空而立的年轻身影，刹那永恒。万丈高塔矗立，即便远在天际，也有无数修士看到了那惊人的一幕。咻咻咻，一道道身影拔地而起，遥望枯玄宗，在那惊人的伟力面前，深感自身渺小。今日除名枯玄宗。李玄风的声音席卷四方，浩荡天地。嗡，镇山塔落下，枯玄宗除名。万丈高塔刺破云层，矗立在天地间，相隔极远也能看到那宛如撑天之柱的巨大轮廓。无数修士被浩瀚的伟力惊动，冲天而起，眺望枯玄宗方向。今日除名枯玄宗。李玄风不加掩饰的声音传荡四方，巨塔镇压而下，修士们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枯玄宗完了。李玄风一人一塔覆灭枯玄宗，漫天华光齐聚一身，衣袂翻飞，黑发狂舞，宛如天神高高在上。抬手间巨塔落下，镇杀一宗的惊人画面将永远定格在修士们的记忆中。云州百山郡郡城，鹤商于30多里外的乌龟山画下擂台，叫战李玄风。无数喜欢凑热闹的修士从天南地北赶来，却一直未能等到战斗开启。这么多天过去了，百剑山的李真传竟然一点回应都没有，难道真如传言那般，他的妖孽都是假象不成？我之前就说过，那种不合常理的妖孽不可能存在。血煞门的贺真传在乌龟山等了20多天也不见回应，想要见两人交锋一场，看来是不可能了。李真传的实力明显有夸大的成分，真交上手多半不敌贺真传。也是，同为真传，天赋应该不会相差太多。贺商成名已久，听说修行不到200年，已是神退境一众的修为。有谁知道李玄风修炼了多久？都说他年纪很小，我看未必，应该是百剑山掌教暗中培养了很多年，只不过最近才开始露面。没错，他的传言有太多夸大成分，肯定是在暗中潜修了100-200年。城中酒肆，几杯烈酒下肚，修士们侃天侃的，谈论的最多的依旧是和李玄风相关的话题。经过血煞门和枯玄宗两宗弟子的诋毁，再加上李玄风对贺商的妖战长时间不回应，很多修士都开始相信李玄风并无传言中那么妖孽。就连一些在现场亲眼见证李玄风斩杀公太上和裴红颜的修士，在这些言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也开始动摇，自我怀疑，觉得真有可能是连月州暗中动用领域之力杀了两人，只是他们实力不济，看不清其中真相。当大部分人怀疑时，却有少部分人始终坚定地相信李玄风就是传言中那么强大，那么妖孽。就比如此时百山郡郡城最豪华的酒楼中顶层的一位老者，此人正是紫月秘境中李玄风遇到的那个宁丹境9重巅峰修士。一个天才在妖孽也是有限度的，能以碎丹境4重的修为比奸神退境一重，斩破封天锁地大阵，就足以惊世骇俗，足以超越百朝之地所有天骄了，怎么可能具备斩杀公太上和裴店主的实力？你说是吧，莫老？同为宁丹境的强大修士，一个留着长须的中年男子看向老者，笑道。在众多修士中，他是最不相信李玄风能妖孽到如此程度的那一批人。偏偏他的这个老熟人无比推崇李玄风，不管提起多少次都难掩震撼和感慨，这让他无法理解，感觉莫老进一趟秘境把脑子进坏了。没有亲眼所见，确实无法理解那种震撼。莫老感慨一声，亲眼所见也不一定为真，在领域之中，百剑山掌教瞒过你们不是很简单。男子摇了摇头，莫老懒得再和他说话，不管解释多少次，对方都只会怀疑。男子还准备说什么，却神识一动，感知到传讯时有了反应。不只是他，同时接到传讯的还有好几个人。神识沉入传讯时，查看里面的内容。李玄风独自一人降临枯玄山，破护宗大阵，进枯玄群山，一人一塔，覆灭整个宗门，枯玄宗自此除名。传讯的内容很短，却蕴含惊天的消息。男子顿时如遭雷击，当场呆滞。传讯者是他的挚友，是他最信任的人，同时也和他一样不相信李玄风有传言中那么妖孽。枯玄宗没了，被李玄风灭了。这么大一个宗门，被李玄风一个人灭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大燕王朝多少年没有发生过如此惊人的大事了？收到传讯的修士们尽皆失声，难以置信。咻！莫老一步踏空，飞出酒楼消失不见。他同样收到了传讯。好，这次的见证者必然更多。我看你们在如何质疑。明明此事和他无关，莫老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咻！一道道身影紧随其后飞出酒楼，朝枯玄宗所在的方向破空而去。类似的一幕还发生在云州很多地方，修士们在收到传讯的第一时间就朝现场赶去，想要亲自求证。枯玄宗被李玄风独自一人灭掉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扩散，
在整个大炎王朝掀起剧烈震荡。李玄风这个名字宛如惊雷一般，在无数修士耳边炸响。作为制造这场大事件的主角，李玄风正不慌不忙地在枯玄宗收集战利品。枯玄宗在大炎王朝境内算不上顶尖宗门，但也传承悠久，底蕴深厚。即便需要定期给谢煞门上供，留下的资源也完全可以用海量来形容。就如一经落万物生，枯玄宗被灭，只要有人能得到他遗留的全部资源，完全能再立一个门派。很多资源以李玄风如今的眼光根本瞧不上，但他并没有舍弃，统统收进储物界。操控镇山塔消耗了他大量灵石，必须连本带利拿回来。随着他将战利品收集完毕，一道道身影也越来越靠近这里，没人敢上前，始终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这可是一人灭掉一宗的狠人，谁敢招惹？有人想要套近乎，可李玄风根本懒得理会他们，收起战利品后便施展虚空隐匿之术，消失在所有人面前。消失了，这随手一路让所有修士惊骇，他们居然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李玄风消失在眼前，瞳术看不穿，神识也感知不到，就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李玄风离开了，取回玄武黑甲阵，便返回百剑山。可他在修行界造成的震动才刚刚开始。